少年有个特殊的能力，是能瞬间领悟上百本超级功法，哪怕是传说中混沌大帝的混沌钟，他都能连续敲响9次，就连当代最强的混沌圣主都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少年的天资足以成为当代神子，结果引来无数至尊老祖抢着收他为徒，可少年却果断拒绝了他们，反而拜入了一个老者门下。殊不知，少年觉醒了相当炸裂的顿悟系统，只要完成任务就能无限获得顿悟次数。要知道，顿悟可是修仙者在参悟大道中极其罕见的微妙境界，就连超级天才究极一生也只能顿悟2、3次。原来这是一个武道为尊的世界。可萧云身为一个没落贵族，从小见过太多父亲卑躬屈膝的模样，但如今他有超级系统加身，定会成就那遥不可及的大帝之位。而今天正是混沌圣地开山收徒的日子，虽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前来拜师的人仍旧很多。萧云刚攀登上混沌圣地，就传来了系统提示音：宿主进入混沌圣地，奖励1次顿悟次数。新任务：加入混沌圣地，奖励混沌次数3。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砸下一口大钟。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圣地长老忽然出现，此物乃是开山祖师混沌大帝的神兵，只要能敲响1声，就能通过圣地的入门考核，倘若不能完成，便会被立即传送离开，且永世不得被我派录用。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慌了，那可是大帝的神兵，咱们哪有这本事？而圣地长老们一脸失望，看来今年又是一群废物。话音未落，身后却忽然传来3声钟声，只见萧云站在混沌钟前，还在奋力地挥动拳头，仅仅2秒钟，混沌钟就被连续敲响9次。而在不远处的混沌圣主一脸惊讶，这小子有点东西，心想终于有人能敲响混沌钟超过5次了。殊不知，圣地某古代长老的棺材板猛然炸裂，沉睡万年的古化石破土而出，他们势必要将萧云收入麾下。而此时的萧云感受着混沌钟为自己洗净一髓，见此一幕，接引长老激动万分，没想到自己竟然能接引一位神子，看来我要在宗门的历史上留名了。随即扑通一声跪在萧云面前说道：“老奴恭迎神子。”萧云一脸尴尬：“长老，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长老继续说道：“神子地位何其缥缈，不可追溯，老奴不敢无礼。”而一旁的其他长老也说道：“我看此子已有大帝之资，其他5大圣地都有神子，唯独我们混沌圣地没有。这次我们终于能扬眉吐气了。”话音刚落，一道金色身影忽然显现，浑身散发着浩瀚的气息。众人见到来人，纷纷跪拜，恭迎圣主。圣主走到萧云身边说道：“神子不必行礼，请跟我来吧。圣地那些大能都等着收徒呢。”萧云闻言心中一惊，本以为要从基层做起，没想到竟然一步登天。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获得3次顿悟。”不久后，来到混沌大殿，圣主开口解释道：“这些太上长老、老祖、古化石都想收你为徒，不过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们不会强迫于你。”就在萧云打量着这些大能的同时，这些大能也同样打量着萧云。而让这些大能感到奇怪的是，感觉萧云资质平平，既没有特殊体质，也不像大能转世。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太上长老雷鸣开口说道：“我的雷神诀可召唤天劫，神子愿不愿意拜我为师？”话音刚落，一旁的不灭老祖出言道：“一个太上长老也想收神子为徒，简直是痴心妄想。神子，我的不死魔功能肉身成圣，一旦炼至大成，则不死不灭。老祖算个屁！我是刀骨化石，修炼我的大刀，神子便可横扫无敌。刀骨化石你还太年轻，我乃远古骨化石，修炼我的神龙诀，可化为神龙遨游太虚。”就在这时，太上长老帝天走了进来：“神子，老朽虽修为不高，但我修炼的混沌经可铸就诸天万界第一混沌圣体。”话音刚落，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选择帝天为师，奖励顿悟5次。”萧云瞬间眼前一亮：5次？那还等什么？随即开口说道：“诸位老祖古化石，弟子愿意拜帝天为师。”此话一出，大殿内反对声纷纷响起：“真是可笑！混沌经修炼难度极大，除了开山老祖外，至今无人练成。你自己都没修炼圆满，还想害了神子的未来？”帝天闻言淡淡的说道：“我不行不代表神子不行，更何况修炼混沌经可是同境界无敌的。”此话一出，再度引起大家的不满。同境界无敌又如何？别人早都成圣了，你却卡在超凡境。要知道，圣人之下皆为蝼蚁。如果神子无法成圣，那我们混沌圣地岂不成了笑话？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放弃神子身份，奖励10次顿悟机会。”萧云见状一脸郁闷，刚成为神子就要放弃，这不是坑爹吗？不过好在奖励丰厚，放弃就放弃吧。想到这里，萧云拱手说道：“诸位老祖古化石，弟子还是坚持拜帝天为师，为此弟子甘愿放弃神子身份。如此一来，就算弟子无法成圣，也不会让圣地蒙羞。”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震惊不已。要知道，神子身份何其缥缈，不可追溯，放弃神子身份就等同放弃最好的修炼资源。众人纷纷劝说萧云不要冲动。此刻萧云内心也是内牛满面，其实他也不想放弃神子之位，但是无奈系统的奖励太丰厚。想到这里，萧云坚定地说道：“诸位老祖古化石，如果弟子能修炼成混沌经，那么很快还能够成为神子；相反，则说明弟子没有这个资格，所以还要请诸位成全弟子。”听闻此言，圣主一脸敬佩地看向萧云：“既然你执意要拜帝天为师，那就依你所言，大家都散了吧。”众人闻言纷纷不甘心地离开大殿。此间事了，萧云跟随帝天来到地峰，因帝天一直无法突破，追随他的人早已离去，因此这里现在只剩下帝天和他的仆从。二人来到帝天府后，帝天便开始为萧云讲解修炼的基础知识。修炼者共有14个大境界，依次是炼体、聚气、神桥、洞天、机灵、觉醒、出窍、涅槃、超凡、天境、圣人、大圣、准帝、大帝。萧云闻言一阵感慨，这境界也太多了吧，记不住，根本记不住。
错。就在萧云思索之际，帝天手指轻轻一点，为师现在就传授混沌经给你，帮你跨入炼体境。萧云担心自己天赋太低，于是便使用了一次顿悟。下一秒，混沌经文在萧云脑海中浮现。萧云心中暗想，没想到这混沌经竟有108层，果然是博大精深。就在此时，帝天的仆从福林走了进来。主人，你说少主多久能悟到混沌经1层呢？当年您可是用了足足7天的时间，如果少主不能打破这个记录，那他也将永远无法超越你。帝天接过福林手中的100万年老参说道，不用担心，以萧云的资质，最多超不过3天。你将这株老参放进筑基液中，我要为他打造一尊强大的宝体。然而话音未落，福林震惊地看向萧云，说不出话。帝天见状疑惑地说道，福林，你都100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失态？随即也看向萧云，可下一秒，帝天就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嘴里能足足塞下12个鸡蛋。老天爷，这可是传说中的灵气灌体啊！此时的萧云已经领悟了第1层混沌经，只见萧云双腿盘坐，整个人被灵气包裹，周身散发出数道金色的光芒。而萧云心想，一次顿悟机会就领悟了第1层混沌经，那就继续吧，反正自己还有17次顿悟的机会呢。见萧云没有打算停止参悟，福林开口说道，主人，少主没有停下来的打算，难道他还想趁机领悟第2层吗？帝天也是难以置信，这不太可能吧，毕竟自己突破第2层时耗费了整整1年的时间。话音刚落，大殿突然开始晃动，地面冒出一朵金莲，金莲衬托起了萧云。见此一幕，二人再次震惊地张大了嘴巴，竟然是地涌金莲！萧云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混沌经第2层，好像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8个小时之后，星辰之光笼罩萧云全身，而他也突破到了第9层。福林双眼含泪地说道，主人，你这次真是押对宝了，或许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混沌体的诞生。帝天也是激动无比地看着萧云，是啊，当年我可是耗费了30年才领悟到了混沌经第9层，此子不成功简直是天理难容。与此同时，地峰出现的天地异象引起了混沌圣地众多修炼者的关注，一道道光柱朝着地峰汇聚而来，众弟子纷纷议论道，快看，神子所在的地峰发生了什么？狗屁的神子，他放弃了神子之位，现在什么也不是，纯纯的傻叉一个。圣主也看向地峰的方向，以为这些动静是帝天弄出来的，于是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地涌金莲，心力炼体，看来帝天真是下了血本，要为此子铸就绝世根基。但帝天这样做真的值得吗？不光是圣主，其他长老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觉得帝天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跟精力。画面来到萧云这边，此时萧云漂浮在空中，全身被一层金光笼罩，显然他已经到达了炼体境的巅峰。福林一脸震惊地说道，主人准备的筑基液全是天材地宝，看来萧云是用不上了。帝天微微一笑，萧云已铸就绝世根基，自然是用不上了，不过也不能浪费，不如你也去收个徒弟，刚好给萧云做个伴。福林闻言开心极了，他早就想收一个徒弟了，毕竟自己年龄也不小了。帝天看向刚落地的萧云说道，徒儿1日9层，已经到了炼体极境。萧云闻言激动不已，炼体极境，那我岂不是马上就能跨入聚气境了？帝天一脸严肃，接下来你得留在炼体打牢根基，不过你还可以修炼一些战技，继续发掘肉身的潜力，从而超越极境，进入传说中的竞技领域。萧云闻言一愣，难道说炼体极境还不算炼体境的极限？那炼体境的极限到底是多少？帝天继续解释道，10万斤力量仅仅是理论上的炼体境极境，我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混沌大帝曾经便在炼体境达到了100万斤力量，进入了神境领域。萧云闻言精神抖擞，师尊，那你还等什么？快传我战技吧！徒儿不要着急，战技不可随便修炼，选战技要去星辰阁，星辰阁会主动帮你挑选适合的战技，等福林的徒弟完成炼体后一起去吧。就在这时，福林带着一个小丫头飞了进来，随后对萧云说道，恭喜少主铸就无上根基，小雅还不快见过你师兄。经过简单的介绍之后，小雅便开始去筑基了。时间来到第2天，星辰阁门前围满了弟子，这些弟子都是前来测试战力和挑选战技的。众人看到萧云跟小雅后便开始嘲笑，那不是神子萧云吗？他也来测试战力了，狗屁神子，他现在只是普通弟子，我猜他只有2万战力。小雅闻言非常的生气，随即对福林说道，师尊，让我跟师兄去测试一次战力吧。福林因拗不过小雅的苦苦哀求，便答应了下来。然而就在这时，天一太上长老的弟子朱平率先登场，只见他一拳重重砸向石碑，石碑瞬间散发出阵阵绿光。朱平一脸得意地看向台下，没想到我竟然有5万战力，我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小雅见状一脸不服，5万战力至于这么骄傲吗？我也可以做到。此话一出，台下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小姑娘不要乱讲，5万战力已经是炼体境大成了，这是那些天才筑基后该有的战力。朱平也一脸不屑，林小雅，我认识你，昨天你才敲响了3次混沌钟，而我却敲响了4次，就凭你也敢在我面前装杯，真是狂妄至极。小雅闻言走到朱平身旁，不就5万战力吗？没什么了不起的，睁大你的狗眼给本姑娘看好了。随着小雅的一拳轰击，石碑上泛起淡淡荧光。见此一幕，朱平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怎么可能？只有打出5万战力以上才会出现荧光。同时台下众人也是大吃一惊，难道这小丫头已经超越了炼体境大成，跨入了炼体境巅峰，竟然有6万的战力？小雅一脸得意地说道，怎么样，服不服？朱平闻言一声冷哼，有什么好嘚瑟的？你肯定是和那个萧云一样，靠见不得光的手段获取的力量。你知道神子的待遇有多好吗？只有傻子才会自愿放弃，我看他分明是因敲钟作弊，被圣主罢免了神子之位，为了面子才说是主动放弃的。听闻此言，萧云并没有生气，而是对身旁的福林说道，这家伙好像是在故意针对我们。福林回道，少主，此人是天一太上长老的徒弟，天一和主人是老
对头，原来是师傅的仇人，怪不得要处处针对我们。就在这时，人群中的男子一跃而起，落到台上后嚣张地说道：“萧云，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旷世奇才！”见此一幕，台下众人又开始议论纷纷。他就是楚金霄，除萧云外，唯一一个能敲响5次混沌中的超级天才。看他的气息，绝对是达到了炼体境巅峰。只见楚金霄一拳砸向石碑，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石碑顶部出现9万2个大字。见此一幕，台下众人惊叹不已。9万战力，果然是天纵之资，估计已经是炼体境圆满境了。楚金霄得意地看向台下众人，让大家见笑了。我可没有久想的萧云师兄厉害。萧云，要不你也上来让大家瞧一瞧。萧云闻言并不想搭理楚金霄，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让周围的人惊呼，造成轰动。奖励顿悟3次，任务可无限叠加。萧云瞬间激动万分，心想刚好自己的顿悟次数没多少，系统这时发布任务简直太好不过了。见萧云迟迟未动，楚金霄又开始挑衅：“怎么这就不敢了吗？不敢的话就跪下叫3声爷爷。”萧云闻言嘴角轻微一斜：“有什么不敢？小爷我还怕你不成？”话音刚落，只见萧云灵光一闪，瞬间出现在石碑前，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好了！随即一拳打在石碑上，霎时间石碑上金光四溢，顶部出现2个震撼人心的数字：10万。见此一幕，台下众人的眼珠子掉了一地。卧槽，竟然是传闻中的极境金光，这怎么可能？他竟然在1天内就达到了炼体极境，难道他是神仙转世吗？不愧是神子啊！楚金霄这下可糗大了，而萧云则对楚金霄勾勾手指：“来吧，叫爷爷。”楚金霄见状一脸不甘，只见他一跃而起，本以为他要跟萧云动手，没想到却灰溜溜的逃跑了。然而萧云却并没有在意，随后径直朝星辰阁走去。画面来到星辰阁内，星辰阁的战绩分为6种：3流、2流、1流、顶级、超级、究极。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尔等闭目守心，等待星辰阁为你们挑选战绩。”与此同时，大殿上空来了许多太上长老。一位太上长老对帝天笑着说道：“帝天，以萧云的天赋，估计会被赐予超级战绩吧？”话音刚落，天一太上长老一声冷哼，帝天一生无法突破天境，他的徒弟也好不到哪去。帝天闻言不怒反笑：“我不能，不代表我徒弟不能。”就在这时，一长老忽然惊呼出声：“都别吵了！萧云好像被赐予了3流战绩。”帝天闻言眼睛瞪得老大：“怎么可能？只获得了3流战绩？萧云可是天资盖世，参悟混沌经1日9层。”天一长老趁机讽刺道：“你可真能吹牛皮，可惜我看得清清楚楚，确实是3流战绩无疑。”与此同时，众 DZ 看着萧云手中的3流战绩，开始说3道4。萧云也是一脸懵逼：“3流战绩，星辰阁就这么看不起我吗？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随即对空中大声喊道：“星辰阁，我萧云的天赋用不着你们来评判，快把最强的战绩拿出来，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天赋。”此话一出，周围嘲笑声再次响起，他这是疯了吗？竟然敢跟星辰阁要战绩，我看是傻了，简直是自取其辱。然而就在这时，星辰阁内最耀眼的星辰纷纷朝萧云靠近。见此一幕，众人再次惊呼出声：“卧槽，真是人中老龙凤！星辰阁竟然真的让他自己选战绩！”萧云见状一脸不屑地问道：“怎么全是超级战绩？星辰阁难道没有究极战绩吗？”此话一出，天一长老调侃道：“连究极战绩是什么都不知道，竟然还这么嚣张，真是哗众取宠。”帝天见状解释道：“徒儿学习超级战绩后，自行感悟出更强的招式，便是究极战绩，所以无法赐予。快选战绩吧，切忌贪多嚼不烂。就算超级天才掌握一门超级战绩，也要数十年。”萧云闻言微微一笑：“师尊，你太小看徒儿了，那就先来6门吧。”此话一出，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萧云。我去，萧云这脑袋是进水了吗？6门超级战绩，就算是圣子也要耗费100年吧。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男子惊呼出声：“快看，萧云好像要当场修炼超级战绩！”萧云心中暗想，这些人真将自己当成了傻子，要不是为了系统丰厚的奖励，自己才懒得搭理这些人。刚刚引起了6次轰动，现在有24次顿悟，系统对9转霸权使用1次顿悟。见萧云要当场修炼超级战绩，天一长老再次调侃道：“当场修炼超级战绩，简直是在开玩笑，绝世天才也要数百年。”帝天，你徒弟莫不是脑袋有毛病？帝天表面上故作镇定，内心实则慌的一批。萧云进入顿悟状态后，原本晦涩难懂的战绩，在他眼中就好像小学题目一样简单。片刻后，萧云缓缓睁开眼睛，9转霸权第1转搞定。见此一幕，众人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金光炼体竟然这么快就参悟了第1转，然而萧云却并没有打算停止，系统对9转霸权再用1次顿悟。天意长老见状一脸震惊，难道他要继续参悟第2转？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萧云已将9转神拳练到了第9转 YM 境，而他的战力从刚刚的10万涨到了20万，顿悟次数也增加了27次。天意长老见状后悔不已，早知道帝天能成功，当初自己就该去混沌大殿试一试，说不定也能收此子为徒。时间来到傍晚，福林早已备好一桌灵兽，萧云和小雅看得口水直流。没一会，一桌灵兽便被吃得渣都不剩。萧云摸着圆鼓鼓的肚子问道：“师尊，我怎么吃这么多呀？”帝天解释道：“因为你肉身变强，所以导致你需要更多的能量。你如今有20万斤力量，堪比20头大象，这饭量自然也就涨了。”萧云听后继续问道：“师尊，我什么时候可以达到100万斤力量？”帝天再次解释道：“每门超级战绩修炼圆满后能加10万，但只有3门有效。将超级战绩变成究极战绩会再加10万，所以普通体质的人极限战力是70万，剩下的30万就需要特殊体质或者是超级天才地宝炼体才行。就算是混沌大帝，也是靠着混沌体才达到
达到的极限。萧云听后继续询问道：“师尊口中的超级天才地宝应该不好找吧？”帝天微微一笑：“倘若你是神子，圣地之宝自然归你。可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你放弃了神子之位。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获得，那就是100年才开启一次的龙巢之战。相传真龙巢是一条真龙羽化飞升时留下的，因为真龙巢只对炼体境的修炼者开放，所以人们对真龙巢的秘密也是一知半解。但还是有一个秘密被人们挖掘了出来，那就是真龙巢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磨练里面住着的真龙一种。因为真龙一种需要通过战斗才能进化出真龙之躯。然而真龙不知道的是，他本以为在利用人类，实则人类也在利用着他。真龙巢不仅有超级天才地宝，而且还有机会和真龙一种签订主仆契约，让他们变成自己的宠物。所以真龙巢共有3个好处：一是获得天才地宝，2是与真龙一种战斗，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3便是与真龙一种签订契约，让其成为自己的战宠。听完帝天的讲述，萧云连忙开口问道：“那真龙巢什么时候开启？”帝天再次解释道：“仆儿莫急，真龙巢1年后开启。在这之前，你需要将实力提升到极限，因为到时候不仅仅只是几大圣地要去参加，其他修真势力的所有佼佼者都会去，所以你要好好修炼，务必在真龙巢开放之前将战力提升至70万，那样你就可以带着小雅一起去了。”与此同时，天翼峰这边，天翼长老拿出3枚悟神丹，说道：“金霄，这是为师特意为你准备的，一生只能用3次，可以获得3次顿悟的机会，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在真龙巢中有所收获。”多谢师尊，弟子一定不辱使命。看着楚金霄离去的背影，天翼长老的仆从说道：“主人，少主服下3枚悟神丹后，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成长的可能了。”天翼长老闻言一声冷哼，他的将来并不重要，真龙巢100年才开一次，只要他能带回来好东西就行。我可不是帝天那个蠢货，明明只剩下100年的寿命，还在为徒弟呕心沥血。时间来到1周后，测试战力的石碑前依旧围了许多弟子。楚金霄一拳打在石碑上，上面的数字显示为19万。只见他一脸得意地说道：“悟神丹果然是个好东西，这才不到10天就突破了极境。”台下也是一片夸赞声。楚金霄果真是天纵之资啊，未来成为圣子指日可待呀！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不就是炼体极境吗？有什么好神气的？我师兄早就极境了。”楚金霄闻言顿时没了那股嚣张劲。萧云有多厉害跟你有什么关系？看你也就是个6、7万的战力，少在这狗仗人势。小雅闻言快气炸了，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给我看好啊！只见小雅一拳打在石碑上，上面显示的数字竟是17。见此一幕，台下众人再次惊呼出声。没想到小雅也到达了炼体极境。炼体极境现在都这么容易了吗？容易个屁！除了他们3位，还有那个新人到达了9万斤战力。接下来是萧云的测试，只见他轻轻打出一拳，但石碑上却显示着30万。众人再次大吃一惊，萧云真是太可怕了，估计神仙也追不上。而萧云心里却是美滋滋，4处装杯就能赚取顿悟，再好好修炼超级武技，这日子真是没得说了。2人回到地峰后，福林便找到萧云：“恭喜少主喜提30万战力，主人有件宝贝要奖励给你。”话音刚落，只见福林双手汇聚灵力，随即一把古朴的黑刀便出现在萧云面前。就当他要接过黑刀时，黑刀竟直接掉在了地上。我去，这么重！要知道萧云现在可是有30万斤的力量，可如今却拿不起这把黑刀。福林笑着解释道：“这可是主人神桥境时用过的武器，主人怕你变得慵懒，所以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萧云闻言满脸吃瘪，看来装杯之路道阻且长，我还得加油努力啊！画面来到太初圣地，一男子对为首之人说道：“启禀圣主，混沌圣地传来消息，据说那里出现了能让混沌钟响9声的超级天才，现如今已拜帝天为师，目前战力已达30万。”太初圣地的圣主说道：“竟然有这种事！万阳辉长老，你带2名弟子去探探那人的虚实。”万阳辉领命后，心里却打起了歪心思：帝天，当年你压我一头，这次我便杀了你的徒弟，让你这辈子都活在悔恨当中。时间来到7日后，万阳辉带着2名弟子前来拜会混沌圣地，迎接他们的正是混沌圣地的天翼长老。万阳辉见状说道：“天翼道友不愧是第2太上长老，我看你这是马上要突破天境了。”话音刚落，万阳辉带的2名徒弟阴阳怪气地说道：“第2太上长老竟然都不到天境，在太初圣地连前10名都排不上，混沌圣地也太差劲了吧！”此话一出，天翼长老尴尬不已，万阳辉则是连忙打圆场的说道：“童言无忌，净说大实话，还请道友勿怪，不如还是去见圣主吧。”画面来到混沌大殿，万阳辉见到混沌圣主后就表明了来意，一是来邀请混沌圣地参加真龙巢，二是圣地的小辈们互相切磋一番。听说你们今年收了几名天才，应该不会没人应战吧？此话一出，众长老愤怒不已。万阳辉，你竟敢跑到这里来撒野，真当我们混沌圣地怕了你不成？万阳辉闻言一脸不屑，不要光逞口舌之快，不服就请贵圣地高徒出来应战。见此一幕，圣主出声打断众人说话：“既然如此，去带萧云和楚金霄还有林小雅前来。”片刻后，见萧云3人走进大殿，圣主开口解释道：“万道友，这3人便是我圣地炼体境的佼佼者，不知道道友想怎么切磋？”不等众人开口说话，万阳辉带来的女弟子直接说道：“我叫福妙彤，太初圣地炼体境排名第10，打败你们仨我一人足矣，就不劳师兄出手了。”福妙彤率先走出一步：“太初圣地炼体境排名第10，福妙彤，对付你们3人，我一人出手足矣。”林小雅那小辣椒顿时也燃起了火：“仅第10名吗？这么骄傲，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第1呢。”顿时一根火红色的小鞭子在手中一把甩在地面上，电光刺啦作响。大言不惭的逞口舌，那你倒是让大家看看你手上的功夫是不是也和你嘴巴一样厉害？当2个小辣椒撞到一块，
谁能更胜一筹？林小雅甩出一根小红鞭，大言不惭，就让我试试你手上的斤两，是不是也和你嘴巴一样厉害？福妙彤拔出寒霜剑，高昂着脑袋冲着林小雅比了下手指，自寻耻辱，我便成全了你吧。围观的人四下散开，萧云暗暗心道自己这小师妹还是太心急，一两句话便容易被激怒。随后红鞭挥舞出千重影，形成密集的网线，便冲了上去。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让他吃些苦头也好。萧云也能先看下这些所谓其他圣地天才的路数。原版镜的牵引鞭虽然威势不凡，但福妙彤却也凭借一剑一身法轻松化解，手持一柄宝剑竖立，顿时寒光剑气四射，口中呢喃雕虫小技。随后宝剑穿梭于林小雅的鞭影之中，如鱼儿不受束缚一样，比之林小雅的鞭子还更似灵活一筹。几息之后的鞭影便有些撑不住，福妙彤更是连带身形都灵活跳闪，低吼一声，一剑隔世，好似一道闪电一般，剑锋直接抵在了林小雅的脖颈处。林小雅紧咬着银牙，手中的鞭子还将在半空，后又无力的垂下，小脸上顿时一阵煞白，显然知道自己输了，也坦然的接受。我是输了，但你肯定不是我师兄的对手，一剑都接不下。混沌圣地的天骄还真是弱呢。福妙彤眼中带了些许玩味和不屑。好啊，那就让他也出来试试吧。萧云看着对面的福妙彤淡淡的笑道，派出来的我也不欺负你，只要你能让我退一步，便算你赢。福妙彤顿时也像先前的林小雅一样被激怒，他一个天骄虽然不算拔尖，但却居然在一个没落的圣地被人看不起，哼，好大的口气！那我就看看你的嘴是不是也像我的剑一样硬。萧云侧跨一步站立，右手成掌，自练成九转霸拳太极神掌后，还正愁没人练手。面对福妙彤凌厉的剑势，萧云仅仅向前拍出一掌，便已震得他接连后退。太极神掌的防御被萧云展现得淋漓尽致。望着还在冲上的福妙彤，谢玉龙赶忙出言提醒福师妹，他太极神掌已然圆满踏入了竞技领域，凭你的大成劲一剑格式是破不了他防御的。可这时他的眼瞳突然闪过一抹光华，剑既是我既是剑。福妙彤眼眸中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剑意，剑光闪耀凛冽，让人看着便望而生寒，隐约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这一剑使得虚空都有些被摧毁，大殿中混沌圣地这边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临战中竟真踏足了竞技领域，此等资质怕也仅次于萧云。林小雅盯着扑面的劲风，师兄加油！萧云嘴角挂出一抹玩味的笑，依旧向前轻松推出一掌，太极八卦图随之一浮现，便展现出了恐怖的防御力。即便福妙彤这一剑足有20万斤，也无法击破萧云的防御，反而是被自己的这一击反震给震得倒飞了出去，连之手中的长剑也应声随之折断。手中太极图收敛后，依旧金光萦绕，自始至终萧云都未曾从原地挪动过一步。身后的谢玉龙面色凝重，见状要上前搀扶，福师妹算了吧，他怕是要踏入3境了。福妙彤心中依旧不甘，无法如林小雅那般放下他那颗高傲的脑袋。你们混沌圣地就只修西王八壳吗？若有本事就正面的打败我呀，否则我绝不会认输。萧云只淡淡一笑，轻声的吐出一个字：不知者无畏。好，女人只是说了句有本事打败我。萧云身影下一刻便快出了残影，真身来到福妙彤身前时，他的瞳孔猛然放大，并不是看清了萧云，只因小腹处猛然传来的刺痛。九转霸拳，霸道的拳风带着气吞山河的势，将福妙彤狠狠地砸飞，口吐鲜血，如断线的风筝，面色煞白。陡然间，一道红色电光划过，谢玉龙冲来一把揽过凌空坠落的福妙彤，伸手指着萧云，只是切磋而已，没必要出手这么狠辣吧。萧云摸了摸鼻子，淡淡的道：我不攻击，他说我只会防御，出手了连一招也防不住，你们太初就这么输不起了吗？谢玉龙一时之间气得未控制好力道，电光震碎了地面。先前是福妙彤逼萧云出手，被其所伤，也确实怪不得旁人。顿时沉声道：在下谢玉龙，那便也来领教下萧师兄的高招。萧云慵懒的揉了揉鼻子，打了个哈欠，你们太初圣地也忒无耻了点，刚打了场累了，某些太上长老的看热闹弟子，下场该你了。大殿内包括楚金霄在内都是一阵无语，你妹的累啊，明明刚才是你一招打得别人吐血了。他也知道自己连福妙彤都不是对手，现在这小子摆明的一肚子怨气，比福妙彤还要强，不是明摆着让他上去挨揍吗？谢玉龙见萧云的话已至此，也不好多说，如今只想找个出气筒，怒气冲冲的上前几步：楚师兄是吧？领教高招。见楚金霄不答，怎么是不敢接战了吗？楚金霄表面上就不太淡定，实则内心中更是慌的一批，明知这萧云摆明了就是在坑他，嘴上还得答应着干。林小雅在一旁看的是欢欣雀跃，师兄你太阴险了，故意让楚金霄上去挨揍。什么阴险？注意措辞，这叫聪明。懂的我都懂，多谢师兄指点。混沌圣地圣主在一旁看了也没有吱声，没有去管那一旁天一太上长老的脸色，只是一个劲的点头。萧云这孩子聪明，越是如此才值得他宗门花费心血去培养。楚金霄如临大敌的面对谢玉龙，当场就拔剑，撑场面就行，只希望自己别输得太惨。但是场面话却一句不能少，嘴中叫嚣了一句狂妄至极，便向下冲去。谢玉龙微眯着眼，并未有所动弹，只待快近身前才躬身蓄力，整个身体都爆发出道道炽烈的闪电。后发先至，为找回面子也是他作为一个天骄的傲慢。楚金霄面孔惊讶的如刚才福妙彤一样，一口血喷出后都未来得及出声，又被拳风的那一记气爆直接弹飞。非有二人多高直直的相在墙里，观其伤势是要比刚才的福妙彤还要严重上3分。此子竟拥有闪电体，竟是特殊体质的妖孽天才，实力怕也是触摸到3境领域的门槛了吧？圣主也是微微皱眉，闪电体已达王体才排名第9，莫非太初前9名全是特殊体质？特殊体质萧云也是第一次见得，就是不知自己的混沌体是神体、王体还是至尊体呢？
凡体之上还有三体，传闻闪电体天生可操控雷电，速度极快，再配合你们太初圣地的闪电拳，威力不同凡响。万阳辉微微的一笑，一个王体算得了什么？我们太初这一代可是出了好几个神体，就是至尊体也有一个。周围混沌圣地的长老都是满脸阴沉。10大至尊之体排名第4，时空之体，据传闻可掌握时间和空间，不管是哪一项神通，在他的手里都能发挥出无穷尽的威能，简直是恐怖如斯。大殿内的萧云听着众人的议论，也大致了解到特殊体质分3阶：王体、神体、10大至尊体，第1混沌体，第2吞天魔体，第3先天圣体道胎，第4时空之体，第5玄黄不灭体，第6万佛之体，第7荒古圣体，第8苍天霸体，第9神王体，第10仙王体。神体则有太阴太阳、黄神体、五行神体、天魔体等，而最后闪电体、玄冰体只能算是第3的王体。不过10大至尊体之间虽有排名，但实际差距不大，更是还与人后天的修炼天赋、勤奋实力与运气息息相关。运用不当的话，就算是第10仙王体也有可能灭杀第1的混沌体。这也是萧云为何费尽心思也要铸就这混沌体，排名第1的至尊体。届时他一掌握这混沌中，肯定也会送与他执掌。混沌圣地没落，却功法很强，这便是机遇。谢玉龙身体中的电光窜出，楚清霄早已被他打晕在地。萧师兄，你这休息好了吗？谢小师弟关心，师兄我休息好多了。谢玉龙咬得牙齿直打颤，跟你客气一下，还真拿老子当你师弟了。不过毕竟是圣地的弟子，还要保持一份气量。当下淡淡的说道：“萧师兄谦虚了，我们特殊体质也不过是先天的优势比你们大点，一个人真正的成就还要看他后天的努力。”萧云装杯不怕气死人的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边还请谢师弟早些出手，早点结束，我们还要赶回去吃饭。”谢玉龙早就忍得牙根子直痒痒，一记抱步冲出，直接探掌就向着那萧云抓去。临近时遇上太极神掌，又是化掌为拳，炽烈的闪电在他周身闪烁，拳锋之处喷发出道道刺眼的电光，砰砰砰，又是接连数拳。萧云也暗暗一惊，不愧是特殊体质的天才，拳锋上蕴含的力量不仅强大，最主要的是还附带闪电的伤害。就是他也不愿大意去接，毕竟这电疗的量有些过了。当下脚步施展带出神风步，即便速度很快，但周身还是被电流跟着缠绕，不愧是以速度著称。萧云当下带出一道残影，便来至谢玉龙身后，无法再防御住的防御显然没用，顿时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眼神凌厉无比，夹带着王者之威。当下便运转出了9转8拳，以谢玉龙闪电体的速度也已经反应了过来，眼神中流露出炽热的兴奋。这才对，像你我这种级别的天才就该硬碰硬，在战斗中顿悟。当下竟也放弃了防御，化为一道红色闪电冲了上去。硬碰硬一招分胜负吗？场中的两方人都是捏了一把汗。然而分开之时却是势均力敌，萧云的嘴角挂着一缕血迹，但是9转8拳却让了他整个人的气质更霸道无比。暴喝一声，杀！谢玉龙也好似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威胁，不退反进，爆发出炽烈的电光，宛如闪电般射出。仅一个缠绕后，两人又是战至厅堂的一角，天意呢喃一句。这强大的肉身，两人估计都踏入了3境领域。谢玉龙攻势虽猛，却实际是不敢平手。这么看来是萧云更强一些。这边的萧云却眼神越战越平静，甚至可以说成古井无波。突然的眼神一凝，透露出的是无比的自信。破釜沉舟，又一超级战绩爆发后，拳头处散发出炽烈的红光，直直的就击在谢玉龙的左脸，满脸的惊骇，口中爆发出4个大字，居然是且听下集分解。这个男人有多强？别人修炼100年，他每天摸鱼还能掌握4门超级战技，并且每样都修制的大圆满。几名长老淡淡道：“真不愧是9响混沌中天才。”天一也认为有了这破釜沉舟战力的增幅，萧云应该能赢。场中却有一人不以为意：“赢？痴人说梦吧你们！真当王体就只是摆设吗？凡体的人还是就老老实实的不要说话，好好看着吧。你可曾听过一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今天便让你体会一番。”说话间，谢玉龙浑身带着闪电，已经来到萧云身前，却并未急着攻击，就仿佛野兽在欣赏自己猎物一般。萧云再次排出太极神掌，谢玉龙只是一个闪身便来到萧云身侧，哼天真，速度竟比之刚才他的神风步还要快上几分。高手的胜负分决往往只在一瞬，萧云及时施展神风步避开了强力的一击，随后面容上多了一丝冷峻。特殊体质果然有点东西。一旁的万阳辉就仿佛毒虫树影一样，一天天的嘴巴巴个不停做着解说，做再多的无谓挣扎也没有用。凡体和王体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胜败这早已经就是上天注定。萧云的手臂一横，直接震散了那缕缕金光。好一个上天注定，那你可曾听过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生来在这里本就是个变数。系统给我对超级战绩大圆满神风步使用顿悟。叮，恭喜宿主顿悟成功，神风步进阶为究极战绩福神步。谢玉龙听了此话后，却是放慢了几分速度，脚步轻点。可笑的人定胜天，就算我把闪电9步的轨迹全都展示给你，你又能抓得住我吗？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时萧云正好顿悟完成。就在他与萧云照面之际，萧云微微的笑了，闭着眼伸手直接抓住了他。那便多谢了。谢玉龙满脸的不可置信，草率了。萧云这时的此情此景，只想吟诗一首。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他一次顿悟解决不掉的，如果有，那就是2次。来自超级挂逼王尼古拉斯云的党人，周围的圣主包括是万阳辉都是一惊，他竟然临阵顿悟了，还是究极的自创屠神步。谢玉龙面色阴沉的凝望着自己左手已经凝聚好的小太阳，就算是抓住我又怎么样？你的破釜沉舟时间已经过了，现在的力量可不如我。萧云微微笑了笑，也抬起了左拳，两拳相碰之际，萧云嘴角的笑容更盛。是吗？谢玉龙望着自己那已经变形的手，差点气到吐血。你丫的根本不是3境领域啊！萧云慢悠悠的抬起他那48马大脚晃了晃，王体，叫你是王体，也不过如此。旁边的太上长老看的那叫一阵目瞪狗呆，这家伙没来圣地前到底是干啥的？
接上话，谢玉龙被一脚踹飞，连身上闪电符文都已溃散。万阳辉看谢玉龙还无大碍，便更加关心这萧云是如何击败的谢玉龙。明明那破釜沉舟的时限已经过了，萧云也知道此刻隐瞒实力是说不过去的，便道自己早已突破4境领域，就算没了破釜沉舟也比谢玉龙强，先前不过就是装样子罢了，还是没有将自己临阵突破的事情说出来，毕竟也还是太有点匪夷所思，这时还是要低调点好。万阳辉眼瞳转了转，也不疑有他，直到此子竟如此狡猾，还真以为他临阵突破了呢。谢玉龙是吐着血能吃1万只蟑螂的心都有了，干！早知道自己就不该将那闪电9步的诡计暴露给他，太大意了。混沌圣地圣主微微抬手眯着眼，万道有承让了。萧云是有那么点悟性，不过相比起来，贵派的时空之体还是差距太远。想必这次的真龙朝之行又得贵派拔得头筹，到时还望太初的门下弟子手下留情啊。不过他可不会真以为对方会留手，以往混沌圣地的弟子就属太初圣地杀的最欢，6大圣地里太初和混沌绝对是死敌，但表面上却还都要和气。万阳辉这时已走至门口，头也未回，承不承让？咱们就龙朝里见吧。待万阳辉3人走后，圣主看向萧云，为我们混沌圣地争得了脸面，你这次表现不错。作为混沌圣地弟子，维护圣地的脸面，这都是弟子分内之事。圣主听后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对着萧云的觉悟都颇为认可，便道等你进入真龙朝时，一定要小心太初的人，他们对你可绝不会手下留情，尤其是那时空之体，为铸就混沌体的你现在还无法与他抗衡，一旦遇到不要丝毫犹豫，立马跑。萧云很认真的点点头，作为一名优秀的弟子，很显然不应该和圣主老大顶嘴。圣主放心，太初之人若敢动弟子，包括那时空之体，此番我也一定会斩尽杀绝，让他们太初一脉损失惨重。很显然，萧云他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弟子，他是一个超级优秀弟子，因此并不怕和圣主顶嘴。这牛皮吹的圣主和诸位太上长老都一阵无语，纷纷感叹萧云这弟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自信。圣主这时挥了挥手，好小伙子有志气，快些回去修行吧，你这天聊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转身后，林小雅俏皮的吐了吐小舌头问道：师兄，你刚才就是顿悟了吧？为什么没有说实话呢？师父可说过这太初和我们的恩怨最大，真话肯定不能告诉他们。那师兄你真聪明。这时，一赤展10米的大雕之上，谢玉龙满脸的惋惜，万阳辉却淡然自若的道：这是不怪你们，是那萧云太会隐藏了修为。谢玉龙的眉头皱得更深，真是没想到此子一介凡体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炼3门大圆满超级战技，竟还有1门推演到了究极，天赋实在是可怕。万阳辉却面露出了不屑，非也非也，你们的眼光还是太嫩，就算是神子也不可能有他这么快的参悟速度，一定是服用过3次悟神丹才达到这种水平。谢玉龙面色一惊，那不是会伤及根本，一节吃1颗还好，混沌圣地这么做就不怕则损了妖孽天才吗？屁的天赋可怕！万阳辉一声冷哼，满眼的不屑。我早已用慧眼看过他的天赋，也就是一介凡体，毫无资质可言。混沌圣地这么想培养他，无非也就是想让他进龙朝里捞点好处出来。4境已经是凡体的极限了。谢玉龙一笑，原来是这样，反正损失了一个凡体也不可惜。看来这混沌圣地还真是没落了呀。毕竟那混沌终究想都不是他们亲眼所见，全都是不全信的。万阳辉咧嘴一笑，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的师兄师姐，一进入龙朝后，你们便配合将其灭杀，让他个混沌圣地的如意算盘再也打不响。云不假思索的道，他们确实很强，仅仅排名第9、第10都能横扫我们混沌圣地。帝天感叹一声，这很正常，闪电体没什么，只是他们还有一位时空至尊体妖孽。萧云顿时笑容收敛，一脸正色，师尊放心，相信弟子很快便能拥有70万斤的战力。此时帝天眉宇间写满复杂，万万不可轻敌。特殊体质的强大之处可远远不只是战力，相信这次在王体之上你也都见识到了。萧云的面色这时也微微凝重起来，不错师尊，若非那闪电体境界比我弱了2境，还有他的轻敌在先，我想赢也不会太容易。那师尊您可是已有对付时空之体的良策。据所周知，时空体天生便能掌握时间和空间，且速度之快，那闪电体若是与之相比，简直就是个笑话。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仅作用于自身，还能操控时间减慢你的速度，这是一正一反，合起来的倍数相差。不过炼体境的时空体掌握的能力虽然不会太强，但哪怕只要能操控一点点，也足以横扫同境一切敌人，而它速度比之闪电体更是10倍有余。法则之力是只有圣人境才能设计，一个炼体境便能触碰，这便就是至尊之体吗？萧云的面色前所未有的沉重，那不就是速度快到同境界连边都摸不着，这还打个毛？而反之，帝天的笑容则平静了许多，要不然怎么能叫至尊体呢？不过对付他的方法依然有4种，其一为远程攻击，在他未靠近时就发动远程战技；其二提升自己防御力，大于他的攻击便能使其攻之不破；其三使用临时阵法，但需要提前布置且引他入内才能限制其速度；最后第4则是阵入鲜活的音波攻击。所谓震慑心神，防不胜防，没有灵魂庇佑的法宝，就算他是至尊体，在炼体境一样很弱。萧云顿时眼睛一亮，果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愧是师尊，竟然能想出这么多办法。帝天顿时抛出6门超级战技，1门为远程战技小李飞刀，2门为防御战技金钟罩，3门为音波战技龙威，后3门则为阵法乱空、锁龙、8门困锁阵。而且最主要的是，这4种办法对于旁人不行，对于萧云来说却是4样都能学于一身，并且换做任何一人根本都不会白白花费这么多时间在炼体境学习这么多用途不太大的战技，所以这看似简单的方法也就无人能完成过。而萧云仅只用了1晚，加之先前的3门战技，花费12次顿悟次数全都顿悟到了究极，是除了顿悟混沌经耗费最多顿悟次数的一次。叮，这是一道系统音。最新任务冲击乾隆榜开启，奖励1，进入前50增加顿悟次数1、2。
进入前10名增加顿悟次数3，获得第1名增加10次顿悟次数。就在萧云自言自语嘀咕时，门外福林的声音响起：“少主，我能进来了吗？”放下饭菜后道：“这乾隆榜就是外门弟子的一个榜单，外门弟子挑战幻魔塔积分进入前100者进入乾隆榜，顾名思义。”乾隆，并且还可以获得更多修炼资源哦。而且少主本就作为太上长老的弟子，资源会远比其他普通弟子多太多。怎么样，少主也考虑好要闯一闯了吗？萧云自信地笑了笑：“是啊，目前也是该顺便提升下实战经验了。毕竟只有他自己知道已经达到70万斤炼体的极限，接下来再想要提升，就要等真龙朝内的天才灵宝。”这时，一旁本是闻着饭香来的林小雅正巧听见二人的谈话，冲着福林撒娇道：“师尊，我也要去。”这个男人死后2亿年分身还屹立不倒，并且能口吐人言，所在之地的高塔直冲云霄，名为幻魔塔。但实则也是一把圣兵，若是圣人亲自催动，足以将一座王国笼罩进去。而萧云就是来自一座小王国，也有上百座城池，近乎10亿的人口。如今看着怎能不震撼？望着幻魔塔前同样也挤满了人，但大多以聚气境居多。随后望向了福林，表示自己不是很明白这里的规则。而幻魔塔同样也是用来测试弟子战力的所在。上方4块白色的石碑则分别代表记录着当代的乾隆榜、升龙榜、真龙榜和圣榜的前100名弟子，而下方的10块黑色石碑则记录着历史上从炼体到天境的最强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曾是纵横了一个时代的霸主，每一位都曾是天之骄子。而乾隆榜则只是外门弟子炼体境和聚气境的前100名，在幻魔塔中也会留下他们的分身，打败他们便能获得名次，并且幻影分身死亡对修者本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萧云看向福林，这么说，我只要打败乾隆榜的人，我的分身也能留给其他弟子挑战了。不错，不过修为一过聚气境后，分身就会自行消散，要想永远保留少主，就必须获得乾隆榜的第1，然后开启去挑战历代最强弟子后才行。萧云立马就开始眉飞色舞了起来，这样子感觉真的很不错。这么说，无数年以后的弟子就都能瞻仰到我的绝世风采了。装备加收获顿悟值，这波必须血赚。福林察觉到萧云带有一点点谢骄傲的表情，顿时道：“少主可不要小瞧了这历代炼体境的弟子哦，他们可不全那么简单，其中就有包括横扫诸天万界、举世无双的混沌老祖哦，最终可是顿悟了混沌体，所以这10块碑中各境界的他都是第1名。”福林刚一说罢，萧云便朝着其中一块黑色石碑走去。果然，第一眼他就看到了排名第1的混沌老祖。混沌体当真是恐怖如斯，越是这样，他就越加心中火热的坚定想铸就混沌体。随后，在最末的一位超凡境界石碑上，竟也发现了他那个便宜师尊。帝天在混沌圣地超凡境可是第1，听说连越级抗衡天境强者都可以，怎么会才排到100？福林淡淡一笑：“这可是无尽岁月里的强者，毕竟我们混沌圣地的以前可是天骄无数，主人能进榜单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萧云暗暗震撼的同时，也在微笑着，这便是历史上最强的弟子吗？连帝天那般的强者都只能勉强进入榜单，遥想当年排名第1的祖师爷，还真是让人有些期待呢。难道能跨越2级直接对抗圣人吗？这下这幻魔塔闯的才更加有意思，只是不知凭借着我的顿悟系统能走到哪一步。接上话，萧云一群人来到幻魔塔，随着一股吸力过后，萧云直接被传送至幻魔塔内。虽然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惊慌。身边的林小雅也消失不见，脚下黑色的大地，而头顶则是数不尽的塔层。别找了！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凡是进入幻魔塔的便会被传送至这里。我是幻魔塔的器灵，你也可以叫我幻魔。之前的萧云就听福林说过这幻魔塔是圣兵，那拥有器灵也是再自然不过。随即面色凝重的开口道：“幻魔，我要挑战乾隆榜。”幻魔的声音也再度响起：“现在就给你传送乾隆榜第100名弟子的幻影分身，击败他你便是第100名。”随后萧云只觉得面前的光芒一闪，侧身处也好像有一道人影突然闪现，在下灵节请指教。不过这名穿着混沌圣地外门服饰的弟子，只与萧云一个照面后，便立刻拔剑相向，剑光耀眼，夺目璀璨。萧云一看便看出了，看来这第100名也达到了聚气境，不过确实不强，看起来也只有20万精力的样子。萧云自认肉身强悍，以他70万精力硬抗下一剑后，连防御都没被突破，直接抓住其手腕。这时广场上空无一不是听见一道洪亮的传音，是从幻魔塔内传来，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名列乾隆榜第100名。广场上众说纷纭，太厉害了，炼体境就能打败聚气境，那灵杰可是聚气巅峰啊！这也无形中为萧云赚了一波顿悟次数，省去了自己打一层出去装一次杯的必要。这时塔内的萧云心中早就打起了如意小算盘，要惊讶就得让别人一次惊个够。幻魔一个一个来太慢了，给我直接跳到第50名。接上话到，萧云直接要求挑战前50名，寒光一闪，一道人影便冲了出来。如你所愿，下一刻第50名外门弟子王妃便冲了出来。幻影分身并非本人，所以都只是特意设定好的几句词，不会有太多交谈。试探几下的萧云发现，这人也是只有30万斤不到的战力，还没泄玉龙墙，便也失去了继续耗下去的心思，直接运用起九转霸拳，狂暴的力道一举就将其击散。萧云叹口气，这王妃应该也只是炼体大成时便突破聚气境，加上突破后力量会翻5倍，也只有25万斤的力，根本不值得他去认真出招。这时乾隆榜内外同时响起轰动，萧云这边完成系统任务奖励顿悟次数1，又因直接从100跳入前50名造成轰动，再次收获3次顿悟次数。萧云再次望向幻魔塔时，这次喊道：“给我直接上第10名吧！敢挑战我张云，真是不自量力。”萧云一愣，这次的家伙难道有思想？随即问向幻魔时才得知，原来这留的一句话还是可以自己自定义编辑的，这杯还真的是让你给装到位了。这时幻魔塔外的弟子越聚越多，顿时有人发现这萧云的名字竟然从50名很快也消失了，都是瞪大眼睛去找着去哪了。
此刻林小雅已经从幻魔塔内退了出来。小雅，怎么样？不过观其面色就知道一定是不理想。果然，林小雅垂着脸道：“对不起师尊，我连第100名都没赢过，第100名也是去其巅峰，你如今炼体极境赢不了，他也正常。”随后安慰几句便道：“走去看看你的师兄吧。”再看向石碑时，萧云已经来到第3名。消息一传来，周围也是挤满了混沌圣弟子弟，其中榜单上弟子靠前的基本都已经是道奇，都是惊叹道：“不愧是混沌中享9生的妖孽，炼体境竟有如此强的战力。”林小雅眼泛桃花，这也太符合她心目中师兄的形象了。林小雅身旁处同样站着2名男子，远远观望，其中就有刚被萧云击败的第3和乾隆榜第2。我猜那萧云肯定不会挑战我，他会挑战那第1名。那这第1名究竟是谁呢？等小雅转头时，刚好一年轻紫裙女子走来。她虽是外门，却因绝世的容颜和其强大的天赋，让她在整个混沌圣地中都很出名。围观人纷纷让开道后也只敢小声议论。据说她的追求者更是绕幻魔塔曾经排过10圈，其自身也有着75万的战力。除非那萧云有着超过7境的实力。席春雨此刻单手掐腰望着最前方的高塔，居然以炼体境就达到了乾隆榜的第3。萧云，我很期待你的表现。这边的萧云在幻魔塔内也刚接收完一连串的系统信息，见到第1名时也是一愣，居然是位拥有如此绝世容颜的女子。更让萧云惊讶的是她留下的开场白：我席春雨发过誓，谁击败我的幻影分身，我今后便追随于谁。这个女人不仅拥有绝世容颜，甚至还留下但凡有能击败她分身手中常见者，今生任凭差遣的狠话。她黑发轻舞，容颜如玉，一双熠熠生辉的眸子，就是萧云看见了也是一愣。还是这丫头留下的话狠啊，她难道就不害怕击败她的是一个丑八怪吗？不过这丫头早已是去奇境巅峰，就算有人可以击败她，她也随时能够抢先一步突破神桥境，届时她的分身在幻魔塔内便会自行消失。这丫头还真是有趣，在等什么呢？在萧云还愣神欣赏之际，这边读完宣言的席春雨脸上已经染上了一层寒霜，顿时根根如雨丝般银针被牵引着急速朝萧云射来。萧云急忙撑起太极神掌，惊讶到竟然是暗器类战技。银针在刺中太极八卦图时，就有一丝丝裂缝开始朝四面八方蔓延。萧云眼瞳一凝，顿时就意识到不妙，他的攻击应该已经超越了7境领域。在太极图即将要破碎前，萧云根本不敢大意，直接施展出另外一门防御类超级战技金钟罩。席春雨也怒道：好硬！金钟上闪耀着繁复星辰，银针在击上时叮当作响，甚至还因光滑的表面被弹得四下乱飞。席春雨见攻击无果，便也立马换招，无数银针翻滚成2条白龙，丝雨如龙。席春雨到如今为止也只习得了这一门超级战技。2条白龙在席春雨的操控下红着眼冲向金钟，一击之下，萧云的金钟就已经裂了。看来自己的防御是挡不住了，顿时脚下连点。萧云施展出究极战技图神步，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凝重。这席春雨的战力确实比我强，可奈何招架不住我战绩多呀！超级战技小李飞刀，顿时无数柄飞刀射向巨龙，接连斩断那些被席春雨连接用以操控的丝线。飞刀对银针他不一定会输，更何况他还有一招龙威。萧云可不是一个喜欢被动挨打之人。一声吼声从萧云口中传来，宛若真龙怒吼，震荡整片虚空。席春雨顿时爆头，双目空洞失神，发出凄厉的惨叫。萧云抓住机会图神步迈出残影，拳拳到肉，不管是面门还是腰背，萧云都是狠狠砸出数记9转8拳。反正这幻影分身也不是本人，怎么打的也不会被记仇。要是席春雨本人，他还真的要考虑一下。恭喜宿主名列乾隆榜第1，奖励顿悟次数10。场外同时也传出声音，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晋升乾隆榜第1。伴随着所有人的惊呼，萧云在塔内又获得了3次顿悟次数。席春雨美眸流转，也是到了声厉害，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誓言而担忧，反而是轻声的笑了。比起李不凡，这才是我值得追随的人。这个女人为获得力量，竟将自己当作筹码布下一盘棋。张晋作为乾隆榜第2，却面露阴狠与不善。不知席师姐可还记得在幻魔塔内留下的话？谁能击败你，便追随于他。这句话一出，顿时引爆了全场。席春雨竟然还留下过这样的话。不过大部分没挑战过第1名的人自然是不知道，这张晋也是因为自己偷摸挑战过无数回。那这萧云可捡了大便宜了。便宜个屁！旁边消息又略微灵通点的弟子道：你不知道圣子李不凡吗？他可是已经看上席春雨了。席春雨眼眸流转，看向张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就是因为上次倾国女子被我教训，所以这次是想要伺机报复了吗？是又怎样？这张晋竟然毫不避讳。但你可敢回答我的问题？那李不凡可是极为偏执自负，你若敢决定追随萧云，他绝对不会放过你。只要萧云肯收留。席春雨眼神坚定，不带一点杂质。我席春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便会追随他。林小雅在一旁听得不乐意了，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远处的席春雨，有着那么点嫉妒，可嘴上却是嘟囔着：什么嘛，哪有一个女孩子家发下这样的誓言，简直不知羞耻！一看她那副狐媚的样，就知道不是好女人。福林在一旁却是看得通透，这小妮子对萧云的倾慕之心早就有了，这情窦初开，只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就在大家还在讨论席春雨的事时，这时塔外第10座黑色石碑突然炸出耀眼金光，恭喜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名列混沌圣地炼体境历史强者榜第100名。这突然的声音激荡在每一位弟子心中，上了上面那可就是分身永久留存，绝对名留青史了呀！这石碑上哪一位不曾是绝世天骄，得到后辈所有弟子在无数岁月里的敬仰？如此的待遇怎么能让旁人不羡慕激动？只有张晋阴狠地望了眼萧云的名字，随后退了出去。历史100了又如何？还不是炼体境？我这就去通知圣子李不凡，以他的性格，你和那贱人一个也跑不了。这边的萧云在塔内又接到新任务，挑战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0名，顿悟次数加10；第50名，顿悟次数加30；第10名，顿悟次数加50；第3名，
顿悟次数加70，第1名，奖励100次顿悟次数。如此牛掰克拉斯的奖励，萧云自然不会放弃。半个时辰后的幻魔塔内，这是萧云已经如皮球般翻滚的第899圈。天魔神体就有着如此恐怖的力量，萧云心中不断思量，那要是吞天魔体和时空体那般的至尊体，他现在面对了可想而知。男人的时速超越了法拉利，但却还是被身后天魔的460码大脚轻松按停了下来，然后还得意的给萧云展示了下他最爱的点球。这边萧云被震得五脏六腑都在剧烈抖动，口中不断渗出鲜血。这时候他最该做的就是保持冷静。记得师傅说过，只要不是至尊体，在高境界他都会有破绽，如果放弃就输了。天魔再次张开他那有着260颗大牙的嘴，想要咬向萧云。千里外的萧云对于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前扑便能做到。这时萧云动了，化作金色流光跃至天魔身后，天魔发力时脊背处的第5根脊柱在闪烁，看来这就是他的破绽之处。萧云抬手间甩出无柄飞刀，击中时果然天魔就也开始解体消散。恭喜宿主名列炼体境历史强者第10名，奖励顿悟次数加50，造成人群惊呼。顿悟次数加3，萧云轻视了下嘴角，身体这边的承受力也已经到达了极限。果然拥有神体的人就是不简单，但他的顿悟次数也因此涨到了146次，出来时出口处已经围满了人。早在他破入历史最强榜单时，就已经将所有弟子惊动，这可是要名扬圣地的存在呀！萧云第一眼便看见了一人，他竟然也在。席春雨主动朝萧云走来，萧师兄，我曾发过誓追随击败我幻影分身之人，如今萧师兄做到了，不知可愿意收下我这个追随者？能得系师妹青睐，日后你我应当相互勉励，共同印证大道。萧云嘴中说着，心中更是激动的无以复加。傻子才会拒绝吧？这时席春雨的笑容更是让萧云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笑靥如花。突然的远处东方闪过一抹火红，所有人纷纷抬头望向天空，有识得的更是一眼认出这是李不凡。这下这萧云惨了，这李不凡踏火云而来，其实力更是也达到了洞天境，高萧云足3个大境界。席春雨，我可还没有允许让你追随一个废人哦。萧云也是扣了下耳朵，丝毫不将其话放在耳里。怎么？我萧云招收追随者，也需要你来允许？萧云当面对圣子这种事情，直接让周围围观的人开眼，这么硬气，一会可能会死啊！果然李不凡已经开始暴怒，若你还是神子，或许我还会怕你，可如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这么和我说话？那你又算什么呢？萧云也丝毫不让的开始冷冷直视。李不凡的身后这时开出7个黑洞，萧云你这是在玩火，是在找死？开启3个洞天已是天才，李不凡身后足浮现7个。就在众人为萧云担忧时，茯苓冲了上来。他知萧云的天赋纵然妖孽，但也不认为修行几天的他会是一个洞天境的对手，顿时道：“我们圣地禁止同门相残，圣子还请住手吧。”李不凡却是不管这么多，仗着如今的圣子又有高出3个境界的实力撑腰，你给我滚开！敢拦我圣子，不怕执法者灭了你吗？听到执法者时，茯苓的眼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凝重。死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可怕，但是混沌圣地却有另外一群人名为执法者，是专门惩罚那些宗门内犯门规的弟子，也是混沌圣地最恐怖的人。他若是对圣子出手，执法者也确实会出手。席春雨这时也走上来，或是因我一人而起，跟着萧师兄也是我主动提出的，有什么不满意你直接冲着我来，不要为难萧师兄。可这话听在李不凡耳中却更是不得劲，你们都围着这个萧云说话，好啊，席春雨，你真以为老子是喜欢你？我李不凡的眼中只有大道，而你对于我来说，如同我身上的这件衣服没什么两样。林小雅口直心快，什么狗屁的圣子，我看就是会狗仗人势以大欺小，凭着自己修炼了几十年，现在来我们外门这里叫嚣。我师兄可是才修炼了几个月，若我师兄也修炼几十年，分分钟一根手指头也能碾压你。李不凡这下当真是怒了，就算在内门他也是好话听尽，走到哪都是别人供着的存在，如今竟然在外门屡次被新进的弟子冒犯威严，今天我便让你们瞧瞧圣子的威严不容冒犯。这时踏2步，萧云走到了最前方，李不凡只知道逞口舌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敢就冲我来啊！3女这时都有些争先恐后的慌了神。少主别冲动，你不是对手，萧师兄此事是我害了你，应该由我来承担，你快走。萧云就只定定站立在下方，李不凡看了更气，好，我今天就让你知晓什么是生不如死。这时的萧云没动，但反而也笑了，手中2指夹紧置于胸前，隐隐有道纹流转，谁生谁死还不一定的李不凡。道纹由指尖扩大，很快包裹住萧云的全身，周围围观的弟子都惊掉了下巴，这是什么呀？动静也太大了吧！一个炼体境，难道也会有神通吗？李不凡依然一副高人模样，哼，竟不过是些故弄玄虚的小把戏。你一个炼体境界的蝼蚁，就算能施展神通，又能施展什么大神通？笑话！李不凡这时一脚落下，跟我抢女人，今天就让你尝尝被踩在脚下的滋味。3个女人都是一惊，这个可是洞天境的寒怒一脚，萧云如何去接？脚上迸发出火光，带着7个洞天之力。萧云这时一声吼，宛若9字真言：混沌中，给我出来！不可一世的大地之兵混沌中，竟被一个修炼没几天的毛小子召唤了出来。面对着修炼几十年、高出他3大境界的李不凡，寒怒一脚，萧云未躲闪的情况下血洒当场的竟然是李不凡。这让的原本还提着小心脏的3个女人忽然疑惑了起来。师兄他为什么能操控混沌中？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茯苓见多识广，立马反应了过来。那不是混沌中，只是混沌中的一缕力量。我想应该是少主先前参悟透了混沌饮，如今才能在危难关头时动用出混沌中的威能吧。可即便是这样，也让周围的弟子羡慕不已，因为那可是地兵啊，初代混沌圣地大帝混沌大帝的法器，炼体境就能动用得了混沌中的力量。他是混沌大帝的亲儿子吧？就算是他师父帝天参悟了这么多年，现在也还是做不到吧？李不凡依旧为刚才丢了面子耿耿于怀，再怎么说也不能把李子也全丢了。这边又是先丢出几句狠话，区区炼体境的蝼蚁，再怎么说你也还该是个蝼蚁。顿时背后7个洞天中力量狂暴，再怎么说我也不信你仅凭借着混沌中的一点点力量就能击败我。萧云也是眉头一拧，
既然一点点的羞辱让你得不到满足，那我便继续成全你。随后也是大力将罩在身上的混沌钟向着前方一推，混沌钟与巨拳相撞，发出阵阵嗡鸣。萧云手中再次掐出硬诀，如果有心的人细看，那正是他们入门时每人都参悟过的混沌影。攻击在李不凡的身上后，当场爆发出璀璨的火焰，当场便将他身后的7个洞天震碎。如此狼狈的让他提不起一丝反抗的力气，哪里还有半点圣子的威势？然而再反观萧云单手插兜那冷冷的气势，毫发无伤，根本不知道何为对手。李不凡气到咳血，满脸不甘地盯着萧云，若不是混沌钟，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萧云不与其废话，冷笑着抬起右脚，怎么，你依仗的还不是你长年以来的修为？如果是我到了洞天境，杀你如土狗，所以别要跟我说什么如果，你用境界压我，还不允许我用混沌钟吗？李不凡一把抓开萧云的脚，圣子是他最后的倔强，你敢打圣子，执法者一定会废去你的修为。萧云只是淡淡冷冷一笑，随即踹了上去，一脚踩在因不稳倒地的李不凡身上。圣子又如何？你先动手的技不如人，那留着这修为还有何用？圣地无神子，圣子便是天。然而就是这么不可一世的圣子，却被萧云踩在脚下，并且想废去其丹田。就在这时的茯苓上前提醒，少主你已不是神子，这时取他性命，犯不着和他这样的人同归于尽啊。萧云摆了摆手，放心吧，我还没有这么傻。但是李不凡，你给我听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若犯我，虽远必诛。这一句也是差点让李不凡吓尿。此刻的地峰之上，萧云几人随着茯苓已经返回，多了一个便是席春雨，已经早早等在客厅的帝天微微一笑，都起来吧，刚才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知晓了，做得不错。可帝天虽然这么说，萧云还是有点小担心，毕竟自己打的可是圣子，偌大的圣地内规矩是最为重要。师尊，我不会给您带来麻烦吧？打就打了，没什么大不了，还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找我？帝天也曾经为圣地第一圣子，不然帝风也不会这么打，属于他的傲气自然也是有的。你不用管那么多了，接下来就只要安心进入幻魔塔进行实战训练，尽量的多熟悉些与特殊体质的战斗技巧。现在输了的，就是在为你以后进入真龙朝提前买命。萧云也是明白人，当即道好的师尊。与此同时，1个月后的东域峰中，盘膝静坐有1个月，李不凡的7个洞天才得以恢复。睁眼后的第一件事想到的便是萧云，因为他每次入定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害我遭受如此大罪，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边叫来了院内的管家询问道：“我师尊出关了没有？”既然未出关，那我便去请他老人家。此刻一尊大殿旁，李不凡直接匍匐在前：“师尊，您老人家赶紧出来为徒儿报仇啊！您徒儿受委屈了。”一番操作下来，连本门的师兄弟都看傻眼了。这圣子的脸皮还真够厚，变脸比翻书还快。最前方一人道：“你懂啥？这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果然只听吱嘎一声，下一秒东玉堂带着一缕烟尘就冲了出来。究竟是何事让徒儿你受如此的委屈？李不凡抱着师傅就是诉苦一番，他深知越是这样，他师尊才更加生气。东玉堂一听，竟全是那帝天太上长老的徒弟萧云所为。他本就曾对帝天怀恨在心，如今一个太上长老弟子竟然以下犯上，欺负他圣子徒儿，顿时一踏步脚下土石飞溅，岂有此理，罪无可赦。顿时身上火气更盛，徒儿你随我来，为师带你去地峰报仇。李不凡心中狂喜，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而此刻的萧云正在与席春雨担任对练，你来我往的打了也有1个多时辰，却每次都会被席春雨教训得很惨。这也是因为对方突破巨气，已经踏入了神桥境。停手吧，席师妹，今天就到此为止。萧云满脸的苦笑，之前他还能击败席春雨，现在却远远不是对手。这修为境界的差距太大，可就不是天赋可以弥补的。席春雨杨柳细腰，笑起来时也尤为的好看，伸手拉了把萧云，美眸中流转异彩，容颜如玉，十分的光彩动人。萧师兄的力量虽然还是70万斤，但战斗力明显强了2、3倍不止。经过了这些天的切磋，他也是深知萧云天赋的恐怖，一人就掌握了数十本超级战绩。这时的帝天过来叫2人吃饭，不过萧云今天听说那李不凡的师傅已经出关，如今踏入修行，知道了有神通和没神通的可怕。他天赋再强，心中还是有些担忧的。就东玉堂那家伙，曾经就是师傅手下的败将，如今就算晋升到天境，也不是为师对手。放心，他不敢来。然而就在此时，天际边突然传来一声如惊雷般大喝，李不凡与一位鹤发老者踏云而来。哪一位是萧云？萧云抬头望去一眼，就已经猜到这老者是谁了。这就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吗？接上话，东玉堂来地峰找麻烦。萧云揉了揉脸颊，想起了儿时在蓝星时的往事，这不就好比小时候的邻居家孩子打架，输了的哭鼻子回家找父母一个道理吗？李不凡，你长这么大也还是这么当圣子的？是你借用混沌中的力量耍赖，不然我早赢你了。萧云气得反而有点想笑，那你倒是等我也修炼到洞天境再来公平一战了。东玉堂面色一凝，修炼界跟我说公平战斗，你冒犯了圣子，害老夫花费重宝才帮他重塑修为，今天老夫便按照圣地的规矩教训你。帝天一步凌空跃起，我帝天的徒儿何时轮到你东玉堂前来管教了？当年东玉堂就曾败于帝天之手，如今突破天境，正想一战一雪前耻，帝天也丝毫不怂，两人冲向更远处，以他们的实力在下方大战，只会毁了整座地峰。萧云望着3人离去的方向，茯苓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追上那李不凡，再揍他一顿？有啊，茯苓上前，我赠了一件飞剑法宝给小雅，让她带着你足以追上他。面对着萧云投来的眼神，林小雅顿时心头小鹿乱撞。好呀，没几个闪烁就追到了李不凡的近前，期间腾空时还让萧云体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推背感。萧云作为一个淌过席梦思的男人，仍然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随后他大吼一声：“师妹，车速开稳，我要召唤混沌钟了！”只见一金光大中虚影缓缓浮现，李不凡当即面色大变，又来，打不过老子跑还不行？萧云的嘴炮攻击又上，李不凡，你被一个炼体境界的碾得抱头鼠窜，说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当这混沌圣地的圣子？
我要是你，早找个茅坑跳下去了。李不凡脸色涨红，这么在天空上飞着，怕要不了多时就会被整个圣地传遍了。顿时一个急刹，老子今天就要和你拼了！剑气夹带着火红的劲风，狠狠的就要劈向萧云。下一秒他自己就傻眼了，果然被激将法冲昏了头脑。下一刻再次跌落神坛，他愤愤不平地望着还在御剑飞行的萧云，有本事与我公平一战啊！萧云丢了丢手中的混沌钟，你脑子是坏掉了吧？洞天境，你跟我说什么公平一战？还是你认为谁都跟你一样脑子坏掉？不过方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让我把你打回炼体境。男人以炼体境修为，竟然想把高自己3大境界的圣子也打回炼体境。依仗着地冰混沌中的他确实有这个资本，但是在下一刻的混沌中竟突然碎了，被一直压在下面的圣子突然阴狠一笑：萧云，看来这下你要完了。一道威严的声音在这时响起：够了，来人生有一头白发，闭眼。正是圣地的执法者之一，张口便道：萧云，你好大胆子，竟敢以下犯上冒犯圣子！萧云知道这表面绝对不是这人真实的年龄，肯定是个宗门里的老不死，不过却也没有怕他，冷哼一声：人家师徒俩都打上门来了，难道我还不能出手自卫吗？放肆！执法者的神色威严，眼中的怒气更甚。你就是个大长老的弟子，清楚你的身份，看见了圣子就应该毕恭毕敬，如此不分尊长。我看你变强了之后也是个白眼狼，不如本座今天索性就废了你，杜绝后患。福林脸色一变，挡在萧云身前。执法者大人，我家少主天赋超群，未来可是能铸就混沌体的。你若今天废了他，怕是会影响以后我们混沌圣地的崛起啊！本以为这一番话会将其打落，可东神王根本不听。笑话，我混沌圣地难道还要依靠一个炼体境的小子崛起？帝天当年不也是号称天赋惊人，想要铸就那混沌体？如今他可曾铸就了？我看就是在白日做梦。说罢便是抬起了一只手掌，能量幻化成巨大的光影，当场便将萧云还有林小雅的身体凝固在半空。福林在下方也是浑身颤抖，身体上的威压使得他一点也无法移动。萧云盯着威压，心中却一点也不服，这就是执法者实力吗？在他的面前，我竟然如同蚂蚁一般渺小。他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这便是修炼界强者为尊吗？有能耐就能只手遮天，随意定判人的生死。他心中暗暗咬牙发誓，他一定要提升实力，将来能活下来，定然要锤爆这个混蛋执法者。下方一些围观的弟子也赶来了，不过望着前方的萧云和福林3人，都是不敢出声，也不敢靠近，因为那前方被惹怒的可是执法者呀！惹怒了执法者，就算是天才也要粉身碎骨。宗主来了都不一定会被给面子。轰隆一声，绿色能量带着巨石倾泻而下，一个大掌印落下时，上方战斗的帝天也没有办法。不过东神王的脸色却有一些不好看，因为掌印中没人，究竟是谁敢从他手底下将人救走？下一刻，萧云几人便顿感身上的压力消失，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混沌圣地圣主。圣主悠悠开口，惹出东玉堂也就算了，没必要连你也出手吧。执法者看见是圣主，也不由得皱起眉头。圣主真是好手段，看来是踏入半步圣人境了。不过这也不能包庇一个以下犯上目无尊长的弟子吧。混沌圣主看向执法者，两个小辈之间的争斗，这萧云好歹也是曾令混沌中久享的神子，有个东玉堂就行了，以大欺小，这也有恃强者的风范，这点小事也不至于总打打杀杀，就到此为止吧。福林这时在一旁解释道，这东神王其实就是东玉堂的大哥，也是主人的大对头。萧云听后这才明白，怪不得一直针对自己，原来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啊。不过他心中还是暗暗发誓，这帮混蛋等我萧云强大了起来，定然要将你们全部给镇压。这个男人本可成就神子正道大帝之位，却轻易放弃，如今却又不顾一切的想要成圣，这是为何？此时的执法者东神王道，规矩就是规矩，就算你是圣主大人，但这萧云冒犯圣子，本座依然要秉公执法，以正视听。望着那东神王倾洒下来的威压，林小雅还是在身后开口道，难道是圣子就能随便对普通弟子出手了吗？我们普通弟子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但这就是圣地的规矩，除非你们也能成为圣子。东神王咧嘴一笑，但一切都已经晚了。第一，立下大功；第二，入门时混沌中敲6响；第三，拥有特殊体质。但你们现在这3样一样也来不及做到。圣主这时开口，东神王，你也知道萧云马上就会动身前往真龙朝了，以他的实力，想要在里面立下大功晋升圣子，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东神王却丝毫不给面子，摆明了就是要找茬，但人家又有恰当的理由，那也是将来了。他现在还不是圣子，如今犯下的事情就需要现在来承担罪责。萧云此时也是十分的气不过，谁说我现在成不了圣子？随后竟真的盘膝而坐，道金光萦绕，竟是直接参悟起了混沌经，区圣子之位，我萧云今天就要让你们瞧瞧，我想要便要。如此狂妄的话语不免引起旁边弟子们的嘲讽，他是白痴吗？竟然想当场修炼混沌经，铸就那混沌体。虽然说就算是铸就了雏形，也已经算是王体，但那也是要混沌经圆满36层才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听着这么多些人的议论，林小雅看向福林，这个混沌体的雏形铸就很难吗？福林的回答当场就让林小雅震惊住了。当年的帝天铸就混沌体雏形，竟然也是花费了200年才成功。所以东神王听见了萧云这么说时，便是一副有恃无恐，让他这个毛小子自己夸下海口。这下别人想帮他都难，居然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铸就混沌体雏形，此子怕是已经疯了，真是可笑。这时就算是圣主也并不看好萧云这么做，那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不过口中依然说着，既然如此，那东神王不如就给这萧云一点时间，这点时间总不为过吧？东神王笑呵呵道，便给他7天，我也不欺负他，这点时间对于他们修炼者根本不算什么。不过他心中却更是不屑，莫说给你7天，就是让我给你7年、70年，你也不可能铸就混沌体雏形。萧云此刻心中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因为他一旦混沌经突破10层，就应该会突破聚气境，而在炼体境达到极限100万斤的目标就无法完成，随之而来的就是真龙朝的资格也失去了。不过如今小命都快没了，还要真龙朝的资格有什么用？系统给我对混沌经使用1次顿悟机会，
此刻嗡的一声，系统竟然第一次提示的是顿悟失败，一次不行，那就给我再顿悟一次。与此同时的萧云已经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状态，周围的天地灵气就像这江河入海流一样，疯狂地朝着他的身体汇聚，顿时一小会混沌经的第10层就让他参悟了大半。一旁的茯苓在这时却是陡然惊呼：糟糕！少主他还要去真龙朝，如果现在突破了聚气境，那就真进不去了。别人都是努力修炼想要突破，这个男主却要拼命地压制住修为。一旁面色凝重的圣主这时也出手了，放心，我来帮他挡住灵气，帮他压制住修为。随后一个金色的光照就将萧云给笼罩住了，周围汹涌汇聚而来的灵气都被阻隔在了外面。这时一旁的林小雅和茯苓才松了一口气，师兄这家伙这么快就突破了1层混沌经，他肯定能铸就混沌体雏形的。天空中的东神王看见这一幕却是冷哼一声，满脸的不屑，有什么好得意的，仅仅是第10层，离那36层可还远着呢。身后的李不凡也是一声冷笑，白日做梦，萧云你这次要完蛋了，就算是那些有大帝之资的人，在萧云这个年纪也没有人能办得到。此刻的混沌经才从9层突破到10层，就消耗了萧云2次顿悟机会，往后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过好在的是他先前闯幻魔塔积攒下来的顿悟次数够多，萧云此刻已经顾不得理会外界的喧哗。11层、12层、13层，混沌经不断的突破，周围的弟子直直的惊呼，这天赋简直也太恐怖了吧！他的修炼简直就和别人喝水吃饭一样简单，难怪当初帝天长老说他修炼混沌经1日9层，难不成是真的？身后的李不凡满脸的担忧也是被这一场面吓住了。师伯，你说他萧云该不会真的能铸就混沌体雏形吧？东神王满脸的阴沉不屑的一声冷哼，放心吧，就算他悟性再强大，也不可能在7天内把混沌经突破到36层的。就在此刻，周围的灵气蜂拥而来，在萧云的周边汇聚越来越多，但也全都被金色能量阻隔。接连不断的突破速度，就好比一个人在考试时知道了答案，周围的灵气都已经逐渐液化，比一些圣人修炼的地方都浓郁了。茯苓提醒了在一旁的席春雨，你快点过来修炼，这些天地灵气少主用不着，但你完全可以用来提升修为。席春雨也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是他的大机缘来了，很快就来到了萧云身边，开始盘膝入定。这么浓郁的天地灵气不用白不用。茯苓看着已经入定的席春雨，也是不由得又看向林小雅。若不是你要进入真龙朝，现在还真是个突破到聚气境的大机缘，一举突破到聚气境巅峰，甚至可能直接突破神桥境都非常有可能哦。就在林小雅无比纠结的时候，席春雨的脸上却洋溢起了满足的笑容，紫色能量包裹了他的全身，直接又一举突破到了神桥境中期。旁边围观的弟子看在眼里全是羡慕，这席春雨才刚晋升的神桥境，不过如此大的机缘在面前不再突破才更奇怪了。只是没想到这萧云修炼混沌经竟然成全的是席春雨。林小雅在一旁眼中满是纠结，如果是自己修炼跨入神桥境的话，至少要10几年，而且她能感受到席春雨此刻更强了，这样下去她与他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突然银牙一咬踏出一步，如果是这样的事实的话，绝对是无法让他接受的。顿时也跑向了萧云，对着身后的茯苓道，师尊，我不要去那真龙朝了。究竟什么样的大机缘能让林小雅直接放弃了真龙朝的寻宝？说罢冲到萧云的面前，也盘膝坐了下来，灵气疯狂涌入，这样的机缘是旁边弟子羡慕都羡慕不来的。所以说这跟对了人同样也是自己的一份机缘，就像是当年他很早就选择了帝天一样，不然以他的天赋也突破不到超凡境。很快茯苓的脸上又洋溢起了幸福的笑容，因为林小雅这一刻也突破了聚气境，而且她修为本就低，此刻比席春雨以更快的速度在暴涨，这样既让林小雅很快提升了修为，又让萧云在进入真龙朝时少了一个拖油瓶，简直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林小雅满足的笑了，这堪比云霄飞车坐火箭般的修炼速度，真的是太舒服了。周围来围观的弟子口中全是羡慕，眼中全是嫉妒，他们也很想过去修炼，可是奈何一旁有人护法，他们也不是地封的弟子都上不去。这时突然有一人惊呼一声快看，萧云的头顶逐渐有3朵莲花形成，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这是传说中的3花聚顶啊！萧云竟然已将混沌经修炼到了18层，帝天太上长老曾经说的萧云1日9层是真的，天助极境，天赋真是太恐怖了。连不远处的东神王这次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望着萧云，这怎么可能？1天不到就3花聚顶，就算是上古大帝来了也没有这悟性吧？莫非他时时刻刻都能进入顿悟状态？茯苓抬手招下腾空的3朵莲花，可惜了这3花少主不能用，但是茯苓可不会让他们浪费。只见他分别打入了席春雨和林小雅的体内，只能便宜了这2个小师妹了。这便是跟对了人，这3花对于他们俩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机缘了。吸收后，席春雨便再次突破满意的大小，林小雅也是紧随其后。一旁的圣主看了也是微微笑了起来，真是2位好运的小丫头。毕竟不管是谁实力的提升，都是他混沌圣地实力的提升。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便是如此吧。萧云这边突破到了19层，明显压力开始增加，顿悟次数由需要2次也变成了3次。看来如果想铸就真正的混沌体，没个几百次顿悟肯定是不够的。不过好在的是他有系统啊。周围的灵气很快伴随着萧云突破的等级越高，逐渐都已经开始了液化，并且有点有外溢。围观的人都是看得眼红，虽然享受不到，但是又都不愿意离开。吃不着，看着别人吃也香啊！更何况有着茯苓在一旁，又怎么会让如此浓稠的灵气浪费掉？外散的灵力全都被聚拢了回来。林小雅和席春雨2人的实力都再次得到了提升，一个聚气境圆满，一个神桥境巅峰，马上就要突破到洞天境。都知修炼有3花聚顶武器朝元一说，但却从未曾听说过有谁是在1天内同时达到的。周围的人一下彻底沸腾了，此子3花聚顶又武器朝元，定然是将混沌经修炼到了第27层。如果不练成混沌体，怕是世间就再也没有人能成功了。远处的东神王这一刻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跟吃了半斤蟑螂一样难受。李不凡也是彻底傻眼的呆愣在原地，脸上也犹如刚吃了250颗粑粑。不可能，
这绝对的不可能。混沌圣地的圣主双眸内熠熠生辉，却是掩饰不住的一抹喜。此子有如此的悟性，他们混沌圣地自然是要崛起有望。就算无法铸就混沌体，他也要保下，绝不能让他与圣地交恶。福林望向萧云头顶的那5朵云彩，这5朵金灿灿的云可又是一波大机缘，顿时感叹到这林小雅与席春雨的运气真好。福林率先将1朵打向了席春雨，只因为那林小雅卡在聚气境圆满，还没有突破神桥境，没有凝聚精神力就无法吸收这天地灵气。席春雨在吸收了1朵云彩后，修为立马就来到了神桥境圆满，也卡到了突破瓶颈处，但却心中依然很开心，毕竟这一日入神桥再入巅峰的感觉，就算是这当今天骄也不一定曾体验过吧。福林手一挥，只得先将剩下的4朵祥云收起，口中呢喃道：“剩下的就看2个小丫头自己的造化了。”这时旁边的圣主笑道：“也罢，相遇便是缘，今天我也助他们一臂之力。”只见圣主口中一句句经文念叨出，但奇怪的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这时远处的席春雨与林小雅的身体却是被2团金色的光芒包裹，还有道道符文涌现。福林满脸的喜色，这是大音希声，是圣音，这是圣人才能发出的，如同佛门的佛陀雷音震耳一样，可以帮人醍醐灌顶，有豁然开朗的功效，拥有着1%的顿悟效果，又是一场大造化呀！当即林小雅的身上就爆发出一道金光，虽然顿悟效果不及萧云，但是帮人突破瓶颈绝对是足够。这时福林直接将1朵金云打入林小雅体内，既然突破了，那么就让为师再助你一臂之力。这个女人只是蹭了1小时男主的修行经验，修为从炼体聚气直接就突破到了神桥境中期。福林直接又将武器朝元还剩下的3朵云全部打入林小雅体内，对于他自己这个徒儿，福林自然是不会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见林小雅修为又是突飞猛进，直接来到神桥境后期，神桥境巅峰，最后再次进入瓶颈期，来到神桥境圆满，短时间内是无法再次突破了。林小雅这才睁开眼，不过就在这时，席春雨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身后旋转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眼看第1个洞天便要形成。林小雅这时望着眼前的席春雨，不过却也没有太多嫉妒了，因为他距离跨入洞天也仅有1步之遥，目前便是巩固修为，等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福林这时道：“你们2个小丫头运气虽好，但也不要太急躁，提升太快就会导致最终根基不稳，以后的日子里你们就天天去换魔塔魔力战斗经验，先稳固了修为再说。”这时真正意义上来说，一步登天的还是林小雅。很快萧云的头顶上空又开始出现异象，这次不再是3花巨顶，也不是武器朝元，而是一根根连接苍穹的光柱，周围大地还在不断的涌现金光莲花。围观的人望着这一幕幕奇观景象，无数银光洒下，仿佛把整个地风都照亮成了白昼，简直就是疑似银河落9天。旁边的一位太上长老惊讶的都拔断了胡子，这是什么妖孽啊？这回地天是赚大了。随后才反应过来自己一激动用力过猛，仅1天就铸就了混沌体雏形，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震撼的了。此子恐怖如斯。果然下一刻混沌圣地圣主的声音便响彻整个混沌圣地，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天赋异禀，如今铸就混沌体雏形，特此晋升为圣地圣子。萧云这边也感谢了一番圣主为其1天的护法，圣主的眼神又再次看向萧云，不过这次全是欣赏，你虽然成为圣子，但也希望继续努力，争取早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带领我们圣地崛起。这时萧云又看向不远处的东神王，我已经成为圣子，按照门规圣子之间的争斗，只要不是同门相残，你便不可插手了。东神王这一刻的面色阴沉如水，转身冷冷地哼了一声，帝天倒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希望你以后真能够铸就混沌体。说完便不再管李不凡，直接踏空离去。这时空留原地站立的李不凡呆愣住，萧云开口了：“圣主，我现在是不是只要不杀，便可以随便揍李不凡了？”圣主也是实在，当着李不凡的面就是来了句：“理论上是这样。”男主只是摁响了下手指，洞天境的圣子就被吓到抱头鼠窜。这回换成萧云在原地目瞪狗呆了。草是一种植物，萧云冷哼一声：“都欺负我不会飞是吧？等我从真龙巢回来了，能提升修为后再找你算账。”不过一个小小的李不凡，他很快便没再放在心上，随后融入了小师妹们的包围圈中。林小雅开心的笑着：“师兄，我现在可是神桥境了，远远的超过了你呢。”萧云宠溺的摸了摸头，这样一来你岂不是就跟不了我一起去真龙巢了？旁边的福林笑着上前说道：“没了他这个拖油瓶啊，少主你在真龙巢内也能自由一些。”那倒是。萧云闻言也呵呵一笑，这可把旁边的林小雅气得够呛，鼓着小脸直跺脚。你们真是的，你们。不过随后就想到了什么，拉住了萧云的手。师兄，你可一定要小心一些啊！席春雨此时听见了，也往跟前凑了凑。那我也提前祝萧师兄旗开得胜。好了，又不是回不来。此刻帝天恰好从天而降，一脸春风得意地背负着双手，恭喜师尊战胜天境大能。帝天一脸笑容，根本不以为意，区区一个天境中期的废物而已，以我半部混沌体打他又有何难？不然那可就真侮辱了混沌体这个排名第1的至尊体。要知帝天只是超凡境，一般的超凡境修士在天境面前就像是猫咪与老虎打架一样，完全的不堪一击。这也更加证明了混沌体的恐怖。旋即的帝天眼神一明，我们混沌圣地也是沉寂了太久了，久到外面的修士都快忘记了我们混沌圣地是中土6大圣地之一了。萧云紧了紧拳头，也有些迫不及待。等他铸就诸天万界最强体质，便是神龙笑傲9天之时，那这一次就让我萧云告诉他们，我们混沌圣地仍然是最强。半月后的地风，也是龙巢开启前的3天，福林、林小雅和席春雨3人都是前来送行。这时福林更是在随身处拿出一枚空间储物戒指，这里面不仅储存有大量的灵兽肉，还有玄铁飞刀以及诸多灵石，少主此行就带在身上吧。一座巨大的峡谷金色的法阵，隐隐有浩瀚龙威从里面传来。帝天看了眼身旁的萧云，徒儿一会你自行在此等待真龙巢的开启，为师去会一会老友。此刻一名年轻少妇立于云端，是山水宗的太上长老吕贤婉。萧云这个老六眼贼尖，一眼就在人群中瞧见师傅是与其一同离去的，就知道肯定不简单。就在萧云也想要离开去一旁等待时，一道清脆的声
声音传来，想必这位就是萧云师兄吧？来人梳着一身劲装，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打量着萧云。我叫汤云云，来自山水宗，刚才和你师尊一起离开的那位美女正是我师尊。萧云一愣后赶忙上前抱拳，莞尔一笑道：“原来是汤师妹，萧某有礼了。毕竟说不准这往后人家师尊就真成自己师母了。”但在此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暴吼，一辆马车疾驰而来，朝着的方向正是汤云云所站的位置。霸王宗在此闲杂人等，还不快快滚开！敢挡霸王宗的路，找死！说着挥舞鞭子就要打。寻常人听见霸王宗的名字后，肯定都是乖乖的让开。然而汤云云可不是忍气吞声之辈，顿时冷哼一声，一掌直拍在马头之上，一阵蓝光闪过，驾车的马夫都被震得飞起，拉车的烈马当时就被震得四分五裂。然而马车落地后却是完好无损，拉车马夫手捂着胸口，嘴角还挂着血迹，但却一脸愤怒地质问着汤云云：“你竟然敢阻拦我们霸王宗的马车，还敢劈死我们的烈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汤云云双手环抱冷哼：“你们好大的威势，撞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吗？”就在此时，马车中走出一位妆容艳丽的红裙少女，语气嚣张道：“我们撞到你了吗？我怎么没看到？”汤云云一愣，旋即也冷哼：“如果不是我实力强，现在就已经被你们撞到了。”红裙少女抓住了话语中的漏洞，声音冷淡：“这么说，我们并没有撞到你，但是你却杀了我们的马。”随后身影弹起，化作了一道残影，很快人消失在了原地后，传来的就是响亮的一巴掌。臭丫头！女人第一次出宗门就被人扇了耳光，别说我们霸王宗没撞到，就算真撞到了，你又如何？说罢，红裙少女还得意地望向了四周，却没一人敢上前接话。好一个霸道的霸王宗！萧云目光凌厉地走到汤云云身前，毕竟弄不好这可就是未来师母的徒弟，自己这实力要不出手，被师傅知道了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强者也该有一个强者之心。现在立刻自己长嘴一次向他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这般说话？红裙少女目光冰冷，手指着萧云十分刁蛮：“想英雄救美吗？就怕你只是一只狗熊。”说着话的几乎瞬间，红裙少女就扬起了自己的手，柳眉倒竖道：“想长我的嘴，那我就先抽烂你的嘴。”萧云纹丝未动，淡淡的道：“女人再漂亮，如果心如蛇蝎，也一样会让人厌恶，这是你自找的。”说着，就在红裙少女手即将要触及到萧云脸颊时的电光火石一瞬间，既然给了你机会，不知道珍惜。萧云一把便反制住他，左手扣住其手腕，右手锁脖。周围这时看热闹的人群也都开始议论了起来，没想到萧云竟然会如此厉害，一招就制服了张雅琴。张雅琴可是踏入了一境领域，最主要的是她还有个五行神体的哥哥张飞云。此时被锁了脖的张雅琴面色难看，但却依旧没有惧意，冷冷的盯着萧云，怒喝道：“你最好赶快放开我！敢动我的话，我哥哥可是张飞云。”萧云眼瞳一缩，将其提得更高：“抱歉，我可根本不认识什么张飞云。我说长嘴，你既然不愿意自己来，那便让我帮你一把，到时我自然会放了你。”住手！你不能对他出手。届时马车内又一人走了出来，此人冰肌玉骨，容貌倾城，堪称得上绝世。一双天使的面孔下还隐藏一身魔鬼的身材，正是素女宗圣女穆千雪。不仅在中土年轻一代有着第一美人之称，还是拥有着玄冰体的绝世妖孽天才。据传说还与着那位太初圣地的时空之体天才有着婚约。为什么？但萧云可不管这么多，紧紧的一个打顿尸神，也只是因为此人的容貌不输袭春雨。因为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如何？萧云微微一愣，眼神淡漠道：“我们认识吗？面子，我为何要给你？”他可不是一个看见美女就停止思考的动物。周围人群都是一愣，随后一片哗然。这家伙居然敢对穆千雪不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敢这么跟穆千雪说话的人。我看怕就是想哗众取宠，引起人家的注意。但下一刻的萧云根本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已经一巴掌甩下。这一下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穆千雪的眸光也有些呆滞。以往的她不仅天赋超群，更是拥有绝世的容颜，走到哪里谁不会给她一分薄面。但这一巴掌不仅没给面子，还力道之大，让张雅琴的半边脸都有些红肿了起来。随后萧云也兑现了诺言，打完了就将其丢向了一旁。滚吧，下次别再这么嚣张。红衣少女虽然还是怨恨地盯着萧云，但此刻还多了一分慌张，往人群方向缩了缩。你给我等着！我发誓我哥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丢下这两句狠话后，掩面便要逃。萧云却是双手环抱，站立淡定得很，远远地对着张雅琴的背影喊着：“记住了，我叫萧云，可别找错人。”这事情既然已经了了，穆千雪也不想停留，只是怨恨地盯着萧云，像看一个死人。你不该动手的，其实我是想救你命，可惜你命该如此。穆千雪此刻目光怨恨地看着萧云，就好似在看一个死人。你不该动手的，其实我是想要救你一命，可惜你命该如此。周围人顿时恍然醒悟，还对其敬佩有加。原来穆仙子是想要化解恩怨，难怪世人都说穆仙子大慈大悲，果然是菩萨转世。萧云心中那是我了个大叉，哪来的圣母小可爱？也是服了这些人的思维。照你这么说，我朋友挨打却不能还手，只能认栽喽。穆千雪轻轻摇头，仿佛还在叹息。我知道你或许心有不甘，但是有些时候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萧云翻了下白眼，抱歉，我这个人不喜欢退步，遇到问题就想当面解决。冥顽不灵，哗众取宠，没有实力的倔强只会让你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就是自取其辱。萧云冷冷一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能匹敌的实力？莫非你试过？也许敌人会被我一头撞死。穆千雪轻声哼了一声，中土年轻一辈的天才，我不敢说全认识，但特殊体质的天骄我全有接触过，从未听说过你萧云这个名字，想必必然也不过是位籍籍无名之辈。萧云眼神中透露着玩味，看着穆千雪，特殊体质很强吗？那只是你单向认知，见识浅薄罢了。这时，身边的汤云云轻轻地蹭了蹭萧云，小声的掩嘴道：“萧师兄，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是我给你惹了麻烦，你还是快点走吧。”萧云淡淡一笑，陶爷总归是要进真龙朝的，何况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又谈何害我？这时，不远处一位剑眉星目的男子走了过来，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做错了。
声音冰冷彻骨，身后还跟着一脸洋洋得意的张雅琴，目光轻蔑地看着萧云。因为先前萧云对木仙子的无礼，周围人也都是投来愤怒的目光。张云飞来了，这个叫萧云的小子死定了！他可是拥有了2阶神体的5行神体，据说实力早已经比肩圣地圣子。张云飞高昂着脑袋，雅琴你先退到一边，剩下的放心交给哥哥。张雅琴眼神怨毒，满脸愤恨地指着萧云，哥，我要你弄死他们！周围人都在叽喳议论，然而此时的萧云脸上他们却没有看出一点惊慌，只淡漠得道：“这就是5行神体张飞云吗？按照木仙子的话，我没听说过，同样也不觉得你很强。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吧！竟然敢说张飞云不强，真以为自己是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吗？论吹牛狂妄，我张三愿意尊称他为修炼界最强。”张飞云眸光如电，眼神冰寒，释放出的威压汹涌的朝四周弥漫开来，可怕的气势仿佛一座大山。没听说过我吗？很好，但是从今天起，我将永远的烙印在你的心中。萧云一脸嫌弃的摆手，还连连后退了几步，面色装作惊恐道：“停！我的心中只容得下美女，你要是木仙子这样的还行，对于你的自作多情我毫无兴趣。”张飞云肺都要气炸，多情个你妹啊！我想要的是给你一个永远铭记的教训，谁特妹的对你有兴趣了？下一刻被激怒的张飞云就挥出一拳朝着萧云砸去，让你牙尖嘴利！我最恨耍嘴炮之徒，给我去死吧！萧云运转9转霸拳，2拳相炮。9转霸拳本身就是以霸道为主，双方拳头对撞声如同一道惊雷，周围的灵气炸开，更是璀璨夺目无比。最主要震惊的还是张飞云，自己5成力的一击竟然没用，那就再来。2人拳头不断对撞在虚空，周围人皆是色变。不傻之人都是看出来萧云也很强，竟然能挡下了张云飞的所有攻击。从来没听说过此号人物，就是不知道踏入了几境领域。原本一旁最为得意的张雅琴此刻也笑容凝固了，脸上还挂着一丝冷汗。原本还以为哥哥一拳就能将萧云打败，没想到这一时之间哥哥居然奈何不了他。穆千雪的眼中也是惊疑，各大圣地之中他所知可没有此人，他怎么也没想到萧云的实力如此强大。2人落地后皆退几步，原本场地都被让了出来。张云飞双拳迸发出耀眼的5彩神光，这招我原本是不想现在用，但是我不信你还能接得下来。这时周围大地龟裂，虚空颤抖，5行神拳这一拳的威势下恐怖如斯，有识得的人早已惊呼，这5行神拳听说是由5门顶级战技组合而成的超级战技，威力比一般超级战技都要恐怖得多。最主要的是再配合上5行神体，场中的天才看了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如此逆天都已经堪比究极战技，这下看那萧云还怎么打。萧云的确也没敢答应，直接将9转霸拳运转到了极致，一股强大的金光迸发，简直可以粉碎一切有些摧枯拉朽之势。气爆声声震响，2个拳头恐怖的正面交锋在了一起，更是将张云飞的5行神拳正面击破，接连后退，土石翻飞。反观萧云这一次站立原地纹丝未动，5行神拳是被正面击破，周围人也全都是像活见鬼一样瞪大了双眼。此人恐怖如斯，绝对不该是籍籍无名之辈。张雅琴与穆千雪眼中也是露出不敢置信的光芒，窒息的压迫感使得张云飞心中很是愤怒不甘。他可是霸王宗第一真传，若霸王宗是圣地，他可就是神子的存在。他的5行神体也是仅次于至尊体的强大特殊体质。顿时暴喝一声：“5行领域给我开！”周遭霎时出现了5色元素，蔓延着朝着萧云笼罩而去，仿若形成了一片领域。萧云也顿时感到自己的行动一致，这还是在没有彻底成型的情况下，否则威力更大。传言5行神体天生就拥有5行领域，可压制对手，这可是祭灵境界才能拥有的东西。虽然现在只是雏形，但在炼体境当中拥有领域的，这张云飞恐怕也算是第一人了。张雅琴这时也恢复了笑容，我哥5行领域一出，可是除了6大圣地绝世妖孽外，无人能抗衡的。周围人也很是认同，毕竟这5行领域强悍，再加上张云飞早已名声在外。张云飞傲视着萧云的此刻，眼中也终于恢复了自信的光芒，能够逼我动用5行领域的，今天你也算得上一战成名了。从天而降的拳法对上了金钟罩，居然丝毫不能让其所动。张飞云瞳孔骤缩，这怎么可能？拳头不断的轰击在金钟之上，竟然破不开防御。旁边的穆千雪惊异的张开了小口，这是金钟罩，是混沌圣地的一门大神通，原来他来自于混沌圣地啊！周围天骄顿时议论声四起。混沌圣地可是中土最古老的圣地，虽然没落，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且不过是垫底的存在，好像都要被圣地之外的圣王宗超越了。圣王宗出的神王体都已经直追太初圣地的时空体，肯定超越混沌圣地。张雅琴面色阴沉无比，心中因为得罪了圣地不由得有些后悔，但是陡然一想，都好几届没来真龙朝了，有什么可得意的？萧云眸光如炬，看来我们混沌圣地是让人小瞧了呀。既然如此，那便让我萧云打出一片天。说着低吼一声，不再压制实力，强大力量喷涌，一道道光汇聚于全身，使得9转霸拳威力越来越强。一拳下去如万马奔腾，土石翻涌，力量余波震的山势都开始皲裂。张云飞口吐鲜血，脸色煞白，周围围观的天才们一时都说不出话。张云飞败了，5行领域败于别人正面的一拳，顿时道凄凉气声不绝于耳。这个混沌圣地弟子恐怖如斯。张雅琴这时惊呼一声，哥哥，就跑了起来，也是顾不得其他。穆千雪的美眸之中，这时也终于多了一丝忌惮，好强的实力，应该已经跨入了5境领域。汤云云此刻脸泛异彩，哇，萧师兄你原来这么强，我师尊他说的果然没错。毕竟哪个少女不爱英雄，还是为救自己的英雄。萧云淡淡摆手，一个张云飞而已，不值得一提。随后看向一旁穆千雪，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撞得头破血流，反倒是敌人让我的头给撞死了。牙尖嘴利，穆千雪也没想到萧云这么记仇。我承认你的实力确实强的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上几届的混沌圣地弟子可是都死在了真龙巢里面，你好自为之，狂妄你会知道后悔的。言语中竟然威胁，萧云又怎么能会吃他这套？冷冷道，我知道你与那位时空之体有婚约，但是还是劝你早点退婚为好，否则你会提前成了寡妇。年轻人，我很看好你，
就在此时，一个满头金发身影从天而降，一拳一膝盖就跪碎了整个地面。刚才我在天上观战就觉得你很不错，跟随于我，成为我的麾下第一战将，我带着你横扫八荒，称霸天下。来日天下无敌之时，必将封你为王。萧云望着这人有点无语，多么中二的台词啊！这家伙哪来的？男人跃下100米云端，力道大到用膝盖就足以震碎地面。我乃荒古圣地赵无极，跟随我带你一起征战八荒。周围各大圣地宗门人议论声立刻沸腾了起来，难怪气势这么强，他可是能够正道大地的人，不过就是收其他圣地的人当随从，这也有些太嚣张了吧？萧云眼神凌厉如是二哈，这个中二病是谁？又算什么东西，也配收服我？赵无极一时有些语塞，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狂嘛！周围人都没想到萧云竟然敢顶撞荒古圣体赵无极，有人甚至都忍不住开口：“小哥得罪了赵无极可没有好处，能追随一尊荒古圣体，他日赵圣子天下无敌，你也可跟着称霸一方。如此光耀门楣之事，可算是8辈子修来的福了。”赵无极手掐着腰，一脸得意，最爱被人夸。我叫赵无极，你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跟随着我也没有算辱没了你的身份。萧云翻着白眼，抠着鼻屎，赵无极。没听说过，还有那荒古圣体又算什么？我们混沌圣地的混沌体一出，谁与争锋？镇压你一只手就够了。周围人面露惊恐，这个萧云也太狂妄了吧！那可是10大至尊体，我敢猜他这么拽活不过10系。赵无极却是反而哈哈大笑，好，你越是桀骜不驯，我就越是喜欢，这表明你天赋很高。要是当场答应我，还会看不起你，将来肯定能成为我麾下第一战将。听完后的萧云脸色已经一片黢黑，迷离着小眼神，这家伙不仅中二，莫不还是个神经病吧？赵无极却是迷之自信，伸手搂过萧云道：“你好好想想吧，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跟随于我绝对不会吃亏的。”这时叮的一声，萧云面前一个系统面板弹出，最新任务：击败一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顿悟机会+3，击杀一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顿悟机会+10，收服一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顿悟机会+20。萧云嘿嘿一笑，嘴角勾出一抹弧度，眼下正愁顿悟机会不够用的就给送来了，还真是所得皆所愿，所欲皆所求。天黑有灯，雨天有伞，任务他说来就来了，可世事皆难料。赵无极那不知哪来的迷之自信再度爆棚，看你笑得这么开心，肯定是同意了。那么接下来的真龙朝之行，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就报我赵无极的名字就行。说罢，满意一笑，踏空离开。晚风吹起你肩的白发，只留萧云独自落寞，看着赵无极的背影，气得牙根子痒痒。这个二货，我发誓，等进了真龙朝，我一定让他哭着当我的跟随者。随后更加洋溢的笑容挂在了脸上，恰巧又被汤云云看见。萧师兄，你是真的打算跟随那位荒古圣体吗？跟随他？不可能，我是要收服他，让他做我的追随者。汤云云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些目瞪口呆了。萧师兄还真能异想天开，收服荒古圣体这个事，若是要传出去，怕是整个修炼界都会沸腾吧？但也还是心中暗暗鼓励，随后伸手指着前方道：“萧师兄，我来帮你介绍下此次参加真龙朝的高手吧。”萧云刚修炼1年，却要杀得天下无人再敢称尊。此刻两男子一同走来，一位天生刀体刀势凌厉，一位天生剑体剑气冲天。虽不是至尊体，但却也和张云飞一样位列2阶神体，却因为出自天刀天剑圣地的缘故，实力自然比张云飞强大。左侧有一少年虚空而立，嘴角微翘，眸中有种傲视天地的光彩，天生傲骨凌驾众生，乃圣王宗的至尊神王体。圣王剑将浩然，紫发飘舞，穿着一身黑金战袍，宛若一尊太古巨兽的，则是霸天圣地的至尊体，苍天霸体武刚，走到哪里都自带一股滔天威势。与荒古圣地的赵无极乃是宿敌，两人曾对战9天不分胜负。此次真龙朝都是要将对方斩于刀下。最后一位至尊体则是太初圣地的神子李成帝，拥有时空之体，可惜还没到。这时人群中一声惊呼，是李成帝来了，此生能见一次最强至尊体死而无憾了呀！萧云也是刚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势，一道人影就显现而出，那种速度简直像是瞬移，太恐怖了。所有至尊体中就属李成帝呼声最高，4个至尊体身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注定会是一个神仙打架，一般天骄只能黯然失色的时代。汤云云的眸光还是占据着萧云较多，看来注定是要多一个小迷妹。萧师兄，那李成帝很厉害，你若在真龙朝遇见了，可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必定当世无敌。随后抬头望着天空，暗道让你敢在老子面前装叉，等会我让你站着进真龙朝，躺着出来。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虽然知道有些不可能，但还是看着萧云这一刻差点有些看呆住了。就在此时，峡谷内传来一声惊天吼声，宛如9天神雷炸裂，压盖了所有人的议论声。随后众人面前的峡谷迸发出金光，变得耀眼无比。真龙怒吼，便意味着真龙朝马上要开启，100年一遇的大机缘，众人都皆是跃跃欲试。只是这龙威好生恐怖，若不是真龙飞升前留下的影像，怕是就算圣人面对了，也会被一吼化为血雨吧。流光旋转，中心处顿时显露出一个口子，露出了里面的仿若又一方世界。所有人皆是个怀心思，不愧是拥有着大机缘的地方。真龙朝刚开启，李成帝率先就化作一抹流光，速度快的出奇，而后紧跟着的就是赵无极、武刚这一群绝世妖孽。萧云望着眼前这群人，心中若有所思。走吧，汤师妹，哥哥也带你去遨游真龙朝。顿时人潮汹涌，汤云云羞红着脸紧跟其后，但都没发现身后人群中有几人阴冷着脸也跟随了上来。进入后，里面空间非常之大，
很多修士都分散开来。萧云也手指一个方向，反正最终都是往着更深入区域进发。因为帝天曾说过，越是有大价值的宝物，越在真龙朝的核心位置，但伴随着的也是更大的危险。危险萧云是不惧，甚至还想要抓头龙将来当做其耍耍。此时紧跟着萧云他们进来的正是太初圣地炼体境排名第2周飞鱼、谢玉龙与其师妹，还有几名太初圣地弟子。为首周飞鱼一声追后，所有人皆是腾空。人群中一些人开始议论，那萧云好像更强了，一拳击败了张云飞。张云飞算个球，我周师兄可是长生体，那些并非圣地之人给他神体也挖掘不出来潜质。我周师兄杀张云飞也如土狗。周飞鱼微微一笑，显然谢玉龙的这些马屁在周飞鱼这很是受用。大家准备好，已经追上了。突然感受到疾驰而来的九股强大杀意，萧云也脚步一顿。萧云，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望着尽是老熟人，萧云也一眼就看见了谢玉龙与福妙童。好久不见，你个手下败将这次还找来了许多帮手呢。2大圣地本就是宿敌，在真龙朝遇上就是个不死不休。萧云，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们太初圣地人才辈出能够杀你的人多的是，要怪就怪你入错了混沌圣地。萧云眼神凌厉，同样对视回去，冷哼一声：是谁？那位时空之体吗？我待会儿就去斩了他。真是太狂妄了。福妙童在一旁怨毒地盯了萧云一眼。时空之体李成帝在太初圣地是骄子，那自然也是他的崇拜对象。杀你还有我们太初同胞吗？为首那名青年男子说话，区区一阶凡体，我周飞鱼足矣。萧云嘴角上扬，也正有此意。特殊体质的可是不管斩杀还是收服他都有顿悟次数呢。正愁没人送上门，这就来了。一头鱼也敢放肆，一会就斩了你炖鱼头汤。小子你实在太狂。这时一人直接提剑冲在了前面，杀鸡焉用牛刀，敢如此对周师兄说话，简直是不想活了。周师兄不劳烦您出手，我就能斩他。说着提剑就上，小子我乃太初圣地炼体境第8，但也足够横扫你们混沌圣地。长剑直刺眉心，萧云两指轻抬，轻描淡写的便接下这一击。区区一个4境领域也想杀我，你哪里来的自信？炼体修士的最强一剑被萧云轻描淡写的就接下，随后瞳孔一缩，肉身强大力量开始汇聚于左拳。区区4境领域比谢玉龙也强不了多少，是哪里给你的勇气和自信，觉得你能够杀我？所以萧云这次并没有打算留手，一拳下去直接就是全力轰杀。烟尘散去后，围上来的弟子顿时大惊失色。谢玉龙，你的消息有误啊，怎么可能老八会被一拳就给打死了？这时周飞鱼上前走来，眼神犀利盯着萧云，已经满脸杀气。你们都退下，这人不是你们能够抗衡的。一位同门师弟在自己面前被杀，却没有来及出手救援，对他已经是莫大的耻辱。随后继续伸手一指，大言不惭的道：看在你同为圣地弟子的份上，斩杀你之前我给你一个说出遗言的机会。萧云同样是伸手，不过是勾了勾手指，你过来临死便是。我已经等不及的要斩杀你了，还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很好。周飞鱼怒极反笑，整个人气势一下喷涌，神火缠绕，如同一尊火红的烈阳。既然你这么着急着死，那我便成全了你。说着暴喝，便直接拍出一记火红金光大掌印，杀声无量。炽烈的掌芒笼罩着萧云，恐怖至极，宛若一座大山冲天而降，撕裂着虚空。萧云也是一点不惧，直接对轰上了一记金光大拳头，黄金的光辉洒满天际。这一刻，他仿若就是那不可亵渎的神明。恐怖的力量将周飞鱼轰飞，又是接连撞断了几棵参天古树，才堪堪停下。旁边的福妙童与谢玉龙一众人全是难以置信，这不可能，绝对是我眼花了。周师兄的力量竟然比不过萧云，那可是长生体啊！刚才的力量实在是太震撼了，他们又何曾见识过7境领域的一击？满脸的冷汗，面如死灰。毕竟现在是生死拼杀，可不再是当初的切磋。萧云怎么可能会这么强？这就是长生体吗？萧云眼神睥睨，如是蝼蚁般扫视过众人，真的是太弱了。还有我赶时间，你们就一起来送死吧。周飞鱼从树边爬起，面色无比的狰狞难看。他们太初圣地的人何时有这般被人瞧不起？顿时也顾不得什么里子面子，大家跟我一起上围杀此人。太初圣地的人也全被萧云的嚣张激怒，大家都别怕，他就一个人。汤云云见到这一幕，也忍不住的出手冲向福妙童。太初圣地的人还真是不要脸，以多欺少，太可恶了！区区炼体极境也敢来找死！福妙童随意闪躲后，便是要施展人剑合一。望着即将到脖子处的长剑，汤云云顿时瞳孔一缩。完了，这些人好强！这时突然一柄银色菜刀划过，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嚣张不过2秒的福妙童就被萧云射来的飞刀嘎了腰子，当场领取了盒饭。一旁的谢玉龙大喝道：萧云，我要宰了你！此刻心都要碎了，可奈何飞刀速度太快，看见了也只能眼睁睁的无法阻拦。而萧云则是直接跳入人群，双拳应对5把剑。一群废物，懒得和你们1对1，就都来吧！说着便是直接拳脚相加，拳势大开大合，十分凶悍。明年的今天便是你们的忌日。这边的谢玉龙已经将闪电体催动到了极致，显然福妙童的死对他的打击很大，施展出雷龙同葬术，显然有着同归于尽的打算。身上闪电噼里啪啦，巨大的刺激使得谢玉龙的实力再进一步，去为福师妹陪葬吧。萧云，萧云眼神凌厉，轻推出一掌，勇气可嘉。可惜的是你的实力太弱，击在谢玉龙的身上，时震的他半边的身子都开始明裂溃散。萧云，你好残忍！周飞鱼红着眼睛，企图用道德来绑架他。妄为圣地弟子，竟然如此灭杀我们太初圣地！萧云直接神风步开启，顺势就来到了周飞鱼的身边。残忍！之前我们混沌圣地的弟子被你们太初的人杀了个干净，你们可曾说过一句残忍？今天这个仇就由我萧云来替他们报。声音冰冷，眼神如刀，一拳轰击出去，炽烈的拳芒宛若收割生命的死神。周飞鱼被摔在地面，嘴巴张大。萧云以睥睨天下之姿，再次眼神冷冷的扫过众人，让的还余下的几名太初圣地弟子都吓得瑟瑟发抖。周飞鱼死了，他们也失去了再战下去的勇气，纷纷四下逃窜到萧云，你给我等着，等我们的李师兄来了你就完了。萧云抓出一把飞刀，想
想法很美，可惜你们是看不到了。说完数十柄飞刀接连甩出，银色飞刀击射出阵阵破空声，之后被命中的余下几名太初圣地弟子接连陨灭。叮！恭喜宿主击杀6名拥有特殊体质的天骄，增加顿悟次数60次。萧云满意一笑，真是天黑打灯下雨送伞，这群人真是太贴心了。汤云云这时在战斗结束后也跑了过来，萧师兄你好厉害。他并没有像慕千雪那般那么圣母觉得萧云的出手有错，因为修真界的规则就是如此。萧云也是满意一笑，不然就算汤云云是自己未来师母的徒弟，也不会再继续带着他。随后两人再度恢复先前来时的路线，真正的真龙巢寻宝之旅正式开始。女人本想拔个萝卜，竟然是长了腿会跑的人参；男人想拔颗大葱战将，也是上古灵草9岁核。再等他俩抬头时，千年难见的万年诸果在这里却结了满满一束，在外面难得一见，在此真龙巢内只算得上一般水平，并且很多。这时汤云云的身前闪过一抹光辉，萧师兄你快过来看，这是不是传说中的9叶天灵芝？只见绿色的藤蔓上长着一颗巨大的灵芝，8片金叶子已成，并且第9片已经凝聚大半。进入前关于天材地宝类的书籍，萧云也浏览过一遍，一眼便认出，再要不了几天就应该成熟了，并且这乃是修炼界公认的可以让人肉身蜕变的极品圣物。汤云云也是默认的把其让给萧云，若不是萧云带着他也不可能来到此处。看来萧师兄若是服用后，身体肯定更强硬了，真可能有把握斩杀那时空体。萧云转头看向身旁，看来汤师妹还真是我的福星，这几天你辛苦了，就先在一旁休息，我就在此守护等候她的成熟。他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破坏。可就在1个时辰后，那位天生刀体背着一柄长刀走过来，哈哈哈，居然是9叶天灵芝，我的大机缘到了，看来这下天生剑体再也不会是我的对手了，就算是对上时空体，我也有把握一战。眼下根本就没有把站在一旁先发现的萧云当一回事。滚吧小子，念在你帮老子守护了这么久的份上，离开了便不杀你。语气霸道，仿佛是在对萧云施舍。萧云同样是神情冷漠，冷冷地扫视过柳南山后抽出黑刀，无论是之前的张云飞还是刚才的周飞宇，都是远远无法与眼前的此人比拟的。那就看看是你的刀厉害，还是我的刀更胜一筹。我这把千年玄铁刀重10万斤，让天生刀体成为我刀下的第一个亡魂，也算是没有辱没此刀。柳南山冷酷地站立着，并没有动，在他天生刀体面前居然说比刀，随后长刀扛在肩上，有谁能挥舞得动10万斤的战刀？真当我是白痴了吗？以为用这种拙劣的小伎俩就能吓得退我？下一刻，彻底被激怒的柳南山气势陡然变得凌厉无比。正所谓君王一怒之下可服1000万，如此看似朴实无华的一刀，却封住了萧云周身所有的退路。果然是未用刀的高手。在萧云的眼里，这一刀虽然普通，但却干净利落，斩断了一切无用的技巧变化。但可惜你对力量的却是一无所知，任你刀道再厉害，我只要力量强大就行，一力降10回，管你什么刀式路数。萧云100丈长的大刀轰然落下，我尽数一刀劈之。男人仅仅刀芒就有3000丈，天生刀体的柳南山遇见了也是输在了这一刀之下。汤云云对着萧云的崇拜也不由得多增加了几分。等炼化了9叶天灵芝，萧师兄的实力就还能更厉害。这一刻的柳南山擦拭着嘴角还在不断滴落的鲜血，他真的相信了萧云手中平平无奇的黑刀重达10万斤。毕竟这股如被泰坦撞击的力道谁挨过谁知道，但却自己还偏偏没听说过这一号人，更别说了解底细。萧云黑刀再次举起，怎么了？圣地的天骄也学会开始聊天了吗？我知道是你想趁着拖延时间之际开始疗伤，虽然等你伤好了我依然不怕，但是我却不想这么做，趁你兵要你命的感觉我觉得更好一些。万刀归海。柳南山慌忙擦下嘴角就准备起身，该死的家伙竟然这么狡诈，意图一眼就被他看穿了。不过你可别要小瞧了天生刀体，妖刀9幽现。原本这是留给天生剑体叶无尘准备的惊喜，今天便是便宜你小子。随着燃烧着烈火的一刀劈出，4两拨千斤。萧云的眼瞳中也开始重新审视凝重了一分，看来这被称为天生刀体果然还是有两下子的。柳南山背后烈火燃烧的虚影也渐渐凝聚，如同凶悍的巨兽，能死在我最强的一刀之下，你不亏。说着施展出人刀合一，随意挥出的刀芒都仿若要劈开天际。果然啊，萧云感叹到，这天下英雄都不可小觑，为表示对你的尊敬，我也还你一个最强一刀。说罢，36条大道投影在萧云背后显现，虽然你也很强，但却还是对在面对绝对力量时一无所知。柳南山面露惊恐，身为圣地之人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36条大道代表着什么？混沌体雏形，你是混沌圣地的人，被誉为最强的至尊体，雏形就能超越王体。展现出混沌体雏形后的萧云，又是立马施展出了金钟罩与太极神掌2门防御类的强大战绩。与此同时的柳南山最强一刀也袭来，狠狠劈击在萧云的防御之上。随着咔嚓一阵脆响，柳南山的脸上也流露出一丝兴奋的笑，终于破。但随即兴奋不过1秒，他的笑容就永远僵在了脸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昔日人口中唾骂的废物是什么毅力让他能挥出如此惊艳的一刀？不过柳南山的那一刀也很是不错，不是自己将2门防御类战技推演到了究极，还真不一定能敌得过，但却忽视了一点，再多的技巧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又是惊艳一刀，柳南山直接被轰飞，撞在身后的参天古树上。柳南山面色阴沉，奄奄一息，只可惜他遇上萧云，随后道：饶我一命，我陪你一起对付李成帝，他很强，我甚至连一招都挡不住，那留你就更没用了。萧云随手一刀就是挥出，修炼界的残酷，你以为在这给我整过家家吗？心生恐惧的柳南山已经彻底绝望。
望了。他是天刀圣地天骄，未来可也有成为大帝的潜质。你这个疯子，我爷爷是不会放过你的。随后身后参天古树直接崩断。汤云云见状面色有些严肃，萧师兄，咱还是先挖个坑吧。他爷爷霸刀柳天东马上就要踏入圣境了，届时天刀圣地的新任圣主就一定会是他，你恐怕会有大麻烦了。恭喜宿主击杀特殊体质天才，奖励顿悟次数10。萧云闻言也有些吃惊，虽然说真龙朝那个大门派可以厮杀不会因此结仇，但是这人他听师傅帝天提起过，与帝天是同一时代的妖孽，若是踏入圣境那确实可怕。只希望埋了后柳南山身上没有能在临死前传递信息的宝贝。但此刻的萧云目光已经重新被九叶天灵芝吸引住，散发出淡淡金光，沁人心脾的香味弥漫开来，显然是已经成熟了，不及时采摘片刻后便会消散。萧云掰下一株后当即就嚼巴了起来，别看体积大，却是入口即化，顿时浑身充斥着清凉感，如同醍醐灌顶，一股股汹涌磅礴的生命精源顺着他体内开始流窜，改善滋养着他的体质。果然不愧是至宝，一株的能量就供萧云从白天吸收到了黑夜。等到最后一刻，他开始运转功法，整个身体周遭都是霞光万丈，照亮夜晚的森林都犹如白昼。届时他陡然睁开眼，终于炼化突破到了90万精力，全身骨骼五脏六腑每一处细胞都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舒爽。汤云云感受到萧云的修炼结束，也立马是飞奔了过来，眨巴着两只好奇的大眼睛。萧师兄感受如何？随后萧云淡然一笑，以他差一步踏入100万精力极限的实力，还有谁是对手？走吧，我们前往真龙巢更深处。常人眼中的10大奇珍至宝，在男主眼中却是最垃圾一般的存在，仅仅一棵小树就能让所有宗门的天骄为之疯狂。3大至尊体质独守在旁，千年一开花，千年一结果，三人都很有默契的暂时没有出手。围观的修者虽然眼馋，但也只能干看着。3大妖孽天才守护着，更何况这可是10大奇珍之一的菩提神树啊！拾起果后立马就能使人进入顿悟状态，但萧云根本不为所动，他有着顿悟系统在，还有着154次的顿悟次数，这一次的顿悟对于自己简直就是鸡肋，常人都会留到在天境突破圣境时才使用。不过转念，这菩提果自己没用，自己那个便宜师傅不正好需要吗？在自己未强大前，他可不希望自己的靠山轻易死掉。汤云云知道萧云是想要动手，连忙出言提醒：萧师兄，你可要格外小心些。另外，这果子没有完全成熟前是不能摘的。萧云转头微笑道：放心吧，在菩提果成熟前，我是不会跟他们3个动手的。但是萧云却仍然径直朝着菩提树走去。围观人的有的是认识萧云的，这小子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打败张云飞就天下无敌了吧？3个至尊体妖孽都敢去招惹，脑袋坏掉了。场中的寂静被打破，这时3大妖孽也齐齐睁开眼。萧云脚步未停，随手就朝身后甩出4柄飞刀。随着破空声，刚才以不善言语议论过萧云的几人接连殒命，冷冷扫了眼还将在原地的其他人，声音冰寒刺骨。有些人饭可以乱吃，但是话乱说了可是要死人的。赵无极最先开口，在他的心中，萧云是已经归顺自己的，言语中自然有着几分关切。真没想到你这么快也来了，一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吧？萧云一阵头大。这时江浩然眼神满是蔑视的开口：哪里来的阿猫阿狗，赶紧滚远点，这里你没有资格。萧云同样眼神回应：你又是哪条，在我面前狂吠？3大圣地最强至尊体，却为一株野果守护3天，最后还被一阶凡体出言嘲讽。江浩然勃然大怒，起身放肆！哪里来的阿猫阿狗？跟着就准备要出手。一旁的赵无极声音悠悠响起：你才放肆！那可是我麾下的第1大将，是我的追随者，我让他来的，你可有不服？江浩然冷哼一声，就此作罢。虽然他们圣王宗实力现在也直追圣地，但现在还不是和赵无极动手的时候。李成帝听完一群人的分析，这才明白，小贼你运气不错，居然没有遇到周飞鱼他们。因为来时宗门下达的任务他是知道的，追杀萧云。资料显示萧云是一阶凡体，自然就没有让李成帝参与的必要。萧云冷冷一笑：运气吗？我一向如此好。这菩提果现在还没成熟，不就是在等我？不过他还是心道，既然李成帝不知道我击杀周飞鱼他们的消息，那就还是不告诉他的好，让他轻敌对自己来讲有的只有好处。赵无极向来就是一个担心事情会闹腾的不大的主，见到萧云口出如此狂言，不仅不介意，反倒是很欣喜。菩提果在等你，真不愧是我的第1战将，霸气！我仿佛已经预见到了日后你跟着我横扫八荒石的画面。萧云真是时刻都想离这个二货远点，这个中二的病时时的发作，怕是已经没得救了。但在李成帝的眼里，萧云完全就是个尽知道说大话的蠢材，因为早在万阳辉长老带回去的调查资料里都已经显示，此人不过是一介凡体，混沌圣地费点心血培育后扔进来的工具人而已。这时菩提树上剩下的最后2朵花也掉落，众人望着树上散发出的光辉一惊，最后1朵花落，菩提果成熟。李成帝和赵无极、江浩然这3位绝世妖孽第一时间就动了。不过不得不说，拥有时空之体的速度就是快，就如瞬移一般，几乎是瞬间就出现在了菩提果树边，逼得江浩然、赵无极都是暴喝一声，不得不一起联手。而萧云离得最近，在一旁做山关虎斗，自然是被无视。不过他也乐得如此，眼中金光闪烁，正考虑着先对谁下手。就在李成帝兴奋着要抓向那枚菩提果之时，所有人都惊呼为时已晚。李成帝拿到后，若是一心想逃，肯定是没人可以追上，并且还附带上了空间减速。萧云也是震惊，至尊体就是不一样，在炼体境界时竟然就能掌控时间减速这种法则之力。不过一柄飞刀早已在悄无声息的靠近，在触碰到李成帝时，他也是一惊，他没有猜到是谁在自己时空减速后竟然还有这么
大的力道伤到自己。不过现在却由不得他多想。神王惊天掌、荒古爆裂斩，这两大至尊体的联手一击，就算是李成帝也不得不严肃面对。两大至尊体联手一击，李成帝也只能放弃对菩提果的摘取。暴喝一声，体表散发出荧光，身后竟是浮现出一轮皎洁明月。随后江浩然与赵无极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对撞在了一起，接着又是连退数米，两人脸上皆是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这李成帝果然很强。此刻李成帝屹立在菩提神树前，就宛如一尊神明，洁白又神圣的光辉洒下，也只是退了半步。下方围观的修士有明眼的都认了出来，这是海上生明月。如此恐怖强大的异象，既然一击就击退了另外两大妖孽至尊体。赵无极暴喝一声战神拳，声震云霄，气势如虹，划带出一层绚丽的金色伟焰。江浩然则是使出一掌君临天下，背后的巨大异象也十分骇人。两大至尊体都展现出了最强攻击，这时李成帝也不敢小觑，全力对轰下声响不绝于耳，也绝对是使出了80%的精力去应对。这也正给了萧云一个机会，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老阴货何时摸到的李成帝身后，还奋力挥出了一圈刀芒，放肆！李成帝及时反应过来，也只是随意挥出一掌，对待萧云他就如同拍苍蝇，根本就不认为萧云对自己可以构成威胁。然而却没人注意到萧云嘴角那抹逐渐勾勒起的弧度，竟然还敢小觑我，眼神逐渐冰寒，那这可就是你自找的了。携带90万精力的一刀，在碰上李成帝的那一掌后，根本就没费吹灰之力的就给劈碎了。如今萧云的力量在这真龙巢内不敢说吊打一切，但在这群修者之中绝对是稳稳的第一。李成帝瞬间也发现了这道刀芒不一般，一股危机感陡然在心中升起，随后又是丢出几道空间凝固和时间减速。不是他不想抽出更多的力量，只是在面对赵无极、江浩然两位至尊体全力攻击下，他想抽也抽不出来，也不敢冒险抽出来太多。这也就是等他亲自感受到这股力后才知道后悔不已。90万斤的力他根本就抵挡不住，就算是不偷袭，他正面应对上都够喝一壶。连喷数口鲜血后，直接就被轰飞出去老远。赵无极、江浩然两个人直接就被震惊的亚麻呆住。李成帝这家伙居然被那小子给轰飞出去了，这混沌圣地的弟子都这么厉害吗？所有人无一不是抬头齐齐望天，倒抽一口冷气，嘴巴张大尽皆是难以置信。以他们的眼力也不难看得出李成帝这次受伤惨重。李成帝在落地后就慌忙擦拭了一下嘴角，心中问候了那万阳辉太上长老有1000遍。该死的，不是说这小子一介凡体吗？这都达到了几经领域了。若是万阳辉现在在他身边，他真想当场给他一个大逼斗。你是见过在炼体境拥有90万斤力量的凡体吗？时空之体也不过如此嘛。萧云冷哼了一声，在众目睽睽的目光之中，手掌径直伸向了那颗菩提果。萧云在一众天骄的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将菩提果抢入手中。三大天骄各怀心思，只有李成帝感受过才知道萧云有多强。周围围观的人们也皆是对萧云指指点点，还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想到三大妖孽天骄的角逐争锋，最终被这个寂寂无名的萧云捡了个大便宜。不过即使如此，也没有人敢出手，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这萧云最终保不住菩提果。江浩然眼睛死死盯着萧云，如不是刚才他也被李成帝轰飞，怎么会有这萧云的事？内心里始终还是不认为萧云有多强，只不过是侥幸偷袭罢了。伤到李成帝我也很惊讶，但是不交出菩提果，今天你肯定没命离开。赵无极相反的是有些兴奋，萧云啊萧云，你真是意外的让我越来越加欣赏你了。把菩提果交给我，助我正道大业，将来就由你替我巡视万界，一人之下亿万，万人之上的待遇如何？李成帝偷偷往嘴里塞着丹药，暗暗疗伤，暗骂到这两个傻子根本没感受过萧云的苦，不过却也不会出言提醒，如此能让他们继续斗个两败俱伤，对自己也有好处。萧云伸手勾了勾手指，对的是江浩然、赵无极的方向，过来跪下臣服于我，我今天就饶你们一命。语气中可谓是狂妄至极，接连着挑衅三大至尊体妖孽。江浩然听到此话，顿时就忍受不住，他们宗门早就想拿下混沌圣地，取而代之，一个金光大巴掌就拍来，暴喝一声，不知死活。今天就让你知道，你们混沌圣地早就已经没落了。萧云一点不惧，直接迎上，一拳出9道拳影，冷冷回应道：都现在了，还狗吠什么？快点过来，让我立马斩了你！江浩然拍过来的金光掌印瞬间支离破碎，随后剩下的几拳接连轰在江浩然身上，狂暴的力量震得江浩然连连后退。围观的人满脸不敢置信，顿时哗然声一片。天呐，这萧云刚刚不是凑巧，他竟然真一拳轰退了江浩然，原来是匹黑马，他肯定也是个妖孽。萧云神色严峻的再次攥紧拳头，这次换我出手了。江浩然也大喝一声，怕你不成？全力催动之下，神王体宛若一尊神王君临天下。毕竟他是至尊体，面对一介凡体，要是怂了那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但在萧云面前，绝对力量之下，所有修者都一样，一拳之下，管你至尊体还是不是至尊体，都叫你自由飞翔。随后无比嚣张的抬手望天，用着无比嚣张的语气，别人是想打却又不敢打，是神王体吗？也不过如此了。萧云竟一拳轰飞神王体，李成帝眼神深邃，赵无极则是有些被震惊到了。这个一介凡体的男人竟然这么强，拥有神王体的江浩然这时才站直了身子，抹了一把嘴角。萧云，你今天真的是太嚣张了！突然大喝一声，诸神灭世！只见一座金色殿堂内，万千神佛金身显露出来，一个个眼神凌厉，伴随着江浩然一起冲向萧云。萧云双手环抱着，满眼不屑，比一像吗？当谁没有一样？顿时36道道运光柱落下，伴随着还有青莲异象诞生。周围围观的修者顿时发现了什么，他修炼了混沌经，那好像是大道的投影。36道，他居然是铸就了混沌体的雏形。天呐，才多大！
我记得混沌圣地的第一圣子帝天都是花费了足足200年才完成的吧？不远处的李成帝瞳孔猛然骤缩，万阳辉这个老傻子，什么一介凡体，简直是蠢。赵无极也是知道，再想让萧云臣服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混沌圣地的混沌体在修炼界的名声实在是太大，或者也可以说诸天万界以来那位混沌大帝的名头太大，万古以来的最强者，哪个敢修炼混沌经的不是疯子？指望他们臣服你，绝对不可能。就在众人纷纷猜测时，萧云与江浩然两人已经对轰在了一起，激烈的碰撞使得大地都在震颤。江浩然没有任何的意外，触及到萧云的瞬间，周身护体神光便已是破碎，砸落地面时就犹如核弹爆炸。万千体质中混沌体最强，即便当年帝天半部混沌体就已经游历在至尊体中同阶无敌。萧云右拳的金光灵气都已经汇聚成一团火焰，斩草要除根，趁机斩杀一位至尊体的机会他绝对不可能错过。但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人影挡在了江浩然前面，恐怖气息让的萧云的金色大拳头都不得不停了下来。此人正是赵无极。都知道荒古圣体为之而生，赵无极天生好战，遇到史上第2位混沌体怎么能不出手？要不然也不会在炼体境就忍不住独自去挑战霸天圣地的所有炼体境修士。只见他右脚一踏，赵无极的身后也立马开始凝聚出一尊可怕异象，动作与赵无极同步，大喝一声，竟然主动就冲向萧云，哈哈哈，终于能痛痛快快的全力一战了。两人对轰数拳后才退开，落地后的赵无极反而更加兴奋。要知他们荒古圣体一脉的先祖就曾因为挑战混沌大帝才得以成名，此刻到他这一辈，终于再次又有机会能够挑战混沌体来证明那是印刻在他们每位荒古圣体骨子里的荣耀。顿时大喝一声，再来！赵无极的荒古圣体最为诡异，弱的时候在10大至尊体中垫底，甚至不如一些2阶神体，但强的时候甚至可以挑战第一的混沌体。不过这时候的同样拥有至尊神王体的江浩然却趁机开溜，他知道这时候不走留下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说不定还会丢掉小命。萧云看见了也没有去追，眼神更加冷漠地催动了背后的36条天道异象。赵无极，你不是想见识下混沌体吗？今天就如你所愿，既然江浩然跑了，那便先收服了你。巨大的拳头让赵无极也不得不全力催动着身后异象抵抗，虽然他知道想赢这已经是不可能，在萧云未动用异象时自己就已经不敌。巨大拳头轰然穿透赵无极一下，能量并未有减弱，但是赵无极也不退，他深知自己唯有战方能变强。就在赵无极落败那一刻，又一人动了，先前疗伤的李成帝如同瞬移般消失，再次出现就是萧云身后，但显然这股强烈的危机感萧云也已经感受到了，眼瞳一凝，就你也想学人搞偷袭？我可是早就防着你了。只见瞬间乱空锁龙2座大阵同时发动，笼罩住这一方天地，也将李成帝覆盖其中。原本自信而来的李成帝瞬间乱了方寸，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凝固，自己的速度也慢了许多。这是能凝固空间的法阵，萧云瞬间无数柄飞刀甩出，这可原本就都是为时空体而准备的，毕竟还有空间的减速。李成帝全力之下也只挡住4面8方的飞刀，下一刻萧云附带神风步的9转霸拳无任何意外击中李成帝胸口，90万斤的力量绝对不是开玩笑，何况现在又只是个半残的李成帝，头一次连栽2次跟头的李成帝也很是费解。扰乱时空肯定是为了针对自己，但你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而且还不止一座。萧云这个老六趁着别人对战时竟然疯狂布置阵法，随后自己也一股脑的冲杀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到现在布置8门困锁大阵的难度太大，勉强布置出的乱空阵和锁龙阵应该也已经够用。李成帝这时才意识到了不妙，自己伤的是一点不冤枉，人家早就在针对自己，该死的又是万阳辉那个老坑货，让出来探查敌情没探明白就算了，还把自己的家的老底全给暴露了，全是针对自己的阵法学了一大堆，还埋怨不够用。周围围观的修士接连大惊，常人炼体竟能修炼成一门超级战技就行了，他这不仅战技6、7、8样，连阵法顺带都修了好几种，这悟性怪不得敢修炼混沌经，要不说他是妖孽能行吗？真龙朝过后，此人名头必定响彻整个修炼界。不过李成帝转念后也立马有了应对之策，转身朝着赵无极喊道：“快点助我攻破阵法，否则我死了，下一个不好过的定然是你。”此时的赵无极面色凝重，眼珠不停地转动。目前看来，这萧云的强大已经远远超越了李成帝。一旦有所决定后，赵无极就是立马出手，战神拳频繁的轰击在阵法结界之上。萧云暗骂道：“蠢货，赵无极，你这是在找死！以他现在能力布置阵法总有利弊，阵法的里面虽然坚不可摧，但外界就薄弱得多。如今外界还敢出手跟自己叫板的也只有赵无极。”刹那过后，结界壁上就出现裂纹，再到砰的一声碎裂，总共费时也不过数秒。李成帝当即兴奋的就又展现出自己的速度冲了出来，哈哈哈！萧云，我看你没了阵法限制住我的速度，还如何和我斗？萧云眼神一凝，无知之人，以为我限制你的速度就真的是因为惧怕你的速度吗？当下一口金钟笼罩住萧云，可惜你空有速度，力量却废材一个。井底之蛙怎么知道外界世界之辽阔？赵无极也没闲着对着萧云的金钟连连轰击，更为震惊的还属围观之人，这萧云居然敢说李成帝的力量是废材，一个籍籍无名之辈竟然力战2位至尊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萧云脸色无比冷漠，声音冰寒彻骨，这一刻算是彻底被激怒了，力量狂暴如一头蓄势巨龙，什么狗屁荒古时空体全是垃圾，以为老子没了阵法就奈何不了你了吗？帝王一怒服尸百万，萧云以凡人之体修炼出浩瀚龙威，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力量。语气非常霸道，可谓是狂妄不可一世。朕的2大至尊体接连吐血，磅礴的力量，恐怖的气势如银河之水倾泻而下，让赵无极再也顾不得身为天骄的颜面。金色战神异象一出，李成帝，我们联手和他拼了！好！李成帝应允了一声后，空间为王，时间为尊，看我一掌破灭时空。2大天骄这时候都已经调动了自身所能调动的所有的力量。
所处空间都在为之震颤，扩散开来的威势令得周遭土石都翻飞。萧云眼神凌厉地目睹着这一切，仿佛在看着两只爬虫，真是对力量的一无所知。那就一决胜负好了。说着一拳轰出，九转霸拳还伴随着同样到达究极境界的超级战绩龙威，一拳轰飞赵无极，龙威则是震慑向李成帝。如此恐怖且能扰乱心神的攻击，李成帝也是第一次遇见。炼体境自古以来就不会有人修炼，又一拳之下，两大天骄接连败北。萧云立于高空如神明般俯视众人，这一次他没有依赖阵法，完全靠的是自身战力，同时击败的李成帝与赵无极。全场无一不是震惊的快掉了下巴，鸦雀无声，针落可闻。更为震惊的还是下一秒李成帝与赵无极同一刻的相同想法，那便是逃。为了保命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有着无限潜力的他们可不想刚步入修炼界就殒命在这里。萧云眉头轻挑，看着分头逃跑的二人，自己也是分身法术。既然李成帝的速度太快，那便就还是追赵无极吧。说罢决定后，就是一跃迈出屠神步，加上赵无极本身就速度不快又身负有伤，几息便被萧云运转屠神步追上，又一记九转霸拳轰飞出去。不过落地后的赵无极自知不敌，也没有认怂低头。既然败北，那今天便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吧。萧云满脸玩味地看向赵无极，用着一句似曾相识的话语：给你一个当我追随者的机会，成为我麾下的第一战将，将来定然带着你横扫八荒，称霸天下。赵无极是做梦也没想到，曾经自己不可一世教训别人的话语也会落在自己身上。听着这话更是气到发抖。哪个天骄没有傲气？尤其是赵无极这种战斗圣体还是个武痴，要杀便杀，只有战死的荒古圣体，没有臣服的荒古圣体。不过萧云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显然已经有了上好的对策。你我二人定下君子约定，分别向混沌大道和荒古大道起誓，谁强谁为主。我敬你是条汉子，日后你若能打败我，便是我奉你为主。赵无极心中也有些动容。萧云的混沌体虽然强，但完整体却难修炼，我荒古圣体假以时日未必不能够超过他。届时不仅翻身，还能多一强将收入麾下。萧云是猴精，看出了赵无极些许意思后，更是添了油加个醋。怎么了？这也不敢？还是你是觉得以后都不如我？这句话也一下就激发了赵无极的好战心，同样也给足了脸面。本就是武痴的赵无极当下就开始起誓，届时君子约定成，赵无极也不耍赖。我赵无极既然答应了的事，就是一言九鼎。等出了真龙朝，便就会昭告天下，当你萧云的追随者。不过你也别得意，这些都只是暂时的。萧云的眼中闪烁着一抹不被察觉的光，我等着你。不过此时的他其实是在翻看系统，恭喜收服一位特殊体质天才，顿悟次数加20，这也说明了赵无极的内心并没有说谎，不仅收服了一位圣地的至尊体天骄当追随者，还有顿悟次数拿，这简直是白捡的赚翻了。随后拍拍赵无极，让其在身边盘坐疗伤，等你恢复了，我们就去中心区域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顺便斩杀了李成帝和江浩然。顿悟次数也已经增加到了192次，再顺便将肉身突破到100万斤的力量，就更加完美了。萧师兄，战斗已经结束后，汤云云也正巧赶到，所以望着眼前的和谐景象也是一脸懵。不过听到萧云居然收服了一位荒古圣体当追随者后，顿时就惊讶的捂住小嘴，差点叫出声。萧师兄先前真的没有说大话呀，他做到了，世界简直太疯狂了。萧师兄，你可真是我心目中的神。汤云云忍不住内心的欢喜乐的咯咯直笑。赵无极嫌弃的瞥了他一眼，不得不说荒古圣体的恢复力也确实惊人。与此同时的真龙朝外，真龙朝开启7天，也已经到了第5天的时间，陆陆续续开始有人出来。因为以往的规则，7天内不离开，一旦被困真龙朝，妄想继续留在里修炼100年的人都会被阵法抹杀，届时一些里面的情况也会被带了出来。太初圣地的长老万阳辉丝毫不顾及的嘲笑着帝天，好像没有你们混沌圣地的消息啊，该不会是你那徒弟早死在里面了吧？不过像萧云那种的无名之辈，恐怕是死了也不会有人在意，记住这种消息带出来。你那雾神丹造出来的徒弟不过是枚棋子，拿什么和真正的天骄抗衡？帝天这才明白万阳辉原来一直是误会了，以为萧云一介凡体的天赋全靠雾神丹来造就的。不过如此高兴一会，乐极生悲更好。他可是相信着萧云的此战定然成名。男人对别人冷嘲热讽，下一刻却如同吃了蟑螂一般难受。从已经出了真龙朝一些弟子口中得知，自己派去围剿萧云的太初圣地9位天骄竟然接连殒命，场面如同修罗场，皆是一人所为。万阳辉当即冲天飞起，刚才踩踏的地面都被震碎，直接冲到刚才说话的那几名弟子面前，告诉我是谁杀了他们？你真是亲眼所见吗？此人师父见状，赶紧拦在自己徒弟面前，还不快告诉万前辈他老人家，将所见所闻如实相告。他老人家不会和你们一般见识。万阳辉也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随即降落下来，道：“你说吧，老夫也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年轻人莫怕。少年这才镇定下来，开始叙述。而从那名弟子的口中介绍对手只是一人时，帝天就已经猜出了是谁。旁边另外一名宗门的长老也是颇为赞许，知道了是萧云所为。你那徒弟还真是不简单啊！这时那人为了更加幸福，竟然直接放出了周飞宇9人的尸体。万阳辉当即看见这一幕，就愤怒的瞳孔一抿，看向身后的5大圣地，当然并没有将混沌圣地放在眼中，能有击杀他们9人实力的寥寥无几。我不会针对他们几个小辈，但你们可别忘了李成帝可还在里面，他不会不为他师弟们报仇。此刻已经是核心区域内第6天，萧云带着赵无极3人边走边搜寻，真是除了9叶天灵芝一个宝贝都没见着。这时一株挂满藤蔓的红色野果出现在了3人视野中，又是汤云云一眼就发现了龙涎果。传说中服用1颗就可增寿10年，但修炼成圣后都可增加数千年寿命。对于赵无极而言根本不屑于这种东西，但萧云不同，这可不正是为自己那便宜师傅和茯苓量身打造的吗？这时前方还有一处山洞，洞中不时传来阵阵似龙似兽的吼声。萧云微微一惊，传闻这龙涎果出没的地方可能有真龙，看来是真的。入洞后视野逐渐开阔，2人
不但不犹豫，反而都是直接冲了进去。他们这种的实力来这里是为了什么？第一是质保，第二就是挑战一下真龙一种。萧云拍了拍汤云示意其后退些，别被伤着。赵无极和萧云则都是兴奋不已。萧云，我们一人一头如何？正好抓回去当做奇多拉风。萧云也痛快地应了一声。只是这样吗？真的是真龙吗？男人竟然想抓2条真龙来当坐骑，下一刻一前一后的2人就冲了上去，还有着分工，金色归我，黑色你拿去耍吧。刹那间，萧云一拳9转8拳就直轰金龙龙首。萧云感受到拳头上传来的力量，起码也在80万斤，证明着每一头真龙一种都有着绝对不输于赵无极这种超级妖孽的力量，甚至于更高。赵无极正在对战的那头弱了些，也有70万斤的力。萧云眼眸中迸发出2缕金光，浑身滔天战意也越加强盛。眼前的这头金龙越是强大，也越有着当他坐骑的资格。随后，萧云又一拳对上金龙巨大的利爪，拳头都不如其指甲盖大，但仍然还是金龙被轰飞了出去。落地后，萧云仍然没有打算要放过他的意思，趁你病要你命，只可惜你的实力遇上我还略逊色了一筹。金龙仿佛是听懂了萧云的话，眸露凶光，血盆大口张开，露出森森獠牙，携带一股恐怖煞气咬向萧云。萧云又是简单又直接的几拳。不得不说，这条金龙的实力不如萧云，但是肉身防御力是真的硬，不然早都被轰成渣了。既然打不过，还不臣服？听到此话的金龙却反而更加发狂，开口又是携带着龙威的一声吼。即便是在真龙朝的遗种之中，他也算是最强的几个。何时受过这类气，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恐怖音波，常人或者早已经头晕目眩，但萧云却冷冷一笑：龙威你以为就你会吗？恐怖的气势荡漾开来，萧云施展龙威后下了最后的通牒：臣服，要不就死。显然对萧云的劝阻他并没有听，显然是没有经历过人情世故。萧云这便教他做龙，下一刻被再次轰落地面，已经气若游丝，但他的眼睛里依然愤怒不甘。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萧云一脚如千斤坠般落下，本以为能抓来当坐骑，还真是头倔强的生物。随着一拳落下，土石震动翻飞，金龙的脑袋都有些凹陷，自7寸处开始又是一拳拳给来了个全身按摩。正所谓经历了千锤百打，肉质松软了才好入味。面对赵无极的一问惋惜，这2个家伙骄傲得很，不能收服的萧云绝对不会留着当仇人。汤云云见2头真龙一种死后才跑来。萧师兄，这真龙一种的浑身可都是宝，你不是想再次提升肉身吗？这下机会来了。别人抓真龙当坐骑，萧云一连杀了2头，却是想用来烧烤。旁边支棱起的大铁锅还炖起了龙骨汤，一旁赵无极看得瑟瑟发抖。真龙一种的肉也敢吃，不怕真龙发怒啊？反正我不吃。随着1个时辰后，汤云云喊道：萧师兄，你喝汤。萧云也举自己的秘制烤肘子，汤师妹你也来，快秘制烤真龙肘子。2人开吃的不亦乐乎，这味道赞不绝口，香的一旁赵无极是口水横流。萧哥，萧哥，让我尝一口。随后赵无极也左手汤右手大肘子，加入了大快朵颐大军。汤云云才刚吃了1个烤龙腿，发现自己的肉身就要开始蜕变。萧云在一旁催促，趁着时机快再多吃点。赵无极啃着干巴巴的龙肉，看着自己身后2人都在蜕变，可惜他的至尊体早就已经开发到了极限，在宗门时就已经服用过这些肉身蜕变的天才地宝，此刻再提升也极为有限。抱元守一了有4个时辰，萧云是最后一个完成蜕变的，不是因为天赋不行，而是天赋太强所致。站起后举手投足间的气势就轰断了真龙朝内几千年的参天古树，届时肉身也终于突破达到了100万精力。随后思量了一番，这样的根基再加上系统，以后的9天10地还有谁能是我对手？连赵无极这个修炼狂魔看了都暗暗直称呼萧云为变态。汤云云这时也走了过来，多亏了萧师兄，我也增加了10万斤战力呢。萧云这时也开始部署了下一步计划，他和赵无极2人分头行动，谁先找到李成帝江浩然就发消息告知对方。赵无极虽然惊讶萧云的胆量，但却没拒绝，如此杀伐果断的人才证明自己的眼光看得没错。说罢便疾驰而去，我会以狼烟为号，记得观察。见赵无极离去后，萧云也拉上了汤云云往反方向疾驰，那我们就返回去入口，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然而没行至多远，却又被苍天霸体武刚拦住了去路。你就是打败了张云飞的那个萧云吧？跟随赵无极有什么意思？还是跟随我吧，我带你斩杀了赵无极一样横扫八荒。萧云眼神如刀犀利地盯着武刚，声音冰冷彻骨。原本刚达到炼体极限，很是高兴，可如今却被一个不知死活的冒出来挑衅，简直愚蠢至极。武刚见聊不下去，也是直接就上拳头。其实他苍天霸体和荒古圣体很像，却又不像，但唯一相同的就都是好战。2拳对撞之后，武刚直接被震成了闭合式骨折，完全没有料想到萧云竟然会有这么强的力量。这还是萧云的第一下留手，不然100万斤的力量直接下去，武刚绝对不会是现在的这个状况。第2拳直接将武刚轰飞，毫无招架，接着又是一脚臣服。留你一命，将来带你横扫万劫。武刚性格也是头倔驴，从没有人可以辱没苍天霸体。随即周身爆发出道道紫电，紧接着又是气血缠绕周身，这等气势就连是萧云都被震荡开。武刚这一刻的力量狂飙，竟然也瞬间来到了100万斤力量。要知前一刻他还最多只有60万斤力。萧云陡然眼瞳一缩，他这是要自爆了苍天霸体。此刻的武刚滔天的气血逆涌，散发出一股霸绝天地的强大气息。萧云也是第一次施展全力，怪不得都说荒古圣体一脉如果是战斗狂，那苍天霸体一脉的就是战斗疯子，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也要一战，换成萧云都没有这魄力。下一刻武刚飞身就急速冲来，不过却是擦身而过。萧云今日之辱，他日定叫你千百倍奉还。武刚知道，即便他自爆了苍天霸体达到100万斤极限力量，也击败不了同样拥有100万斤力的萧云，因为他只能最多维持1个时辰，所以还是趁着自爆效果没消失前赶紧跑吧。萧云这一下就有点看不懂了。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按照剧情走向，不是应该先拼个命什么的吗？这跑得也忒快，我还没打过瘾呢。汤云云这时在一旁提醒，因为他也发觉了武刚现在的实力不简单，
萧师兄就这么让他逃出去了，真没事吗？萧云其实也想追，但武刚现在的速度比他都还要快上几分。不过没了苍天霸体，今后也只是废人，不足为惧。这时真龙巢的入口也是出口，一头庞然大物猛然从众人的头顶飞过，顿时众说纷纭。出来的正是最先败给萧云后逃走的江浩然，没成想居然真的收服了一头真龙异种，怕是要碾压李成帝了吧？这时圣王宗的那名太上长老也大笑迎来，真不愧是我们圣王宗的绝世天骄，收服了真龙异种，成年便是堪比圣境的存在。我们圣王宗一定会用全部的力量来培养你。万阳辉见到后也是快步走来，现在能得知至尊体消息的人也唯有至尊体了。请问你遇到李成帝了吗？但是江浩然给出的消息却让万阳辉及在场的人都是愣了一下。李成帝不仅没有找出沙洲飞鱼的凶手，反而还被混沌圣地那名籍籍无名的萧云用阵法给困住，不知是死是活。要知道李成帝不敢说是最强，但在此次真龙巢之行内绝对是当之无愧公认的第一了。怎么会？只有帝天两人在一旁没有凑上前去。吕贤婉这时也开口一笑，你的这个弟子竟然能镇压时空体，当真是了不得，看来也有大帝之资啊。万阳辉却仍然还有些不敢接受这事实。江贤侄你莫要欺瞒老夫，那萧云他一介凡体，他怎么可能？江浩然闻言一愣，万前辈对凡体莫非是有什么误会？那萧云战力已达90万，会是什么凡体？万阳辉阴沉着脸，眼中尽是难以置信，心中更如翻江倒海一般难受。江浩然也并没有否认自己与萧云战斗过并且输了的事实，这也就更加奠定了事情的真实性。毕竟没人会拿这种自己不光彩的事开玩笑。万阳辉这时也有些自责，是自己看走了眼。你们混沌圣地隐藏的可真够深，自己有眼无珠，小看了我徒儿院的了谁？就在这时，真龙巢入口处又传来一阵惊呼，是苍天霸体武刚出来了，不过却是气若游丝，浑身是血，眼看就要不行。无数弟子真龙巢内寻宝，萧云这个老六竟然玩赖把门堵出口，通俗点讲就是守株待兔。无数弟子往外逃窜，赵无极、李成帝都打不赢的家伙，他们可不敢触及眉头，更何况萧云还布置了阵法的加持。预祝完萧云旗开得胜后，汤云云也转身离开，毕竟这个级别的战斗他确实插不上手。此刻出口外见着武刚出来，霸天圣地的太上长老也是立马飞身上前，究竟是何人将我霸天圣地天骄伤成这样？贤侄可曾知晓？护送之人也是怒目圆瞪，是萧云。听见这两字的武刚直接一口气没缓上来，晕了过去。一个天骄在他这里出了岔子，自爆了圣体，他回去也没法交代。不过帝天也不是善茬，真龙巢里的恩怨出来后一概不可追究，你们可别忘了规矩。那人怒哼一声，直接离去。山不转水转，帝天咱们下一届真龙巢再见。不过这一次却彻底让混沌圣地名声大噪，谁也没料想到往年不是死伤殆尽就是无人参赛的混沌圣地居然要成最大赢家，并且萧云堵门布阵截杀李成帝的消息也被带了出来。帝天开心大笑，真是好久没有这么舒畅过，只是可惜了自己仅剩下100年寿元。此时真龙巢内的萧云眼睛陡然睁开，一男一女两道身影同时飘落了下来。慕千雪的美眸中盯着萧云也是满眼的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有些不真实。先前他可是一直认为李成帝是无敌的，至少是同阶无敌，真没想到先前完全看不上的家伙居然这么强。随后又是圣母心道，萧云同为圣地弟子，你为何要赶尽杀绝？李成帝也是横眉怒视，萧云你可别要太嚣张。萧云目光如刀犀利地盯着慕千雪，声音冰冷的周围温度都下降了几度。前几届真龙巢内太初圣地对我们混沌圣地赶尽杀绝的时候，请问那时候慕圣母你又在哪？慕千雪朱唇轻启，却是没有发出一丝声。既然如此，萧云猛然站起，那么先前太初圣地做的事就是我将要做的事。周飞与9人已经提前在等你。此话一出，慕千雪、李成帝两人脸色皆是一变。此人手段狠毒，已经入魔，误杀他恐威胁到整个修炼界。萧云眼神凌厉，同样的回怼道：圣母婊，快收起你的天花乱坠，今天此地便也是尔等的目的。男人准备要杀死年轻一辈的最强天骄和第一美人。李成帝在冲上前的一瞬间又陡然停住，眼神凌厉，透露着自信。既然都知道了你精通阵法，你以为我真的还会这么傻吗？萧云看着就是止步不前的李成帝，龟缩着，你难道是不想从此的通过？不过眼中对李成帝的速度确实有2分忌惮。缩地成寸，时间与空间本就是最可怕的2种力量，若不是李成帝自身实力太低，很难想象的这2种天赋合二为一的人会强成什么样。李成帝身形陡然移动，几乎是瞬间同时挥击在2个方位，同时爆炸的地方正是萧云埋藏阵法灵石的地方。萧云也不由得一惊，难道这李成帝也懂得阵法？只见其又是一脚踏出，本就支离破碎的阵法这一刻再也坚持不住，真当我时空之体是摆设吗？你这个分段所布置的阵法，只要我略微一感知就能发现，看你现在还如何和我斗？萧云这时却也一点不生气，想杀你，你以为还需要阵法吗？只不过是为了更轻松些罢了。面对萧云的大言不惭，李成帝选择直接出手，话音未落就已经移动到萧云的身后，炽烈的掌芒带着道道红光。萧云现一刻就已经开启了金钟罩，因为他早就料到自己的速度不如李成帝，只能先用防御战技抵挡，以守为攻，感受着金钟罩上传来的力道。怪不得你大言不惭敢说击败我，原来是也增加了10万金力，只可惜我已达到这个分段的极限100万金。李成帝闻言后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有史以来只有混沌圣地祖师爷混沌大帝一人达到过这个境界，这小子居然做到了。既然是如此的妖孽，那么今日就更留不得。李成帝心中如翻江倒海，说着也是使出了绝强杀招，千重拳影如陨石般砸击在金钟罩之上，然后就是如此轰击了有1刻钟之后，萧云竟然还仍然完好无损。如此的防御力，恐怕就算是混沌大帝亲临了在此境界时也达不到吧。就是这稍微的一愣神之际，嗖的一柄飞刀飞来，李成帝配合着时间减速才堪堪后移了一点，如此之下飞刀正巧贴着脸颊划过。望着划过的飞刀，这一刻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直涌李成帝的心头，萧云心中也顿感到一丝遗憾，好不容易抓到的时机可惜了。不过就算如此又如何，萧云本来也就没指望一柄就能命中他。
接下来可就要换我攻击。无数柄飞刀接连不停的飞射，我就看你是否也能如我般坚持得住。霎时飞刀穿过残像，李成帝缩地成寸，直接来到了穆千雪的身前。萧云，我承认你很强，但是我不想陪你浪费时间了。萧云又是一柄飞刀射出，我允许你们走了吗？李成帝的眼瞳陡然睁大，因为他凭借着身法躲过后，身后站着的正是穆千雪。萧云借机飞踏，屠神步开启到极限，更是显现出残影，一把剑架住了穆千雪的脖子。若是不想他死，李成帝你就得留下。穆千雪脸色大变，口中不断求饶，别杀我。这一刻他也怕死。萧云只是继续盯着李成帝，这个决定权可全在你的道里，可就要看他有多在意你了。李成帝目光冷了一下，等我成帝那一日，我会记住你的。穆千雪的脸颊流过一行热泪，满眼的不敢置信。成帝你在说什么？下一刻，穆千雪的周身直接亮起无数光华。李成帝已经用实际告诉了他，竟然是早已在他身上埋下了引爆阵法。女人是叱咤九霄的第一美人，下一刻竟然在爱人面前直接原地爆炸。萧云抹了一下自己嘴角的血迹，这李成帝果然好狠的心，借助气浪上的优势。李成帝这时也缩地成寸瞬移了过来，口中还念念有词，道成大事的我就是不拘小节，死吧！萧云二话没说就奔向出口。李成帝眼中充满即将要得手的兴奋，逃吗？这次你是逃不掉的。萧云眼神一凝，表情突变，阵起。只见一道金光锁龙大阵陡然升起，李成帝心中满是惊骇，怎么会还有阵法在？自己竟然也没有察觉。萧云看着插翅也难飞的李成帝，自己也站进了阵法当中，此刻已经足以说明萧云对于李成帝的实力根本不惧。先前那些明面上的阵法，包括刚刚所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只不过是萧云提前计划好的诱饵。如此不让李成帝放松警惕，不是白瞎了自己辛苦学来的这座真正的杀手锏阵法了吗？李成帝气愤地望着此人，已经用阴险狡诈不足以完全形容了。萧云挥拳，是时候报一报混沌圣地先前的仇怨了。李成帝见状躲不开了，便也不再怂了，大喝一声道：“我怕你不成！月神之刃！”看着李成帝这燃烧了时空之体本能的一击，竟然是也将萧云砸飞了出去。不过废墟之中擦了擦嘴角，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手才最让他兴奋。看到李成帝燃烧时空之体，他的整个热血都开始沸腾了。还是能修炼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能把他轰飞，这种感觉让萧云既上瘾又上头。李成帝手中揉搓着月神之掌，与九转霸拳当即对轰上，战斗威势甚至已经超越了聚气境。就是如此短暂空招的间隙，萧云耳边竟然传来了不绝于耳的几声咻咻咻声。刚对轰一招的李成帝竟然没留给自己一丝的喘息机会，时空残像斩瞬间环绕周身，趁机斩碎阵法。萧云仓促间凝成的太极八卦图只撑住1秒，不过虽然被震退，但李成帝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可惜你伤我的太轻，我倒要看看你时空之体还能燃烧到多久。萧云始终还是守着出口，至于飞刀他有的是。经过萧云一提醒的李成帝也有些慌，萧云说的没有错，时间一拖久了，自己的时空之体肯定会被烧毁，到时候那自己还不是和普通人一样？男人为了活命，竟让无数柄暗器直接扎伤自己。萧云撑起金钟罩防御，内里又加上了太极神掌，但是李成帝的一掌还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般的击在了萧云的胸口。拼命的时空之体确实难对付，但这一点萧云也早已经猜想到。拔剑之下随后击退李成帝，但也因此让李成帝抓住了能出去的机会。李成帝疾驰之下，萧云手中长剑也跟着甩出，即便是被命中也没有躲闪，放弃了这次逃入出口的机会。萧云望着那被斩去一臂的李成帝，速度竟还在增快，口中不仅抱怨了一句经典国粹，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不过既然你爱吃飞剑，那就临走前多送你几把。这一边刚才现役不出来的弟子都是在大肆宣扬那李成帝被萧云拦截在出口的消息，简直杀疯了。万阳辉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越听越不得劲。100万斤的力量，这回真的是怪自己有眼无珠了吗？心脏处也是狂跳一股莫名的不安。一些早几天出来的弟子也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事情真实性，那可是炼体境是传说之中才能到达的极限了，都觉得不太可能。此时感受过萧云实力的剑体和神王体都没有出声，萧云这一刻已经被他们视为此生成地路上最大的大敌。张云飞自打第一天见过萧云后就抬不起头，这回终于是难得有一回底气了。看到没，打败我张云飞的竟然是这样的绝世妖孽，我看你们谁还敢笑话我？帝天那苍白的老脸上也洋溢出笑容，哈哈，我徒弟有大帝之资。就在这时，一道人影从真龙巢内飞了出来。万阳辉望着这都已经快成人棍的李成帝，一些伤势可以治愈，但那有些缺失的地方恐怕是找不回来了。他是万万没想到这萧云竟然有这般本事，早知道他是打死也不会让李成帝去招惹他的。成帝莫说话，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说着将李成帝平放在身前，万阳辉开始将体内本命真元向李成帝体内灌入，不多时就消耗了9成9之多，但李成帝的命也终于得以保住。我承认萧云你很强，是我看走了眼，但这一世我唯相信成道者只有李成帝。随后再看向帝天，九幽之下我先下去等你，到时再看你我徒弟谁能够争到成帝。万阳辉离开了后，吕贤婉与汤云云师徒也相继离开。临行前的汤云云很是不舍，但也知道现在的自己和他恐怕终究不会再是一个世界的人。帝天刚要走，却被萧云叫了住。师尊，咱们圣地海纳百川，如果是我的追随者的话，是能带回圣地的吧？此时一拄着拐的赵无极最后走出，20竟硬生生活出了90岁的模样。这个男人20岁时就活出了90岁的模样。萧云看见眼前的赵无极也是暗暗称奇，这究竟是碰到了怎么样的遭遇才会变成这样？原来就在和萧云分别不久时，赵无极就碰上了一头90万斤战力的真龙遗种，真是活活没把他给打死。萧云却是听后嘴馋的不由得直流口水，不知道这90万斤战力的龙肉比不比80万斤的美味。身后帝天与荒古圣地的天上长老看着两人聊天的样子，这怎么感觉两人很熟的样子？随后萧云的一语更是直接惊呆两人，这就是师尊我刚跟你说的追随者赵无极。荒古圣地的那名光头长老可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就大怒的开口道：
道，不要以为打败了李成帝就能在我荒古圣地面前嚣张，除非是脑袋坏掉，那可是要将来正道大帝的人。大言不惭的话可不是随便在哪里都可以乱说的。可下一句赵无极的话就直接给他整破防了。长老，我确实和萧云有约定在先，谁强谁为主。目前的他比我强，但我赵无极一诺千金，将来一定能打败他。尼玛！光头长老一脸的冷汗。赵无极这孩子涉世未深，一定是被萧云这小子给洗脑了呀！你可曾想过，置荒古圣地的脸面与何地啊？不过赵无极却是无所谓的摊了摊手，有我则无敌。我相信终有一天，在我打败萧云的时候，君临天下，荒古圣地会恳求着我回归的。萧云对于赵无极的觉悟还是颇为赞许的，当即无视众人的眼神道：不愧是我麾下的第一大将，有志气。荒古圣地的光头长老气得一个头两个大。帝天，你必须给我们荒古圣地一个交代，我们荒古圣地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可是比输了比斗还要丢脸的多。帝天面无表情，板着个脸，与我何干？你自己去问赵无极啊！我们混沌圣地又没有抢过，大丈夫为人坦荡。我赵无极今天若是违反约定跟你走，今后的心境上必定有缺，将再无正道大帝的机会。光头长老一听也确实如此，眼下如此大的决定，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已经发展到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当即一转身道：那帝天咱们就走着瞧，这事等我回去禀明圣主咱们没完。当下纵身一跃，飞身离去。这下其他一些并非圣地的小宗门便开始议论了起来。如此一来，两大圣地不会开战吧？没想到这萧云竟这么厉害，估计这次回去整个修炼界都要动荡了。就在萧云三人转身离去时，真龙朝的遗迹入口也开始缓缓消散，但却还有一圣地长老迟迟未走。难道我徒弟也死在了里面？是谁敢杀了我天刀圣地的柳南山？给我查！突然，一白发男子伸头道：长老，这事我知晓。男人出道即巅峰，炼体境就将当今最强的6大圣地得罪了5个。这时天刀圣地的太上长老冲天而起，敢杀柳南山，混沌圣地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众人纷纷面露惊骇，那柳南山是谁？他爷爷可是天刀圣地的神子，上古重瞳，即将要踏入圣境的存在。这下萧云可要惨了。此时的混沌圣地的山门前，圣主携一众太上长老正在此前守着，算时日去真龙朝的弟子们也该返回了。这时最先返回的是天一与徒弟楚金霄，这是多少届真龙朝了？混沌圣地第一次有活着的弟子回来，不仅如此，还带回了能助天境大能突破的至宝。其余弟子都是羡慕，这下楚金霄怕是能成为圣子，但楚金霄却是心里苦，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实力全是用师傅天一给的悟神丹堆上去的，如今的天赋已经被榨干，再无可能寸进，白下了混沌中无想的天赋沦为弃子。但楚金霄乃第3天就返回，并不知道萧云等人状况，毕竟实力太弱，得到宝贝就返回也算智举。圣主没有怪罪，反而赞许。但这时楚金霄却说了一句，在他人口中得知了周飞与9人围剿萧云的计划，几人皆是炼体境太初圣地前10的存在。这下不仅其他人认为萧云凶多吉少，圣主也颇为担忧。天一撇了撇嘴，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惋惜，都怪这帝天不会叫徒弟。真龙朝没进入就打败了霸王宗的张云飞，暴露实力。这时一道宛若洪钟的声音在天际响起，是谁说我不会叫徒弟？眨眼间众人就见到萧云不仅完好无损的活着，反而还颇为意气风发。天意，你听好，我徒弟重创李成帝，横扫各路天骄，击杀了围剿的太初圣地9人，另外已达到炼体极限的100万斤力量，不出几日注定让我们混沌圣地扬威天下。岂是你能断言的？不只是天一，其余人等包括圣主都是一愣。最主要的还不是前者，那100万斤的力量只有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人达到，这岂不就是媲美了混沌大帝的存在？击退了各路天骄，不仅为我们混沌圣地隐忍多年出了一口恶气，这是要马上崛起啊！这一下子就让刚才还是焦点的天一与徒弟楚金霄瞬间变成了小透明。圣主也再次站到了萧云的对面，眼前的少年总是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说吧，这次不仅仅是大功一件，还为我混沌圣地出了一口多年没出的恶气，想要什么奖励？萧云挠了挠头，分内之事所要什么奖励？我早已经将混沌圣地当成我自己的家，这无形中就装了个杯，在帝天的心里可谓是对自己徒弟的地位又拔高了几分。这小子肯定是故意把球踢给圣主，以圣主的身份，这赏赐的绝壁要比萧云自己要的合适。混沌圣地圣主直接拿出一把金龙剑，据校方弟子传言，这乃是当初圣主斩杀涅槃境蛟龙用其龙骨炼制所得，独一无二，乃是为神子准备的。这下帝天的心中也暗暗宽心，这也足以证明了圣主对萧云的认可，相信不假时日，等其击败其余几位圣子后，定然能再次晋升为神子。这时圣主的眼睛瞥向一旁一同回来却闷闷不乐的赵无极，此人陌生，不属于他们混沌圣地，但怎么会拥有荒古圣体？天一知晓赵无极当初入真龙朝前欲要收萧云为追随者之事，以为人是追着屁股来的，当即道圣主，我知道这人是荒古圣地的圣子赵无极。帝天这时未等圣主开口，抢先一步，这赵无极已经决定追随萧云，现在是我徒儿萧云的追随者。萧云满脸汗颜，这杯让你抢着装了呀，为老不尊的您给我版权费了吗？不过何谓语出惊人，众人回味一下也感受到，这回可牛掰大了呀。荒古圣体当追随者，前无古人啊！看着众人不敢相信却又没缓过神来的样子，萧云戳了戳赵无极，来，无极，和我们圣主打个招呼呀！赵无极虽然满脸的不情愿，但既然答应了当追随者，就该有个追随者的样子，就当是自己卧薪尝胆了。当即一抱拳道：晚辈赵无极见过混沌圣地圣主。圣主哈哈一笑，这才彻底相信，既然你是萧云的追随者，那我也不能埋没掉你的天赋。从今往后，你与我们圣地圣子地位等同，修炼资源皆享受圣子待遇。赵无极随即一愣，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卧薪尝胆，居然没有被辱没。当下一拜，要知道自己终究不过是个外来宗门人，还仅仅只是萧云的随从。这混沌圣地的圣主海纳百川，可真是够意思。而此时的天刀圣地宗门口，先前真龙朝的那名太上长老正颤抖地跪伏在神子的殿前。南山是技不如人，被杀你没有错，我只是好奇是何人能斩杀南山。仔细看下，此人竟然是天生异瞳，每只眼睛里都有2只瞳孔。这人或许是我成帝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至于你，就自认倒霉吧。
每天被3个憨憨妹子等着回家吃饭是种什么体验？大妹子温文尔雅，2妹子端庄贤惠，至于3妹子则是没小辣椒。恭祝少主凯旋，果然少主还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厉害的。随后福临望了眼萧云旁边的陌生男子，这就是成为少主追随者的圣子吧？无极公子好。赵无极还是一直板着个脸，果然武痴的道路上唯有撸铁。没事的话，我先去修炼。到了聚气境，萧云我还会再次挑战你。林小雅看了眼后，小嘴嘟了嘟，自己的萧云哥哥被小瞧了，肯定不愿意。都当师兄追随者了，还这么嚣张的吗？这里可不是荒古圣地，别把自己当圣子。可下一秒，萧云的话就让林小雅后悔了。圣主亲口答应了，在这里的地位，人家依旧等同于圣子，所以你轻易别去招惹他。随后看向席春雨，还有劳席师妹送我去趟幻魔塔。虽然萧云也想早些御剑飞行，但是幻魔塔内的炼体境奖励还没有拿完。林小雅望着那和席春雨御剑飞走的萧云，可恶，明明人家也会御剑了，为什么不找我？知道的观众老爷们答案写在评论区。此刻幻魔塔高耸入云，不知历经了多少载。萧云转头对着梁允道：“你们稍等我片刻。”幻魔塔前挑战的弟子很快便将萧云挑战的事情传了出去。如今萧云在混沌圣地的声望可谓是颇高，甚至于一些长老都来了，都为了能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他们猜到了萧云要做什么。混沌圣地的祖师爷镇压修炼者每个境界的第1名，1000万年岁月。萧师兄这次要名留青史了。萧云此刻进入塔内便朗声喊道：“幻魔，我要挑战炼体境界历史最强者，如你所愿。”幻魔那熟悉的声音响起后，一道人影就开始显现。吾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望着年轻时候的祖师爷，弟子萧云前来挑战。塔外的林小雅突然惊呼一声：“系世界！你看，塔顶爆发出一缕神光。”萧云与混沌老祖的对战竟然被以特殊手段投影出来，这下围观的弟子都有眼福了。这一战恐怕就是圣人们都要被惊动，能目睹这千古未有过的炼体极限之战，可遇而不可求。萧云望着眼前老祖，光凭借气势就不是李成帝他们依赖秘法达到极限100万斤能比。混沌大帝望着眼下之人，仿佛有着自我意识，来吧，挑战者！可随即眼瞳突然一凝，萧兄，怎么会是你？男人从地球穿越过来，却被宗门第1代祖师爷的大道投影喊作萧云兄弟。而如今宗门立足根本的幻魔塔，也不过是祖师爷幼年玩耍时捡到的一件圣兵。萧云心中泛起嘀咕：地球穿越过来的他，怎么听着祖师爷的口气像认识自己？祖师爷并没有做具体回答，直到当初你跟我吹嘘你在炼体境界第1，如今正好见识一番。至于其他的，以后你自然会知晓。两人拳头对轰在一起，你又像是自己吹的，但到底真的是不是自己，现在就成个谜了。幻魔塔下已经围满的弟子此刻都看得十分兴奋，不愧是炼体境极限的一战，好恐怖的威压，如此怕也只有传说中的神魔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吧。对于萧云能将多种战技都修炼到究极境界，混沌大帝也很是赞赏，怪不得连那位大帝都对你的天赋赞叹有加。萧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不是说同一世只有一位大帝的存在，怎么会还有？不过混沌大帝对此也是闭口不言，直到那位是禁忌一般存在，那人的名号就连他也不敢提起。萧云曾翻阅典籍，混沌大帝就是修炼界最古老的大帝，而他之前的历史就像是被人凭空抹除了一般，一片空白。萧云直接将大道融合于自身，他承认混沌老祖很强，但如果自己放弃防御的一击的话，未尝不可能赢他。两人对轰下来，萧云也是一惊，没曾想到这9转霸拳竟然就是祖师爷创出来的，施展出来自然也是达到了究极境界。对于萧云这种疯子般的攻势，还真是没办法，居然能打伤我，这还真是和荒古圣体和苍天霸体一样疯。萧云嘴角同样也挂着鲜血，只有一击可没完。2个炼体境的最强一击竟然开了天门，这是佛门中的彼岸，也是他们修炼者所说的最终目标仙界。混沌老祖也十分震惊，他们的2人的最强一击彻底超越了炼体境的极限，竟然与大道形成了共鸣，这才开启阿赖耶识，让他们看见些许仙界的画面。萧云的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向往，这阿赖耶识属于佛门的一种境界，佛门有8识，是万法之根本。萧云听得一头云里雾里，直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祖师爷不由轻轻摇了摇头，简单来讲就是你的一个大机缘，抓紧修炼一门战技，借此可以突破至大道战技境界。萧云疑惑到，最强的不就是究极战技，怎么还有大道？那只不过是你们凡人无法成帝的认知，对于大帝之下的确是究极最强，因为大道战技是正道成为大帝才能展现出的战技，而你的运气好，成不成功接下来就取决于你悟性了。萧云眼神深邃，恰巧他最不缺少的就是悟性，顿时盘膝而坐，系统给我对9转霸拳进行顿悟，大道战技乃蕴含着道的纹理，哪怕杂草都会变得和宝剑般锋利，至于你肉身的蜕变能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能不能挨过这天劫了。届时会增加50万斤到100万斤力量不等。萧云心中此刻只有一句沃德发，你怎么没有早说？这不是成圣的人才有天劫，我这炼体境和凡人之躯有何异？混沌老祖嘿嘿一笑，成圣故而有天劫，但其实打破某个境界的极限壁垒同样会引来天劫，并且这次你若是成功领悟大道战技，往后的每次突破都会奖励你1次天劫。以自己顿悟系统的修炼速度，不就是等于天天挨雷劈？萧云顿时心慌的一批，这样的奖励我宁可不要。下一刻，萧云眼瞳陡然睁开，显然是大道战技已成。祖师爷，我们再来一战。就此刻萧云的状态感觉，再来一只李成帝，他现在一拳都能打死。下一刻的萧云只是挥出一拳，祖师爷，你败了。此刻的萧云足足增加了有90万斤的战力，等于几乎是2个极限炼体境的战力。混沌老祖虽然败了，但心中也释怀了，怪不得曾经的那位大帝能够一人打穿仙路，超越了极限的人竟然如此恐怖如斯。下一刻身形慢慢消散，9重天劫就要来了，混沌圣地就拜托给你，我会在仙路上等着你，萧兄。男人第一次修炼就要经历雷劫，然而这在寻常弟子的眼中就如同活见了鬼，其中不乏宗门的一些长老和宗主也望向了幻魔塔的方向。成圣以前都不会降下雷劫，我混沌圣地这难道是有人成圣？雷劫第一次落下就将地基下沉了10米，疼是真的疼，不过好在能够淬炼肉体，待宗主赶到时才发觉到不妙，雷劫竟是降在炼体境的
萧云身上。这是天妒英才遭雷劈了，可伴随着一道金光从地底的涌现，帝天与宗主脸上都是露出笑容。打败祖师爷后又抗下雷劫，此子今后正道大地铸就混沌之体指日可待。萧云这一刻悠悠站起，雷劫过后风和日丽，如今的力量也终于迈入了200万斤，足足比万古第一的炼体境还高出了1倍。现在时空之体再过来，一拳就能给砸趴下。圣主这时也开始询问起情况，因为刚才的老祖投影明显不同以往，显然是开口了，像是有了自主意识。萧云见是搪塞不过，但也不能将与老祖称呼自己为兄弟的事情说出来，不然绝对会被人当作是傻子。于是道老祖已入仙界，期待我带领宗门走向强盛，早日仙界与他会合。圣主听后不疑有他，毕竟萧云的天赋已经摆在那里，今天我便册封你为准神子，在外可代表我们混沌圣体。如此大的动静，赵无极也已经是敢来。他现在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萧云到底达到了多少万斤力量。为了不让赵无极失去前进的动力，萧云隐瞒了下来，知道你记住我一根手指能弹飞你便可。随后萧云来到帝天所在房间，不管是真龙朝内还是以后的修炼界，你做的都没有错，但柳南山的爷爷柳天都当年和我一个等级，现在是天刀圣地的神子，又是上古重统，都怪为师未能突破到天境，以后你怕是会有麻烦了。萧云再次询问道，若师尊踏入天境呢？随即掏出菩提果，让吞服之人立马进入一次顿悟状态。若能进入天境，老夫自然不惧那柳南山，但心动归心动，帝天自觉自己就算突破到天境，也无法铸就那最终的混沌体，不如将此等神物留给自己徒儿，能将此等神物忍痛割爱。此刻萧云也看得出帝天是真正把自己当成传承人，恐怕要是知道自己最不缺的就是顿悟机会，就不会拒绝，不过却无法说出来，直到以自己悟性根本需要不了菩提果一次的顿悟机会。如今萧云还真是一点看不上，帝天也很想亲眼见证萧云正道，那如此正道路上便让为师护你。届时萧云回到自己的修炼室内，作为炼体境想要突破到巨气，就要贯穿360条经脉，再打通周身7200个窍穴，如此汇聚起来才能形成大周天，达到巨气。届时7714周之后，萧云体表金光萦绕内敛，屋内外更是同时有金龙冲天。地风中的几人这时也都围了过来，超越祖师爷的存在果然不同凡响。福灵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的天赋可以这么恐怖。少主的血气已经旺盛到一个恐怖顶点，怕是一举就能达到巨气境圆满了吧？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第一次修炼突破却达到1000万斤的力量，而当代最强也只有400万斤。福灵和帝天都有些看傻眼，少主的天赋很强，体内也犹如住着一头洪荒猛兽，如沉寂万载的火山喷发，必会排山倒海。帝天也说出了此行的目的，荒古圣地意向结盟，但必须萧云出使一趟以示诚意。而帝天的建议就是去了就将他们这一辈的天才打得连渣都不剩，拿出实力就是他们要的诚意。萧云恍然大悟，果然还得是师尊，就是让我装杯去的。如此一来，还可以让他们见识到未来的盟友天赋不可限量。这一刻的赵无极早就已经等不及了，敢小觑荒古圣体的人，就让我先试试你的斤两。这一拳战神拳轰出，起码达到300万斤的力量。但是可惜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萧云有多强。只见萧云单手托起战神拳，仍然显得云淡风轻。赵无极自然知道自己敌不过萧云，但也不想输得这么彻底，当即憋出大招与战神虚影融合，蕴含着赵无极全力的一击。萧云却是云淡风轻的意志，我早已说过，对付你，我一指头便可弹飞。被弹飞的赵无极直接砸穿房顶。随后萧云在福灵的带领下拜别帝天，如今刚有所突破，还需要进入幻魔塔磨练一番。最主要的是赚一波顿悟次数。这时飞到空中无人之地时，萧云拿出龙涎果，一颗便能延寿10年。福灵开始是拒绝的，毕竟此果太过于珍贵，无功不受禄。但听到不想林小雅这么早就没师尊时，出于徒弟的考虑，还是应承了下来。还有一点就是提升寿元的果实，对于萧云这种天骄不算稀缺。两人刚踏入幻魔塔境地，就遇到了漫天飞剑，看来自己挑战幻魔塔的消息又不慎走漏。如今真是成名人了呀！弟子之间自发的还形成了赌约，我赌萧兄这次定然还能击败巨气境界的老祖投影。萧云刚进入幻魔塔内，就是一路向上打去，外面的弟子只知道幻魔塔内100名的数字不停的变换，从最开始的100名支撑住1秒，慢慢的也只是支撑住2秒、3秒而已。渐渐的，萧云也感受到师尊说的果然没错，只要练习中学会控制住自己的力量，才能完全将1000万斤的力量发挥出来。此刻混沌圣地的上空闪过一道虚影，天刀圣地，上古重统柳天都，混沌圣地竟然敢在真龙朝内杀我孙子，我倒要看看是哪位高徒。刚穿越过来的萧云就被系统安排击败一个修炼1000年的老怪，真把自己当成转世神王了吗？此刻柳天都在圣主的带领下已来到萧云面前，因为知道此人同阶无敌，应该做不出欺负后辈之事。帝天，你不突破的这些年真是难逢对手，你的弟子确实不错，比内时空体要强，连我在巨气境都比他差远了。萧云观此人确实不像惺惺作态，帝天却在此时一拍萧云的肩膀，谁说没有对手？可敢与我徒弟大地擂台上一战？萧云吓得嘴巴张大，这是要坑徒弟啊！不过听帝天解释后才知道，这大地擂台乃是可以将修为压制到同等境界的猛度，高境界会压制到和境界的人相当，绝对是测试真正的天才用的。萧云这才一改颓废的神态，自己同境界连老祖都击败过，还怕一个2阶重统神体的柳天都吗？正好又能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柳前辈，可敢一战？战可以，我承认你巨气境无敌，但却要在神桥境。帝天与圣主两人当即便要到不可。但萧云却凌空一脚步迈出，一股睥睨一切的气势散发。帝天就知道为时已晚，那就烦请柳前辈在我混沌圣地做客1个月，1月后我必踏入神桥境与你一战。年轻人果然就是沉不住气，爱攻于心计的柳天都咧嘴一笑，自然是答应。帝天心中翻江倒海，自己说什么也不该提出大地擂台，可言出必践。
但凡成帝者心境之上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破绽，否则必然会陨落在地劫之中。圣主也是满脸焦急。萧云妮可之神乔境的对战用的都是精神力修炼的神通对战，远比战绩厉害得多。1000多年的修行，柳天都各种神通早已达到圆满，你都来不及修炼，如何去战？柳天都一笑，哈哈，你们圣主说的没错，怕了的话就抓紧回去修炼吧。认输也没有错，一个2阶神体而已，我若认输，心境必然有缺。走吧，师尊，送我回去闭关。柳天都皮笑肉不笑的也拜别圣主。那接下来的1个月就叨扰贵宝地了，临行前还不忘飞入高空，用着快成圣的实力喊道：“诸位道友，1月后的大地擂台，我与萧云约战，还希望都来参加。”圣主望着柳天都那副嘴脸，用心险恶，这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破坏萧云道心。众位弟子也都是有些担忧，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位大帝，那可是修炼1000年的老怪啊。萧师兄真的没问题吗？天一却心似明镜般的确定无疑，仓促只见根本无法练成神通，萧云必败无疑。与此同时的地峰之上，所有人都已经再次等候。萧云虽然是他的一生的对手，但赵无极还是开口道：“你疯了吗？如果是同辈之人，你肯定赢，但他已经修炼1000年，就算10个你在神桥境，必输无疑。”这个男人生吃堪比黄金般的灵才，妄图在达到聚气境后就挑战修炼1000年的老怪物，可却无一人对他看好，连自己的追随者也认为他是在痴人说梦。不要把弱者的思维强加在我身上，我萧云在同阶无敌，那就是理论上我对上谁都是无敌的。看着茯苓还是有些担忧的模样，萧云安慰道：“我的悟性您还不了解，晋升后我立马修炼神通便是，可神通的难度又岂是战绩可比的？很多人到死都没法将一门修炼到圆满。”林小雅也认为1个月的时间太仓促，毕竟自己休息3月，连一个中品的神通都没有入门。不过萧云却没法和他们过多解释，因为再强的天赋又怎么能和挂逼相比？一个柳天都自然不足为惧，但眼下也是时间紧迫，你们好好玩，师兄我这就去冲击神桥境，1个月后保准还你们一个他妈妈都不认识的柳天都。经历了刚才的幻魔塔一战，萧云的顿悟次数也来到了300次。既然如此，系统给我对其使用顿悟，先把修为冲击到神桥境圆满，随着屡屡精神力开始液态化，片刻钟后也勉强只凝聚出保龄球那么大，至多现在只能发挥出萧云1/10的战力，对于对付柳天都来说还远远不够。再提升看来就要需要将混沌经的炼神篇也给参悟透。炼神篇有9炼，每一炼又有初级、中级、高级，总共可提升9倍精神力，简直逆天。只是想达到的却不容易。目前真龙朝内得到的补充精神力的天才地宝终于也派得上用场。此时混沌圣地柳天都的暂时住处内，帝天正与其博弈，却是连连输了有9000把。未来他或许有可能能赢我，但是神桥境界，以他目前能凝聚的精神力，最多控制住目前1/10的力量。其次在神通战斗经验上，我比他多出100倍，所以他打败我的几率为0。帝天冷哼一声，年轻时候你可没少被我揍，我相信我的徒弟，他也一定赢你。男人在屋内修炼，屋外的3个女人整整守了9天。这时萧云踩踏飞剑冲破屋檐，嗖的一声从众弟子眼前划过，曾经的社畜，如今的御剑飞行，别提有多爽。帝天也忘了眼屋外的天空，仅仅9天就凝聚了精神力，放眼整个修炼界，唯我徒弟一人，天赋很强，我倒是早些期待他成长起来，为我磨刀。正道大地腾空后的萧云尝试着用精神力搜索地峰，一释放之下，竟然发现瞬间笼罩了整座地峰。随后萧云降落在几女面前，想要求证下几人的精神范围，以辨识自己的强弱。席春雨可能怕会打击刚突破的萧云，便道：“萧师兄，我的精神力很强，能笼罩整座大殿。”萧云听后，这也叫强。面对着茯苓疑惑的目光，其实我的也没多大，就是仅仅能探索整个地峰而已。3位顿时亚麻呆住了，还从未见过一突破就有这么强的精神力，就是神桥圆满境的人也达不到吧？刚才还想沾沾自喜的席春雨与林小雅两人立马小脸就不乐意，莫生气，莫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这时帝天也赶了过来，随后就是探查萧云的事好，不看不要紧。探查之下，萧云竟然已经将精神力凝聚成了金丹。茯苓羡慕地搓着小手，精神力金丹乃高品阶的精神力，往往都是踏入超凡境才能凝聚，除非完成混沌经里所说的9炼。帝天笑了笑，修炼1000年，他也才达到7炼。柳天都自然也和他差不多，这回修为被压制到神桥境，自然萧云必胜。3女听后顿时觉得萧云是不是在躲起来天天吃菩提果，而且还是一天吃了不止1颗的那种。接下来就是神通的选取方面，还需要帝天这个老江湖指点。与柳天都争斗1000年的他，自然最知道克制法门。上古重瞳有3种能力最强，其一幻境，其2开天之力，其3神火。萧云听后介绍不由分说的就明白，这不就是前世自己见识过的写轮眼吗？而能克制住重瞳能力的分别是金钟罩、万剑流、4象剑阵、覆海印、玄冰剑印，最后一项则为不动明王印，可震慑心神，摧毁幻境。萧云当即便御剑腾空，对于别人来说是贪多嚼不烂，休息一样便要100年，但对于萧云来说却是能者多劳，多多益善。男人仅是盘膝对着数门神通法术念念有词2分半，就修炼成了7门难度超级大的神通。而这边帝天与柳天都的对弈也终于赢上一局。老谋深算的柳天都摸了摸下巴，以帝天的脾性，不可能不知道萧云与我的差距。就算他萧云天赋强大，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也会很强，但神通上的差距是必然的，所以这里一定还有猫腻。突然他眼瞳一凝，不对，帝天他一定是在故弄玄虚，想让我毁约停战，连这一招都算上了，还真是黔驴技穷了呀。如此想来，柳天都反而要决心一战。此刻广场之上，大地擂台金光大盛，下方为满人，
柳天都纵身一跃就飞了上去。如此大地般的宝物，等我成帝后定然也要练上一件，让我徒儿们好继承我的衣钵。大地擂台下，混沌圣地的弟子听后都是敢怒，却没资格上去，要不然非得冲上去揍柳天都一顿不可。这时一声龙吟，萧云御剑而来，大地的神光同时从两人的头顶降落而下，顿时都被压制在同一个境界。神巧，柳天都眼瞳中顿时迸发出两道刀芒，不愧是天刀圣地，万物皆可为刀。萧云也是直接用出最强防御金钟罩，不过这一下也真是感受到了先前师傅所说的开天之力，确实像上古巨神拿着斧子劈自己一般，可开天。这时台下有心弟子也发觉出，这是神通金钟罩，萧师兄居然只用3721天就练成了，还是圆满境界的，平常人可是要用300年啊！我徒儿果然是大地之资。此刻萧云带着紫芒的一拳也出手，这下该我了吧？一拳轰退了柳天都，并不是他轻敌，而是现在柳天都也是有些猛，1000万斤的力量。这么说他在练体境就拥有200万斤，比远古最强的第一位大地混沌大帝还要强大。虽然自己只有300万斤力，不过凭借着自己对个门神通功法的都圆满领悟，他依然不惧。你越强，击败你后，我的无敌道心便会越稳。萧云直接将帝天给他的黑魔剑祭出，看见后的柳天都反而笑了，拼精神力。刚晋升神乔境，你又能掌握得了多少？100万斤撑死天，可下一秒直接就让他傻眼了。这小子不对头，怎么可能完全掌握得了1000万斤的力量？下一刻已经袭到胸前的黑魔剑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上古重瞳中直接迸发出2柄天刀，堪堪挡回一击的柳天都大口喘着气。小子，你究竟用的什么妖法？萧云可懒得和他废话，再次操控飞剑，关你何事？原本柳天都站的位置顿时出现一个黑洞，下一刻被连连追着打的他也懵了。小子，帝天是没教会你什么是真正的神乔境吗？今天就让我教你！凭空直接长出一座大山，萧云二话没说一剑劈了，可下一刻大山竟在肉眼可见般的恢复。柳天都站在山后得意一笑，小子，我这招可是只要在地面上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直到杀死敌人为止。瞬时萧云刚站立的位置生出一股能量，随后立马大山便延伸到此，紧接着又是对萧云不断挤压。不仅如此，还在不断变强。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战五渣，召唤一把小剑出来浮游撼树的时候，你不可能将万剑诀也修炼到圆满。虽然万剑诀的攻击的确很强，然而下一刻他竟然直接召唤来了漫天剑雨，一把剑不够，那1万把如何？瞬间不仅大山被轰成了渣渣灰，还击碎的是万千天骄们的心。除了老祖无敌神拳，这万剑流号称世间攻击最强，就连混沌圣地圣主修炼到圆满境也花费了300年的时间。这萧云悟性简直恐怖无私，身后的太上长老们更都是捶胸拍腿，只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抢着收萧云为徒。柳天都的眼中再次喷出神火，随后眼瞳直接转瞬变黑，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接下来我将用最强的力量击败你，准备好迎接黑暗吧。在这个我缔造的世界里，必败无疑。但此刻有心的弟子们发现，萧云的眼睛怎么是闭上的？据说上古重瞳能构建出黑暗世界，让进入的之人沉沦。果然不愧是能无敌于一个时代的人，并非浪得虚名。圣主的脸上也露出担忧，能破重瞳幻境的，除非萧云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以混沌领域破之。帝天却不以为意，难道圣主忘记了不动明王印吗？佛门的神通，一个没一点佛根的人又怎么能修？此刻一个参天巨掌乃柳天都以幻境凝聚而成，这一刻已经闭眼25秒的萧云眼睛陡然睁开，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快就能摆脱我的幻境？你这个妖怪！萧云双手合十，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佛的愤怒。佛怒金刚，不动明王！霎时一道冥王怒火倾泻而下，我就不信你的不动明王也能修炼到圆满境！刀身撞击在冥王真身上，叮当作响。萧云全程淡然自若，怒目金刚，不坏之身。柳天都，放下屠刀吧，拿回去剃个度，我还能容你皈依我佛？柳天都彻底怒了，重瞳神火，不动明王身立马被神火包裹。此刻有认得的弟子立马介绍道，这可是超越了3昧真火的恐怖存在，沾身不灭，任你多强也抵挡不住。男人从不修佛，但双手合十便是不动明王幻想精神。此时重瞳神火缠满全身，这就是师尊所说过神火的威力吗？果然不同凡响。柳天都这时神火加身冲来，真没想到你不仅练成了万剑流，竟还有这不动明王印。可惜就算你诸多神通加身，依然要败给我。萧云这时双手中继续搓出一个紫色小光球，复喊一，顿时吞噬周围灵气如海水般圈圈涌动。从萧云施展出来的威力来看，柳天都就知道，这竟然又是一门大圆满境的神通。一个人的悟性再怎么强，又怎么可能1个月内达到这么多门神通的同时圆满境？然而对轰一击之下，能让他惊讶的还远不止于此。只见一击分开后的萧云再次单手掐诀，比拼力量，柳天都你还差得远呢。韩气明，玄冰剑意。只见整个大地擂台之上，冰晶都瞬间蔓延，将柳天都人整个包裹其中。萧云，我承认你很强。抽出霸刀后的柳天都一圈刀芒斩出，你已经有资格作为我的对手一战。观战的弟子这时候也震惊了，柳天都居然拔刀了，能让的柳天都这样的前辈都拔刀，看来对战已经是到最后阶段。就是不知如此恐怖威压的一刀，萧师兄能否接得住？柳天都一刀气贯长虹，大刀足足有80米长。萧云不慌不忙地抽出黑魔剑，蝼蚁而已，万剑流连绵不绝击在霸刀之上，又是一招刀卷苍穹。可见柳天都虽然狠话连篇，但也是有些黔驴技穷，但终归实力还是有的。萧云的金钟罩神通也是没抵挡得住瞬间破碎。男人是万古最强第一人，任何功法只是参悟一遍便能炼制大成。然而就在这一战过后，所有混沌弟子的心中都凉了半截。这柳天都的霸刀果然霸道，萧师兄要完了。柳天都凌空俯视着萧云，下面的黑气并非烟尘，而是沾身不灭的重瞳神火。
这一战不管你是人是神，都得败了。萧云的眼瞳中爆发出一缕从未被人察觉过的金光，下一刻周身神火不仅尽数湮灭，气势竟也更胜从前。这神通竟然是修炼1000年的他也未曾见识过。妖孽，你这究竟修习的是什么？此刻萧云如九幽钻出的魔，杀你的神通，你无需知道。无敌拳印直接对上柳天都放下的天空，一击之下全部破碎。这突然来的逆转，只有混沌圣地的弟子们才看得明白，这是万古以来没人练成的神通，是祖师爷自创的。萧师兄竟然也达到了圆满境，这算下来，萧云展现的神通已经有6个，并且这才是他混沌圣地沉寂多年的最强绝学。难道真是老祖显灵？天空中的柳天都举着大刀，这一刻的日月星辰都显得暗淡无光，要的就是你这块磨刀石，谁给谁磨刀还不一定呢。此刻萧云拳印之上迸发出圈圈道纹，只有达到圣主这等境界的人才知道，这是大道的道纹啊，大帝才会拥有的东西，这简直是堪称得上修炼界的奇迹。一击之下，这一招的孰强孰弱已经不言而喻了。柳天都一击被轰在胸口，满眼的费解。大道的道纹以他这个境界的人是认的，就是不解的是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辈身上？你为何会有？此刻的天空已经恢复了先前的情况，萧云嘴角挂着笑容，我为何会有？因为我无敌。萧云只是说出一句我无敌，原本凡胎的他竟然差点化身为神明，如大道真言般扩散，震得柳天都连连后退。萧云蕴含着大道道运的一拳击出，柳天都这个1000年老怪物的败北已成定局，垂死挣扎下还是用出了日月无光，但周遭再也不是无尽黑暗。萧云反手就是一劈动，柳天都重重摔在地面，紧接着又从大地擂台上翻滚摔落下去，直接昏迷，样子可谓是狼狈至极。萧云望着眼前的柳天都，怎么还没打过瘾就晕过去了？我说你这个要迈入圣境的人怎么这么不经打？没意思呀！这时帝天与圣主赶来，这家伙的无敌道心已被破，为了压制反噬才昏迷的，想必是短时间内无法成圣。为师有你给的菩提果加持，定然能够追上他。一旁圣主倒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你们这师徒俩是轮番的去吊打柳天都吗？他要是没晕过去，也得被你俩活活气死。数日后，盘坐在地峰上修炼的萧云陡然睁开双眼，如今的修炼又到了即将要突破的瓶颈，可精神力还未达到极限，想要做到万古最强者，就要每一步做到极致。这时，叮咚一声提示音，最新任务：每击杀1名神桥境之上修士，增加10次顿悟次数，上限10人。萧云一愣，这还真是天黑点灯，雨天送伞，瞌睡了就有人给拿枕头啊！有了这么多的顿悟次数，自己就完全不用愁了。此刻，突然林小雅焦急地跑了过来，手中拿着的是萧云家族派护卫连夜赶路几个月送来的信件。护卫到这边已力竭身亡，信中说到家族中因在矿区发现遗迹，被诸多实力觊觎，如今能依靠的便只有萧云了。萧云纳闷道：以那混沌圣地圣子的地位传回去，一个小王国的势力怎么可能还敢发难？不过从一直待在宗门的林小雅口中得知，前面是因为怕自己死在真龙朝没去告知，自己回来后便派人告知了，却又被中途拦了回来，只因为自己从圣子晋升为准神子，先前去的那批人等皆不够资格宣读神子的宣告。刚好今天一早圣主就亲自召集了1名太上长老，3名普通长老，外带10名执事已经出发了。等他们到了，那部黄花菜都凉了。转念一想，自己也该出去历练了。随后向师尊说明了情况，以萧云现在的神桥境实力比许多洞天境的都要强，但帝天为了以防不测，还是为其种下一枚可以发挥出他全力一击的权利。原本想单独带着赵无极出发的萧云，没想到余下2名师妹达到神桥境，也正好达到宗门外出历练的标准。随着咻咻咻4声，这结伴而行也就水到渠成了。7天后的大威王国凤灵城，许多御剑修士都是至少达到神桥境的实力纷纷赶来。萧云望着城中的光景，他萧张叶3家原本是这凤灵城内的3大家族，但看这群修士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是3大家族所有的，看来都是为我萧家内矿区的宝贝而来。赵无极这个只知道修炼的武师，自然不理解萧云此番前来练武，以他神子身份，随便派个长老来不就好了？赵兄，历练往往才最能提升心境，何况这还是系统的任务。走了，随我去萧府开杀！萧云究竟说了什么话，给他老爹都吓了一跳。此刻凤鸣城萧府，叶奇峰端坐在萧家的家主之位上，将萧家主气得拄着拐杖都站不稳。萧恒，你个老东西，我劝你们识相点，痛快的交出南边的那片矿区，不然我叫这凤鸣城往后就再无你们萧家。此刻萧恒拄着拐，叶奇峰，不要以为你拜入了圣王宗就可以胆大妄为，我儿萧云可也是拜入了混沌圣地，相比于圣王宗，他6大圣地可比你们强多了。混沌圣地，叶奇峰轻蔑的一笑，你说说其他的倒也还行，他混沌圣地已经不知道没落了多少年，相比于我们蒸蒸日上的圣王宗，我猜测马上6大圣地就可以重新排名了。另外，我哥哥叶大刀可已经是圣王宗的圣子，岂是你儿子一名普通弟子可以比的？萧恒突然眼瞳骤缩，那叶大刀可也就仅比萧云大上7、8岁，没曾想如今竟然成了圣子，难怪近日来城中多出这么多神桥境强者，定然都是那叶大刀的追随者。就在萧父举足无措之际，萧云4人也来到了大殿门前。是哪只狗在我萧家厅堂乱吠啊？萧恒一看，顿时惊喜，是云儿回来了。叶奇峰嘴角撇了撇，我当是谁？原来是萧家的小废物，怎么的？是被混沌圣地给撵出来了吗？萧云没有理会，先是拜见了父亲，又是介绍了身边2名跟随而来的师妹。萧府一听，好，这师妹肯定好啊，不仅青梅竹马，还门当户对。萧云越品，怎么越觉得不对劲呢？老爹你够了！眼见着居然将自己晾在一旁，叶奇峰不仅不生气，还反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2位师妹，我是圣王宗的叶奇峰，想必我大哥叶大刀圣子的威名你们都有听到过，以后肯定成圣的存在，敢问师妹们芳名啊？萧云当即就喊到赵无极，给我把他扔出去，挖墙脚挖老子头上。叶奇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就被跟个小坤仔似的提了起来。萧云，你这是在让你们萧家提前走向灭亡？赵无极紧接着就是一脚，连丢都懒得丢，聒噪。随后听着萧云在一旁介绍自己，这位是荒古圣地，也同样是混沌圣地的圣子，还是我的追随者，叫赵无极。赵无极满脸的不屑，瞅你那个装杯犯。可萧家的族人们听完后都不能淡定，2个圣地的圣子给自家儿子当追随者，那萧云的身份得是什么？老爹惊讶的张大嘴，依然不敢猜。只等萧云自己说出口，难道你不是普通弟子吗？
萧云想装杯，却又不好意思开口，然后他只用坚定的眼神看了眼林小雅。林小雅当即便表示明白，我师兄他不是普通弟子，乃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而且我们圣地准备的礼物马上就会到，还有太上长老将会带队前来。萧云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这杯装的简直太有成就感了。这边叶家的二子叶奇风还趴在地上，被赵无极那一脚踹的不仅伤势极重，还直接晕了过去。萧云这边可就厉害了，什么七老爷八大舅的全都围拢过来。云儿现在这么出息了，准神子厉害啊，可比那什么狗屁圣子的强多了。萧云谦虚的挠着头，没什么，将来我肯定会成为神子的。赵无极这边就是一句我尼玛，我以后可要和这个装杯狂保持好距离，不然自己早晚要被传染了。与此同时，凤临城的叶家府邸内，叶奇风是被家里的家丁抬着回来的。此时叶家的长子叶大刀与家主叶璇都在。大刀，快看看你弟弟这是怎么样？叶大刀只是略微用元力感受了一番，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却被打断了10几根骨头，躺上2月是跑不了了。只是没想到这萧云竟然敢如此狠啊！真以为以他圣地普通弟子的身份就可以和我们叶家叫板了吗？这时候全身被缠成木乃伊的叶奇风也醒了。大哥，你要为我报仇，我就是不明白他小小一个萧家为什么不早点灭了他们，抢了矿区不就行了？可修炼界的一些残酷，他这个弟弟又怎么知道？不探清楚那萧云的底细，很可能一步错就会给他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其父叶璇也是对叶大刀的做法颇为赞同，你没事就多学学你大哥。其实在来之前，叶大刀在宗门内也是听见过一些风声的，但是真龙朝过去了这么久，萧家都没有传来混沌圣地派人过来封圣的消息。看来此萧云非比萧云，当下脸色一沉，道：奇风，你就在家放心吧，哥这就带人去给你报仇。这时萧家萧母的庭院内，臭小子跑这么快干什么？萧云眼睛略带不安的瞥了眼身后还追出来的老父亲。萧母的那架势刚才着实给萧云吓了一跳，留下他的2位师妹连人家的生辰八字都给问清楚，还有你这留人家在屋里单独谈也就算了，怎么还一下留2位？你这是要做啥？随后也不去想了，对着父亲道：还是带我去矿区看看吧，我倒想见识见识究竟是何种的宝贝让这么多家族都惦记。萧云突然与10名洞天境300名神乔境为敌，但是他自己却还是神乔境。事情起因回到1小时前，萧云父亲萧恒拄着拐，我萧家矿区不是不能去，而是被叶家的叶大刀带回的数百名强者围得水泄不通，我萧家连一个洞天境的都没有，只能干瞪眼了。但是萧云听见这么多强者，反而是一脸兴奋的模样。对于他来说，这10名洞天境修士不就是刚好给他完成新任务拿奖励用的吗？虽然对面父亲还有些担心，但听闻萧云说，既然能给别人当追随者的洞天境，自然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天赋的，根本不会是自己对手。这时身后赵无极眼中的寒气顿时让萧云脊背发凉，这赵无极最近怎么这么敏感？莫非不是步入更年期了吧？但随即还是拍了拍他肩膀，你是2大圣地圣子，自然和那群废物不同，走，随我去矿区告诉他们他们与你之间的差距。而赵无极的关心点也只在于萧云这次不要和他抢对手。这时萧云看了眼父亲，随后3人御剑起飞。半盏茶后的萧府门口，叶大刀带着3名家丁在院门叫嚣，可在开门的家丁口中得知萧云他们居然已经走了，还去了那座埋着宝物的矿区。早就将那处矿区视为自己囊中之物的叶大刀自然不能忍，何况自己带的众多高手也在那，正好不失为一个萧云绝佳的埋骨之地。此时的原本萧家矿区处正站着叶大刀带过来的几名阵法师，萧恒凌空而立道：自打他们过来就已经连续破解了1月有余，但依旧破解不开。萧云观察出了这应该是位散修高手的洞府，但赵无极却有着异样的感觉，其中有着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萧云直接率先俯身下冲，管他是什么，下去看了才知道。刹那间3名神乔境修者便拦了上来，大言不惭道：这里是我叶家领地，擅自踏入者死。萧云的一个眼神下，早就忍不住的赵无极便冲了上去，抢占了别人家的产业，居然还如此理直气壮。赵无极轰杀了右边的一人，萧云直接将左边的那人击杀。萤火之光也敢于皓月争辉，萧父直接惊讶的张大了下巴，自己的修为也仅限于此，如今神乔境居然秒杀神乔境，还如此简单的吗？这时其余的叶家修者似乎嗅到了危机，纷纷腾空。动我们叶家的人知道我们都是谁吗？我们可都是圣王宗的圣子叶大刀的追随者，1、2、3、4、5 10个刚好。可在萧云的眼里，他们都只不过是鸡粉。黑魔剑直接祭天列出万剑流大阵，继位蝼蚁就该管好你们的嘴。天空突然出现座剑阵，剑阵竟然倾泻出足以秒杀神乔境修为的飞剑。然而让下方所有修士都意想不到的是，召唤剑阵之人只是个先前他们看不上眼的神乔境。赵无极也是愤怒的一拳，这次轰飞了2人，口中还不满的抱怨道：说好的不抢我对手，你又抢。萧云甩手又秒杀了1位洞天境修士，转头丝毫不顾旁边还有1名要偷袭自己的洞天境。神乔境的都给你了，洞天境的别和我抢。随后只见余下还剩下7名洞天修士直接转身逃走。萧云挠了挠头，有些懵，洞天境就这也太弱了吧。随着被秒杀的修士越来越多，几乎全是砍瓜切菜顷刻间的事。最后1名逃得最快的洞天境嘴中直呼妈妈，追杀我们还嫌我们弱，这去哪找天理去？这时萧云身后不远处1人急速飞来，口中大喝道：住手！萧云眼睛瞥了瞥，这个洞天境的倒还算不错，实力勉强差不多和李不凡相当，但也仅仅是让他提起一丝兴趣。转眼再次将那第10名洞天境修士击杀，70次顿悟次数刚好到手。那名喊话的洞天境修者也道：让你住手是没听见吗？听见了呀，不过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命令我？叶大刀此刻背后气息翻涌，洞天之力凝聚而出，如那9天银河之上倾泻而下的星辰，愤怒道：你居然敢杀我的追随者！原本是想放你们萧家一马，既然如此，就让你们整个萧家来陪葬吧。顷刻间一个参天巨掌落下，直压萧云，念在混沌圣地的份上，就先废去你的修为吧。可
下一刻叶大刀就直接呆住了，自己虽说不是全力的一掌，竟然会被萧云化解了。莫非他真是真龙朝内打败李成帝的萧云？怎么了？这难道也是江浩然那个废物告诉你的吗？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接住我的一拳，还有力气逃跑？此话一出，仿若晴天霹雳。不过惊讶归惊讶，那真龙朝内毕竟是同境界的比试，我高出你一大境界，念在你是圣地弟子的份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便算过去了。开启3个洞天已算是天才，叶大刀身上足足浮现有7个，随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祭出4项剑阵，萧云凌空一指，剑气流水。再是一个9转霸拳，就继续向着余下的修者轰来。毕竟叶大刀是次要，先拿到这群积分才是主要的。天空上叶大刀根本来不及阻止，追随者们就又被轰杀几人。主要还有一群螳臂当车的修士认为一起上就能对付的萧云，结果就造成了被一锅端的景象。等叶大刀冲下来，已经是无济于事。叶大刀气得直接将手中的一柄刀形武器甩了出去。萧云乐呵呵的就愿意看他这气急败坏的模样。随后背后再次召唤来万剑流剑阵，剑气席卷如滔天巨浪。但离奇的是，这次居然没有挡住这把刀。随后召唤出金钟罩时，居然也被瞬间击碎出了裂纹，没有任何意外。大刀直插萧云腰腹，半个腰子直接被嘎没。没想到把萧云大刀如认主般的重新飞回叶大刀手里。当年我出生时不仅伴随上古圣人异象，还有这把半生的圣刀，即使他如今封印未被解开，也足以为我增加大量的战力。萧云捂着腰子大口喘气，难怪这么强，这居然是和自己圣地中幻魔塔一个级别的武器，连圣地都为数不多的几件圣器。随后刀握手中的叶大刀直接冲来，今天不废了你修为，我都不叫叶大刀。萧云嘿嘿嘿直笑，这不就是一个散财童子吗？杀了你之后，不仅能和系统兑换顿悟次数，就连你的圣兵也是我。混沌大帝的虚影缓缓浮现在萧云的背后，正好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巨大的拳头也不再如先前那般是金色，只见一拳下，叶大刀直接目光呆滞。他有的不过是剑未解封的圣兵，可哪里见过如萧云这般直接使出大帝才能用出的大道战技。男人出生时不仅有圣人异象，还伴生了把极为稀有的本命圣兵。然而萧云这个老六竟然将人家大能转世的圣兵给抢了。你说你这千里迢迢的来看我，还非要带礼物？等我正道大帝时，肯定让后人给你著书立传，传扬下你的美名。叶大刀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手指掐诀道：做梦吧大傻子，连本命圣兵上有我的精神印记都不知道，只要我引爆他，你必死无疑。萧云感受着自身汹涌磅礴的金光之力，眼神随即冷淡的瞟了瞟，一道破印记而已。既然你已经将印记引爆，那我就直接再种下一道好了。叶大刀引爆完印记，萧云不仅毫发无伤，反而还直接将自己的精神印记给种了上去，还高举大刀放了个烟花庆祝。好了，叶大刀肺差点都被气炸，冷冷的凝视着萧云，他实在搞不懂自己的半生圣刀还能被别人夺走了。7个洞天之力直接凝聚出去，这是传回宗门，自己也算是没脸活了。萧云看见眼前如猴般的叶大刀，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就和当初的李不凡一个样吗？直接用叶大刀的本命圣刀使出了万剑力，想自爆洞天来和我一战，只可惜了你的实力还不够。本来还有信心想拼杀一波的叶大刀，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自己的本命圣刀给击穿了，瞳孔放大，面容狰狞。萧云，我定要诅咒你万劫不复，霉运缠身，我就算化作厉鬼也不放过你，圣王宗也不会放过你。随后一挥，直接将其当烟花炸掉。至于刚才的话，完全被萧云当作耳旁风，一个圣王宗他根本就不带怕，自己得罪过的敌人论排队，他圣王宗还真不够资格。再说随后此事一了，他也准备带着整个萧家迁移回来后，萧云的父亲和赵无极还守在阵法旁边，得知自己儿子竟然将圣王宗的圣子都给斩了，也有些吃惊。赵无极此刻告知萧云，如今自己离得越近，那股来自灵魂的召唤感就越加强烈，这里的东西可能与我有关。萧云大喝一声，那就起来。紧接着刀芒划破苍穹，原本圣王宗破解1个月无果的阵法直接碎了。到底有没有缘分，让我一刀劈开不就知道了。山洞中有着一尊作画千年的骷髅，其身迸发出的金光刺的萧云3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赵无极立马可以确信这就是一尊荒古圣体，唯有荒古圣体死后才能做到古神不朽。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这位拥有荒古圣体的前辈没有成圣，应该是修为不高时就死了，因为一旦成圣的荒古圣体就是仅次于准大帝以下的存在，轻易是死不了的。以赵无极的猜测，多半是涅槃境就陨落的，因为涅槃境最为特殊，修者要渡9次劫难，渡的不是天劫，而是人劫自然劫。窝在宗门内一心闭关的修者是突破不了涅槃境，更主要的是修者一旦处于涅槃境会有一个弊端，修为此刻会有一个忽高忽低的状态，高时甚至可以超越到下一境界超凡，达到超凡境界巅峰，低的时候甚至可能跌至炼体境。所以这具尸体的死因可能就是倒霉死。但赵无极此刻表示自己用秘法可以融入这具尸骨，以助自己完成1次蜕变。我们萧家矿区的东西自然是归萧家，更何况按照约定来看，我更没必要让你变强吧。赵无极这下也明白了，除非自己能拿出合理的交换条件来。对着骷髅的眼眶处红光指道，那里便是精神力散发凝聚而成。荒古圣体的精神原力可遇不可求，你不是想在洞天境精神力达到极限吗？他可以帮你做到。按理说这完全都可以是萧云的东西，没必要分享。但这荒古圣体的精神原力不同的是，没有荒古圣体的帮助，除非自己就是荒古圣体，否则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吸收不了。这一刻的萧云也只能妥协。随着赵无极先是将黄金骷髅融入体内，通过转化引导后，直接将其中的精神原力传给了萧云。萧云的精神海内直接凝聚金丹，精神力第10炼完成，霎时间周身道纹流转，精神力与第一次的武力值一样，再次打破了大地境之下的极限，拥有了大地才会拥有的大道道纹。只要是萧云盘膝的周围都是一片生机勃勃，望着这极为浓郁的生命气息，其父萧恒直接盘膝坐了下来。如此千金难求的大机缘
源正是自己突破的绝佳契机。只片刻钟后，萧恒便感受到自己已经突破到神桥境巅峰。旁边的赵无极愣愣看着这一切，不得不说萧云的运气是真的好。别人可能一生仅能遇到一次的蜕变，在他这里跟家常便饭一样，但他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超过萧云。这时，萧云的眼睛里放出2道金光，金光之上直达苍穹。下一刻，一股有我无敌的气势爆发开来。这一刻，我就是无敌的存在，谁敢一战？突然晴空直接转乌云，这还真是装杯遭天劫。话没说完就要劈啊！萧恒满眼的担心望着自己的孩子，云儿不会被劈焦吧？但赵无极一句话又不得不让他觉得很有道理。正所谓祸害1000年，他死不了。下一刻，萧云唤出混沌体雏形，连防御都不防御，正好给我肉身洗个澡。麻溜的天劫再多来几道，萧副手心里都是捏了一把冷汗，都是自家人在场里没必要了，一天不装杯会死啊！不够，太弱了，就这点本事。下一刻，萧云直接就愣住了，劈就劈，不带急眼的把天劫割，就装个杯而已啊！此刻突然变得有些清凉的萧云瑟瑟发抖，不是吧？还来？男人天生谁也不服，和天劫叫板。下一刻，直接差点被轰成渣渣灰，还好混沌体雏形肉身强悍，不仅得以存活，还重塑了肉身。这时叶府内，叶大刀的二叔慌忙传来消息，不仅大刀侄儿死了，连他带过来的追随者也尽数死绝。叶府直接喷出一口番茄汁晕了过去。这时二叔招呼叶奇峰赶紧逃命，自己回家先招呼家眷，日后城外再行会合。下一刻，老谋深算的叶父眼睛睁开了，你二叔他们逃不远，为父刚才是故意昏迷，为的就是你这个傻孩子。说罢，从怀中掏出一块大地令，你带着此物去东荒天地山，届时自会有人替我们报仇。叶奇峰惊讶地看着自己手中的令牌，难道我叶家也曾经出现过大业？叶家不仅出现过，而且还一连出现过2位，甚至在实力底蕴上已经超越了混沌圣地。但不幸的是，他们凤灵城的叶家只是条分支，与宗家的东荒叶家已经不知隔了几百代。若不是叶大刀返璞归真，突然觉醒血脉，主家的人也不会过来赏赐这一枚大地令。眼下一枚令牌只能掩盖住一人的气息，显然叶父是逃不掉了。只有叶奇峰单独逃走，才有一线生机。最终也是以性命相逼，叶奇峰也不得不离开。叶父的眼中已然是如死无畏，本想借助着叶大刀的天赋重回宗家，如今突然出现萧云这般人物，一切都成泡影。这一刻的萧家院落内，萧云安排父亲与赵无极处理叶家的其余零散事，自己则坐镇萧家。无极兄一看就是英武不凡，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一会就全看你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就只能抓几只杂鱼。萧云当时就无语，这就连兄弟都叫上了。此刻萧云坐在萧府精神力外坊，可以说是精神力10炼之后，整个凤灵城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观测之中。叶家一个都别想逃出去。可就在半个时辰后，叶奇峰还是跑了，想来身上定然有什么奇物。一条杂鱼萧云也没放在心上。此时赵无极表示自己在下一个境界时定然会挑战萧云。寻常的荒古圣体很难挣到大业，但我可是拥有2具荒古圣体。萧云掏出20枚龙涎果留给父亲，与他母亲2人每人可增寿100年。我在未来的路上定然少不了敌人。父亲安排妥当后，就带着族人来我混沌圣地定居。与此同时，萧云早便感受到有一强者气息盘踞在凤灵城的上空。究竟是谁杀了本座的徒儿？若是没有答应本座，便血祭了这整座凤灵城。男人一言不合就想灭了一座城。萧云也知道此番大战是躲不掉，金光一闪，直接将叶大刀的半生圣刀祭了出来。段德得知萧云就是那真龙朝击败各路天骄的天才，还打伤了他们圣王宗的神子江浩然，就更有理由借着为徒弟报仇的理由斩杀萧云。只见段德瞳孔一缩，背后一片碧蓝星阵闪现，汹涌能量如浩瀚浪涛吞噬天地，直接凝聚成一条神龙袭向萧云。面对如此惊世之威，萧云不闪不避，冷哼一声，黑魔剑直接化出万千剑流，迸发出光芒，照亮整个凤灵城，响彻在所有城中之人的耳中。一击之下，竟然与超凡境界的段德不相上下。段德也是面色凝重，虽然自己是神魂出窍，就算斩杀洞天境也不在话下。一个区神桥境怎么会比洞天境还要强？就算是他们宗门神子，在他这个时候也没这实力。因为我是天才，我无敌。面对萧云的嘲讽，段德的脸上也逐渐难看了起来。就算你天赋再高，也敌不过本座的祭灵。霎时间，从段德体内冲出的黑影竟然是太古凶兽，修士达到祭灵境便可在洞天之内祭炼真灵。萧云也是用出金钟罩才挡住一秒，瞬间布满裂纹。没想到这段德竟然祭炼了一只太古凶兽。萧云眼神凌厉地拔出圣刀，面容之上并没有显得惊慌失措，炽烈刀芒暴涨几百丈，直接对准太古凶兽一刀就劈了下去。看着眼前被劈散的祭灵，萧云并没有欣喜，因为下一刻竟完美的复活了。段德发出嘿嘿冷笑，只要我不死，祭灵就不灭。下一刻骑在祭灵之上，手上拍出3只金光掌，印向着萧云镇压。城中有围观的凤灵城修者都是面露惊骇，这萧云竟然与圣王宗的第一太上长老对战，只希望他败了之后，圣王宗的怒火不会牵连到我们。一时之间，萧云的老爹也有种窒息的感觉，云儿不会有事吧？突然，只见萧云背后浮现朵朵莲花，一尊金光佛陀虚影显现。也幸亏这圣王宗距离这很远，段德的灵魂抵达这里后实力不强，不然萧云还真就没有赢的希望。紧接着，萧云的无敌拳印继续砸下，将段德的攻势全都轰了个稀碎。段德脸上阴沉无比，眼看着再不拿出些拿得出手的本事，还真奈何不了此人。刹那间，一柄火焰长刀划破天，段德的声音洪亮响彻天际。今天就算你再妖孽，也一定要死在这里。男人耗损10年阳寿，凝聚出开天一刀，4炎将染红了半边天。萧云一手掐诀覆海印，一手玄冰剑印，覆海印所过之处，火焰长刀的威势尽数被破灭。最后玄冰剑印带着阵阵森寒之气，更是直刺段德的内心。萧云小年纪竟然就领悟这么多神通，让段德的脸色一变，猛然五指成爪，掌心凝聚出一圈紫色的闪电，大喝一声，雷轰天印。
雷法虽以攻击著称，但下一秒萧云的无敌拳印接踵而至，似乎也是感觉到了段德这个老泥鳅不好对付，趁你兵要你命的打法也是接连让段德喷出好几口番茄汁，最后差点连胆汁都给吐了出来。二话不说也是不再顾及老前辈的形象，当即踏空就想出了36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萧云见着把对方打得都没脾气，也更加来劲了，想走那就将你这具神魂彻底留下吧。段德眼瞳瞪大，也是没想到一个小辈竟然真的敢伤自己，人情世故一点不顾及，直接祭出了4项剑阵，感动我神魂，我的本体已经就在赶来的路上。回应段德的是萧云脸盘大的黄金右拳，也立马让段德从此闭嘴。届时远在万里处的一处天空，段德本体也是接连吐了好几口番茄酱，脸色也陡然间苍白如白纸，眼神阴冷带着满满的杀气。臭小子竟然真的灭杀我神魂，即便你是混沌圣地神子，今天我段德也要斩杀你。凭着不吃馒头争口气的气势，直接给自己受伤的躯体又强行提速了一倍。萧云这时落地后也并不好受，喷出一口血后也险些栽在地上，随后让父亲召集所有族人立刻逃离，而他自己竟然要独守凤鸣城。萧父与赵无极全都是一惊，对付超凡境这绝对是在开玩笑，能接下一招吗？仙人之下我无敌，仙人之上一换一。男人与高出自己6大境强者对战，虽知必死，眼神依旧坚定无比。上次我能斩你神魂，下次便能斩你本体。可下一刻本该落下的掌影却支离破碎。萧云猜对了，段德瞬间就如被夹住尾巴的猫，转身便要逃，可天空中的路早已被一座能量屏障阻隔，被迫落地的段德慌忙就是抱拳行礼，报出自己圣王宗大长老的名号，希望可以得到来人饶过一命。来人萧云认了，一眼认的正是之前想收自己为徒的雷祖，修为在整个修炼界算拔尖，就是大圣境之中都算最强者，实力仅次于准帝之下，绝对是绝顶强者中的绝顶强者。萧云没想到这样的人竟然会来保护自己，当下一道炸雷落下，根本没听段德废话。段德也知道这一下若不是留守，自己也没有狗命，跪在地上也不敢起来，都是晚辈大脑缺氧，小脑短路，一时糊涂竟做了这糊涂之事。他可深知面对雷祖这种九霄大陆顶尖人物，自己根本惹不起，想头接连就是不断，丝毫没有那刚才对付萧云时这天下有我无敌的气势。雷祖此刻留他一命，自然是别有用途。你连我们混沌圣地准神子也敢杀，看来不是你嚣张，是你背后的圣王宗越来越嚣张了。抬手一吸，段德直接就像个小坤崽子似的就被吸了过来。你不敢了，但我看你们圣王宗还敢。走吧，带路跟我去一趟。段德内心是想反抗，可是身体已经由不得自己来控制了，绝对实力面前他就只能是个小坤崽。这一番表现看得萧云与赵无极对实力也有了全新的认知。雷祖的确很强，不过去圣地之下第一宗的宗门他俩心里都没底。数日后，一座依山而建黄金楼宇，身后是广阔无垠的一片群山，这山脉气势巍峨磅礴，高达万仞，如一头巨龙匍匐在地。萧云此刻望着眼前，难怪这圣王宗敢有这胆子挑战我们混沌圣地。此时一手山修士跳了出来，何人胆敢闯我宗？话都未说完，直接被雷祖一声冷哼，圣人之下皆是蝼蚁，直接跌落山崖。这时圣王宗宗主感到躬身一礼，原来是雷祖大驾光临，我圣王宗真是蓬荜生辉。雷祖同样是一句滚将你家的长辈出来，圣王宗宗主这时也是一点脾气没有，应允一声。毕竟雷祖这样的人物横扫修炼界时，圣王宗宗主在他面前也的确只能算作小屁孩。没过多时，一老者身形浮现，张大雷，你来所谓何事？萧云是强憋着笑，差点没笑出声，实在是联想起这名字和这人不能怨自己，就生生给咽了回去。这时候可千万不能灭了己方的威风。陈鲁德，雷祖声音冰冷，抓过段德，满眼杀气的凝视着眼前此人，你们圣王宗大长老都敢来杀我们圣地准神子，是打算想开战吗？雷祖带着萧云一同打上圣王宗。陈鲁德这时前来，算与雷祖辈分相仿。张大雷，你说我们圣王宗大长老杀你们准神子，他这不是好好的，你休要污蔑。雷祖见这老匹夫要耍无赖，废话一点不多说，直接一道雷光便直接斩向圣王宗的圣主。圣王宗圣主差点当场窒息，幸亏陈鲁德拦截的及时，才没有昏死过去。怒喝一声：张大雷，你这是疯了吗？敢杀我们圣主！雷祖同样是一句话回怼：又没死，我杀你们圣主了吗？毫无疑问，雷祖这是拿话在讽刺陈鲁德先前的话。想我雷祖也纵横修炼界千年，想拿话敷衍老子，拿梦去做吧。陈鲁德也知道这雷祖不好糊弄，深吸了口气，也觉得没必要为了个段德得罪雷祖。你回去吧，本座知晓定会处置了段德，给你们混沌圣地一个交代。雷祖却是继续提着段德，一股更为强横的气息爆发开来，让我派个超凡境刺杀了你们的神子后再杀了他，你可接受？你看我像是好糊弄的吗？跟我讨价还价你还没资格，就算是辈分相当，雷祖也丝毫不给面子，一击轰在圣王宗的护山大阵之上，叫你们准帝出来才有资格，否则灭了你们圣王宗。雷光如雨幕，密密麻麻落在护山大阵之上，陈鲁德也不得不再次出手。张大雷，你想找死吗？就凭你一个人也想灭我们圣王宗，想见我们准帝，那你就看好。雷祖冷笑一声，手掌擎天，一股更恐怖的威势，一口古朴巨钟凭空浮现，接着一阵威压而下，圣王宗内包括宗主在内全都跪倒在地。这股极为可怕的极道地威根本不是他们能抗得住的，就仿佛一尊大帝在苏醒。陈鲁德望着这一幕也是没法子了，瞳孔一缩到竟然是混沌中。真正的混沌中萧云这也才是第2次见，而这次不同的是他不再温顺，恐怖的极道地威汹涌倾泻而下，极道地兵的威势在雷祖手中被开发的淋漓尽致，更何况这还是诸天万界最强的地兵之一，就连赵无极也双眼迸发出炽烈的光芒。萧云内心无比震撼，当然感触最深的还要当属圣王宗之人。见大阵不断阵战，陈鲁德也急了，口中大喝住手，手上还不敢停顿的撕裂虚空，拍出撕天掌。大阵一旦被破，恐怕宗门内圣人之下都无人可活。
陈鲁德这门神通也算作是门大神通，可当作看家本事。一时之间，强横的大圣实力展现到淋漓尽致。凭你也想妄图撼动地兵？雷祖眼神森寒凌厉，下一刻混沌中内混沌之气化作万千柄大道之剑。陈鲁德慌忙撑出屏障阻挡，暗叫道不好。紧随着神通碎裂，人跟着就被轰飞出去数丈。雷祖眼神冰冷，根本不管，继续催动混沌中之力向下砸去。恐怖地威这下一击就将护山阵砸得凹陷，并且周围处就已经开始有裂纹在浮现。门内弟子都被声响惊动，纷纷出来望着这惊世骇人的场面。混沌中内如收纳了万千星辰，星辰之力狂涌而下，所有人皆是震惊道：这究竟是谁敢攻上了他们的宗门？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住手吧！只因为有人要刺杀萧云，雷祖便动用极道地兵，要一人灭了一整个九霄大陆的第一宗门。雷祖手握雷霆继续发力，恐怖的地兵一下下撞击在大阵。终于在这时，有一位白发老者冲了出来，手中凝结着翠绿色火焰，一股强烈的生机之力，翠绿手掌竟然直接将地兵挡住。地兵虽强，但你终究不是大帝。这一击的可怕让萧云两人气色变，能徒手撼动地兵的人，此人定然是准帝境界无疑。雷祖眼中泛起一丝深寒，木七，你个老家伙原来还没死透呢！听见名字后，赵无极慌忙对萧云传音，这木七是圣王宗活了有4000多年的一位准帝，并且还是这修炼界最古老的强者之一。就这一个老古董级的名头，就足以说明了此人实力的强悍。陈鲁德见状，伸手大喝：张大雷，你居然敢直呼准帝的名讳，还不向墓祖道歉？你是不想好了吗？母猪！萧云闻言呆住，为什么要向母猪道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张大雷闻言后非但不停手，直接催动混沌中朝陈鲁德轰击过去。该道歉的是你们吧？住手吧！木祖眼神凌厉，当下抬手一挥，混沌中便再次被弹飞到空中。雷祖须发皆张，双手间的雷光更闪。准帝，以准帝算个坤吧！惹怒了老子，今天说灭你们圣王宗，今天就灭了你们圣王宗！话音一落，地兵在雷祖全力的催动下，背后瞬间浮现出了一道混沌老祖的虚影。在场的所有人皆是大惊，混沌大帝！因为那道虚影逐渐凝实，如同跨越太古洪荒，穿越时空而来，一股能让诸天万界臣服的威压横扫而过。无数双眼睛皆从沉睡中醒来，让墓祖的准帝道心都为之一颤。圣王宗的那些弟子们更是被惊吓得乱作了一团。极道地兵的威势，竟然有人想复苏极道地兵！木七脸色凝重，望着混沌中上的朦胧虚影，雷祖你寿元无多，如果此次强行复苏地兵一战之后，你也必死无疑。可哪知这些话非但吓不退雷祖，反倒让他气势更盛，冷笑道：老子反正死就死了，死之前也拉你和你们整个圣王宗垫背，怎么不服啊？下一刻，混沌大帝的双眸睁开，周围空间都随之一颤，竟然凭气势就让整个护山大阵咔嚓一声。木祖见状，急忙伸手：别了，我们圣王宗给你个交代便是，快住手！毕竟他成为准帝后还有个几千年可活，和雷祖一比，那就是光脚不怕穿鞋。雷祖为了萧云不惜耗费最后的寿元，也要召唤出混沌大帝，达到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轻易不会拼命，所以最怕雷祖这种不要命的。真发起疯来，这片大陆的任何一位强者，他都有资格在临死前一同带走。最终刚踏入准帝的木七对着段德手指道：说吧，你究竟是何居心敢对圣帝准神子出手？段德吓得立马凌空就下跪：木祖明鉴，是他们准神子先杀死了我们圣子，老夫是不得已为徒儿报仇才出的手啊！年轻一代的事情可由不得你个老家伙横插一手啊！你杀我家天才，我灭你家妖孽的这成何体统？既然你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扰乱修炼界，此事自然是我们圣王宗理亏，那锅就该有人来背。说罢一击，神通瞬间撕开虚空，直接洞穿段德身体，手法很干净利落，甚至段德都来不及发出惨叫。木七转眼望向雷祖，怎么样，可以了吧？对自家第一太上长老出手这么果断，张大雷也有些震惊，不过转念却道不够，我现在就派一名死士杀了你们神子，再杀了他，你可愿意？老匹夫，你得寸进尺了呀！木祖也还是需要面子的，眼中满是怒气，那就看你们的神子江浩然出不出门历练，要不跟个小坤仔一辈子窝在宗门，不然出门我就派人给杀了。你究竟想怎样？不多，老夫听闻你们圣王宗内有一棵天地树，老夫要10颗天地果就行。木七心道这老夫死一如既往阴险，原来在这里等着我。不行，最多3颗，既震慑了个大宗门，又能捞到好处，证明了他混沌圣地虽然没落，但还有拼命的在。原来这雷祖的算盘早就打好了，奸诈的一批啊！3颗也行，但要让你们神桥境的弟子都出来跟萧云一战，你们不是想报仇吗？给你们个机会，生死不论，你们出人数量不限。木七看雷祖那表情，就知道自己出3颗又正中了他心意。不过自己不限制人数，不信还整不死他一个萧云吗？当下手一挥，陈鲁德，去给我把能拿得出手的神桥境都给我叫来，能用剑阵的，能使阵法的都给我喊来。张大雷，你给我等着后悔去！张大雷凌空而立，哈哈大笑。木七，瞧你那个损闪样，不怕欺负你们？你们圣王宗都是一群废物，我们只出萧云一人即可。萧云，接下来的主场可就都交给你了，不会给老子丢人吧？放心吧，弟子绝不丢脸。说罢，御剑直接进入圣王宗上空领域。圣王宗的废物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赶紧过来受死吧！先前被雷祖压着，他们不敢吱声也就罢了，可他萧云算什么一个神桥境？老祖让我去撕了他，我咬死他，死了也拉他做垫背。望着下方嘈杂不绝的叫骂，陈鲁德满脸欣慰，士气高涨，此战必胜。不过也不能人数太多，抹了我们圣王宗的面子。任子期就由你们10人出战，用出你们10绝剑阵斩杀此子。顿时其余弟子都让开道路，本来还想着自己能在准帝面前露个脸，现在圣王宗实剑先出手，我们肯定是没机会，他们联手那就是我们神子都不是对手，看来我们神子又要少个对手了。萧云望着踏空而来的10人，怎么了？你们圣王宗就这么看不起我？确定不加人，那我可要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男人要一人挑战第一宗门内的所有天骄，并且还说他们10剑仙全是废物。任子期身后的9位师兄弟们都有些按捺不住，区一个人还敢这么嚣张？你的嚣张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练习了吗？还是别废话了，废物们！萧云手指一勾，快点排好队，斩了你们，我还等着斩下一批呢。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真是可笑至极。任子期顿时拔剑一挥道：诸位师兄弟们，随我列阵，斩杀此子！不知天高地厚，还不知死字该怎么写。话落，数百道剑光冲天而起，10剑仙同时拔剑，遮天
天蔽月将萧云封锁其中，连天上乌云都随之一颤。围观的弟子们都戏谑性的看着萧云，十绝剑阵堪称得上同阶无敌。任师兄他们虽然算不上同阶无敌，但是一旦联手后，就算是斩杀高出一大境界的洞天境也是如土狗。今天萧云必死。陈鲁德这时也冷笑一声飞起，怎么样，张大雷，这回你失算了吧？待在其身旁就为了阻止雷祖会前去救援，却怎料雷祖也是冷笑，一座破阵法而已，就想要神桥境无敌了？你们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杀我们混沌圣地准神子。下一刻，剑阵之中一股恐怖血气爆发，似血龙咆哮冲破苍穹。萧云祭出黑魔剑后，嘿嘿冷笑：“这就是你们圣王宗的底牌了，真是可笑啊！”任子期似乎也感受到了那股来自萧云体内的无法匹敌的力量，顿时大喝道：“快催动剑阵杀了他，别让他发力！”一柄血色符文大剑划破苍穹，是足足凝聚了上千道剑气而形成，当下便朝着萧云斩杀。然而这一切在萧云使出万剑流后，完全就如同浮游在汉水，浩瀚的剑河势如破竹，一寸寸将那柄巨剑瓦解。任子期这边10人还是持续往其中灌输能量，大家坚持住，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萤火之光妄图比过皓月，你说你们是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萧云背后直接浮现出大道道武，说句实话，杀你们我都用不上第二招。话落，万剑流直接化成剑龙，将血红巨剑吞没，紧接着就是嗖嗖破空声，任子期10人尽数被斩，血洒圣王宗，染红整片大地。围观圣王宗弟子这一刻就仿佛看见魔鬼，这真是神桥境吗？能一招斩杀人子期10人的，就算踏入祭灵境界也不该拥有这般力量，真是不堪一击。弱的一批，萧云脚踏万千剑河环抱而立，还有没有下一批？此刻天空中的准地木期眼中也泛起杀意，越是像他这种顶尖强者，更是知道萧云的部分，此子太过于妖孽，不出绝对不行。萤火之光妄图比过皓月，你说你们是不是在痴人说梦呢？接上话说到，萧云一剑斩杀10剑仙，准地木期就已经动了对萧云的杀心。此时在一旁的圣王宗圣主与陈鲁德也皆是目露凶光，如此天赋悟性，此子将来必是圣王宗的大敌，就是连他们宗门很多祭灵境修士都做不到萧云这样。雷祖在远处此刻一声冷声，伴随着天空一道炸雷再次击出混沌中。怎么了？你们几个目露凶光的想做什么？是想和老子拼命啊？陈鲁德顿时心中一颤，传音圣王宗主道：“这雷祖已经寿元无多，杀死了萧云，他肯定拼命。反正萧云已经得罪了太初天刀霸天3大圣灵，雷祖这混蛋惹毛了就是个战斗疯子。我们只需要坐山观虎斗，还愁那萧云没人去杀吗？”下一刻，圣王宗宗主听见后，连忙对萧云摆手，一副是好模样。萧神子神桥境界无敌，我们圣王宗已经甘拜下风了，此番就点到为止，比试结束。萧云掐着腰冷冷一哼，嘲讽道：“这就完事了？还以为你们能争点气，再送个18000个弟子过来给我杀呢，都还没让人发力，也真是无趣。”气得2个老头牙根子直痒痒，也不敢接话。10剑仙都被你杀完了，真当老夫是傻子吗？神桥境再送多少，那也是炮灰。随后语气平淡：“不过你也不用嚣张，神桥境无敌可不是真无敌，我们神子江浩然会在地路上等着你，就他。”萧云冷冷一笑：“那个废物他行吗？要是李成帝来了，还勉强够砍。”这一句话再次又激起了圣王宗众位弟子的群愤。那江浩然是谁啊？可是他们心目中高不可攀的神，骑着神龙回来的呀！将来一人一龙驰骋天下了，谁敢与之争锋？殊不知在真龙朝内更厉害的真龙一种萧云都打死呀！为了找回面子，圣主继续道：“年轻时败了又算什么？很多大帝成帝前年轻时也败过，你说的不过是普通大帝，真正强大的大帝谁不是一路无敌？”说罢散发出一股有我无敌的气势，我萧云要做就做那最强的大帝。望着那一道炸雷，雷祖嘿嘿直笑：“瞧见没？瞧见没？你们这帮老不死，我们混沌圣地神子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引动天道百灵，这才是被天道认可的大帝之姿。”萧云小眼神一瞥，这杯倒是被你给庄园溜了呀！你当谁不知道神雷是你召唤的？这边的圣王宗圣主都实在是看不下去，3枚天地果当下就抛飞了出去。快走快走，赶紧给东西收好，真受不了你们的花式装杯了。雷祖将3枚天地果抓在手中，嘿嘿一笑：“你小子果然没让老子失望，圣地崛起有望。走吧。”见临走了，陈鲁德还要补上一句：“张大雷，你就好好得意吧，你那么点寿元也没几百年可得意，等你死了，本座会去祭奠你。放心吧，老小子，老夫寿元将近前，谁不找肯定都来找你论道。咱携手共赴黄泉。”飞到半途后，萧云才问出雷祖寿元的疑虑，不过换来的却是个惊天秘密。是啊，但其实是我们混沌圣地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男人仅一人将6大圣地得罪了一半，虽然他有着无敌于这世间的信念，但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从雷祖口中得知，其实他们混沌圣地的准地要比圣王宗的木器强大且古老的多，伴随而来的就是不能突破寿元也将近，即便用的归西法进入假死也撑不了太久。不过雷祖咧嘴一笑，撑上个100年还是没问题，到时候你突破成圣斩杀个大圣应该没问题，再加持上混沌中应该就能抗衡准地，但这也是最理想的自我安慰吧。萧云面色沉重，看来这如此大的压力自己还是要抓紧修炼，至少100年内成圣还是不成问题。赵无极当下就不乐意听萧云吹牛杯了，你以为成圣跟你喝凉水一样容易？就光涅槃境界说个不好都能拦下你100年，从古至今可无一人100年内成圣的。萧云满脸自信，眼中神光激荡，无敌的信念尽显无疑，这一世他注定要成为诸天万界最强大帝，这一点小记录都打不破，那哪还能行啊？下一刻，雷祖直接将3枚天地果都抛了过来，这天地果乃是晋升天境用的至宝，你留着吧，晋升天境再用。这么一说，天境的东西雷祖这个级别自然用不到，将死之人自然也不会有收藏的癖好。如此以推断，雷祖此番作为下的一盘棋，完全都是在为了自己。到地封了，你们都回去吧。相反的，雷祖对萧云的确很欣赏，别人眼里的狂妄，他认为这就是无敌者该有的自信，因为他年轻时也正是如此。此刻地封之上，萧云到时，其老父亲和福灵已经在此等候了。由于萧云如今是准神子的身份，萧云的一系列至亲已经有资格入住地封了，其余的萧家族人也因为萧云的关系，被安排在了混沌圣地附近的云海国国都内。现在更是云海国的新贵，所以萧云此后除了修炼家族
族内的一切事都无需担心了。如此一来，他当初选择沉寂了18年，后来选择混沌圣地，还真是个正确决定。因为手中还有3枚天地果。随后，萧云选择先来拜访帝天，将得到雷祖的保护和打上圣王宗的事情说了一遍，随后将天地果掏出递给帝天。这些有顿悟作用的稀世珍宝，在萧云这反而一点不珍贵，但帝天正好可用作以突破天境，也就不客气接受了。因为由此件事，他也推断出来，他们混沌圣地是真的已经强弩之末了，都怪自己这一辈不争气，没有强者顶上去。但好在现在有了这3枚天地，助他成就半圣不成问题。届时如果他再去圣路上磨砺成圣的话，准地一下占个大圣应该不成问题，也就等于为萧云的成长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随后再次交流一番，萧云便作揖拜别。眼下他一番历练已经达到神桥境极限，时间不等人，眼下最应该要做的是突破至动天境。话音刚落，在西厢房处竟然就传来了一阵轰隆声响。这个赵无极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击败自己，武痴的名号还真不是虚的。毕竟如今的赵无极可是拥有了2具荒古圣体，成就也的确可以说成是不可限量，前无古人了。只可惜现在有了自己这个冠威在，所以他们注定在这一辈子都要被压一头。男人拥有远古最强大的荒古圣体，被誉为遇强则强，10种至尊体里最神秘的一个。赵无极啊，赵无极！若是在三国里把你比作周瑜，那自己就是诸葛亮。同时拥有2具荒古圣体的人的确万古仅此一例，但你越强大，以后的我才不会无聊啊！这一刻，赵无极的动静也把混沌圣地内所有的弟子都惊动。这是地风那边传来的动静，莫非是神子大人又在突破？萧云给他们的惊喜已经不是1次2次，所以一听说是地风传来的动静，老的少的都赶了过去，却发现冲击动天境的是赵无极，但能观摩到位列在10大至尊体之一的荒古圣体同样难得。本就身处地风上的林小雅、席春雨、茯苓3人感受的比其他人都要真切，至尊体果然让人羡慕，自己晋升涅槃境都没有这么大动静。紧接着赵无极就穿透房顶飞了出来，下一刻一拳砸击在虚空，紧接着虚空都颤动破碎，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吞噬周围的灵气，迅速扩张，周围人都丝丝倒吸了口凉气，这就开辟出洞天了。只是不知道以赵无极的天赋能开辟出几个。紧接着赵无极倒退，一连串的虚空黑洞被拳头砸了出来，有围观的人细细数完后，整整有8个，但是8座洞天还不够。赵无极有全蓄力，紧接着大喝一声：“再来！”拳头迸发出金光，将整个地风照亮，炽烈的光芒耀眼无比。我的天！台下还在看的人都呆住了，这是9大洞天，动天境的极境啊！真不愧是荒古圣体，恐怖如斯。地风上的赵无极满眼激动神色，动天境极限双至尊体荒古圣体，萧云，这下我看你如何跟我斗！就算你也开辟9座洞天女，我也不过是平手。但是就在下一刻，还是地风之上，一阵阵大道之音传来，仿佛是来自虚空深处，穿越宇宙洪荒，浩大又玄奥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比动天境更让人吃惊，神子难道这是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帝天当年用了600-700年吧。此时大殿之中，萧云对混沌经不断使用顿悟，晦涩难懂的经文下一刻变得通俗易懂了起来，不断涌向他的识海。男人在地风之巅修炼1天，直接引来4大神兽护主异象，青龙白虎震东西，朱雀震南，玄武震北。而此刻萧云整个人沐浴在玄奥繁复的大道之音中，犹如仙家醍醐灌顶，混沌之气不断从混沌大道中诞生出来，洗涤萧云肉身。混沌经由最初的36最终达到72层，消耗238次顿悟次数，达成半部混沌体。混沌圣地的修者沐浴了1次大道之音，也都接连涌出无限灵感，但声音一闭，全都如细沙般从指缝间溜走，能真正感悟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天才。看来师兄是已经成功了，半部混沌体，真的没想到少主这么快。萧云，你越强大，我才能将你打得心服口服。此刻萧云不仅精神力再次质的飞跃，肉体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恐怖程度，其他至尊体不分排名。果然这混沌体能被世人视为世间最强是有一点道理，就这半部混沌体他就已经强过了其余几位至尊体，而萧云才不过20。望着眼前又出现一个半透明区域，此等异象正是半部混沌体的领域之力。想要拥有领域，除非既灵境，然后就只有个别至尊特殊体质。混沌领域万法不侵，不仅可以削弱敌人的法术神通威力，而且还可以禁锢时间与空间。下次再遇到里程地的时空之体，完全不用布置阵法就可以压制住它。虽然只剩26次顿悟，但大道投影也由之前的36条直接上升到300大，完全不亏。接下来也直接冲破房屋，一拳砸在虚空之上，准备开辟洞天。每一拳都散发混沌之气，引得虚空直接碎裂。片刻后，足足9座洞天，但在萧云这里却远远还不够。衣袍鼓动，长发飞扬，眼神锐利，射人发出一股恐怖气息。紧接着又是一拳蓄力，他每一拳洞天虽都直接开辟出圆满，但他要做的就是要超越极境，开辟第10座洞天。届时，所有人的眼中有惊有喜，不是说洞天之境9为极，这第10洞天竟然真的有。男人一拳下呆住圣地所有弟子，洞天之境9为极，怎么会有第10座？萧云拳头凝聚时，背后直接浮现出混沌大帝的虚影，用上全力的最强一击，才终于让空间破碎。这第10座洞天果然难开，不过一经开启，却就是比之其他9座强了3倍。台下的就连一些宗门长老也说不出话，不光算他们活得久，就是宗门典籍也没记载过有人开出第10座洞天的。这一下灵力上在同阶就占尽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了。赵无极眼同一鸣，看来只有速战速决了，不然再无翻身机会。萧云也正有此意，让你心服口服。赵无极奔跑期间，浑身的荒古之力就开始涌动，直接在身后形成一座巨大的战神虚影。两人交战的余波波及了整座地风，惊得茯苓在山顶高台上大呼：“少主，你们去更高些的地方打吧，不然地风就毁了。”来到万米云端后，赵无极直接将战神融合混沌领域，给我看！让你见识下混沌领域的力量吧。赵无极在冲入后只感到身体一滞，他是万万没想到萧云居然已经拥有了领域之力，自己本就不擅长速度，进去后更是慢到心中发慌，随之一拳直接被萧云轰飞了出去。落下后的赵无极大喝一声，这一次背后的战神虚影彻底被激发凝视，大喝一声：“该死！”
随之背后的整道虚影都爆了，转而直接将赵无极融合成了一个黄金巨人。萧云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这就又回来了赵老弟。两个拳头对撞在一起后，赵无极直接如断线风筝，这一次直接被砸了下来。怎么样，服了没？最多3个月，我也可以开启地势洞天，可那时候估计我早踏入寂灵境了。赵无极嘴角抽搐着，混蛋了，不带这么打击人的吧？与此同时，圣主突然宣布，翌日万灵秘境开启，洞天寂灵境界的修士都可以前往寻获真灵。台下有些人激动，有些人疑惑，这开启时间好像没到吧？怎么就开启了？萧云微微一笑，这圣主还真是天黑了打灯，瞌睡了就会送枕头啊！如此机遇正是自己寻获真灵、踏入寂灵境的好时机。萧云刚踏入洞天境，万灵秘境便随之开启。在符灵的介绍下，这万灵秘境共分9层，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紫白金9种颜色，里面住着历代前辈击杀的妖兽和神兽的真灵。届时东域峰上，李不凡在寂灵境刚好破关而出，想必那萧云应该死在真龙巢里吧？谁来告诉我他是被谁杀了？赵无极还是李成帝？以后我好去感谢感谢他的追随者，脸上都开始冒着冷汗。为圣子，萧云他没有死，晋升了准神子，刚开辟的地势洞天，现在赵无极是他的追随者。李不凡瞬间面色涨红，怎么会这样？旁边这时一人道：圣主刚为萧云开启了万灵秘境，凡洞天寂灵境界的弟子也都可入内，或许是圣子报仇的一个好机会。果然奴才不聪明，主子也没精明到哪里去。顿时一拍手道：好，这果真是天赐的让我除掉萧云的好机会。此刻萧云盘膝在地峰之巅，都说了他每达到一次极限便会引来天劫，如今自己在开辟地势洞天时天劫并没降临，难道地势洞天之上还有第11洞天？在花费了20多次推演后，仍然无果。看来这11洞天是不存在的，如今顿悟次数也仅剩8次，看来自己需要从别的方面下手，也不知道系统的新任务需要什么特定场景能再次激活。这时林小雅赶来，师兄万灵秘境开启了。萧云眼神一亮，这或许就是自己的契机。经由帝天的安排，这次席春雨3人一同前往入口地方，乃在混沌圣地的主峰。见萧云飞来，台下无数声恭迎神子的声音传来，听得萧云也是心里美。诸位师弟不必多礼，唯有李不凡在里面小声嘀咕：若你不能操控混沌钟，老子早打死你了。但这一切早落在刻意关注着这一切的萧云眼中。怎么了，李不凡？嘀嘀咕咕的可不像一个圣子的做态啊！不服再打一场，因为有圣主的再次主持。介于宗门的规矩，李不凡也只敢躬身抱拳。见过萧神子，秘境一旦开启，进入后3天内必须出来，否则关闭后会被困死其中。记住后就都进去了。有着萧云的带头后，李不凡也紧随其二。这片空间里既没有灵气，还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随后一把剑陡然的就射了过来，刚进门就忍不住。李不凡，你就准备凭借着这一把破飞剑杀我？还真是和以往一样的逊。万灵秘境中没有任何灵力可借助，凭借我紫气东来剑，你召唤不出来混沌中加持，我定打得你跪地哭爹喊娘。萧云手一挥，将器剑融化，一堆破铜烂铁还来丢人现眼。随后放出洞天之力，我比你高出一大境界，自然要碾压你。这时后续专业吃瓜的弟子也都赶进来，准神子对战圣子，有如此好戏，自然要观摩。虽然知道这家伙够强，但是赵无极还是免不了冷哼一声，真替这家伙悲哀。走到哪里都有敌人，在自家圣地内还能有敌人，这混的也真够差的。萧师兄是从普通弟子一步步走来，和赵圣子您一出生便是天骄不同，自然也就有了这些不服者。下一刻，李不凡直接被萧云砸中一拳，顺着这股劲道直接就逃走了，给萧云都看呆了。这脸皮是真厚，不过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修者在祭灵境时就一定要选神兽真灵来祭灵，虽然人类超凡境以上也可以诞生真灵，但只有神兽真灵才能让修者达到觉醒境时觉醒出天赋神通。萧云笑了笑，自己可是有10个洞天，就是不知道这里的金色神兽真灵够不够用啊。这时突然一道阴啼声传来，一个洞天境的臭小子就敢要10只神兽真灵。先前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虽然也一代不如一代，但这么能鬼扯的你还是第一个。无知的小鬼，本尊就先让你知道圣兽的厉害。席春雨在一旁赶忙提醒，这是圣兽闪电鹰，速度仅次于神兽金翅大鹏的存在，萧师兄要当心了。萧云当下就是一手金钟罩给闪电鹰撞的一阵眩晕，该死，竟然是当年杀死我本尊之人创的功法。但可别以为一门神通修炼到圆满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混沌圣地的神子本尊生前都杀死过一个，圣子更是死后在这里杀死俩。说完，萧云就又是一拳无敌拳硬砸了上去。你一个闪电鹰怎么和个乌鸦一样啰嗦？小子，你居然是半部混沌体！说罢就头也不回冲了出去。你给我等着，本尊叫人弄死你！席春雨望着这一切，师兄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把这个憨憨放跑？不然谁给我们引来神兽真灵呢？两人相视一笑，果然还是师兄精明。赵无极独自寻找真灵离开，萧云两人停在原地等待，干脆就修炼了起来，将剩余的8次顿悟机会也推演完了，仍然对突破洞天境极限一无所获。就在他感叹这新任务什么时候来时，叮咚一声，斩杀金色神兽真灵奖励顿悟次数100次，白色30次，紫色10次。萧云正在考虑如何击杀更多真灵的时候，天空中已有数不清的黑影接近，闪电鹰带回的正是神兽真灵金翅大鹏。萧云将席春雨护在身后，嘿嘿一笑，来得正好，这家伙的神通应该是极速，正好适合做祭灵。席春雨对萧云的话也是莫名的相信，乌合之众来再多又有何用？随即再配合上混沌领域的检视，这些对于萧云来说可就完全都是顿悟次数。最后仅留下2只封印丢给席春雨，金色神兽之下便是白色真灵，留给他与林小雅一人一只再适合不过。只是好奇为何金翅大鹏对于自己斩杀他小弟都无动于衷？那不正如你小子所说，一群乌合之众要再多又有何用？看你表现应该是位神子，击杀你也够混沌圣地那帮老东西痛心疾首。萧云再次释放出混沌领域，在这次不同的是，百试百灵的混沌领域在金翅大鹏的速度下竟然被无视了，这一下也是在萧云的意料
料之外。不过萧云从来就不缺杀手锏，一场战斗下来，战绩使用从来不带重样。金翅大鹏翅膀不断忽闪，一道道锋刃直接形成了空间裂缝。不愧是神兽，一个战绩打不死你，我就再打你10000遍。可萧云没料到的是，金翅大鹏的速度竟然这么快，他不想硬接，是完完全全的可以避开萧云任何技能。这下可难办了，战力再强，就怕这种摸不着的对手。突然他眼瞳一凝，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既然你是真灵，不过是连残魂都算不上的东西，自己可是还有灵魂攻击的手段。金翅大鹏也是一惊，在速度上明显一致，行动上已然受到了限制。没想到你还会精神攻击，当年他身为神兽是何等威风，这点小小的灵魂攻击又怎么可能会限制住他？但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动弹不得。萧云手中再次掐诀，那就乖乖留下来做我的机灵吧。突然金翅大鹏浑身灵力开始燃烧，射向萧云金钟罩上的全是他金色的羽毛，最后连带着整只鸟都撞了上去。一顿爆炸之后，萧云擦了擦嘴角的鲜血，这小鸟的脾气还真烈，差一点就抓住他，没想到自爆的这么决绝。不过好在击杀次数还是被系统算在自己头上，增加了100次顿悟。赵无极听见动静就已经急速往这边赶了，但紧赶慢赶就是没赶上，痛惜萧云真是浪费，一只神兽就这么糟蹋了。不过却又带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他刚才闲逛之际已经发现了万灵洞口所在，下至9层便可直接抓神兽真灵。席春雨这时也做了告别，有2只白色真灵他已经满足，主要是那满是神兽真灵的地方也不是他这等实力可以窥伺涉足。在席春雨走后，赵无极开口劝你最好远离女人，他们大部分可活不了太久，徒增悲伤。就在2人进入万灵洞时，李不凡的身影缓缓浮现，终于是进去了，那就别想再出来。平日里都是自己踩死蚂蚁，能踩死自己的蚂蚁，萧云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在萧云进入万灵洞后，身边就布满巨大的白蚁，只要没达到神兽实力，无一例外全被击杀。赵无极可惜道：“你怎么全杀了？不杀你留着炒菜呀？你就不想想你的父亲和家族吗？”萧云恍然顿悟，只想着顿悟次数，这么说留2只也可以。赵无极一阵无语的头大，还真是个杀戮的疯子。下一刻眼瞳瞪大，前面那只被无数白蚁供在中间的更巨大黄金蚁明显达到了神兽级别。此时萧云他们已经来到万灵洞第8层，2个人类小崽子就敢单独闯进第8层，简直找死！赵无极顿时心动，这只神兽留给我。萧云也没拒绝，好，但其他小的可就全要让给我杀。神兽100，30只白色真灵，900次顿悟机会，这波稳赚，让他萧云还是算得明明白白。可赵无极在冲上去时却喊了一声，如果没看错，这应该就是10强神兽之一的黄金，获得蚂蚁巨力的话，那就舒爽了。萧云刚笑嘻嘻的脸上转而就变成乌云密布，10大神兽，那这下貌似是自己亏了。2人都是好战体质，当下一拍即合，谁输谁认命。赵无极这边战得不可开交，萧云这一边收割的也是不亦乐乎。半日之后，萧云早已完事，赵无极这边战场也刚进入白热化，悠着点啊，赵无极，可别死啊，我还要等着带你征战天下。黄金蚁撇头看了眼赵无极，这人看不起你啊，需不需要先给你点时间处理一下？赵无极一番解释后，惹得黄金蚁嘿嘿直笑，堂堂至尊体还追随别人，你有点弱呀。赵无极直接召唤出2具荒古圣体战神虚影，一人身居2具至尊体，这下有点意思了。萧云一时看得有些乏了，直接转身走向一旁。如今共计有了1500多次顿悟次数，不如再推演一下超越洞天极限的方法。经历100次推演后，萧云眼睛睁开，原来突破洞天极限的方法竟然是将10大洞天融于体，形成一方内天地，这是圣人方才能达到的手段。内天地中不仅可以储物，还可以抓捕敌人，亦或者自己都能躲进去。但是圣人又如何？顿悟系统给我使用顿悟融合洞天，男人一息之间竟然开辟出了一座内洞天。再次出现时，正好看见内天地的演化过程，如混沌初开，山川河流慢慢成型，随即再是花鸟鱼虫，消耗了800次顿悟次数。虽然没有提升境界，但力量却强大了10倍不止。随着意念一动，当萧云再次回归到现实世界时，赵无极不禁问道：“你刚才去哪了？”速度还真的快到出奇。内天地的秘密，萧云自然不能暴露出来。随后赵无极需要炼化黄金蚁突破既灵境，也没有再多说话。看着赵无极炼化，萧云却有一点担忧，自己没有了洞天，那抓住的真灵怎么办？内天地里也没有洞天之力啊！盏茶功夫，赵无极便开始眉开眼笑，不愧是10强神兽，跟我绝配。走吧，去第9层给你也抓一只，后面等你晋升既灵境，我们再一战。这次我一定会打败你。飞着飞着，在他们面前出现了5只神兽真灵，其一为鲲，其2为九幽雀，其3火麒麟，其4末日天狼，其5混世魔猿，无一例外皆是10强神兽。其中火麒麟以战力强悍著称，此人荒古圣体身上带有黄金蚁的气息，定然是他杀了小蚂蚁，我们为小蚂蚁报仇。赵无极刚要上就被萧云拦了下来，这只小火是我的，其余4只你帮我拖住。火麒麟一听竟然叫自己小火，简直不可饶恕，看我一巴掌就给你拍成烂泥。这一击之下，不仅没有奈何的萧云，反而还被轰得不断倒退。其余4只神兽见状就要上前帮忙，却被赵无极一人给拦下了。萧云对着赵无极咧嘴一笑，干得不错。这次火麒麟已经再次来到萧云身后，小子你少得意，就算你是半部混沌体，今天也依旧要死。萧云眼神凌厉，这家伙果然够强，够资格做我的机灵。换做以前或许真拿你没办法，但是现在嘛，覆海印玄冰剑印，给我联合冰封，只要暂时冰封就可以。萧云打开内天地，直接将其收了进去。其他4只神兽却以为麒麟狂败，顿时士气大跌。在萧云赶来后，没多一会，其余4只也都被解决掉了，一人2只均衡分配。原本赵无极看时间不多了，是想劝萧云出去后再祭灵的，可萧云却说自己很快。萧云释放出的直接就是一个白色洞天，你的10大洞天呢？赵无极一愣，祭炼完再和你解释。现在希望这个小伙能坚持得住。苏醒后的火麒麟就发现了不妙，这个小鬼的洞天里怎么会有世界之力？还有这些火焰简直太可怕了，这是圣人才该有的东西吗？
突然砰的一声，说着说着，最不愿见到的事情还是来了。恭喜宿主击杀神兽真灵，奖励顿悟次数100。居然这么弱，连我的动天之力都承受不住，我麒麟居然被你给弄死了。10强神兽里都是最强，你特么还说弱。男人为了祭炼真灵抓了一只神兽麒麟，谁知道麒麟竟然都承受不住萧云的祭炼，你这家伙竟然把麒麟给弄死了。10强神兽啊！行了，萧云一咬牙飞了出去，先离开万灵秘境再说。赵无极知道萧云这家伙一定是有事隐瞒了自己，正常人的洞天绝对不会这样。可当他们赶到出口时，竟然多出了一座大阵，并且在赵无极全力的一击下，竟然都是纹丝未动。这时李不凡的身影缓缓在阵法背面浮现，因为萧云刚才祭炼的缘故，原本充足的时间现在也只剩下半天了。布置阵法之人和萧云猜想的一样，赵无极面露凶狠，你不怕我们荒古圣地的报复吗？怕，我当然会怕，但是等你们都死无对证的时候，谁会知道是我做的？赵无极气得又轰了一拳，这次战神虚影都被阵法震散了。李不凡看后更有底气了，嘿嘿一笑，况且这阵法可是我师尊亲自炼制的，就算你是出窍境，也短时间内破不开。不仅如此，过几日他还能自行消散，不留下任何痕迹。另外，我已经联系太初圣地，到时候借着杀你的功劳，他们就能让我成为准神子。萧云眼神狞狞，这李不凡他虽然看不上，但没想到居然跟他师父一起都勾结了太初圣地，你就安心待着吧。席春雨与林小雅两位师妹，我就替你照顾。萧云气得脸色涨红，这个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他。赵无极替我护法，我要现在就闭关。赵无极刚愣神时间，萧云就已经坐下了，就半天时间你还闭关闭个毛线呢？还不如我俩联手试试。系统给我使用顿悟推演出突破祭灵境的方法，10次、100次、200次之后，终于在推演到500次时，萧云脑子里蹦跶出一行字：有我无敌，我即祭灵。萧云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了许多，自己走的是无敌的路，自然不需要借助外物祭灵的力量。随后再次召唤出洞天开始祭灵。赵无极疑惑了，连火麒麟都承受不住他祭灵的力量，他还能祭炼什么？下一刻眼珠子差点都瞪了出来，自己祭炼他自己可还行？这小子把自己当自己祭灵了，不会是开玩笑吧？不过一想来，这世间连火麒麟都承受不住他洞天之力祭炼，能承受得住的怕也就只有他自己了吧。不过他以后的神通又怎么办？这怕也是无奈之举啊。可他哪知道萧云与他早就不在一个层次，无敌者的根本是自身，一切外物都不能视作根本，所以他萧云便是他自己的真理。男人竟然将自己的本体炼化成了自己的真理，并且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他居然还成功了。届时萧云身上窜出缕缕火苗，这股强大的压迫感直接就让赵无极站不住脚，忍不住的后退。萧云一拳全力击在阵法之上，阵法微微震颤了几下，反之萧云也同样被震飞了出去。赵无极心中是又高兴又高兴不起来，你能撼动阵法，但打不破，同样我们还是出不去啊。萧云咧嘴一笑，只要能撼动就能破解，外人眼前他是位杰出阵法师，其实只需要通过顿悟系统推演就可以找到破阵的破绽。此时外界距离万灵秘境关闭游半天也已经来到，还剩下半个时辰，不少人都陆陆续续从出口飞出来，其中李不凡抓到的也是只神兽饕餮，虽然不是10大神兽之一，但也算是只强大的神兽，加上李不凡拥有烈焰神体，定然会是如虎添翼。萧云，你的时代今天开始便结束，接下来就是我李不凡的时代。此时秘境内的萧云直指阵法一处道，就是此处，一会你与我分别轰击。阵法一道虚无缥缈，寻常人参悟数年，想要对一种阵法捕风捉影都难，这萧云竟然数十息之间就看出了一位天境大能布置的阵法端倪，该不会在扯淡吧？萧云一脸无语，你认为我现在扯淡还有用吗？废话别说，你就听我的口令，全力攻击。二人分别立于阵法一处，全力一击之下，竟然真的将阵法轰出了一道裂纹。萧云催促道：“继续用力，不要停！”数拳之后，两人都冲了出来，是时候该找李不凡来撕算账了。紧随其后的赵无极也不得不再次承认，萧云真的是天才。这时主峰上之人几乎都开始散去，只有混沌圣地圣主望着秘境方向一直没动。这秘境就是为萧云专门开启的，他和赵无极两人不应该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李不凡嘴角勾勒出一个阴狠的笑容，将一切都尽收眼底。呵呵，你就等着去死吧，萧云。然而有些人就是天不遂人愿，李不凡刚得意完，萧云就出来了，怎么回事？他们不可能出得来，以至于看见冲来的赵无极和萧云两人，李不凡都还以为是自己在做梦。一拳之下，瞬间土石飞溅，威力余波让所有人都睁不开眼。李不凡躺在碎石堆中，大口喘了粗气，他不光是气没缓过来，心里也没缓过来。赵无极与萧云静静望着躺地的李不凡，没想到我们还活着吧？竟然敢用阵法将我们困在万灵洞内，不杀你难消心头之恨。其他弟子一听顿时明白，这李不凡心胸还真是狭隘，不过敢谋害准神子又能困住准神子的阵法，定然是他师尊给他的，这种事情圣主自然要管。李不凡他们所说的是否句句属实？血口喷人，他俩随便一人都能轻松打败我。再说我怎么可能会什么阵法？赵无极那暴脾气当场就来气了，你不说那阵盘是你师尊所炼制，你们还勾结了太初圣地，现在还狡辩，狡不狡辩他都得死。萧云冷哼道：“李不凡，你认为我们杀你还需要证据吗？”正在这时，东玉堂突然出现，好一个准神子！今天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在我面前杀了我。霎时之间，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这竟然是萧云引来的天劫。圣人之下之人一般都是无法接触到的。萧云之前若不是在万灵秘境内无法被天道感，也不会拖到晋升级灵境后出来天劫才降临。怎么样啊，东玉堂，今天我就要当着你面斩杀李不凡，你是想要冲进来和我一起渡劫吗？这始祖峰上先前还站着许多弟子，都纷纷逃开了。谁引来这玩意，谁能扛得住谁抗吧。因为这天劫可是会牵扯到被笼罩进去的所有人的，进去人相应实力越强，都会被视作对天劫的挑衅。反之的就是天劫的实力也会相应增强。他东玉堂可没有这个胆量与实力。怎么样啊，李不凡？萧云眼神凌厉如是蝼蚁，谁今天也救不了你，这话就是我说的。说罢一腿劈下，原本因为师傅来了站起来的李不凡又再次跌倒在地。这不是我要杀你，是天劫要杀你。
眼见第一道天劫酝酿好就要降下，此刻东玉堂望向一旁的圣主，您就不管了？而圣主不仅沉默不语，下一刻竟然还捂住了胸口。哎呀，我头好疼，头好疼！立马一名执事就冲了上来。圣主定然是操劳过度，我这就带您回去休息。仅一眨眼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一个半圣境，你跟我喊头疼，你能给我演的再假点？头疼了你还给我捂着胸口？围观的吃瓜弟子吓得手中瓜都掉地上了。李不凡见状，反正自己也快要死了，还有什么能说不能说的？师尊，你出的主意给我的阵盘，现在连救我都不敢进了吗？我好后悔，我好恨。那给的是什么垃圾阵盘，连困人都困不住。萧云，你若敢杀我徒儿，待天劫消散，我必将你挫骨扬灰。萧云，你敢杀我徒儿，老夫定将你挫骨扬灰。此刻萧云正沐浴在雷劫之中，地上的李不凡直接被击碎湮灭，好可怕的潜力！东玉堂见到萧云有这样潜力，就更不能放过他，随后一掌就拍了下来。这一掌萧云是被完全锁定，命中就是必死无疑。刚出了一个准神子，我们混沌圣地要完。下一刻，萧云眉间飞出一粒晶石，这正是之前帝天给他种下的权益，堪比得上帝天本人的全力一击。原本东玉堂就不是帝天的对手，这一下自然是将他击退。随后东玉堂再次重来，今天我就看帝天还能不能救你2次。混沌圣地圣主一直隐藏在虚空，并未走远，当即大喝道：“东玉堂，你放肆！”却被同为半圣境的执法堂长老拦下。东玉堂报仇心切，情有可原，还请圣主不要参与的好，任凭圣主心急如焚也没用。萧云这一掌绝对是避无可避。巨大的爆炸声之后，原本萧云所站立的地方只留下一道掌印，萧云连渣都不剩。不过出手的东玉堂却感受得到，是萧云消失了。同样能感受到的还有2名半圣，因为这是内天地的气息，连他们都未能开辟，唯有真正达到圣境才有。任凭东玉堂对着周围天地释放出神念搜寻，也感知不到。该死的，给老夫出来！突然他眼瞳骤锁，地峰之上一道光芒冲天，敢杀我徒儿！东玉堂，你这是找死！这股气息，混沌圣地的许多长老都感受到了，这是地峰之上帝天突破天境了。可是他寿元不是耗尽了吗？这不该呀！原本帝天还在超凡境时，东玉堂就打不过帝天，如今正好够帝天出关磨刀，人还未至巨大拳影就轰了过来，吓得东玉堂直接就防御也不敢拿攻势应接。是你徒弟杀我徒弟在先，帝天你可别乱来！帝天终于突破天境了，并且是厚积薄发，直接到达巅峰，打个半圣都不费劲。东玉堂这种天境小坤仔一拳就被轰得没了知觉，就你那个废物徒弟能跟我徒弟比？随后在还没落地的时候又来了一拳给打醒，敢动我徒弟只有死！这一拳即将要落下时，还好东神王赶到。东神王不仅是凌驾于圣主之上的执法堂，本身又是半圣修为。帝天，你给我住手！住手个屁！帝天安逸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火，他杀我徒弟时怎么不见你喊住手？东神王也是没想到，帝天连执法者都敢顶撞，执法者算个屁！当年你就是老子的手下败将，现在我照样打得你哭爹喊娘。东神王也是这么多年没遇到人敢忤逆自己，何况自己还是半圣，怎么能不气？两人打架的余波直接将周围建筑全都震碎了。圣主赶忙出声制止，他倒不是反对两人打架，要打给我滚天上打！两混蛋！帝天两人也都是谁也不愿意服谁，走就走，怕你不成？东神王走后，圣主对着虚空喊了一声：“出来吧！”如今自己这个半圣仔，现在没人可以杀你。顿时虚空中微弱的一个光点一闪，当即对着圣主抱拳拜谢一声。至于东玉堂，只能敢怒不敢言，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报复萧云只能再找机会。萧云回到地峰上时，几位师妹都已经在等着。恭喜萧师兄突破。对于刚才躲避攻击手段之事，萧云闭口不谈，只说是自己的瞬移神通。赵无极满脸不信，你还真当自己是大帝啊？还瞬移神通？人类血脉没有神通传承，我看你怎么跨入觉醒境？想突破觉醒境，就需要祭灵的血脉传承，人类的血脉中根本就没有。但眼下更让萧云不放心的还是帝天，可茯苓却看起来一点不担心。放心吧，主人刚突破天境就直达巅峰，打个半圣还是不费事的。半圣也不过如此，达到天境实力的帝天一拳就将半圣击退。东神王这时转身就想着逃走，帝天，我距离成圣已经不远了，你就给我等着吧。成圣而已，他帝天也同样会成圣。返回地峰的帝天如今可以说是彻底找回了往日无敌的道心。你成圣之前为师为你护道，即便是圣人来了我也斩了他。这时萧云将自己10个洞天融合的事情说了出来，希望得到帝天的解释。可帝天也没有这种不用神通突破觉醒境的方法，主要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奈之下，从夜晚开始，萧云便开始了自行闭关顿悟系统，给我对突破觉醒境的方法进行顿悟。第二天一早，萧云的眼睛才再次睁开，他也终于明白，原来人类能传承的不是血脉，而是特殊体质。他也需要找到一具同样是半部混沌体的尸体和赵无极那一样融合。可目前已知的只有自己师父帝天，总不能拿师父祭天吧？不过他却从帝天的口中得知，他们圣地还真没有这样的尸体，不过却在太初圣地和荒古圣地可能会有。而1月后正好是萧云出使荒古圣地的日子，如此雄伟的城池便是荒古圣地的圣城吗？萧云感叹一声，与南岭百万大山中的万妖城和诸多天地都曾居住过的天地城齐名的3大超级城池之一，天地城就在中土。不过万妖城还是少去为妙。届时有人得知消息，特意来围堵萧云找茬。听说你是用阵法击败的李成帝圣之部，击败赵无极也用了诡计。杨威，你这是在破坏2大圣地的关系。萧云可是使者哟，没看出来赵无极你现在对主人还挺忠心的吗？就你这样已经不配再当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丢人，还丢光至尊体的脸。随后又指向萧云，既然你这么嚣张，敢不敢和我一战？我保证虐你就像老叟系婴儿。萧云点了点赵无极，我说你们圣地的人脑子都这样吗？就这样了还能位列圣地第2？他连你都打不过就敢说来虐我，那我就给了你这个公平一决高低的机会，不然说我没欺负过你。这时杨威身后浮现的是7个洞天，而萧云身后只有巨大的
白色衣服。身边的荒古圣地弟子都笑了，看他就一个洞天，果然是垃圾，白色的又怎么样？一个顶屁用。不过让萧云感慨的是，这就是圣地的底蕴吗？一个寻常圣子就给了6具白色，1具金色真灵，果真财大气粗。不过萧云就喜欢这一点。杨威浑身青光萦绕，一手万国惊天掌直接拍向萧云，萧云只轻轻挥动一拳，包括杨威在内刚才来的弟子全都给震飞了。就这点实力，就是你嚣张的资本吗？杨威跪在地上，萧云，你有本事和我们圣地的其他圣子较量，我只是荒古圣地里最弱的。那好，萧云眼神阴明，我今天就设下擂台，任由你们荒古圣地所有的洞天竞技灵境来挑战。这一下直接激起所有荒古圣地弟子不满。萧云，你给我们等着，我这就禀明圣主多叫些人来，让你丢人丢遍整个修炼界。片刻钟后，那人再次返回，不过也带回了2个条件：一是萧云输3场就要无条件放赵无极离开；2是输10场就要反过来当赵无极的追随者。萧云刚要答应，谈完事的帝天就闻风赶来，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和为师商量一下？不过这也无妨。突然帝天又以与徒弟要商量为由布下了一层结界，赵无极就猜到了事情肯定不简单。果然帝天道，徒弟这次你错了，如果他们让圣人压制修为出场，你可能会输。萧云也没想到，可是他们真的会这么不要脸？我可是连幻魔塔的祖师爷和半圣的柳天都击败过，但祖师爷留下分身时还不是圣境，圣境已经多出了一种名为道的东西，威能可怕，但是到如今也唯有一事，告诉你们圣主，我们赢了也有2个要求，第一是1具半部混沌体的尸体，第2是与我们结盟。随后圣主赶到，虽然此番条件有些强人所难，半部混沌体弥足珍贵，但比起活着的荒古圣体，我们答应。不过时间就要定在明天。男人即将经历各大天骄的车轮战，却在关键节骨眼上将自己的精神金丹1分为2，以至于他原本10阶圆满的精神力直接跌落9阶。可下一刻，他的身边坐了个完全一模一样的祭灵分身。等到金丹融合，分身的精神力直接被开启，并且和萧云判断的一样，只要自己施展神通，这祭灵分身也能共用思想，并且达到一模一样的威力。唯一缺陷就是不能拥有半部混沌体，但这也足够了。萧云绝对自信2个自己可以战胜压制修为后的圣王。第2天的荒古斗技场内，萧云直接威风凛凛的一人就站了上去，和当初挑战圣王宗一样嚣张至极。不过看着台下极少的围观弟子，萧云心里也已经知道，怕是宗内的弟子都已经知道了圣人准备出手的事，所以觉得比赛只有一招定胜负，没有看头。这时一个手持玄铁长枪的男子冲了过来，荒古圣地圣榜第3，战星辰。萧云竖了一根手指，晃了晃，而不是勾了勾，拜你锦一招，多了算我输。台下弟子都认为这萧云简直不知死活呀！面对高他一个境界的星辰战体战星辰，居然还敢说出这样的大话。此刻战星辰的玄铁枪上盘踞着一条紫薇，枪身旋转，是神一枪。萧云单手接出一个玄冰剑意，以他如今的修为再发出威力大大超越从前，一招过来战星辰便已经连上擂台的力气都没有。萧云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喊道：下一个。这下围观的弟子才知道，是自己都看走了眼。一个洞天境一招打败纪灵境，因为他们都看不出其实萧云已达纪灵。这时一个白袍男子走出，圣榜第2穆晨浩，还请萧师兄赐教。说完后，穆晨浩的眼瞳就附着了一层蓝光，萧云的脚下就如同置身在汪洋之中，无数海水朝他袭来。不过一切都在萧云眼瞳中的金光闪过后转瞬即逝。你也会幻境，这是萧云遇到的第2位拥有幻瞳之人，如此短时间就摆脱我幻魔之眼的。萧师兄是第1个人。幻术萧云还是不太看上，因为对自己没有用就没有实质性的攻击。不过你也太小看我了。说话间，觉得自己被看清的穆晨浩就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手锏，一尊鬼将直接凝视着萧云。但是正好巧了，萧云的是不动明王，正是小小鬼将的克星。一击后，随着鬼将的溃散，穆晨浩也痛苦的蹲下5对1。与此同时，圣主就招来身旁人，小声嘀咕了几句：你们荒古圣地这么就没人了吗？届时第1圣子杨旭冲了出来，他的修为已达出窍境，还请圣主封印我的修为。但是圣主却是摇了摇头：杨旭，你没必要出手了，你不是他对手。杨旭顿时眼瞳瞪大，自己第1圣子肯定也要面的呀，修为都不封印，还说自己不是对手。不过接下来荒古圣主的话就让他服气了。你们有一件事不知道，这萧云一直在压制修为和你们应战，他根本不是洞天境，而是纪灵境巅峰修为。这一句话顿时让其余弟子瞬间懵了，这下该怎么办？这时旁边一位长老凑近，想要圣主派圣人下场。不过第2大圣地毕竟要脸面，这种事情能不做别做，毕竟做了后丢人。因为他先前叫人传唤的人已经到了，准神子杨一鸣，曾经冠绝一个时代的高手。荒古圣地的弟子一看这下子，帝天这时开口，这人的辈分比帝天稍低一些，在帝天之后，曾经也是横压一个时代的高手，修为涅槃境，并且最主要的是还是荒古圣体。萧云这才来了精神，终于能好好热热身，真不愧是圣地啊，竟然能同时拥有2位荒古圣体的底蕴，并且还不排除拥有其他至尊体。萧云将精神力1分为2后，也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曾经称霸一个时代的强者杨一鸣，不光是拥有1具至尊体。届时杨一鸣先是和帝天打招呼，好久不见，曾经的你我昔日无缘一战，如今能领教到你徒弟的半部混沌体，也算是弥补遗憾。能得到帝天尊敬的对手，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杨一鸣，你好不容易养出的无敌道心，就不怕这么毁了吗？若你今日败，短时间很难再突破涅槃境了。杨一鸣，那有我无敌的气势，不经意间时刻都在散发。若败，那就怪我的道路还不圆满，我宁愿再待上一段时间。帝天，你亲自封印我吧。另外，此战我不会动用纪灵，这一举动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于公于私，对于杨一鸣他自己都不利啊。荒古圣主也是直接沉不住气了。杨一鸣，你胡闹！别再说了，若不是为了圣地的脸面，今天我不会出手，这已经是我今日底线，见不好再说。帝天也是直接出手准备封印，准神子已经不亚于圣主的地位。帝天对于杨一鸣的气魄也是颇为赞赏，不愧是继自己之后能够横压一个时代的天骄。届时无数缕金光纹路作用于杨一鸣身上，便代表着封印完毕。由帝天亲自出手，也避免了旁人闲话，也可见此人的心性正直。当年没能与你师尊一战，今天能与你同境界一战，也算弥补我毕生遗憾。出手吧！这一下萧云瞬间就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了一点，这小子装杯装的才是卑视凌人啊，自己还是弟弟了。不过说归说，还是一拳无敌拳
拳硬轰了上去。你的话太多，抢台词了。随后杨一鸣也直接是用拳对拳，荒古血炼拳，两只拳头对轰在一起，就已经看出这一招不分伯仲。这时刚才与萧云对决的3位圣子才明白，这才是萧云真实实力嘛。先前自己几人都被戏耍了。不过杨一鸣脸上不但没有半分慌张，更应该说的是兴奋。肉身对决分不了胜负，亮兵器吧。随即反手一根33寸短枪，萧云亮出10米大长刀，两人兵刃交击数下，围观的弟子心中都是捏了一把汗。这一下居然又是势均力敌，难道神子也打不过他？突然一人到神子亮底牌，杨一鸣的眼瞳突然如同太阳一般闪耀。萧云直接认出这是与柳天都神童齐名的太阳神翼，一人竟然能同时拥有至尊体、荒古圣体和精神攻击神体。男人眼瞳中燃烧着太阳之火，战神领域瞬间笼罩住他与萧云对战的区域。本以为自己是必胜的一击，但在反观萧云那清澈的眼眸，根本不像是有任何影响的样子。不仅如此，此刻的萧云才刚准备全力出手，若不是他将精神力分了一半给纪灵，恐怕已经输了。便也接我一刀吧。杨一鸣荒古圣体的战神虚影明显要比赵无极更加凝实，这一刻面对萧云的攻势，也选择与战神融合。刀戟相碰间，砰的一声，杨一鸣的长戟应声折断。不仅如此，随后杨一鸣人也倒飞了出去，用出你的纪灵吧，否则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纪灵吗？杨一鸣也早已认知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既然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即便圣主来劝了也不好使。即便他放弃后破碎了他的无敌道心，他杨一鸣也要一言九鼎，我认输。神子都输了，荒古圣地的弟子这一下也仿佛失去了主心，不会真的要让圣人下场吗？感觉有点丢人了。圣主也是纠结了很久才做出的这个艰难决定，只能让圣人下场了。然而话未出，天际一道声音传来，我们荒古圣地不是输不起，将那具半部混沌体给他。然而实际上圣人私底下早已给圣主传音，格局放大，一时的失败不要做到目光在短浅，有这样的盟友对圣地发展才更加有利。此话仿佛一语点醒梦中人，是自己目光浅了。之后圣主不仅正式宣布与混沌圣地结盟，还同样封了萧云在荒古圣地一个享受圣子的待遇。而且对于此番决定，弟子们不但没有怨言，还很开心，貌似也不亏，反正天才妖孽的事关他们什么事。夜晚荒古圣地的使者驿站内，萧云趁着夜色星光正盛时，拿出那具半部混沌体。翊坤时候不仅融合完毕，在这具半部混沌体的记忆内，竟然还有门叫做混沌拳的大神通。不过让萧云感到有些好奇的是，纪灵在融合了半部混沌体后，不仅有了血脉，怎么还有了心脏？难道他真的要变成了血肉之躯？就在这时，分身萧云突然自主地喊道：“能量，能量给我！”萧云也没有吝啬，大把的灵石就甩了出去。待分身萧云完全吸收了后，实际时间已经过去2分半。但虽然看起来分身萧云也是血肉之躯，可实际上还是能量体。想到能量体，萧云突然一愣，那不就意味着他可以代替自己死？死亡后，只要自己灵石足够完全，就可以再重复。并且现在这具分身和自己是共用思想，无论是修为还是什么，就连半部混沌体这么厉害的体质都一样，完全可以替代自己行动。唯一缺陷就是眼瞳是金闪闪的，无法改变。接下来就是让他外出尝试下，看看别人分辨不分辨得出来。如果成功，那么秘境禁地还不是任由自己探索？男人将一具骷髅融入身体，紧接着再是将自己的魂力一分为2，分身就自己长出了心脏，并延伸出了血脉。萧云决定带着分身去外界实验一番，若是没人发现出异样，那自己可就要美了。首先进入师傅帝天的房间，帝天发现萧云眼睛的异样，但却仍然没有丝毫的防备，因为他感知到这个人就是萧云。萧云就也没细说暴露这个底牌，只说自己从中学会了一门大神通混沌拳，另外想去和赵无极前往圣城游历一番。出门后，萧云就和赵无极说了这件事，可是赵无极还是认为萧云有些冒失。再说了，中土的那些天才在真龙朝时都被你打遍了，你再去还能历练个啥？还是去东荒百万大山吧。萧云一阵无语，谁说力量就一定要切磋的？低调低调，做人不能太嚣张。叮咚，顿悟系统任务派发，击败1名圣子级别及以上天才，奖励顿悟次数10次，上限100人。萧云突然就很想骂人，你这系统早干嘛去了？自己刚刚揍的那几位荒古圣地圣子不都白揍？随即一想，还历练个屁，走了回宗门，回去就广发英雄帖，老子要将整个九霄大陆的圣子以上天才挑战个遍。赵无极听得有些云里雾里，咱刚说好的低调呢？回去后帝天听了这事立马就不同意，挑战所有宗门不说，简直是胡闹。不说你的仇敌会遍布修炼界，万一你输了呢？无敌道心就破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万一你赢了，老辈强者不对后辈出手不讲，但是你正道大帝几率极大时就不一样了，难免会派个拥有帝兵的准帝过来，因为你一旦成长起来再杀你就难了。萧云思考一番，也确实是这个道理。厉害点的圣地可都不止一个准帝一件帝兵，难道自己就只能等下去，等到武道交流大会了吗？其实你可以多弄几个身份隐藏出生去挑战。萧云一拍手，对啊，这个自己熟悉啊，不就是换马甲开小号吗？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伪装身份你就得不使用本圣地的技能，还要学会了其他圣地的技能，但是旁人不知道自己还不清楚，学神通那对自己来说还不就跟喝水一样吗？走吧师尊，赶紧回圣地，接下来就看我萧云学成后拿你们整片九霄大陆的天才们来刷分。数日之后，地峰之上，面对帝天的询问，萧云已经学会了剑客斩天拔剑式、佛门金刚印、金刚法相、大梵天圣掌、18面魔手以及九龙神虎杖，刺客的学了暗影分身、黑暗世界以及诸神刺。帝天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有了剑士、高僧和刺客3个身份，足够你用了，但还是万事小心。拜别帝天之后，萧云再次回到修炼室之中。3日之后，天空便又降下天劫，看得赵无极都有些眼馋了，这家伙竟又跨越极境了，不行，说什么自己也要外出历练，去寻找机缘，铸就无敌道心。这时帝天叫住了他，随即一同飞了出去。毕竟结盟了又是他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外出了没个护道之人怎么行？等修炼结束后才知道，师傅跟赵无极已经出去了，福灵一直就在门外守。不过这次他引来天劫，并不是再次突破修为，是因为先前精神力
一分为二。现在分身与本体又都各自超越了极境才引来的天际，如此就只能福灵陪着萧云外出历练。反正来日方长，两人准备路上边说边聊，哪知刚出门就被隐藏在暗处的雷祖给堵了。小子去哪历练啊？路上就别耗费时间了，老朽直接送你一程。得知萧云想去东荒的百万大山找妖族切磋，雷祖正好想到个合适的地方——万妖战场。妖族的天骄都会进入里面厮杀，进入后就是生死不论，一切靠自己。当然，偶尔也会有他族人族历练者。随后，雷祖丢向萧云一枚翠绿的椭圆形玉石，玉牌你拿着，想离开时就捏碎它。随后一掌拍在万妖战场的厚结界上，一道足有2人高的缺口就出现了。进去吧。原本萧云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可在刚一跨入时，突然就精神了。这里就是万妖战场，一群扑棱着翅膀的黑色妖怪顿时口吐人言，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萧云。原因是萧云刚迈入角时，一位妖族尊者就发布了屠人令，杀光万妖战场内的所有人族天才。男人为了作死，孤身前往万妖战场。据萧云了解到，这万妖战场乃是出窍境以下妖族天才的历练之地，不仅高手如云，更主要还有无数天才地宝，非常适合自己。这时，一个长着翅膀的鸟人首领大喊道：“都愣着干什么？等屁吃呢！都给老子杀了，一个不留！”萧云无敌神拳上去就给轰杀了一片，拍了拍肚子，刚好咕噜噜直叫，一顿烧烤刚刚好。不过吃之前还是先变个装仙，避免被人认出来了也不会有麻烦。不过剑客刺客都不挑，唯独挑个和尚吃烧烤也是会玩。此时一处万妖洞中，一火红头发男子膝上放着一把同样火红的长剑，眼睛陡然睁开，看着手中的血魔剑，没想到会有人引发屠人令，我傲天不孤也，这次定要为你开封，助我成为万界山庄第一圣子。这时一只惊世大鹏神兽也急速朝着这边赶来，能让尊者下屠人令的人类，看来非同凡响。哪个妖族若能将其杀了，必将名扬万妖战场。而此刻吃着烧烤正开心的萧云还不知道有一位少女正坐在树杈上偷看自己。你这个和尚真有趣，喝酒吃肉的就不怕佛祖怪罪吗？萧云嘿嘿一笑，自己本来就是个假和尚，不过目前看这个女人的实力确实可怕，神不知鬼不觉的到来自己竟然都没有发现。看来女施主恐怕不来自圣地也是大地世家之人吧。于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贫僧心中有佛，自然不怕佛祖怪罪。主要还是这神兽肉挨骂真香。女子被逗得咯咯直笑，你这个小和尚真有趣。那我也便告诉你，我有一秘法，感知到有一尊神兽要来了，最多不出几日便到。好久没遇到你这么有意思的人了，还是个和尚。本小姐先去战场中心等你，希望你别死得太快了。随着女人消失后，萧云也刚好酒足饭饱。这个万妖战场还真可怕，第一个就遇见这么恐怖的人，接下来要有趣了。随后萧云来到一处山脚下，此处动静非凡，场面无比的壮观。以萧云的知识储备来判断，这里怕是有重宝要出世，并且就在这火山中间。男人来到妖族历练，为了烧烤神兽肉不被发现，竟然易容成了和尚。此时萧云来到一处火山脚下，岩浆喷发后，里面窜出一只火龙鸟。萧云手握佛珠就迎了上去，愚蠢的人类，你的死期到了！火龙鸟二话没说就朝萧云喷了一口老龙痰。萧云举起右掌时金光大放，孽畜，敢惹贫僧，你今天怕是要废了！萧云大半天圣掌拍下时，被火龙鸟灵巧的躲开了。也怪萧云第一次使起来不顺手。火龙鸟嚣张道：“小和尚，你未免有点太盲目自信。”这时围观的几只妖兽也不做事情，就在一旁看热闹。这人类竟然能和拥有稀薄真灵血脉的火龙鸟打得不相上下，看来必然是人族大势力中的圣子。这边萧云还发怒了：“你一个小火鸟还敢嘲讽老子？看我几巴掌下去不把你扇废了！”18灭魔手，这次是18个掌印一起拍飞出去，打得火龙鸟哭爹喊娘也没用。小样，怎么样？萧云也是用了后才知道，这佛门的神通果然对妖魔有着极大的克制作用。就在萧云镇压了火龙鸟后，一座巨大的府邸浮现了出来。看来这府邸才是要出世的真正宝。不过看这阵法就不一般，若是圣人的洞府，那就有大机缘了。这时一些莽撞的妖兽冲上去后，纷纷就被震得坠落了下来。萧云可不会学那些无智慧的家伙，主要是他对阵法也略通一二，看来又要消耗不小一笔顿悟次数。这时远处飞来10几头圣兽，飞天狮虎、赤金蜘蛛、3头蛟。萧云瞬间感觉不妙了，如今要想活命，唯有闯入洞府一试。可狮虎兽在对阵法攻击一次没有效果后，并不想给萧云这个机会。人类，你给我进入阵法试试强弱。短时间内，萧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有时间参悟透，那么可就只剩下动手了。这时在侧翼的一只赤金蜘蛛冲了上来，一看就属于狗腿子类型。你听不见吗？人类不想死就马上进去帮我们检测这座阵法的威力。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萧云手一抬，那就便灭了你们满门，正好是一顿满汉全席。小和尚的脖子上骑了一只巨型蜘蛛，并且还妄图想要教导和尚做事。下一刻，只见他手一抬，印出一道佛印，正好今天够吃满汉全席。只见赤金蜘蛛喷出一张蛛网，你一个机灵境的人类，难道想和我觉醒境的圣兽对抗？是想找死吗？可哪知萧云下一刻拍出一掌，不仅拍碎了蛛网，连带着赤金蜘蛛都给拍飞了出去。围观的其他几名圣兽都看懵了，什么时候见过这么猛的人类？滴了赤金蜘蛛一个大境界，居然将他给打败了。萧云这时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恭喜击败一位圣子以上天才，奖励顿悟次数10次，妖族圣兽等同于人类圣子。萧云顿时也来劲了，托你们的福，这一打岔阵法也参悟透了。不过现在我不打算进去了，先拿你们刷刷分。顿时一个泛着巨大金光的佛陀出现，一巴掌扇出去。几位圣兽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平日里在妖族那都是小乖乖，这家伙不会就是被尊者下达屠人令的家伙？快跑吧！跑个屁！咱们一起联手杀了他！我们这么多圣兽，他再强也要死。这金刚法像在佛宗都极难练成，他怕就是佛宗的下一位神子。萧云灵机一动，直接从阵法结界钻了进去。你当我傻呀？小爷我先进去了，待会再将你们逐个击破。为首的一个黑毛乌鸦看了看，也好，大家围着阵法周围看着，别让他跑了，正好让他替我们检验下阵法的威力。此时萧云进入后碰到的就是9波剑雨，不过现在在这些剑雨中穿梭，对于他来说就跟散步没什么两样，因为他50次顿悟可没有白白浪费。这时在阵法外等候的妖兽也发现了端倪，不对啊，他好像懂得这个阵法。你们记得他刚才踩踏的落点
吗？没用的，我感受得到这阵法的能量波动，随进入的时间不同，攻击都会有所变化。等他也跨入了觉醒境，我们就更不是对手了。这时，一只小鸟叫道：“金翅大鹏已经在赶来路上，不如我们去接应一下。虽然他来了，我们就分不到多少好处，但有总比没有强。”狮虎兽开口：“去接吧。”此刻，萧云刚一落地，一道恢宏的声音便传来：“后辈能通过9波剑，你勉强有资格能接受吾的考核。”男人已见入魔成圣，却埋骨于万妖战场。在得知此人名号是剑魔时，萧云明显一愣。这人的名号当年可谓非常响，曾经是圣人之下第一人，在绝境成圣后直接反杀8尊妖圣，知道他陨落，没想到是陨落在这里。不过独孤剑却看出了萧云的身份，虽然不知道他出自中土的哪座圣地，但绝对不是佛宗弟子。一个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的家伙，又怎么敢去和万界争锋？你不配获得我的剑道传承，离去吧。萧云这时也唯有自曝身份，想必混沌圣地的状况前辈一定了解，晚辈是这一代的准神子，为了避免给宗门招惹来麻烦，才不得已如此。这下也正好巧了，独孤剑不仅知道混沌圣地的情况，帝天当年也来过这里，并且还扬言让独孤剑等他1000年。真不知那小辈现在如何了。萧云如实答道：“此人正是我师尊，如今也和前辈您一样，是圣人之下第一人。也罢，既然你有幸能度过9波剑狱，就给你一次接受传承的机会。不过通过不了我考核的，可是会被杀死的哟。你还敢接受吗？”萧云顿都没打，当然接受。在这里没人敢说有比他胆子大的，因为反正他死了，也就是界灵分身死在这里，根本不带怕。下一秒，一门剑道功法浮现在萧云面前，乃是一门准地经。这玩意放到外界绝对要被封起来，这是有极大概率正道大帝的准地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准地见了都眼馋。此书名为宇宙剑典，可以说是练成之后完全有机会正道大帝。独孤剑当年冠绝天下的剑道就是从这里参透些皮毛悟出来的，这可是一名剑圣留下来的东西，其中的恐怖恐怕远没有表面见识的这么简单。萧云直接盘膝开始对其使用顿悟，没多一会，13把飞剑整齐分布在萧云的背后，每一柄都散发出了恐怖的威势。独孤剑见后十分惊讶，这是地风水火雷，他居然这么快就悟透了宇宙剑典的第一层。此刻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萧云的剑道天赋是有的，而且比自己强的不是一星半点。相信有他在，或许能将宇宙剑典推演到第6层，冠绝天下。此刻结界外面一只金翅大鹏鸟停了下来，黄金龟，你来给我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黄金龟探了探脑袋，回禀金翅大鹏，那人应该是佛宗之人，还练成了金刚法相，虽然是祭灵境界，但是实力却在我们之上。废物！金翅大鹏一点不给面子，直接就破口大骂：你们有点脑子的话，一上来就围攻会有这种情况？赶来万妖战场的人类哪个不是绝世天骄？飞天狮虎这时询问道：那我们是继续守株待兔，还是联手杀进去？以那人的天赋，如果晋升觉醒境再获得一件圣器的话，怕是连我都要忌惮。金翅大鹏果断从口中吐出一只羽毛，然而看似是轻飘飘的，轰击在结界上时，差点就将结界撞破。好可怕的羽毛气息，这绝对是妖圣的羽毛炼制的，只是见到灵魂都感到战栗，绝对是能保命的宝贝。这确实是家族长辈赐下来的一次保命禁器，不过带着它反而不利于我的成长，正好用它破掉这座阵法。仅仅一根羽毛就差点毁了一座远古大阵，因为这只鸟的全家都是神兽金翅大鹏。与此同时，阵法遗迹内萧云的修炼也被打乱了。怎么回事，前辈？居然有人能撼动您的阵法？是妖族一个觉醒境的小家伙身上带了家族长辈给的保命禁器，威力已经达到圣人层次，还真一代不如一代。魔力带着禁器还魔力个屁！不过阵法即将要破，我这有件圣器就先传给你吧。此剑名为魔剑，是我当年所用。萧云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不过随后思绪一转，便被带入了剑内世界。只见一人一剑横扫整个妖族战场，其中有无数达到妖圣级别的恐怖存在。醒来，还不快醒来！幸亏有着独孤剑前辈在一旁呼唤数声，萧云才得以清醒。此剑因为不小心沾染了太多妖兽的鲜血，如今已经算是把真正的魔剑了。要不是怕流落到妖族手中，我也不想传你。但你可要切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以你现在的心性，还压制不住他。现在他是你的了，就重新给他取个名吧。萧云握在手中瞧了瞧，既然他屠妖无数，当年妖族以多欺少扼杀了前辈的正道之路，如今就让晚辈带着他替您打上妖族讨个公道，就叫他屠妖剑。好，不过阵法要破了，我还有唯一一个请求，希望你有实力后，如果可以的话，能护独孤世家周全。另外再选一人传他宇宙剑典。九霄大陆从未出过剑典，希望你能完成我们都未完成过的目标。随后一记大阵砰的一声碎裂，不过萧云反倒一点不慌，既然外面那只金翅大鹏没了劲气，正好斩了他下9位剑魔前辈剑心。随后萧云双手合十，一副老神棍模样，小僧今日就大开杀戒，送你们这群畜生去见西天如来。金翅大鹏抬翅扇灭萧云拍来的一掌，紧接着就是一道攻击。愚蠢的人类，今天你的对手是我。萧云拍出一式18灭魔手后，身后佛宗金刚法相浮现，不退反进。金翅大鹏也直接召唤出了本源法相，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金翅大鹏的速度让萧云也有点感觉棘手，不过无敌全印等神通又不能施展，看来唯有动用魔剑了。既然答应了为剑魔前辈践行，我便说到做到。这本是柄圣器，也是把魔剑，因为曾经引过数位妖圣的血，如今再次被人动用时，不仅魔性难以被压制，还想要反噬用剑之人。萧云只是轻轻抬手挥动，魔剑自主形成的数道剑气就破了金翅大鹏的本命神通。随即嗜血的凶性带着萧云再次飞身上前，而金翅大鹏发现自己此刻的身体竟然丝毫不能动弹，任由魔剑刺入自己的腹部后，一股血气由魔剑剑体中喷发，由伤口处四散开来。几秒钟之后，萧云才发现这魔剑竟然如此的凶残成性，不仅要杀死对方，还要吞噬其血肉。片刻后，偌大一只金翅大鹏神兽竟然直接被他吸收了
了个干净。这一幕不仅让萧云都心生胆寒，绝对不能任由他再继续下去。可下一刻魔剑根本就没吞噬够，转而又开始打起萧云的主意。活腻歪了是吧？自己人也想吞。萧云拿剑的手顺势爆发出缕缕佛光，幸亏自己修了佛门的功法，看来真的和独孤前辈所说一样，他吞噬的生灵越多，将越发的难以控制。不到万不得已，这剑不能再用了。其他的一些圣兽见状，顿时都暗道一声不好。妖兽的各个种族之间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团结，神兽都死了，他们这些圣兽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自己先逃再说。好在最后方的一只妖狼被萧云一掌拍中，凶性顿时被激发。可恶的兔日，我跟你拼了！萧云先是撑起九龙神火罩，随后一记18灭魔手含泪收下10次顿悟次数。要不是这群家伙逃跑能力都不弱，萧云还真舍不得这些白白的顿悟点。眼下第一时间是赶往万妖战场核心区域，想必那里的圣兽数量应该也不会少。1刻钟后，一处洞穴之内，萧云升起了火堆，再次架起了小烧烤。但不同的是，这次身边多了一只肥硕的大兔子。魔僧，你只要放过我，我保证送你一桩大机缘。魔僧嘛，这就是你们给我起的名号。不过你说的大机缘是什么？必须要先说来听听，不然我红烧兔子肉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肥兔子一脸懵逼，话说外面的和尚我听说不是都吃素的吗？老娘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能吃的人类。不过心中抱怨归抱怨，全都只能烂在肚子里。随后他开口道：“我说的机缘是真的，前方万妖战场有一座妖帝大墓，马上就要开启了，而且我知道它具体的位置。”萧云一副贼兮兮模样，你是在哄骗小僧当3岁小娃娃吗？那种东西能是我们这些档次实力的人能探索的？怎么的也要邀上来吧？废话不多说，我还是想尝试下兔子肉烤起来鲜不鲜美。何况你长得那么肥，你见识过成了精的呆萌兔吗？3米多高的肥兔子就这么处在萧云身边，愣是一动也不敢动。兔兔那么可爱，你为什么想拿它烤着吃？尊敬的魔僧大人，您可以叫我白玉兰。那座妖帝墓里虽然没有地兵也没有地境，但是浓郁的大地知道在里面修炼1个月就顶外边的好几年，更何况墓壁上的各种大地感悟对人的帮助极大。萧云也总算是听明白了，行吧，好歹是一只圣兽，以后就叫你小白了，给我当之坐骑的资格勉强够了。虾米玩意，小兔子直接往啊！你有想过人家是一只母兔子吗？萧云这时又想到了什么，还有以后叫主人。好的，魔僧大人，以您的盖世天骄拿一只兔子当坐骑，是不是有失了您身份呀？这次妖帝墓开启去的神兽很多，以您斩杀金翅大鹏的实力，我觉得收服1、2只神兽坐骑不在话下。萧云抿嘴一笑，你这思想觉悟非常好。说罢凌空一跃，你说的很对，走，带路驮我去妖帝墓。尼玛，不是说好的去抓神兽，你怎么还骑上了？感情我说的话你都当了旁风啊？不过细细想来似乎也没毛病。主人您坐好。随即一人一兔开始出发。路上萧云他们一连碰到10几波圣兽。主人，您看这圣兽过去了这么多，您一个人肯定不是他们对手吧？实际心里暗暗窃喜，以魔僧的傲气肯定坐不住，我一击他肯定发飙就要冲出去。哪知萧云现在不吃这套。你说的好有道理，如此为主人着想，我决定让你当我的终生坐骑。谁特么想当谁当啊？兔子当时就急眼了，这魔僧不是传闻很魔性吗？怎么现在这么快就变谦虚了？这时突然一阵金光照耀过来，兔子也在一块大石头上停了下来，前面就是妖帝大墓。与此同时的天空上突然一只金翅大鹏疾驰飞过，立马一只鸟就开始八卦起来。金翅大鹏不是被魔僧打了吗？你傻呀，这肯定是临时被金翅大鹏一族的强者又送进来的一只，找魔僧报仇来了。萧云也迷惑了，小白，你们妖族的金翅大鹏很多吗？这真是找我寻仇来了？是不是找你的？你自己心里没一点 ABC 吗？不过金翅大鹏神兽一族本就人丁稀少，一共才不过10几只。突然兔子的小机灵脑袋瓜子灵光一闪，报仇？那也就是说我只要将我背上的魔僧暴露在金翅大鹏的眼皮子底下就行。然而以萧云那老阴货的秉性，他可能要事与愿违了。头上的金翅六正在向其他妖族道友们询问着情况，你们有见到魔僧的没有？萧云这时整个身体都躲进了兔子毛里。小白呀，我可警告你，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但凡我有一点危险，我就先弄死你。这时一个妖兽将矛头指向了一旁的人族，人族的事情你自然得问他们。为首那名卑贱男子金翅大鹏认识。傲天，你们人族杀了我们神兽还敢来妖帝大墓，很嚣张啊！傲天也没有半分惧意，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没本事找魔僧报仇，想找死我也成全你们。萧云躲得指路的脑袋继续打探情报，这家伙谁啊？牛气哄哄的。兔子一脸嫌弃，你一个人族的跑来跟我打听人族强者的事。傲天您不认识啊？万剑山庄圣子。萧云这才明白，原来是那个铸剑师开创的圣人，自己不仅是剑圣，还培养出了许多剑圣，怪不得感觉这人气息比金翅大鹏要强。这时又来了一个女的，这人萧云倒是刚进万妖战场时就认识，但是不知道叫什么。不过看着其他圣兽都纷纷躲闪的模样，就知道不简单，仿佛见到灾星一样，快离他远点，他一来准没有好事。因为这女人也是个恐怖的存在，比傲天恐怖万倍，整个妖族都不敢招惹她。北海秦家的小公主，天下第一大世家，曾出过一位秦天帝，因为每一位天帝的实力那都是要比过10位大帝的存在。金翅大鹏暗暗骂一声，混蛋是真嚣张，但这妞也是真惹不起。随后几只杂毛鸟就在空中盘旋着叫骂，混蛋魔僧你在哪？我知道你在这，来了还当缩头乌龟，不敢出来一战吗？兔子听了心中暗暗窃喜，主人这你也能忍？成熟的男人需要冷静，傻子才会一骂就出去，随他去好了。兔子气得牙都快要咬碎了，你丫的不是吃兽狂魔吗？成熟男人是什么鬼？你怕个鸟毛啊？还真别说，萧云怕的就是鸟毛。金翅大鹏一族出门历练都带跟长辈的鸟毛，因为那根鸟毛是达到圣级的境界。这时轰隆一声，妖帝大墓的大门打开，无数妖兽都争先恐后的向里涌。萧云能感觉得到，这散出来的精神力都比自己实炼精神力还恐怖。不愧是一尊大帝，即便死去多年，这地位仍然还是这般可怕。金翅大鹏不屑一横，这位妖帝可不是你人族大帝能比拟的存在，实力超越你人族的天帝。等到人族的几位天骄也全都进去后，萧云驾驶着肥硕的小白兔才开始卖力的往里冲。你要问他为什么走得这么迟，只见他躲在兔子毛里不断的向天空挥掌。
时不时的传来一连串爆炸，咱就说来归来，真实的意图不能忘，击败一位圣子获得10次顿物点，这系统的任务不香吗？随后一层九龙神火罩又套在了兔子身上，小手一指道：“别怕，就给爷我卖力往里冲。”男人骑着只大兔子去下古墓，不为别的，这兔毛软和的跟棉被一样。一坤时候，一人一兔来到了一座大殿面前，看着应该像是妖帝大墓的核心了。正在萧云感慨之时，这一路上山妖族圣子的巴掌就赚了800多次顿悟次数，接下来不知还有没有大收获。金翅大鹏正好飞落到了他的头顶，魔僧，你果然进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都不过。萧云一点也不虚，反正老子的是祭灵分身，干就完了，怕个球，杂毛鸟，叫你佛爷爷干啥？下一刻，金翅大鹏凌空直接就俯冲了下来，小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就在这时，秦冰月的声音在萧云背后响起：“小和尚，你果然来了！”金翅大鹏及时刹停了身形，秦冰月他可不敢惹，杀魔僧肯定是不行的，先去墓里找机缘吧，等出墓后再杀魔僧不迟。而人人望而生畏的秦冰月，此刻却对萧云说出这是妖帝晚年生活的地方，期间留下不少感悟，可以助你触类旁通。等你突破觉醒境，就不用怕那只鸟了。随后转身之时，这里是万妖战场，人类理应互相帮助，保重。而萧云也很快来到了那座宫殿前。奇怪的是，殿内的诸多感悟对萧云一点用没有，有顿悟系统的他只希望能多来一点功法，亦或者是神通也行啊。而下一刻，萧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混沌经，不过想来以妖帝的那般实力，想见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也反抗不了了。但令萧云惊讶的还在后面，墙上写道：妖帝借阅混沌经参阅3日，便铸就半部混沌体，比自己有系统修炼的还快，但最后唯有最后一层修炼不圆满，自认自己没有超越混沌大帝，自创混沌掌也最终不如混沌大帝的混沌拳。不过这妖帝认为再弱的东西，对于现在的萧云那也是半部大神通啊，比他现在能拿出手的强的不止一星半点。28日过后，萧云顿感神清气爽，不仅是混沌掌大成，借助着这次机缘还突破了觉醒境。这时他才瞥见自己身后竟然一直都站立有一人。终于醒了吗，小和尚？1个月古墓开启期限要到，你是最后一人，快随我出去吧。刚到出口，金翅大鹏带着妖兽一族的众妖们早早就在此等候。金翅6俯冲下来时，萧云也当仁不让的迎上一掌，巨大的爆炸声将周围妖兽都震开。兔子趁这时候也赶紧跑路，此时不跑老娘还更待何时啊？此时金翅6的浑身上下每一根羽毛都散发出金光，魔僧你有资格让我全力出手。随后一只巨大的鲲鹏就从虚空钻了出来，这乃是金翅6修炼出的一门大神通，绝非是寻常神通可以比的。其他妖兽们都被这股气势惊呆了，他们的族内长老很多都没有这般气势。萧云也被这条巨大的鱼吓了一跳，吃鱼也并不是他不爱吃鱼，主要是吃肉吐骨头，那吃鱼得剔刺。随后一尊巨大的佛陀虚影幻化在萧云的背后，一条小菜鲲，你以为你鱼鳍长长了一点，离了水你就想飞了？随后的那一声爆炸犹如核弹，烟尘散满，鲲鹏就犹如死鲲一般躺在巨大的巴掌印里一动也不动。秦冰月一脸的得意，你们都太小看魔僧了，我就说他不会输。金翅6这时找了个机会一下跃到空中，魔僧你别得意的太早，边飞边将一根金色的羽毛丢了出来，劲气堪比圣人境的一击。只见下一刻金翅6突然变得巨大，叫嚣着就朝萧云压下去，去死吧魔僧！一条鱼只是吞下一只鸟，下一刻就变成了巨无霸，巨大的身影笼罩在萧云的头顶，看来不动用全力是无法破开这孽畜防御。萧云想着，趁着身体被挡住，自己快速出手，应该没人会发现。随后一巴掌给鲲鹏顶飞了出去，虽然仅仅只是一瞬间的能量波动，从秦冰月疑惑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还是发现端倪了。不对，这气息好像不是佛门的功法。这女人的直觉这么敏锐，萧云也没料想到，此时已经无暇多想，既然出手，那便直接杀了吧。本来是致命的一击，被突然出现的另一只神兽毕方拦下，实力无限接近10强神兽的存在。萧云不仅能认得这只神兽的气息还很强。说好了不插手，你这是欺我人族无人了吗？秦冰月，你们已经杀了一只神兽金翅大鹏了，难道觉得还不够吗？也不要觉得我们妖兽是好欺负。就在两方都剑拔弩张之时，万剑山庄的红毛也发话了，比人多是吗？大不了鱼死网破。随后毕方抓住金翅大鹏幻化的鲲鹏，少在这逞口舌，我会在圣路上等着你们。随后秦冰月故意支开其他人族修士，你们先走，我与魔僧还有几句话要聊。小和尚，等姑娘都要走了，还不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大家都叫我魔僧，你也随着叫吧。我要的是真名，你应该听得懂。萧云是该听懂时就听懂，该不懂时就不能懂。我修佛之人早已6根清净忘却外物，秦仙子就随便称呼便可，至于名字早忘了。气小气！秦冰月气愤的嘟着小嘴，直接转身就要走，真名都不肯说。至于呸，你拿着吧，别忘了欠我一个大人情。有空来北海找我。贫僧真是孽缘啊！随即手一挥，一枚雷祖的印记出现，随后捏碎，凭空消失的萧云瞬间在千里外的雷祖身边出现。小子历练完了，不知下一个地方雷祖能不能送我去一个专门修炼剑道的？因为萧云现在要完善这本剑道的准地经，剑魔独孤剑的气息，雷祖一下就感知了出来，随即带着萧云踏空飞走。走吧，我知道该带你去哪了。半坤时候，萧云直接被雷祖在空中当标枪投了下去。我去，提前打个招呼啊，雷祖！飞行途中，萧云还不忘给身份再来个变化，这次是剑修，怎么着也得给自己整帅一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没到山脚下，萧云就已经感受到了凌厉的剑意，并且强横的剑意数万道不止，自己真是来对地方了。下一刻，只听砰的一声，巨大的冲击差点给萧云脖子都给干折了。哈哈哈哈！山下瞬间传来
3名剑修毫不加掩饰的大笑声。今天居然又来了一个白痴，也不打听就赶来攀登剑神山。男人被老祖当成标枪从万米高空投了下去，本想伪装成剑修攀登剑神山，哪里会想到这里竟然连大地来了都禁止飞行，顿时就遭到一群剑修的嘲讽，哈哈哈哈哈！真是白痴啊！你们看见没？哪知下一刻萧云就打他们脸了。东荒剑神山，看来是到东荒了吗？处处充满剑意，果然是个修剑的好地方。传闻除了大地之外，还没人登过山顶。我去，看着奔跑起来的萧云3人顿感无地自容，我眼花了吗？走路都费劲，那家伙居然不怕剑意的压力。此时景山脚下的剑意便已经开始凝视石之火，这还没开始进山呢。进入后的萧云心中更加惊骇不已，只是走在其中，自己剑道里的杂质在山中剑意的冲刷下，竟然自己就在不断提纯。下一刻，萧云脚下突然咔嚓一声，随后仔细感受一下，居然是真正的大地剑意，正好完善了自己宇宙剑典中的大地剑道。此刻，一名粉衣男子在前方石桥边出现，人剑合一，兄台如此年纪轻轻，竟然就领悟了剑意的精髓。此人叫花狼星，来自出名的剑阁。剑阁阁主更是最强剑圣，不算地兵加持排名第1准帝。萧云初来乍到，正好需要一人之意，于是语气态度全都客气了不少。当被询问姓名时，在下独孤求败，无奈得独孤剑前辈传承，答应庇护他独孤世家，就先冒充一下他的后人吧。一听闻父姓独孤，作为东荒修剑的剑修，那自然都是了解。莫非兄台就是独孤世家这一代出世的传人？独孤世家也算是威震东荒，每一代出世传人都精彩绝艳，当年剑魔更是横压一个时代。所以花狼星听后对萧云也表现得很是客气。或许是树敌太多，因为自独孤剑消失后，独孤世家已经很久没有派人出来历练。在萧云又询问这东荒有哪些天才时，花狼星二话没说就掏出一张剑谱，这是你问剑阁的人，可算是问对人了。剑阁之中有一排名剑谱，分为天地玄黄4卷，其中每10人1卷，天榜为圣人之上，第一便是剑阁阁主，地榜涅槃，玄榜祭灵，黄榜祭灵之下。当时在万妖战场遇到的万剑山庄圣子傲天就是排名玄榜第7。这时花狼星又笑着解释打断，剑榜强者虽多，但并不代表整个东荒，例如叶家这种的许多天地世家中高手就都不用见。客套完的2人刚要继续前行，去路刚好就被一人挡住。玄榜第6白鹏，你就是独孤世家传人，当年我爷爷败于独孤剑之手，你可敢接我一剑？花狼星还在一边当和事佬，独孤兄白兄，你们往日有冤，但近日无仇啊！可剑修遇到剑修的拔剑，身为剑修哪有不接的道理？否则剑心不稳，理当奉陪。身为剑修遇到剑修的拔剑，哪有不接的道理？否则剑道之心不稳。可哪知2人剑气刚刚一外放，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噬。剑神山内的剑修有规定，不能相互拔剑，否则会引发剑意攻击。但是这里的剑意相通，谁走得更远，一样可以判定一人在剑道的天赋实力。说罢，白鹏直接转身，你一个刚领悟人剑合一的小子，就等着在后面吃土吧。当年白鹏的爷爷就曾被独孤剑说过是3流剑道，至今再未踏出过白城一步，所以白鹏才会如此生气。技不如人还不思追赶，只会仇怨，难道不是吗？原本想化解这段恩怨的花狼星一听，独孤世家的人在剑道上还真是一样的骄傲啊。山下看戏的人也越来越多。3人步履艰难，顶着剑意前行。这时很快花狼星便坚持不住，独孤兄你继续吧，因为在网上很可能会无力抵抗剑意支撑着自己下山，到时候伤及本源就得不偿失了。这时走在最前方的白鹏也有些坚持不住，开始强行燃烧灵力支撑，灵气一旦耗尽必遭重创，何必呢？不知这里的剑意和自己的大地剑意同源，能否吸收一下呢？萧云随后说干就干，这一试之下还真行，一时之间整个人身上的压力全消，行走在这股天然的大地剑意下，简直如鱼得水。愤怒使白鹏再次失去了理智，心中默念着就是死他也要赢。突然一口气没撑住，数道剑意贯穿他全身，原本还在后方休息的花狼星，突然就见一道人影飞快地冲了下去。魏白兄没必要吧？下个山还这么着急啊？此刻的萧云仍然继续向前，因为就在刚刚，自己的大地剑意已经圆满了。剑意风暴中蕴含着无穷的剑意，自己这才刚过山腰，或许宇宙剑典真能圆满呢。转眼2天半，萧云的风之卷、水之卷、火之卷、雷之卷全都圆满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登山吸收天然剑意，将剩下的4种剑意也修炼圆满。山脚下看热闹的这群人现在已经做了有快半个月，听说玄榜第1的傲无双每次也只敢上山待5天。花狼星突然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简单，赶紧从怀中取出一柄金色小剑，向空中一抛，便以肉眼难见的速度疾驰而去。这是必须要赶紧禀报剑阁，剑榜估计要大变天了。这时剑城之内，白鹏每日都会向仆役询问剑神山的消息，怎么那边还没动静呢？禀少城主，属下日夜派人把守，没有10多天没下山。白鹏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心中不禁也泛起了一丝担忧。这人在剑意方面的天赋肯定不是自己能比的，但为了洗刷白家背负1000年的耻辱，下一战他一定得赢过萧云，去取冰雪剑来。精血养剑虽然耗损本源，但只有这样可以让他动用冰雪剑一次。而这时的萧云已经超越了傲无双，剑阁内雷战也已经收到了花狼星传递来的消息，迅速找来了自己儿子和3位徒弟，因为他此刻又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自己曾留在山顶的那部惊雷剑谱，准帝级别的神通功法，居然有人在参悟。此雷之剑意超凡脱俗，号称天下第1速度，留下此功法也足以证明雷战当年的骄傲，相信能登此峰顶者，唯有我雷战一人。再登此峰顶者，唯有剑阁。而雷战的儿子似乎也发现了父亲此刻的焦虑。父亲发生了什么事？雷战手一挥后，你们自己看吧，就是当年冠绝一个时代的独孤剑，也只比自己的3位徒弟强上一点，但离那山顶可还远呢。传令下去，告知花狼星，务必要与此人交好，这独孤世家必定又要引领一个时代。这时候有人发现，萧云居然起身也在雷战刻字的旁边开始刻字，这也太无礼了吧！他怎么能和师尊一样？雷战却是看得很通透，不必气愤，他写的一点不错，确实值得骄傲。只见萧云只写道：独孤求败，今年18岁。随后继续前往前方那处山洞，令他没想到的是，山洞之中留下的居然是一把地兵大地之剑，可雷战又为何没有将其取走呢？
男人眼前出现一把大地之剑，随后又幻化成了美女的模样。你是第9位出现在这里的人，前7位全是大帝。萧云一愣，感情就自己是最弱的呀。而这地兵没人要的原因是，竟然要掌握7种剑。萧云目前领悟了5种。当萧云询问剩余的2种时，这个我真不知道，需要你自己领悟。我也刚诞生不久，大脑一片空白。萧云转身就走，那等我再领悟2种剑意再来娶你吧。萧云一脸无语，走了，不走干嘛？留下也是徒增伤悲。下山后，花郎星还一直在山脚下守。独孤兄，你登到了何处？萧云回道：如果我说登顶了，你会信吗？花郎星一愣，当然不信。既然独孤兄不愿说，我就不问了。不过白鹏在建城内摆好擂台等你一战的事情已经传遍整个东荒，你若不去赴约，恐怕会影响独孤世家的名誉。原本萧云是不想去的，毕竟白鹏的剑道不堪一击。不过听见去观战的还有东荒各大天骄使，那这倒是可以去一下。随后就飞了起来。走吧，花兄，我们去建城。此时白鹏已精血养剑已有半月，这一战无论输赢，他的根基都是稳的。此刻建城城主府擂台周围已经人山人海，选榜第7的傲天也来了。剑2，等你很久了，趁着人没来，我们先比试一场吧。剑3直接挡在前面，傲天你的排名还不如我，想挑战我师兄也要先过了我这关吧。2人一击过后，剑3就被击退出去。卑鄙，你居然使用半圣兵！但很显然胜负也已经明了。我们万剑山庄的人本来就是铸剑师，我亲手铸造的剑有何用不得？更何况这是我在万妖战场亲手养成的半圣兵。这时剑2开口道：傲天，你的血魔剑升级，确实有资格直接与我一战。但是白鹏这时刚好赶到，今日是我白鹏专场，还请诸位给我个面子，改天再战。随后萧云也来了，等你很久啊。不过萧云到了之后就点名要找剑2，剑2也不墨迹，当即站了出来。早就听花兄常提起剑2兄的威名，今日得见讨教1、2，还请剑2兄成全啊。花郎星当即亚麻呆住，你惹事干嘛非要带上老子？我什么时候说过了？白鹏顿时怒火中烧，感觉自己被耍。独孤求败，你耍我，我耍你了吗？自始至终我就没接过你的挑战，因为你还不配。转而面对剑2时又换成了以礼相待。剑2兄请吧。萧云第一式先起手的是大地剑影，剑2利用惊雷剑点中的闪电步身法轻松穿了过来。不过萧云不但不失望，反而还兴奋了起来。闪电步学得不错，不过可惜了，我也会。近身后的萧云更是一剑插裂了地面，一剑地震裂9州。围观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一招击飞了剑2，还有他怎么会剑2的招式，居然还修炼圆满了。望着已经稳住身形的剑2，剑2兄现在可以拔剑了吗？随后一剑冰封3万里对轰上雷神斩，势均力敌。然而这一切还并没有完，萧云反手就甩出了圆满境的雷神斩。望着已经败的剑2，回去请雷战前辈导出体内雷电，再休养几日便可无恙。对于萧云的留守，剑3到了，据感谢便带着师兄剑2离开。这时忍无可忍的白鹏趁机从空中偷袭了过来，围观天骄们都不耻他这种行径，依靠精血催动的圣兵还搞偷袭，真是无耻。萧云眼神阴凛，既然是你搞偷袭在先，那就别怪我杀了你。先是接下白鹏的一击后，白鹏这是你自找的，一剑地震裂9州，一剑冰封3万里，一剑狂风卷星辰，一剑誓言9重天，一剑惊雷破5岳。所有天骄都被震惊到，居然5种剑意，而且每一种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时承受了5道剑意攻击的白鹏也被打趴在地上吐血，圣兵居然都被击溃了。这个独孤剑真的是太强了。但是这一刻萧云还并没有完，既然你杀我，那我便杀你。现在的白鹏已经毫无招架，可这毕竟还在建城，白虹单手就将所有攻击给拦了下来。敢在我建城杀人，是不想活了吗？白鹏瞬间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孩子别怕，有为父在，谁也伤不了你。老一辈插手晚辈的事，这下建城够丢脸了。不过独孤求败这下也算是没戏。白虹知道自己反正已经丢人，那就索性脸都不要了吧。这一剑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先废了你这独孤家传人再说。男人面对致命的一击却不闪不避，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死。下一刻巨大的巴掌反手笼罩在白家父子的头顶，从刚才一击的威力，白虹发现这绝对是圣人。突然又一道光芒冲来，轰碎了手掌，这白家是没完没了了。老城主都出来了，看来如传言所说，真的成圣了。孽子处事不当，老夫必定惩罚。想必道友应该就是这位独孤小友的护道者吧。下方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毕竟当年独孤剑就意外陨落了，这次独孤世家肯定要谨慎些。白家这回要倒霉了，果然雷祖是丝毫不给情面，火爆的脾气当即就是一掌摁了下去。老城主这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圣人境界，这是大圣啊！他临死都不会想到，就算是准地来了，雷祖也敢开。围观的人这才意识到不妙，这独孤世家的护道者真是牛大发了，一掌给白家现城主老城主都拍死，这白家算是完了。萧云随后又解决掉了白鹏这位少城主，之前叶大刀的那把圣刀被封印了，魔剑又太诡异，这把无主的圣剑正好适合自己。随后萧云来到花郎星身边，如今已经是选榜第4，还有哪些可以挑战的人，烦请花兄指教。剑榜之中，剑1、剑2、剑3同属一脉，你能轻易击败剑2，想必剑1也没有挑战的地方，剩下的就只有傲无双了。不过若不是非要挑战剑榜，7日后的荒古圣体赵无极和我们东荒叶家唯一至尊体玄黄不灭体的一战，到时候倒是可以挑战获胜者。有如此好事，那就走吧，花兄。只是让萧云没想到的是，挑战来挑战去，竟然又挑战回了自己家。此时的叶城内，叶飞刚刚出关，叶剑就将赵无极的战书递了过去，并且还将白家的事情说了一遍。如今东荒全都是支持独孤家的，白家不仅白死，还落了个被骂的下场。叶家也是这个态度，公然破坏了规矩的白家当然是咎由自取。这时打开的战书中，一道金光闪过，一道金色虚影瞬间浮现在半空，紧接着就是向下挥出一拳，叶飞赶忙就是一拳拧了上去，冲击的余波直接就将叶剑震飞了出去。叶飞的脚下也满是裂缝，真是没有想到，仅仅一个字就有如此的力量。通知下去，我会在飞仙台与他一战。而此时萧云也被花郎星领进了一处客栈，这次来观战的天骄都在这里。萧云以独孤求败的名号，这几天在东荒也是传开，一战便达到选榜第4，前无古人啊！就是当年的独孤剑也没有这般厉害。很快萧云也见到了剑阁的剑
一，还有选榜第1的奥无双，并且奥无双还提出了无聊玩玩游戏的建议，切磋有伤和气。今天的主角是赵无极和叶飞，所以我建议一件会酒。说着自己便开始做起了示范。建议包裹后的酒杯被他凌空丢了出去，考验的就是对化解建议用的力度的精准，否则就一滴酒都喝不到，还要被建议深。花郎星这时在萧云耳边小声嘀咕道：“独孤兄你小心，我猜这就是在搞针对你，因为大家都说现在你比他厉害。”萧云咧嘴一笑，虽然说起来有点狂妄，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事实。这时只见接酒的叶剑手掌一转，整个酒杯便跟着转了起来，利用旋转的力量直到将剑意消磨殆尽。好酒，那便多谢奥兄赐酒。虽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是这在奥无双的眼里无疑是在取巧。这种实力的对手他是看不上的，其他的都是老朋友。独孤兄第一次来，那么这第2杯就先敬独孤兄吧。为了防止萧云会照葫芦画瓢，还补充道：“想必一出世便惊艳世人的独孤兄，应该会有点新花样吧？”模仿便落了下风，这下独孤求败有麻烦了。男人接过一杯被剑意包裹的酒，却不似别人那般先将剑意化解，而是连剑意带酒一口吞了下去。可是修剑之人都知道，强行吞下别人剑意的话，若是剑意本不相通，运气好的不死也是重伤。不过眼前的独孤求败却好似一点事没有，就连奥无双这时也放下了成见，说道：“独孤兄神通莫测，我不如也。曾经每位出世的独孤世家弟子都是惊才绝艳，独孤世家更是剑圣世家。此番一见，所有人都赞叹到开眼了。奥无双更是和赵无极有着同样的武士性格，希望以后能和萧云切磋一下，更是直接丢出一枚剑会邀请令。届时天下见到英豪齐聚，萧云也就不客气了，主要也是久闻剑会盛名，自然不想错过。奥无双的性格也算爽朗，当即到我宣布以剑会酒结束，大家开怀畅饮。这时见一叶剑花郎星3人凑在了一起，听说飞仙台乃是你们叶家2位大帝飞升的地方，无过去过的人不是死就是疯，也有获得过机缘的，就不怕意外吗？哈哈哈，非也非也，外界传闻罢了。其实那飞仙台上有的只是2位大帝留下的仙缘，只是有些强行吸收性格偏激者会容易走火入魔，才不幸伤亡。听后萧云就明白了叶飞为何选择那，看来是想通过与赵无极的极限战斗触发某种机缘。果然天才都是疯子。与此同时的天地山峰顶，正在修炼的叶飞身边站了位老者。你为何非要选择飞仙台呢？引发道劫这种东西连我都没听说过，你仅凭借一本古籍记载，万一搞错了。这时叶飞站起，是不是真的明日世事便知？正道之路又何尝安全过呢？翌日飞仙台之上早已人声鼎沸，比之前几天的建成城主府之战恢宏太多。而萧云今天的打扮也有些另类，独孤兄为何戴上了面具了？喜欢。而这一回答是让花郎星既尴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只有萧云自己懂，自己要不戴面具，鬼知道赵无极那二货见到自己能玩出什么幺蛾子。男人全身被一只100米长的黄金蚂蚁包裹，最后直接融合成了一尊金色的战神。叶飞也是慌的一批，吓得也开始变装。围观的人无一例外不是越看越起劲，因为这不仅是10强神兽。就在刚刚，叶飞那一掌遮天掌拍下来之后，竟然直接引发道劫，让遮天大帝降临。此刻无数道圣人的目光都投向此处。萧云也明白了叶飞的意图，这飞仙台果真有古怪，幸好降下的不是叶天帝的道身。这时叶家的圣祖从虚空走了出来，诸位莫慌，这道劫在大地气机最浓郁的地方才会出现，但其实又是大地对绝世天骄的考验。度过了地运加深，正道机遇剧增，渡不过则死。这等好的大机缘，就算危险重重，无疑还是让一群天骄们羡慕不已。那可是正道大帝的机缘啊！萧云这时也上前，那敢问前辈，这大帝道身是成帝前还是成帝后的？当然是成帝之后。不过道劫可以允许9人同时出手，这也便是邀请诸位天骄来的原因。凡出手帮忙的，我叶家也不会亏待于你。大圣级别的剑圣功法，任你们挑一门。不少人感叹这天帝世家好手不过代价可是玩命。萧云也有些心动了，想要收服那件神山的那件帝兵。这叶家作为东荒霸主，曾出世过2位大帝，或许能有自己残缺的那2种剑意。此时傲天第一个上前道：“剑者宁折不安，前辈我愿出手，拥有一部分地运，就算无法正道大帝，成为一方剑圣也是够了。”不错，圣祖也直接给予了这一想法的肯定。这时选榜第1奥无双，还有赤霄也出手了。地运的价值确实诱惑力太大，就算只成圣，那也有了超长的寿命。万一再遇到些奇遇，圣人也是离大帝最近的存在。见萧云一直还不开口，独孤小友，那你呢？因为剑一界2等人有雷战这个导师在，肯定是不会冒险出手了。萧云心中也有自己想法，我不要大圣级别功法，圣人境的剑道功法我要30门。不行，我叶家这种级别的功法也仅23门，一下少了7门。萧云还在犹豫。花郎星这时传音到独孤兄，他们叶家并非剑道世家，只能拿出23部，应该不假。萧云答应之后，叶家叶枫、叶云2人也加入了，不过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老祖直接丢下2枚丹药给他们，洗灵丹，你们将修为洗到觉醒境。事后1人1件圣兵，众人无一不是羡慕又惊讶，因为风云2人号称风云无双，2人联手之下也曾横扫过整个东荒天骄，而吞下的也不是提升修为的丹药，是自降一大境界。这时遮天大帝的道身已经完全凝聚了出来，9天10地唯我独尊，一手遮天，天下无敌。随后他望向了脚下的2人，我的后人居然还有一位荒古圣体，竟然是2具荒古圣体加身，怪不得可以与觉醒大神通的玄黄不灭体一决高下。早已经成帝的遮天大帝，没想到会被一群小辈召唤出来。出手吧，道劫之下，我不会留手。萧云等一些天骄们都已经感受到这地威的恐怖，仅仅一个眼神，有很多出窍境的都已经跪下。赵无极、叶飞2人迎着遮天掌已经冲了上去。这时圣祖也开口了：“叶枫、叶云，你们2个一起上，其余奥无双、独孤小友，你们也做好准备。”圣祖这做事看似滴水不漏，但萧云看得出来，这叶家的圣祖是一丝一毫不放过任何对叶家有利的计谋。不过萧云在看到叶枫、叶云的攻击手段时，也确实有点意思。2人联手之下，居然能和赵无极、叶飞的实力不相上下。只是可惜，几位小友也一起上。萧云没评价完圣祖，就着急开口了：“能够与大帝同境界切磋，就算是败了也无憾。很多天骄都是这般想法。这一战的价值可不只是大圣阶功法和地运这么简单。
只要能活下来，这其中的战斗感悟就是无价。本来围观来看热闹的人也没想到，两位至尊体的一战，竟然演变成了所有剑榜上的高手一起出手，而且对战的还是真正的一位大帝。这时叶飞也开口：“赵兄，诸位，还请你们为我争取一点时间。大帝世家的人无需依赖神兽自己血脉中就有可能激活神通。这叶飞觉醒了遮天大帝的遮天掌还不够，难不成他还有什么强大的后手？”这时7人都已经冲了上去，除了叶飞留在最后开始结印，还有一个没冲上去的就是萧云。他看向叶飞手中的大印时，这股气息是真的强，砸向遮天大帝时都不得不让大帝双手去接，甚至于爆炸的余波直接就让一些天骄们失去了战斗能力。你竟然领悟了2门大神通，赵无极也是一惊。然而这一切却并没被遮天大帝放在眼中。你纵然悟性惊人，但终究不曾悟到，想赢得大帝的道身，终究还是差一步。圣祖眼看着所有人都被轰飞，就剩下了萧云一人，也开始着急了。独孤求败，你还不出手？萧云咧嘴一笑，好。霎时间，大帝剑意、狂风剑意、寒冰剑意、赤炎剑意以及惊雷剑意5重剑意合二为一，惊世一剑，直直朝着遮天大帝道深至刺而去。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只知道独孤求败强，可这也太强了吧！怪不得有登顶剑神山的实力，真不是吹嘘啊！赵无极看着眼前的剑修少年，不知为何有些颇为熟悉，可他怎么会剑阁雷战的神通？你是谁？可萧云一句话就给赵无极对蔫了，关你屁事！这边的叶飞天地印又再次领好了，现在也就唯有这个还能有点杀伤力。赵兄别管他，先渡劫要紧。赵无极也是直接用出了看家神通战神拳，再不开大命就没了。于是，一拳一剑加个王八壳，直直朝着遮天大帝压制过去。在3人合力的压制之下，遮天大帝也没想到自己的道身居然会受伤。这时，刚才被轰飞的几人也都瞅准时机，快点，大家一起上，磨死他！遮天大帝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先把这帮小喽啰清掉。于是左边一掌拍飞3个，右边一掌又拍飞3个。这群人里哪一个不是天骄？不说在宗门，就在修炼界里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只想趁机装杯捡个漏也不行。他独孤求败为什么就这么强？我不服！其余2人凭借着天赋神通还能够周旋，可那独孤求败为什么仅凭了一把剑也这么厉害？眼下谁都知道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成王败寇在此一举。眼下观战的人虽然也羡慕，但也知道出身不能选择，可今后的人生可以自己开辟。就算不是天骄，但只要努力过，便不枉此生。这时叶飞又被一掌拍落，赵无极被脚蹬了出去。几人完全就是那种换伤的打法，但只有萧云是不同的。几轮下来，遮天大帝也看出来了，果然就是这家伙最难对付。这一刻，萧云浑身神光大放，对着下方赵无极、叶飞2人喊道：“这家伙现在就要是强弩之末了，你俩抓紧恢复片刻，我来挡住他。”遮天大帝双眼瞪大，听到这等狂妄的话，忍不住唏嘘道：“就你一阶凡胎，挡我，你能做得到吗？试试便知。”随后，萧云以雷电分身加以速度，一人开始拖住遮天大帝。片刻后，叶飞抱着天地印冲上来，一命换一命，以不惜重伤的代价砸断了遮天大帝道身的一条手臂。余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赵无极更猛，直接战神拳轰向遮天大帝的另一条手臂，随后还不算完，上手直接就给遮天大帝给搂住了。萧云看得心惊肉跳，这赵无极还真是战斗疯子，看来自己不动用点真正的底牌也是不行。手中虽然抱着雷神斩劈了上去，但在接触到遮天大帝头的那一刹那，明显感觉到遮天大帝的眼瞳呆滞了一下。混沌，然而2字刚出口就直接爆炸了。萧云也暗道幸亏他没有说出来，不然自己怕是走不出这东荒，甚至走不出叶家呀。不过从叶家圣祖的笑容应该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发现萧云，不然以叶大刀那件事肯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这时擂台上，不管是死的活的都开始接受大帝的气运吸引，一时之间金光充斥整座擂台。恢复伤势只是小事情，吸收了这气运大体上会有5种好处：第一，可修炼顿悟遮天大帝的功法或者神通；第2，用来顿悟其他功法神通；第3，用来提升修为；第4，可以让兵器吸收，从而提升兵器的潜力和等级；第5，就是无论你选择的前面的哪一种，都会为你带来气运。气运则是可以理解为虚无缥缈，让人奇遇。观众席位的人都非常羡慕，有这际遇那肯定都是选择顿悟功法神通嘛。也不尽然啊。这时有人道：“你看那傲天就是选择了锻炼兵器，不过万剑山庄的人这么选择也能被理解。总之应该不会有人傻到提升修为吧。”然而就在此刻，萧云将这一系列话都捋了一遍，算是明白了这地运不就是顿悟吗？那还要这有何用？不如用来提升修为，尽早成圣。男人吸收了整个东荒一半的大地气运，本来受人羡慕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结果在他将地运都吸收完的那一刻，所有人怒骂他是傻子，简直是暴殄天物。哪有人会将地运不拿去顿悟功法，直接用来提升修为的？独孤兄，你该不会真的拿来都提升修为了吧？这下连花郎星也有点对自己的眼睛不自信，他是最了解萧云实力的变态之处的人。算了，没事，你喜欢就好。其实圣祖的心中还是窃喜的，萧云本来获得的地运就是最大，已然是叶飞城地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这下好了，居然是个傻子。就在同一时间，真正的独孤世家传人独孤拜天，恰好在这一刻居然准备闯荡天下。而作为剑修的第一站自然是剑会，可当他在路过一群剑修的身旁时，居然听见所有人在讨论的都是独孤世家的传人多么牛掰。本来还想小得意一下，本少这是未出山，名头都已经打响了，你们这群臭狗仔眼光真好。可当独孤拜天亮明身份后不对劲，所有人居然都是骂他的。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独孤世家传人怎么就成冒充了？我就是，你不是。气得独孤拜天打听完剑会的具体地址后，直接就朝剑会举办地万剑山庄冲了出去。这时距离剑会还有几日，萧云正在纠结自己带回来的速度、冰雪、生命、死亡、木、金、极阴、极阳8种剑道，而自己缺少的究竟是哪2种？这时花郎星敲门后走了进来，其一是送这剑会的邀请令，其2就是来传达他师尊雷战邀请萧云论道一事。原本萧云还以为是要对自己偷学了惊雷剑品问责，结果人家只是想结个善缘，学都学了，不外传就行。在萧云推门来到剑阁的会客厅之后，发现雷战的身上就迸发出七彩霞光，整个人就宛如斜插在地面上的一把剑。其实这也不是别的，正是雷战悟得的雷之剑意。虽然只有1种雷却强的可怕，怕是再有一步就可以迈入大道。萧云也当下明白了过来，
这是绝佳的参悟机会。这是雷战在让自己看他的剑道，对面前剑道使用一次顿悟，而结果也与萧云想的一样，雷战是有求于自己，而雷战这时说到剑意圆满之后就是奥义，自己的雷之剑道里已经包含了速度、毁灭、生命与死亡，但是没有人知道一种剑道里面包含了多少种奥义，这也是修剑之人轻易不敢尝试正谛的原因。不像其他的道本身就是奥义，修至圆满便可。萧云一愣，那自己岂不是就没希望了？怎么就领悟了5种剑意？非也，剑道正谛其实每种奥义我们只要领悟一半即可，以5种剑意路更宽那小伙子。至于你缺少的那2种剑意，我猜测应该是时间与空间。不过成功之后，我希望这把地兵能借给我斩杀一位敌人。萧云这下听完是真高兴了，反正地兵获得之后就会认主，而且自己的宇宙剑典中肯定也缺这2门剑意，或许还能完善剑典，就是不知去哪里可以寻找。可问到这，雷战的眼瞳突然深邃了起来。敢于修炼和能修炼这2种剑道的人可不多呀，而唯一一门空间剑道，放眼整个天下为你们独孤世家。男人冒充剑道世家的天骄观摩剑圣的雷之剑道，不料想却在观摩完毕后露出了犄角。空间剑道为你们独孤世家才有，你小子不会不知道吧？还好萧云足够机警，前辈你也知道那功法能修炼的人甚少，所以家族里早拿去垫桌脚了，剩下的就是时间剑道的存放之处。不过这本雷战也不知道，时间和空间一样稀有，而且至今未曾听说过有任何记载。紧接着萧云便岔开话题继续忽悠道：前辈我似乎知道雷之奥义总共有多少种，正所谓9乃数之极，时是圆满，但又所谓日长则仄，月满盈亏。雷战抚摸着下巴沉思，你小子这说的似乎有那么点道理啊，但前辈大道50天演49，圆顿其意，或许也有可能是49种。雷战嘴角都抽了一下，9种就要老子亲命了，你还跟我扯49种？前辈您莫生气，我也就是随口一说，因为我觉得还有可能是108，因为去你的吧！雷战一巴掌就给萧云请了出去，出门时直接脸着地，花郎星还在一旁候着。前辈指点了我一下闪电步，鄙人进步神速一下没把握好速度，莫担心了。花郎星一脸黑线，你那从哪里看能看不出来不像是被扔出来的？当我傻子吗？雷战看着门外渐渐远去的萧云背影，那可是地兵啊，谁能不动心？希望这祭灵萧云能成功吧。5日后的客栈内，萧云整整悟了5日，虽然知道了雷之剑道里有生命、死亡、毁灭、速度4种奥义，但想领悟出来却是难，除非自己不计代价的使用顿悟次数，但这些他还准备留给混沌体突破。剑会马上要开始，刚一出门，门外却站了一群剑修在等候自己，当然并不是为了剑会之事，是为了独孤拜天的事情过来吃瓜的。剑魔独孤剑死了快1000年，独孤世家都没有传人出世，怎么偏偏在自己冒充的时候就有了？反正自己不是本体，所以萧云的整体表现比较自然一点无虚，也让花郎星比较相信萧云这边，毕竟这实力摆在这，没必要冒充别人。独孤兄我们也都是相信你，只不过对方出示了你们独孤世家特有的身份令牌，还有你们独孤世家的独门神通。萧云脸不红心不跳，感情你小子在这里挖坑等我呢，但老子可是看了10年的本山大叔视频，我忽悠不缺他。随即带头御剑道走了，说不定我独孤世家又有传人出世。而2方人见面之后，独孤拜天已经有了很多的支持者，并且台下也多了一群吃瓜看戏的吃瓜群众。萧云却二话没说，直接给了独孤拜天一个大大的拥抱，开口便道：大侄子真是好久不见，把一群抱着饮料瓜子的吃瓜人都看懵了，这瓜吃的好像哪里不对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吗？男人不仅冒充独孤世家的传人，还直接喊独孤世家这一代的出山传人为大侄子，只因为他偶的上一代传人令牌又看了本山大叔10年的小命，这一忽悠还真给对方忽悠去了。叔叔，原来您真的是叔叔，小侄刚多有冒犯，因为就在刚刚，萧云将原本就是独孤剑留下的宇宙剑典中的地质卷先传给了他，要知道那可是门准地经，就算不是亲人也已经甚是亲人，更何况如果不是亲人，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平白无故的就送给你？还有这身为长辈专属的摸头杀，一下就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我家叔叔也喜欢这么摸我头呢，巧了，我家叔叔也是这样。随后萧云便想到了空间剑道一事，将独孤拜天叫到了一旁。经过聊天后才得知，独孤拜天6岁便去剑种与剑为伴，一待就是30年，直到仲夏剑心才外出历练，怪不得这么傻。当提到空间剑法时，萧云以要挑战中土各大圣地不方便回家族为由，让独孤拜天回去复刻一番。他居然丝毫没有怀疑的就答应了，这下萧云也乐得清闲，有这样一位大侄子真好，那就快去快回吧。临行前，萧云还不忘对大侄子的剑道进行一番指点，拟悟了生命与死亡2种剑意，未来很适合轮回大道啊。独孤拜天当然也是不胜感激。片刻钟后，2条金龙拉车来到万剑山庄上空，为首是天地世家秦冰月，身后跟着同为大地世家的君家神子君逍遥。我与秦仙子早已有婚约，自然外出历练是要形影不离的，但显然秦冰月对于这条跟屁虫不是很待见。你修的又不是剑道，凑热闹什么剑会？别一会被赶出来了，再丢了君家的面子。君逍遥对于秦冰月的嘲讽非但不生气，还顺杆子爬。我君家自然不如你们秦家，虽然不走剑道，但身为大地世家，我也学过一门剑道神通天外飞行，也不是什么剑修都可以接下来。秦冰月身边的秦剑专修于剑道，听完后一惊，莫非是逍遥大帝的仙剑神通？君逍遥也不谦虚，直接承认正是此门神通。听闻东荒出了位超级剑道天才，独孤求败，他连大地道身都杀的。我劝你一会，那天外飞仙还是别展示了。越这么说，君逍遥反而越想展示，不过是在赵无极和叶飞后面捡了漏，要击败他还不容易。随后路过时故意对萧云等人视而不见，还对着傲无双道：傲圣子，以后不要随便给我介绍什么阿猫阿狗。萧云抿嘴一笑，这种人啊，就是欠社会的毒打。不过秦冰月路过时却主动打起了招呼：你是那个酒肉和尚对不对？萧云尴尬挠头，这怎么都能遇上，不过肯定不承认，我才刚出来历练，还没考虑过当和尚。秦仙子说笑了，秦冰月心思明镜，别笑，
像了你就更像了。这时花狼星从旁边走过来道：“剑会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走吧。”独孤兄路上介绍到，这剑会共分3场：论剑、关键和选剑。论剑时会有剑圣坐镇，每人也有机会询问剑圣一道剑道难题。关键是圣兵的铸造，选剑则是进入剑池。有人得到过圣兵，也有人关剑后多年后成为剑圣，很多人成了人情。这也是万剑山庄为什么能经久不衰的原因。这时剑会内，独孤拜天与君逍遥一言不合已经杠上了，傲无双在一旁劝阻也是没用。君神子这里毕竟是万剑山庄，还请您息怒。傲圣子，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君逍遥一声冷哼，浑身雷光涌动。独孤拜天的生死剑道也丝毫不甘示弱，两人的战事眼见就要一触即发。萧云从对方的气机已经可以判断得出，独孤拜天恐怕不是对手。就在这时，一个老头陡然出现在了场中。老头只是发狂喊了一声，就有人吓到大小便失禁。论剑开始。剑圣的实力果然恐怖，不能成胜皆是蝼蚁。老头伸手示意的点了点，老夫傲狂，此届剑会也由我为大家答疑解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提问的机会。就在这时，刚刚被阻止动手的君逍遥开口了：“那请问剑道强，那剑道可否正道大帝？”一群人围观看好戏，这是连剑圣也敢对，万物皆成道，剑道也自然可以正义。那又为何据我所知，九霄大陆剑道无人正帝，就连天剑圣地的那位祖师爷也只是将剑道作为了正帝路上的武器。年轻人，莫不要以为拥有了至尊体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连圣人都还不是，还不配与老夫论道。当年的混沌大帝正道前也无人知道混沌大道可以正道，可剑道未有一人能成功。前辈又怎么知他就一定能正道？紧接着君逍遥又道：“晚辈不才，虽不修剑道，但刚好会一门剑道神通。论剑就是交流的吧？那我就以此会一会在场的剑道阴界不知可否。”傲狂眼中的杀意尽显无疑。这君逍遥身具仙王体，恐怕在场的没有是至尊体对手的。君逍遥像是故意而为之，大喘气后又开口道：“放心，我保证不动用仙王体，就单纯的以剑道切磋剑道。”独孤拜天第一个就要上前，却被一只手拦下。萧云在这时开口道：“要切磋，那我就代表在场的剑修领教一下你们君家了。小子你很勇，不过我对玄榜的废物实在没有兴趣了解。那如果是我想要把你打个满地长牙了，出去一战了解一下。”傲狂这时手一挥：“不用了，建议直接切割空间，能视空间为玩物的这种实力起码是大神。剑道终究是儿戏，这是个至尊体的时代。既然你不珍惜保命的机会，那希望你接下来也别后悔。”只见一夜被君逍遥夹在指尖，记住了，那位玄榜的第一，拜你的这招叫天外飞仙。这时萧云伸出一指，战玄榜。不过如此，就在所有人都不抱有希望，至尊体这么恐怖吗？下一刻，萧云整个人完全的毫发无损，并且气势方面还更胜了。区区一门神通就想杀我，是不是也该你接我一招了？君逍遥瞬间感觉自己被打脸了，不过玩味的一笑，好啊，就陪你玩玩，等会让你见识下仙王体的强大，看你还笑不笑得出。飘了呀！所有人都认为萧云这绝对是喝飘了。上次要不是因为有叶飞、赵无极2尊至尊体，他怎么也不会解决大王。这次居然想单独挑战至尊体，萧云懒得听这一群人和稀泥，直接伸手握住剑柄，蓄势步伐。斩天拔剑是讲求的就是蓄力，不过仅仅这一下爆发出的气势就已经让有些人感受到，这好强的起手式，还未出剑就这般可怕，究竟是什么剑招？萧云抿嘴一笑，别急，老子的招式才刚开始。虽然蓄力这招不实用，但用在这里刚刚好。一炷香过后，因为本就是答应接萧云剑招的君逍遥，萧云不动时他肯定是不能先出手，可是这一等就又是一炷香过后，君逍遥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这小子给耍了。正常战斗谁给你这么长时间蓄力？而就在这与此同时，萧云也终于吸了一口气，斩天拔剑式。这个男人真倒霉，刚装批完就喝了一口老坛姨妈酱。因为就在刚刚，他答应了接萧云一招，结果萧云直接起手斩天拔剑式蓄力，一蓄就是2个半小时，这都站得头上快长草了，你倒是快拔呀！不料萧云嘴角一笑，一股恢宏的气势尽数倾泻而出，斩天拔剑式。君逍遥直接使出仙王体，你特么终于是拉出来了呀！可只是轻轻接触了一下，这感觉不对啊，怎么可能会这么强？旋即反应过来的君逍遥立马口鼻闭紧，只听咕咚一声就咽了下去，绝对不可以在外人面前吐血，不然这脸就丢大了。萧云这边见君逍遥不再有动作，那君神子就承让了。结果君逍遥临下台前还不忘装上一下，不错的一剑，结果差点没忍住，一口老坛姨妈酱又差点喷涌出来。一群人看的也呆愣住，这算是把至尊体击退了吗？不知道，反正看君逍遥接住后好像没受伤，不过没人知道君逍遥受的是内伤啊。这个暗亏吃的结结实实的都有些噎得慌。你们看君神子怎么都静坐一个多时辰了，一言不发，不符合他性格呀！老子在疗伤，你们这群瓜皮有事没事能不能别总带上老子？萧云这一剑虽然有取巧的成分在，但在傲狂的眼中也不得不佩服，真是够强够牛。好了，论剑大会即刻结束，接下来会有人带你们去观摩一位铸剑大师铸造圣兵的过程，能不能从中领悟剑道奥义就全看你们自己了。原本萧云还以为这铸剑是这番剑会中最为鸡肋的环节，听到还能领悟剑意，顿时来精神。此时铸剑谷中，谷门口就屹立着初代族长铸造以此立派的参天巨剑。铸剑台前这一刻已经围满了前来观摩的剑道天骄，因为这一次前来铸剑之人乃万剑山庄5大铸剑大师之一奥美，最擅长的便是铸造地系圣兵，一人便直接铸造圣兵，还真是让人震撼。不过更让萧云开心的还是，或许借此正好可以领悟大帝剑意的剑之奥。老头仅仅只是捶打了一锤，而有人已经看到了200锤。君逍遥为了找回面子，强行让自己看见了700锤，结果他根本不知道的是，萧云已经通过顿悟系统看见了1000锤。此锻造之法名为千锤百炼法，1000锤仅仅算是入门。此时的萧云也终于看明白了，原来这大帝剑道的其中一个奥义便是震动。这次剑会没有白来，面对君逍遥的挑衅，萧云直接视而不见，放着奥义再都不去领悟。一个个的在这里比赛，听见多少次锻打声音，都是群瓜皮吗？这时的萧云突然抬手，在一群人震惊的目光中，跟着奥明大师同步挥了下去。他这难道是在悟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奥明也轻咦了一声，真是个不错的小家伙，他居然领悟了，并且震动的次数还一直在增加。萧云发现，这个震动的次数在第1次、第10次和第100次的时候，自己都有境界突破的感觉。
看来震动的奥义也是有划分等级的。如今自己才耗费16次顿悟机会，完全可以继续。奥明这时的剑胎已经断打完成，接下来的就是淬火，而地心火更能提升大地圣剑的品质。此时奥明对着奥无双传音道：“老夫记得你对外声称只观看1次圣兵铸造，实际已经观看3次了吧？你这老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存心的是吧？不过有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面。为前辈，他刚才在论剑堂还击败了至尊体仙王体，天赋能和至尊体比肩了。可你观看了3次圣兵铸造，你这老家伙就不能换句话说扎人心窝子？行了，老子天赋就不如独孤求败行了吧？”这时刚顿悟一番完毕的萧云正好瞧见奥无双，奥兄你这是遭受了什么非人般的打击吗？还特么问，还特么不是因为你，不过实际上还得陪笑。不说了独孤兄，不说也罢，还是看铸剑吧。萧云此时停下顿悟，其实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看其他4位铸剑大师的铸造。原本奥无双是直接拒绝的，可是萧云给出了斩天拔剑式作为报酬。那剑招虽然蓄力有些鸡肋，但不得不承认，你要是给使用者多一点时间蓄力，那真的很强。此时的奥明对淬火完毕的圣兵进行最后1次断打，并且承诺断打完成后，这把圣兵同样会丢入剑池，有缘之人皆可以得到。这也就将之前的话充分得到了应验，剑池之中真的有圣兵，并且还不止1把。而且不要看这刚铸造出来的圣兵平平无奇，其实它是圣剑自绘样貌还没有被定下来，得到之人待圣剑开封，便可以根据主人的意志自行爆发。圣剑丢入阵法之后，便直接消失进入了剑池。就在刚刚，奥无双也告诉了萧云，万剑山庄庄主已经答应，在选剑之后，其余的4位铸剑大师，金之道的锋利，水之道的削弱，风之道的速度，与地之道的手部可以再任选其一观摩1次。而这其中除了金之道，居然都是萧云所需要的。不过只有风之道的速度偏向于攻击，那待会就选它了。而剑池之内，每人进去之后只能待1个时辰，并且一旦选剑成功，也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会遭受阵法的攻击。萧云这时望着满地的剑，不知从何选择，因为这里的剑被特殊能量覆盖，看上去品质都是一样的。剑意这时道萧兄是不是不知如何去选？其实只需要释放自己的剑意便可，在这里不是人选剑，而是你的剑意来匹配这里的剑，再由你去挑选。这时旁边的独孤拜天也觉得新奇，只是一释放剑意之下，顿时几百把剑飞了起来。萧云在一旁看得暗暗称奇，不知道自己的剑意会是如何呢？只见他刚一释，无数把剑全都由剑池底部飞起，不愧是选榜第一啊！无数人投来羡慕的眼光，但只有萧云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的全都飞起来了，这和在地上挑选剑又有什么区别？探查下去又品质全都一样，难道全靠蒙啊？突然他眼瞳瞪大，论剑关键再到选剑。对了，是奥义，用关键物得的奥义便可以选剑。只见萧云的震动奥义发动之后，老子还真的是聪明，找到你了！只见一把通体蓝紫双色闪电萦绕的圣兵赫然出现，还没等萧云来得及高兴，一直吃着哑巴亏的君逍遥就窜了出来，哈哈哈哈！独孤求败，多谢你帮我选出这把圣兵，那我就不客气了。堂堂神子居然就这点度量，还拥有至尊体，和他一起过来的秦冰月都觉得有些丢人，真的是被君家给宠坏了。等会到了中土，怕不是要被那些至尊体给打成骨。旁边一名剑修听见秦冰月的话，尤为赞美，那可不是吗？中土能如此强盛，不是没有道理。你看那真龙朝的厮杀，至尊体都被打废了1、2圈。看着此刻独孤求败背影的秦冰月，有些陷入沉思。那打废至尊体的萧云是强，就是不知何时能遇上。霎时长剑直刺破君逍遥的那张手指，随后又径直悬浮回萧云的身旁，想从我手中夺剑，你简直是痴人说梦。君逍遥脚下一跺，一股泛黑的紫气爆发。你真以为这里还是论剑堂吗？我不可能再会给你机会续剑。所有闲杂的人等，不想死的都给老子滚出去，否则管杀不管埋。许多人听后都是随便拿上一把就走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挑什么剑？还是小命要紧。天空中一黑一白，一双巨大手掌拢到向萧云，大阴阳手，至尊体的威严不容冒犯，今日便让你独孤求败瞧一瞧。萧云这边也不是能惯着他的人，5重剑意全部用了出来。堂堂的一尊至尊体，不是看不起剑修吗？难道也就这点实力吗？真不愧是我叔叔，帅的一批。看得剑意满脸暴汗，你这叔叔认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随后又是逍遥全印对上雷神斩，从古至今都很少有哪名剑修同时领悟5种剑意，还达到这般威力的，怪不得他这般强。君逍遥的面子越来越有些挂不住。独孤求败是我有些小看你了。有眼尖的人发现，这是君家逍遥8绝中的逍遥度，比速度吗？那就叫你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速度。不可能，这才过去多久，他竟然将惊雷剑典中的闪电步也圆满。这一击君逍遥直接被砸进崖壁里，一个仙王体竟然这么弱，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弱的至尊体。早已被家族宠坏的君逍遥哪里能受得了这般羞辱？独孤求败，这是你逼我的。不惜直接燃烧了许久都难以恢复的大地血脉，8绝直接合一。萧云不但不慌，反而脸上还露出了一抹喜色，这才对嘛，正好能试试我刚领悟的震动奥义。男人仅被劈中了1剑，却有人看见了他被劈中了200多剑，这么快，他居然就领悟了震动奥义。不仅如此，萧云的这把圣兵也算是到手了。在君神子被万剑山庄的人合力抬走后，萧云算上魔剑冰雪剑已经有3把圣剑，若是能把叶大刀的那把刀也改成剑，施展4项剑阵，威力肯定强。就叫他败君逍遥剑吧，得亏君逍遥晕过去了不在，不然非得气死。秦冰月也没心思继续看下去了，该启程去中土圣地大会。只是没想到的是，继萧云之后，竟又出了一位能以凡体击败至尊体的妖孽。之前奥无双答应过萧云，剑会结束后再带他看1次铸剑，正好顺便帮他改造那把叶大刀的圣兵。独孤拜天告辞回家取空间剑谱，其余的剑道修士都是相继告辞前往中土的圣地大会。一炷香后，萧云见到了那位傲风大师，原来是小双双来了呀，果然和我年轻时一样帅，肯定会招很多女孩子喜欢。想必这就是小拜拜吧，小贱贱的后人，当年他的那把圣剑也是我打造的。萧云一阵无语，神特么的小双双小拜拜小贱贱，幸亏自己不是真的叫独孤求败。这时傲风接过萧云手中的圣刀，这可是秉承掌型的圣器，你确定要改造？你不是刚得了把圣剑可以用？经过萧云的解释，原来是想用剑阵，怪不得。傲风也是毫不含糊，风之奥义的断打速度非常快，萧云也是不断使用顿悟次数在观看，
很快在周围就形成了许多残像，是速度奥义小成的表现。这就又顿悟了。奥无双郁闷无比，风呢？风你在哪？我怎么一点也感受不到？4次了，小双双你都观看铸剑4次了，两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戳奥无双解秧。苍天啊大地，求放过呀！奥无双是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萧云了，因为这小子真欠揍，居然还在那不好意思说领悟了2种奥义不值得一提，让不让人活？很快到了拜别的时候，多谢奥兄款待，断剑山庄的这份情我记下了，咱们中土圣地大会再见。终于送走了萧云，奥无双才松了一口气，别见，咱以后再也别见。恰时这时奥明大师又神出鬼没的出现了，双啊，你已经观看圣剑铸剑4次了，接下来萧云要准备回去领悟混沌体。飞过雷祖的身边时，由于雷祖的一直隐身，萧云并未发现，这小子才多大，居然领悟了奥义，我混沌圣地真要崛起。这时雷祖突然传音，你小子真的只要观看铸剑就能领悟，等回去我就让圣主联系万剑山庄，付出些代价请那些铸剑大师去圣地铸造圣兵让你观摩。这时萧云眼神一凝，不好有人埋伏。此时一名黄袍老者显露身形，竟然是一位圣人境。年轻人做错了事就想要一走了之吗？老夫名号君战天，你使用阴谋诡计击败我君家神子，真当我君家无人吗？我堂堂正正的击败，见会上那么多人都看着，你们这是输不起，当个婊子在立牌坊了。大帝要知道你参加小辈争斗能领悟吗？废话少说，你能接下老夫一掌，此事变了。萧云真有一种骂街的冲动，你一个圣人的一掌，你还真有脸说？幸亏这时有雷祖在场，直接一掌将君战天的技能劈碎。这人的身上怎么丝毫没有见独孤家什么时候多了一位大圣呢？还是单纯的雷电力量？你爷爷君狂人还好吗？连他都是我手下败将，小辈你也敢耳？君战天一惊，你是雷祖？希望他别带着地兵混沌中吧，不然死定了。不管怎么说，先开口忽悠一下再说。雷前辈多有冒犯，我爷爷也已经闭关在冲击准地了。你爷爷那家伙比我还老，还有资格冲击准地？小子你可别耍花样，准地也威胁不到我。君战天也不准备跑了，前辈要杀要剐给个痛快。主要是没想到张大雷真带着混沌种，我不欺负你，看你爷爷的面子压制修为与我们准神子同境界一战，赢了便饶你，生死不论。好啊，那还希望雷祖信守承诺，即便我压制了修为，圣人之下皆蝼蚁，也不是一个毛头小子可以抗衡。萧云索性也不装了，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使出全力，让君战天没想到的是，几拳对轰下来，萧云的肉身居然这么强。不过肉身强悍又有什么用？今天我就叫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奥义。随后虚空神指打在了萧云的混沌领域上，老头就这点能耐可真让人失望。君战天此刻也感受到，这人简直就如同古之大帝年轻时一样。如果这一世能有人证到大帝，他相信一定会是萧云，所以此人绝不能有。八绝合一，毁天灭地。这时萧云在空中也已经蓄力完成，雷神斩带着奥义，君战天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随后整个人就焦糊了。此时萧云也进入一个玄奥状态，感觉是要超越出窍境极境，立马对当前状态使用一次顿悟。而雷祖猜的也没有错，果然击杀一位半步大圣对萧云的帮助很大。此时的君家城池上空，君战天的声音破碎，逍遥，他是你的护道者，你们此行究竟做了什么？等君逍遥说明情况后，大胆独孤世家居然敢杀我君家的圣人。此刻独孤世家的唯一一位大圣连连直打喷嚏，吾乃强者，不可能生病。看来是有强者惦记上我独孤世家，该不会是拜天那小子又给老子惹祸了吧？此时正在往家族途中赶的独孤拜天也打了个喷嚏，该不会是叔叔惦记我了吧？果然亲人就是不一样。这时萧云也打了个喷嚏，没猜错，肯定是小雅师妹他们想我。这时君狂人听闻消息已经出关，老祖需不需要带上问天镜？区区一个独孤世家，给他们点教训还无需带上地兵。届时君狂人飞到独孤世家的领地后，二话没说就开始轰炸，八绝合一，天下无敌，在实力面前根本就不给下方独孤世家人解释的机会。独孤世家老祖也只能让族人带着家眷赶紧先撤，家族的领地是要不了的。2个半时辰之后，独孤拜天满脸疑惑地看着此地，这里是哪里？为何有种如此熟悉的感觉？家吗？肯定是我路痴的毛病又犯了，这里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家。逆子，你还有脸回来？一出去就给家族惹了个大圣麻烦回来。在一番狂风暴雨之中，花费了1个时辰，独孤拜天才终于将事情完整的给叙述了一遍。而这边萧云回到地峰后，也终于将2具身体融合。男人给自己捏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分身，外出历练后再融合回来，让实力提升。很快得知萧云回来的赵无极就上门挑战。福林有些担忧的看向地天，6道轮回拳可是荒古圣体正道后的绝学，他还掌握了轮回奥义，这么下去少主不会有事吧？萧云咧嘴一笑，轮回奥义算得上至高奥义了，这就是至尊体的优势，比旁人更容易领悟奥义。这下你也有资格见识我真正的力量。混沌领域开，地之卷，一剑地震裂9州。赵无极望着这一招，怎么越看越有点眼熟啊？不对，你是独孤求败。下一刻就被轰飞了出去。来人，快把赵公子抬出去治疗。许多围观的混沌圣地弟子都是惊讶，咱们准神子真牛逼，咱们圣地可不走剑道啊，怎么他剑道也这么强？1个时辰过后，萧云将这次外出历练的经历都对帝天叙述了一遍，就准备去闭关。可帝天的老脸却红了起来，为师给你找了一个师娘，还想到时候让你去帮我迎亲。萧云当即竖起大拇指，师尊你老树开花呀，是不是山水宗的吕前辈？少废话，半个月内给老夫出关。回到修炼室后，萧云立马对混沌经的后半卷展开了顿悟。没过几日，一道能量光柱由地峰之上直冲云霄。不仅如此，连混沌圣地的地兵混沌中都开始自发复苏响了起来。雷祖从修炼中惊醒，怎么回事？没本座的命令谁在操控混沌中？当他飞出去查看之时，巨大的混沌中就这么悬浮在半空，是自发复苏的。无尽的岁月里从未出过此事，这难道是混沌大帝回来了？突然雷祖发现混沌中每响一声，都在自发的接引天地万道，大道共鸣，万道复苏。就连没有希望突破的他，现在都触摸到了准地境的门槛。不过关这动静是地峰上的异象，这难道又是那小子？雷祖思索片刻，直接下令，所有人等不得外出原地待命，否则以圣地门规处置，绝不姑息。萧云在这时
实已经拥有了元神和神念这两种东西，按理说是达到了超凡境界才会有的东西，并且他现在的神念就比一般的超凡境还要强大。给我继续对混沌经使用顿悟。届时屋外异象频发，紫气东来3万里，直接震惊到了远在万里外的所有的圣地，都看见了这一超级天才出世，亦或者准帝诞生时才有的异象。这10天剑圣地，这紫气中带有剑道，莫非是某位剑道天骄成圣吗？如此震惊的景象很快传遍整个九霄大陆，所有人触地不同，但表情全都一样。紫气东来，凤凰涅槃，菩提悟道，萧云也已经到了突破最关键的时刻。不仅如此，如此异象又让他收获了一波不小的顿悟值。混沌大帝虚影浮现，萧云混沌体成，一尊至尊体的真正差距就是看他掌没掌握奥义。萧云趁热打铁，直接对混沌奥义接着顿悟，竟发现这混沌奥义的真谛是把有序变为无序，在混沌领域中就可以创建出新的规律，让死替代生，让火无法燃。怪不得10大至尊体中，混沌体乃无可争议的第一。刚出关的萧云才发现这不对啊，怎么像所有人都在等着自己？废话少逼逼，快说成功了没有？成了，那还愣着干嘛？快去给为世界亲去！去晚了，我把你小时候偷看家里侍女洗澡的事说出来。可哪知萧云和赵无极才刚一出门，就有一张巨大的火焰巴掌扇了下来。张大雷，你敢屠我孙子，我便屠你们混沌圣地神子！霎时混沌中瞬间笼罩过来，挡住了这一击。赵无极震惊了，这老头疯了吧？我们才刚出山门，这么明目张胆，无差别攻击，连我都杀！君狂人，你敢来我圣地闹事，这次你死定了！雷祖直接一拳轰碎他护盾。君狂人也发现这个雷祖似乎变强了，似乎触摸到了准帝的门槛。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全都是因为今天萧云的混沌中，不然他也没有把握。但是现在他有把握赢。赵无极觉得此事有些蹊跷，他想杀你报仇，不应该等走远了再动手吗？怎么会直接在山门口？这点也恰好是萧云没想明白的点。这时君家大圣君逸仙也现身，2道攻击同时出手。看来唯有共用混沌种子。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虚空之中还隐藏有一尊带有地兵问天境的君家准帝，好热闹啊！这时圣王宗那名之前被雷祖击退的准帝木七也来，这下雷祖反倒不敢将混沌中轻易的撤离萧云。木七，我劝你赶紧滚蛋，否则我不介意带着混沌中再杀上一次你们圣王宗。这一次的木七背后有人撑腰，有恃无恐。怎么的，张大雷？诸天万界都是你们家的呀，你未免太霸道，我出来逛逛也不行吗？瞬间一道攻击轰在了雷祖的身上，这时一道黑影从混沌圣地下方浮现，不灭老祖的身影显现出来。我混沌圣地就是这么霸道的，木七，你要不滚，我今天就灭了你们圣王宗。萧云只见过雷祖出手，还没见过不灭老祖出手，没想到只是大圣境，竟然同样也能抗衡准帝木七。赵无极道，你懂什么？你们混沌圣地曾经无敌，至少有不下于5部地境，这部死蘑菇就是一部。看来这群人都是另有目的，冲着异象来的，试探我混沌圣地虚实。之前半部混沌体时利用混沌影都可以沟通混沌体，看来只能再次尝试下沟通混沌中扭转战局。可是，一沟通之下，萧云发现自己身体无法动弹，并且还有一道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100万年弹指一挥间，终于等到新的混沌体了。萧云可不信，大地最多活5万年，天地也就10万年，还100万年弹指一挥间，你以为你玄武啊？这逼让你给装的！我乃混沌中气灵，今后你可叫我混沌中。萧云疑惑，之前怎么没听雷祖提过呀？你说张大雷那小子呢？他天生悟性不够，不能掌握混沌，在我身前诉苦了上千年实属埋怨，我才帮了他。萧云的3观这次彻底被颠覆了，原来雷祖一直能掌控混沌中是这么来的。随后就要融入萧云的身体，老夫经验丰富，让我们一起征战天下吧。萧云宁死不从，身体里住个人干啥都被看着，那自己可不习惯。那好吧，混沌中内曾被留下一道印记，激发后你可以短时间内爆发部分大地战力。随后他手指轻点在萧云眉间，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啊。这时萧云看见不远处的虚空中还盘踞着6位准帝，其中还有个手拿地兵，其实想解决他们也容易，击败1位准帝即可。他们互相制衡，并不敢造次。若是那位拿着地兵的更好，那还有什么好等的？抓紧机会！7位准帝，2位大圣巅峰，你们给我等着！男人每天头顶吊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可以推演古今，还是位剪辑高手，把雷祖教训君战天的画面掐头去尾给播放了出来。与此同时的萧云这边也在开始融合混沌中内的大敌印记，雷祖不敢召唤混沌中，面对君家2人攻击也只能被动防御。这时混沌圣地的准帝战组也显露出了意志，君神通，你君家当真要与我混沌圣地开战吗？君神通呵呵一笑，仅仅是复苏了意志吗？我看你寿元也不多了，有本事召唤来战魂，彻底复苏与我一战啊！此时虚空中另外几大圣地的准帝都来了，攒局的人正是太初圣地的准帝古神翼。混沌圣地的准帝也不废话，你说的没错，我寿元的确只剩一点，但这一点我是准备留给太初圣地的古神医的。君神通，你要取代他吗？这话一出，君神通立马脸色不好看了。此时原本隐藏虚空的古神医也立马显现了出来。君兄别怕他，跟他刚，他是在虚张声势罢了。君神通也不是傻子，他们都是因古神医撺掇而来，都知道古神医是老狐狸。混沌圣地的准帝战组眼中迸发出2道金光，直接就穿透了古神医的身体。古神医，既然你觉得我徒有其表，为何不敢以真身降临？活到这把年纪的都是老狐狸。君神通知道自己被耍了，但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也不能说走就走。战组张大雷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个交代。这时突然混沌中穿透虚空，直接出现在了君神通的头顶。要交代是吧？我给你交代。萧云的气势连接苍穹，所有人都看不清他面容，但散发出的恐怖气势，他们这群准帝不远前发出。混沌圣地竟然还有位这么恐怖的存在，这难道是大帝吗？萧云也直接说道：“我是混沌大帝。”虽然让君神通有些难以置信，这九霄大陆上不可能还有大帝般的存在，但是木七却不管那么多。虽然是准帝，但他没有地兵，转身就逃，硬接了不死老祖的一击到心魔念，也丝毫不敢停留。君狂人与君逸仙也想逃，不过却被不死老祖与雷祖一左一右给拦了下来。刚被打得憋屈的雷祖好不容易缓过劲，你2人还是都留下吧。君神通也开始结印，这2人
人对于君家来说都是希望，即便自己留下也要送他们走。没过多一会，逍遥大帝的道身也被君神通用秘法召唤了出来。君逸仙、君狂人两人被传送走时，萧云的印记还没有完全融合，此时的怒火只能发泄在虚空中的那些准帝身上。只见萧云的5根手指分化开来，每一根精准的击在一名准帝的身上，古神医的假身直接就溃散了。混沌大帝，你个混蛋，居然无差别攻击，最多的是骂古神医的。我约你的仙人板板，有帝兵的全都将帝兵召唤了出来，生怕晚一步就逃不掉了。这边混沌大帝与逍遥大帝已经对轰到了一起，可是还没轰几拳，逍遥大帝就被打散了。萧云赶紧传音，祖师爷，快把君逍遥给灭了，然后咱们再去太初圣地。可是混沌大帝好像根本听不到，下一刻也消散了。萧云直接蒙圈，你至少干掉一个准帝再走吧。混沌中气灵这时在一旁喊道，愣着干嘛？去报仇啊？报什么仇？就我这屁点实力。随后萧云突然发现大帝的力量居然还在，并且现在是在自己的体内随便动了，难不成自己成帝了？那可不能浪费了。刚才欺负混沌圣地的混蛋，回家乖乖等着我上门吧。一个修炼界底层的修士突然获得超越这个世界规则的顶尖战力会如何使用？但是时限只有24小时。萧云准备先灭了大帝世家之一的君家，再去灭了太初圣地。很快来到君家的城池后，萧云废话不多说，直接砸下一拳。混沌圣地的准帝只剩下一口气，必须趁此机会威慑住几个敌对势力。不过君家的地阵经过几代大帝的加持后威力不凡，更是经过数千年的能量积累，没被攻击消耗过。萧云抬手一招，混沌中哐哐的就砸击下去，用大帝的能量催动的地兵威能今非昔比。很快君家阵内之人接连吐血，皆是表露出臣服之态。大帝饶命，我君家保证以后再不敢冒犯混沌圣地。饶命！萧云语气中饱含怒意，随后混沌中又是继续砸下一击。饶命又岂是你君家说饶就饶的？如果今天被攻破的是我们混沌圣地，你们会饶过我们吗？这一击君家准帝已经感觉到五脏六腑都快要碎裂，看着萧云举着混沌中还要继续落下，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承受下一击了，当即便到大帝请安，我君家愿意付出些补偿，想必大帝您也无法长时间滞留此事。太初圣地才是混沌圣地最大的仇敌。萧云思来想去也确实如此，倒不如趁机敲一君神通，直接将逍遥大帝留下的天外飞仙献了出来，就好比之前妖族借混沌经一样，不敢不从。虽然东西拿到手了，但犯大帝天威者，虽远必诛，所以君狂人和君逸仙还是必须得死。君神通还想求情，君狂人与君逸仙已经主动站了出来，他们知道与大帝讨价还价根本没用，只是可怜君逍遥那孩子成了君家最后的希望，却被娇生惯养养废了。这时两道拳影飞了出来，前一刻还完好无损站着的人，下一刻就直接消失了。萧云也不过多停留，直接启程下一站。让混沌中没看懂的是，这小子为何不直接干掉仙王体？这才是成帝路上的绊脚石啊！很快两人来到圣王宗，圣王宗既没有帝兵，也没有大帝留下的护山大阵，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不过还是一拳砸了下去。来都来了，不给他们弄出点损失就太便宜他们。等到圣王宗的准帝怒气回来时，发现圣王宗的一整条灵脉根基都被毁了，想要重新再找到一条完整的灵脉简直难如登天，都是该死的古神一捕获。然后萧云又去了趟荒古圣地，得知天剑圣地有本叫未来之剑的时间剑法后，又去天剑圣地霍霍了一遍。终于是来到太初圣地后，萧云一脚就跺了下去。雷祖与不灭老祖这一路都在跟随观战，古神医这时祭出帝兵白玉宝塔抵挡，乃是一件防御型帝兵。萧云又是一拳轰击下之后，古神医的脸色变了，不对，你不是混沌大帝。萧云准备利用大帝的力量将太初圣地彻底覆灭，结果没想到自己冒充大帝身份的事被看穿，太初圣地竟然还隐藏着一位准帝。两大准帝合力的催动之下，本来就是防御类帝兵的白玉宝塔迸发出耀眼的金光。萧云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全力催动混沌中。无论如何，今天太初圣地的准帝他必须击杀一位，否则等自己的大帝力量一消散，必将会迎来太初圣地无穷无尽的报复。虽然两位准帝也不好受，但经此一折腾过后，他们也更加确信萧云只有大帝的蛮力，根本不懂得运用大帝的奥秘。萧云也只能死鸭子嘴硬，我当然是混沌大帝，因为即使是蛮力也不是准帝可以抗衡的，只要没有大阵，他可以轻松轰杀准帝。大帝们早已踏上仙路，仙路跟我们不是一个位面，无法传递太多的意识，连这点你都不知，恐怕在混沌圣地你连大圣都不是。武神翼也继续道，执掌大帝的力量连名字都不敢透露，混沌圣地果然是不行了。这两个混蛋每一句话都想套自己的话，萧云也不是傻子，早就听出来了。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听好了，古神医，其实我就是你失散多年的爷爷古无敌。以古神医的性格，听后脸都绿了。旁边那位准帝竟还在这时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不过没几秒就憋回去，一本正经了起来。不好意思，实在没忍住，用那招吧。下面混沌圣地的弟子可不管这么多，哈哈，老祖真幽默。没想到大帝老祖竟也有这一面。一说到这，帝天脸色瞬间不好看。不对啊，这风格怎么有点像自己那宝贝徒弟？雷祖通过这些时日和萧云的相处，也发现了，两人猜测8、9不离10就是萧云。这时太初圣地下方突然多出5具棺材，每个当中散发的气息都至少有大圣巅峰的实力。不过让混沌圣地的人疑惑的是，这些气息竟然都有些熟悉。当其中一具棺材板打开后，竟然是混沌圣地失踪多年的烈风老祖。随着古神医的一声大喝，一个大圣巅峰直接被完全献祭吸入了白玉宝塔。萧云，你要不攻击我也不用献祭，算起来这烈风老祖可是你害死的，你还要我献祭第二个吗？这话非常有分量，真的让萧云犹豫了。不过这时雷祖喊道，老祖别听他们，这些人从落入太初圣地之时就断然没有活命的可能了。老祖不出手，我们混沌圣地死的人才会更多。这话也点醒了萧云，操控混沌中不停地开始攻击大阵。其实按照古籍中记载的大帝的实力，一个眼神都可以秒杀准帝，而萧云借来的力量不过是大帝的1/1000力量都不到，这点凡是聪明点的人都已经猜得出来了。现在就是看谁能熬过谁了。师兄，你我师兄弟几千年，太初圣地以后就靠你了，我会召唤出祖师爷，尽量的逼出那人的身份。无论如何，事后你都务必要铲除。
虽然我猜测他也只能复苏一次大帝。就在古神医准备献祭的时候，被那人打断了。是师兄，我这些年错怪你了，一直以来都以为你是个卑鄙无耻、阴险又恶毒的小人，而我只是个莽夫。现在看来，你才更适合领导太初圣地。可是师兄，我的血脉比你更纯正，一定可以召唤来天地，不必多说了，圣地更需要你。古神医这时突然露出一个笑容。那好，师兄你就放心去吧。等等，他师兄突然意识到不对，以古神医的性格，刚才的那一幕，该不会又是演戏为了坑自己吧？下一刻，他看见古神医那真诚无比的面容，就更加确信了，的确是在坑自己。不过论寿元与能力，圣地的确还是更需要古神医这样的人才。这个男人得知大限将至，竟引18道天雷烧身。就在下一刻，一股比之先前恐怖万倍的气势爆发开来。混沌，你不是混沌！这时已经有人认出来了，这是太初天地的力量。看来太初圣地已经动用最后的底盘了吗？混沌中这时也有些担忧，他的奥义远超于你，但萧云这时也一点不慌，自己的力量与速度也同样远超于他。砰砰对轰几拳之后，太初天地不仅没有击中萧云的要害，反而还中了一记勾拳，差点被锤蒙了过去。悲愤交加之下，直接使出了本命神通太初之轮。萧云看后就慌了，因为这是直接攻击元神的招数，并且还是太初天地的大神通，自己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很快，萧云就感受到脑袋中不断传出的压力，仿佛要压碎他的元神。古神医露出久违的笑容，因为他相信要不了多久，萧云就会变成白痴。太初天地的化身也同样如此，因为这样圣地的危机就能解除，自己也不用死了。混沌中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带着萧云逃离，别人保不了，带着一个萧云还是可以的，但一旦做了这个决定，混沌圣地必然会万劫不复。少废话，你不是活字典吗？将能抵御的功法全都给老子拿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哥的天赋有多牛逼。而萧云的顿悟次数，因为变身混沌大帝的这一折腾，也由100多次变成了1600多次。混沌中直接告诉了萧云一部功法，名为磐石诀，讲解都懒得讲解，因为他相信萧云肯定练不成，就算是混沌大帝也修炼了10年的时间，常人不下于100年绝对练不成。叮咚，对磐石诀使用一次顿悟，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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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萧云的眼眸陡然睁开，混沌中直接看傻眼了，不是吧？这么牛逼，莫非你就是那种随时能进入顿悟状态的体质？并且就在说话的功夫，萧云已经圆满了，此刻的元神也仿佛被磐石包裹。早就和你说过了，哥的领悟能力很牛逼，要有自信。下一刻，萧云又是一拳，照着太初天地脸就捶了上去，砸了几十拳之后，太初天地的肉身就开始崩裂了。萧云也发现这家伙似乎比刚才更弱了，那就彻底陨落吧。经过混沌中的解释才知道，其实释放太初之轮时同样是伤敌1000自损800。随着一声爆炸，承载天地道声的那具肉身彻底崩裂。原本以为一切该结束的萧云眼瞳陡然瞪大，爆炸的火光中转瞬变成刺眼的蓝光。太初天地的真身跨越位面直接投影出来，这一转变使得无数人大惊失色。天地的投影直接带来一个重磅消息：混沌大帝已坠入魔道，与仙界为敌，混沌圣地亦不该存在，天下群雄皆可灭之，并且消灭混沌圣地者，仙界必有赏赐。不过以古神医的性格，他却并不打算和混沌圣地开战。混沌大帝居然这么强，能和整个仙界为敌，谁这么傻子吧，还敢轻易去灭混沌圣地？这不就是仙界那群家伙没辙了，跑过来阴人家老窝来了。何况现在外面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家伙。这时萧云站在大阵外面继续喊道：怎么样啊，古神医，一尊准帝不够用啊，要不你也出来吧，估计我大帝的力量就能被耗完了。想骗我出去，你当我是傻子？就不信你还能攻破地阵。下一刻，混沌中直接也不废话就砸了上去，古神医瞬间被震得就喷出一口老血，不过立马就稳固住了伤势。现在加固大阵一刻也不敢停，并且还嘴硬道：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萧云也同样开始全力催动混沌咒，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吧？几击下去，太初圣地的地阵明显又暗淡了许多。这时萧云也突然捂住了脑袋一个踉跄，古神医脖子伸得跟乌龟一样，他是要坚持不住了吗？哪知萧云竟然直言挑衅道：我好像快要不行了，要不你直接出来打我吧，我不骗你。见古神医半天没有动静，萧云直接转身，真无趣，竟然不上当，你不出来，那我可要走了呀。这时古神医旁边的一位大圣巅峰不顾劝阻，直接冲了出去，他能复苏混沌大帝，不管怎么说这个人都不能这么放他走了，不管你是不是装的，现在都来不及了。萧云看着已经追到自己身后的人，大惊失措，雷祖不灭老祖，快救我！下一刻巨大的混沌中直接就砸过来，那名大圣巅峰都来不及反应就被砸成了渣渣，萧云也直接来了个万米高空自由落体，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雷祖战祖快救我！不光是古神医抹了把额头的汗继续在看戏，幸亏自己刚才没出去，就连雷祖不灭老祖也在看戏，假，真的是太假了，你还能演得再假点吗？刚才一招灭大圣巅峰的气势，还让我们2个大圣去救你，落地后的萧云气势又飙升了起来，真没趣，又没人上当。这时撑着混沌中再次浮空，朗声道：我知道周围你们还隐藏了不少看热闹的，但是但凡感激于混沌圣地，太初圣地就是你们的榜样。随后这次真的是头也不回的飞走，虚空中的那群人反而慌了，都赶快跟上，必须要亲眼看着这灾星回家才行，不然总担心半路会杀去自己的圣地。这时萧云再次落到圣王宗的那片废土上，所有人都疑惑，这圣王宗灵脉都被毁了，他还来干什么？难道是不解气要掘地3尺？哪知萧云的下句话竟然是我错了。这下众人也蒙圈了，这家伙是怎么了？难道突然良心发现？并且就在这时，萧云换来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这个男人真牛逼，直接将圣王宗原本的山门拍平后，立了个公测的牌子，跟上来围观的那群其他宗门强者都看懵了，还有这种操作。萧云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一笑，被侮辱成这样，木七这混蛋还不出来？等了半个时辰后，也没心情再等了，朗声道：所有人给本地听着，再有类似事发生，我不介意九霄大陆再出现第2个公测。一转眼回到混沌圣地，数万人已经等候在宗门口恭迎老祖归来，这也让萧云陷入了两难之地。这么多人看着，绝不能让人猜测到是自己复苏的混沌大帝。突然想到自己的祭灵分身，手一招，在混沌中下方
的位置召唤了出来，直接伪装成一副刚才自己在保护萧云、指点萧云往后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萧云的场景，并且台下的这群脑补怪很快就醒，怪不得赵无极先回来了，原来老祖是想单独指点萧云。回去吧，小子，长得英俊潇洒，气宇轩昂，一表人才，一看就知道不凡。既然这么帅，那么我们混沌圣地以后就靠你。下面那群弟子听得一脸懵，这都是什么逻辑？帅就不凡了？顿时有人道：“老祖，你看我圣地有名的小白脸。”这时萧云远远的看见勾结太初圣地的天一太上长老正往这边飞来，正赶来的天一心中暗道：看来圣地还有许多隐藏的手段，居然有人能召唤来老祖。这时还不知道自己身后突然出现的大巴掌，一巴掌就被拍了下去。这谁招的人这么丑？告诉圣主以后这么丑也不要再招了。天一被拍得说不出话来，我怎么就丑了？为什么要拍我？再说我丑，我得罪你吗？随后路过东玉堂所在的东玉峰也给来了一下，正在闭关的东玉堂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夫我这是得罪谁了？帝天和雷祖这回更加确信，这公报私仇的架势是萧云指定没错。半日之后，萧云来到雷祖的居所，像这种长生石打造的可延缓寿元流失的棺材，除了混沌圣地，也就只有诞生过天地的势力才有。混沌圣地虽然有大圣巅峰4位、大圣7位，但都是除了我与不灭外，一战之下便会陨落的存在。不过现在有你这个混沌体人，再熬过一段时间就都不是事了。萧云一脸无语，我才出窍境啊，等我要等到猴年马月，老祖们就不能吃些增加寿元的宝物吗？雷祖叹息了一声，能吃的都吃尽了，再吃也不管用了，除非是得到大地精血。不过你上次铸就混沌体倒是给我有些启发，准地的瓶颈似乎松动了，可惜时间太短，我当时没有准备，要是再感受一次，我应该就能突破。萧云一听，那这简单啊，这个我能，让我的分身祭灵再铸就一次不就行了？雷祖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萧云还真答应了。什么时候铸就混沌体比嗑瓜子还容易了呢？随后拍着萧云的肩膀说道：我得赶紧告诉不灭也准备准备，他应该也有机会。萧云有些尴尬，不急，等我给师尊赢了亲再说。此时的山水宗内，汤云云正在吕贤婉耳边八卦，这次的混沌圣地可威风了，不仅斩了一位准帝，还有几位大圣巅峰呢。好了你个小丫头，一天到晚哪听来的这么多八卦？快去看看你萧师兄他们该到了。汤云云刚出门没多久就等到了萧云他们，激动的刚要飞过去迎接，却撞上了护山大阵。看着这一幕的萧云有些蒙圈，什么情况？这是不开门让自己迎亲？果然这时山水宗的李长老出现了，当年吕师妹可是我的梦中女神，今天就这么容易让你们接走了？我李某岂不是很没面子？我也不欺负你是晚辈，不要你打破护山大阵。我有一徒弟赤长你几岁，也是出窍境，你能打败他就放你进来。萧云这时露出了笑容，出窍境就想对付我？难道这真的只是为了走个过场？多数应该如此。这时宗门内的一群吃瓜群众已经排站围观好，林哥师兄肯定能让对面喝一壶，等着看吧。1分钟没过，一位带着些许皱纹的男子抱拳道：萧师弟在下林哥。萧云现在真想告诉那里长老草是一种植物，你管这个叫吃长我几岁，都能当我爷爷了吧？男人穷其一生只修炼到出窍境，却有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可以与祖师爷留下的护山大阵融合。萧云此时也明白了，怪不得这个老杂毛这么有自信，居然调用护山大阵的力量形成了领域。那人年龄起码大了萧云60-70岁，却口口声声喊着萧师弟莫见怪，师兄对不住了，林师兄莫在意。哪知这边萧云混沌领域一打开，林哥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动弹不了分毫，并且他还发现他身上的规则被改变了，原本阵法赋予他的力量完全消失了。最终在所有人摸不着头脑且震惊的眼神下，未交手林哥就直接认输。只有林哥自己清楚，自己想碰人家的衣角，倒是能碰得到才行啊。这时李长老也没有食言，直接开启护山大阵对萧云放行。可刚没走2步，萧云就知道这趟接亲不会太平。山水宗的宗主也准备横插一脚。更让萧云惊讶的是，山水宗宗主居然也不避讳，直言吕贤婉当年也是他的梦中女神。山水宗宗主自知放眼九霄大陆同级别里无人能击败萧云，直接拿出老祖宗留下的看家法宝，直接对着吕贤婉所在的山峰就给收了进去。此幅画里记载着当年山水宗祖师爷的道与法，价值相当于1门准地经。想救出吕贤婉，就必须进入里面参透祖师爷的大道奥义，才能打破屏障。参悟一种奥义，对于常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也无法完成的事，就算是天赋好的，也是几十年。帝天的大婚期限根本等不起。不过好在画内1个月，画外才1个时辰。还有一点他们不知道的是，萧云本身对于领悟这档子事就是一个挂逼，这跟白送自己机缘有区别吗？何况还是1门重金求都求不来的大道奥义。得知是水之道后，萧云的建议正好缺这个，没有等山水宗宗主的话说完，自己就抢着钻进去了。他还没来得及惊讶，今天送死还有赶得趟的。赵无极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领悟奥义这档子事必须要算我的。汤云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求助于宗主。宗主，你就不怕帝天前辈来揍你吗？死丫头，你胳膊肘现在是往哪边管的？帝天前辈娶师尊，师尊自然是要加入混沌圣地，我自然也加入。山水宗宗主瞬间老泪纵横，师门不幸啊！随后转身便走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准备收拾行李赶紧跑路了。汤云云直接被整得不会了，这宗主跑路跑的也太直接果断了。一旁的长老都懵了，宗主你跑路我们怎么办？不慌，余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副宗主处理。哪知副宗主更果断，宗主我还有要事在身，先去收拾东西了，再见。柳副宗主你小子不讲武德，这下把整个山水宗原本要来看热闹的大小长老都整得不会了。这2货绝壁不是我们的宗主啊！男人因为总爱装叉，结果被困在了一幅山水画之中，想出去就只有领悟老祖留下的大道奥义。赵无极直接用蛮力就轰上去了一拳。萧云第一次见到这种操作，你是认为自己拳头比山水宗的祖师爷还硬吗？萧云思索了一下，还是开启顿悟吧。一盏茶之后，咔嚓一声，祖师爷的水之奥义被萧云领悟了。随后吕贤婉也从屏障的另一边飞了出来，连声对萧云道谢，同样也对萧云的天赋十分惊讶。一旁的赵无极哭惨了，寄生无极和生云啊，走吧呆子，别发愣了，一会师尊错过了及时。这边山水宗正副宗主2人才刚跑出众人的视野范围，就听见身后一阵轰隆声，2人直接下巴都惊掉了。这他们怎么出来了？宗主你该不是真怕被帝天打没设置考核吧？别扯没用的，老夫确实凝聚水强了。我去，这么说人没拦住，还帮情敌的徒弟把大道奥义给领悟，天底下上哪里找我这么好的情敌？万年好人呀！老夫刚好有事要出一趟远门，喜酒就不去喝了。此时的7大见到萧云已经分别领悟了地水风，有空
空在探寻下雷祖的雷道本质，剩下的就是火、空间与时间了。眼下还是先着手帝天的婚礼，如今已经广发请帖到各大宗门与圣地，尤其是最繁华的天地城。凡是过来天地城的天骄，都必会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天帝秦天帝的故居走一遭。但只有身为秦家的秦兵越明白，其实哪里有什么秦家的古都，现在有的只是北海秦家，并且他从秦家的古籍了解到，天地城有天地的传承，但其实并不是秦家老祖留下的，就连秦家老祖秦天帝当年来此定居，都是为那个传承而来。所以说，第一位天帝并不是他们秦家的先祖，秦天帝只是有记载的第一位。上古时期怕是还有更恐怖的存在。随后天帝传承也不找了，直接飞往帝天的婚礼，准备见一见萧云。毕竟天帝传承已经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不急在这一时。此时叶家之人也来了，对于萧云击杀叶大刀的事情也早已听说了，并且在上一站在赵无极口中亲口得知，赵无极认为萧云与他的差距并不大，所以对于赵无极已经有所了解的叶家至尊体认为自己已度过道劫，击败萧云并不难，直接丢了一封战书让叶枫先一步送去混沌圣地。而此时的萧云已经回到地峰，他的头顶正悬浮着一把未来之剑。通过修炼，他发现这君家的天外飞仙居然与天剑圣地的未来之剑同宗同源。不过天外飞仙是需要一把未来之剑、一把过去之剑外加一把现在之剑，3剑合一。突然萧云就明白了过来，我说这君家怎么突然研究门剑道神通，还是以时间之道为主？原来是盗版的。话说这些大帝都这么无聊的吗？竟整些这种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这时混沌中解释道，其实并不是大帝无聊，而是大帝成帝之后，若是能领悟2条以上的大道，就能成就天帝。萧云这下明白了，怪不得那些成帝后的大帝总爱去借阅别人圣地的地境，原来是想成天帝。那自己的混沌大帝外加剑道如果双双成帝，那岂不就是最强的天帝了？等到第2天后，萧云已经勉强的能融合3把剑，虽然过去之剑暂时不能回溯到自己召唤天帝的时候，但也已经能是堪比混沌拳的超强大招。随后萧云走出修炼室，接下来就是等大侄子送来空间剑道。这时福林突然递来一封信，正是东荒叶家玄黄不灭体叶飞的挑战书。萧云这就疑惑了，赵无极，你当时没和叶飞说过我的实力吗？这让赵无极冷汗一冒，说当然说了，但也唤起了自己那丢人的记忆。当时叶飞问自己和萧云比如何，自己确实回答了，回答的是不相上下，就算强也十分有限，毕竟自己刚度过道劫，不是自己谦虚，差点都直接想说已经超越萧云了。既然你说了那就好，那么现在也就只能说着叶飞还敢来挑战，确实有点膨胀了。赵无极一阵心虚，只能心中不断给自己安慰，叶飞兄啊，真不是我有一偏，当时我是真不知道那独孤求败就是萧云。这时一记大地神通遮天手冲着地风就拍了过来，遮天大帝的招牌技能，这来人已经算是自报家门了。不过掌心向前怕摧毁了地风，还算是有礼貌。福林这时大惊少主都不防御了，赵无极也是心中暗暗不爽，这家伙真能装，肉身硬接大地神通，不怕给你劈虎吗？这时砰的一声震动，福林望向天空，怎么可能？少主单凭借肉身竟然扛住了这一击。萧云不仅用肉身就接住了大地的神通，还给对方的实力立马做出了判断，相当于0.9个赵无极。赵无极一脸吃屎的表情，我现在已经成你的计量单位了吗？不过刚才的萧云也确实让赵无极佩服，那一招遮天掌已经非常强了，硬扛下来，代表萧云的肉身已经超越了荒古圣体。但是刚感慨完赵无极就后悔了，这就是玄黄不灭体，我站着不动让你打也伤不到我呀，无敌真寂寞呀。这论装逼，赵无极是真自叹不如。此时的某客栈内，叶飞突然睁开双眼疑惑了起来，因为他刚才发出的那道攻击居然没有受到抵抗，没有抵抗只有3种可能，一是躲开了，2是没抵抗就直接被轰杀，3是直接硬接了，但前2种都不太可能，毕竟他也是中土第一天骄，直接躲还是要面子的，只要接也不会弱到毫无反抗的就被轰杀，那就唯有第3种可能硬接了。但由于赵无极的先入为主，叶飞又怀疑萧云没有这个实力，而此时的萧云根本就没有把刚才的小插曲当一回事，已经来到雷祖的居所。听闻萧云是来领悟雷之奥义的，你小子当这是菜市场吗？随便我，你师尊马上婚宴就要开始了，你哪有时间领悟？雷祖参悟奥义而已了，很快的。若不是看萧云是准神子，雷祖真想当场就扇他一逼斗，真当逛菜市呢。当年老祖是大帝境也不敢这么拖大。此时萧云已经进入了顿悟状态，雷祖也不说话了，就让他玩闹一会吧。当我毁灭雷道是什么？他绝壁在吹，我去，牛逼牛逼，真牛逼！雷祖简直不敢相信，这家伙真的就比逛个菜市还快就领悟，就是不知道老祖咱们混沌圣地还有没有修炼火之道奥义的前辈。雷祖直接一声你够了呀，地风雷水混沌奥义你都有，贪多嚼不烂啊。萧云将之前那本宇宙剑典的事情说了出来，并没有透露那把剑行地兵的事。雷祖也就以为萧云是想留着晋升天地用，修炼火之道的内容。不过地经我们混沌圣地倒是有6部，你小子还是要以混沌经为主，这些地经都是由战祖保管。随后雷祖准备带着萧云亲自前往，哪知道了之后，萧云一看躺在棺材板里的战祖竟然这么年轻，并且体质还只是个垃圾的长生体。之前自己在真龙朝时就击杀过太初圣地的影，这种体质也能成长到战祖这么强吗？这话一出，雷祖瞬间就冒冷汗了。2阶的神体也不差了好吗？你管这叫垃圾我不管，但你当着人战祖的面就这么说就有些不合适了。而且偏偏在这时，没有寿元复苏意志的战祖还行，你刚加入混沌圣地时不也是1阶凡体吗？所以体质并不能决定成就。你们放心，这只是我上次复苏时还留下的一丝意志，祖师爷的意志你还能再复苏一次吗？得知萧云不能后，战祖也明白，看来祖师爷是一早就料到了会有第2个混沌体诞生，所以才在100万年前就一直定下了入混沌圣地者16岁前不能修炼的规矩。不过这规矩也同样是让他混沌圣地没落的根源。混沌体既然已经出现了，萧云你帮我问问混沌中麒麟，这规矩能否打破了？后面地经就让小雷带着你去挑选吧。混沌圣地作为底蕴最深的圣地，拥有7本地经，萧云直接一口气就要学3本，加上混沌经，你小子是要4门地经一起修炼，悟性高也不能这么飘吧？这时
时不灭老祖闻言也已经赶来了，任何地精都可以，但是他要阻止萧云修炼不死魔功，因为凡是修炼不死魔功的人，实力虽然可以越界挑战，但也同样会被魔尊种下魔种。一旦动用不死魔功中魔尊的力量超过3次，力量就会被魔尊吞噬。不仅如此，修炼不死魔功还要找一个天赋好的人做顶物，种下魔种后749日后进行收割，两人必须同境界，否则失败后必然死路一条。看着这条框多的一批，但为了这短期内可以提升一个境界的力量，萧云还是决定练了。下面就是魔功入门凝聚魔元环节。不灭老祖本想让萧云回家再练，毕竟自己当时耗费了500年，在老祖卧室里待500年肯定不懂。下一刻不灭就亚麻呆住了，你这是什么天赋？作弊了吧？见萧云凝聚魔种只花费了5息时间，不灭的脸上立马洋溢出微笑，悄无声息间改口道：不错，当年老祖我可是也花费了5个月才领悟的，记住混沌奥义才是你的根。这时不灭将当初对木七种下的魔种的魔元分了一半给萧云，萧云便也有资格收割木七的魔种。当萧云刚将魔元融入体内，一股抑制不住的突破感就传来了。随着萧云周身一股能量飙升，萧云也来到了出窍境中期。后面的几部地精五行圣经可以帮助萧云练出五行圣体，雷霆烈士入柱就9转雷霆，另外不死魔功也能凝聚不死魔躯。萧云之所以做这么多，就是因为马上要步入涅槃境。涅槃境是成圣前最危险的一个阶段，实力强时可能堪比圣人，但弱时有时候连个刚入门的修者都打不过。就在这时，地峰上的林小雅也突然传来消息，东神王成圣了，并且还将成圣大典设在了和帝天婚礼同一天。萧云当下就不能忍，朝着东神王所在的山峰飞了过去。一个刚新晋的小圣人，自己还是能压得住的。林小雅在身旁一愣，为什么这牛皮吹的我就是有些无法反驳呢？此时的东神王正在与东玉堂商讨何时反叛加入太初圣地的事。若自己能以圣人的身份打探出当日召唤老祖那人的身份，作为投名状，一定会获得太初圣地不少的资源。就在这时，萧云的声音在山门外传来：东神王给我滚出来！东神王直接气得一拍桌子，一个小出窍境也敢跟自己狂，怎么跟帝天一样不长眼？自己都已经晋升圣人境了，还敢过来打自己脸？顿时一闪身带着东玉堂就来到了山门外。是谁给你的勇气，敢跑过来和圣人叫板？他早就想教训萧云一下，如此好的机会直接就出手了。萧云不慌不忙地将林小雅先护到身后，然后掏出混沌钟。东神王的攻击不仅被混沌钟尽数挡下，反震的力量还直接将其冲飞了出去。东玉堂赶紧也冲下去扶住他吐血的大哥，这个混蛋居然连圣人都能伤。东神王这时也发现萧云是借助了混沌钟的力量，不过操控混沌钟的混沌影，混沌圣地人入门时人人都会修炼一遍，老夫可是货真价实的圣人，今天倒要看看这混沌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随着东神王念完混沌影后一声爆喝，融合，混沌钟竟然还真的悬浮到了他的头顶上。早就想操控混沌钟这件地兵了，奈何一直是雷祖保管，外人不能动用。今天我就让你小子见识见识地兵的真正威能。不过大家看萧云的眼神就知道他在乎吗？不过是让混沌钟晃动了3下，这就叫操控啊。随着萧云意念的发动，突然这时还悬浮在东神王头顶的混沌钟一下就定住，无论东神王怎么移动，混沌钟也不跟着跑。许多人都在一旁看着呢。东神王现在觉得自己就像被围观的猴一样，无比的尴尬，怎么就不动了？果然还是萧云这时会说话，因为你丑呗，混沌钟嫌弃你，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帅哥才配拥有地兵。一旁的雷祖和不灭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怕是早就彻底和混沌钟起灵勾搭在一起了。这样也好，混沌圣地平静了这么多年，是该改风气了。这时萧云抬手催动，就将东神王给砸飞。你小子有本事别动用地兵了，老夫翻手就能镇压你。东神王，没想到你修为比我高，人也比我不要脸，我敢保证不用地兵，但你敢保证同境界与我的战果？还同境界？你当老夫是傻子？同境界谁能打过你？你特么还不打死老子！这时萧云掌心能量涌动，反手又是一巴掌。成圣大典改不改期？不改在山里，再动用力量。这时萧云突然感觉头脑一阵眩晕，不好能量消耗大了。哈哈，东神王一个机灵就重新翻做了起来。小样灵力不够用了吧？接下来该我表演了。哪知这时砰的一声，自己又被弹飞了。他没想到帝天竟然一直在隐藏修为，才刚突破没多久，怎么突然又到了成圣的边缘？不得了不得了！帝天竟然也领悟了混沌奥义，并且施展起来比萧云还强。连东神王这种达到圣人境的，在他眼中打起来也完全跟制服小坤仔一样。萧云这才明白，帝天卡在瓶颈这些年一直都在感悟混沌奥义，有了奥义这可就有希望成帝了呀。雷祖与不灭两人也很高兴，因为帝天也终于要走到这一步，这下混沌圣地算是后继有人了。等帝天一入圣境，恐怕直接就是大圣境。这时雷祖望向不远处的天空，成群结队的修士停留到混沌圣地的山脚，给帝天婚礼捧场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其中领队者不少都是老牌的圣人境，还有不少东荒来的剑修在打听独孤求败的下落。殊不知独孤求败正是他们准备想来挑战的萧云。挑战独孤兄，我是自取其辱了。不过混沌圣地的准神子萧云，我倒是想挑战下。这边帝天将东神王拍进坑中后，也准备回去了。萧云还有点怕他会继续捣乱，帝天直接道没事，以后见一次打一次。不过萧云还怀疑他们已经勾结了太初圣地。帝天思来想去，东玉堂与东神王的晋级速度也确实有些可能。就在这时，混沌钟响了，且只响了一声，代表有圣地或大帝世家的圣级强者来访，也有可能来的是大圣。帝天自知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面子，来一定另有目的，或许是来探混沌圣地底的。萧云倒是无所谓的表情，既然他们想探，那我就再弄出点动静让他们探查吧。帝天有些疑惑，祖师爷的力量你可借助不了第二次。但萧云下一句话直接让帝天露出吃屎表情，我可以再铸就一次混沌体啊！自己修炼这么多年都没铸就，怎么到自己徒弟这就跟喝水似的这么冷？感觉自己这个天骄一对比跟屎一样。这边萧云的祭灵分身已经来到雷祖的居所，归还自己已经学完的3本地经，顺便将东神王哥俩叛变的事说了一下。雷祖跟帝天的反应也是一样，一对比怎么感觉自己像笨蛋？而下一刻萧云又说出了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大事，这次顺便再给你近距离铸就一次混沌体，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雷祖此刻真想抽萧云，幸亏你是我们混沌圣地的人，不然你这么能装逼，我肯定忍不住打死你。帝天这边带着萧云真身已经在山门广场上迎客了，不过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是，这萧云怎么跟独孤求败长得一样？除了气质不像，应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秦冰月凭借女人的直觉比别人多感受出来一点，
这家伙究竟是酒肉和尚还是独孤求败？但又怎么感觉都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与真人一定有联系。萧云也同样感受到了来自周围灼热的目光，在见到这群老朋友，感觉真亲切。不过自己还是要表现的嚣张一点，装的狂一点，免得被认出来了。而嚣张自然就是主动挑战各路天骄，有想切磋的都一起上吧，否则我怕还没热身，你们就都倒下了。众人没想到这萧云竟然是如此狂妄之人。不过下一刻，萧云仅摘了一片叶子，连半部混沌体都不准备用，并且还说自己只会用剑道天赋来对付剑道的天骄。随着叶子飞出后，很快便被包裹上了一层剑形的能量。听好了，拜你的这招叫做天外飞仙。众人都疑惑这天外飞仙萧云怎么会，而且实力还这么强。这时帝天恰好装上一批，前些日子君家来捣乱，送了点补偿。这不，天外飞仙这门神通刚好就交给我们了。众人心道你这批可真能装，那不是你们大地老祖上人山门去抢的吗？不过都不敢说，更别说再挑战萧云了。这时只有秦冰月还敢上前，不过被刚被打败的秦剑极力拦下来，因为只有他亲身感受过才知道，萧云没有用混沌体，更没有出全力。真是讨厌的家伙，这人绝对不是小和尚。这时之前一直与独孤求败要好的剑阁花郎星上前，我倒是知道一人，他叫独孤求败，见到无敌必定强过你，所以你也别太嚣张。这下萧云出乎意料没有反驳，这名号确实听赵无极提过，赵无极说他英俊不凡，气宇轩昂，一看就有种天下独尊的无敌之势，倒是有资格与我一战。帝天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你这自己夸自己，你可真行，小辈们是打不起来了。这时秦家的那名圣人竟开口，听太初的道友说，你们圣地只剩下不灭老祖与雷祖两位大圣巅峰了，可否属实？混沌圣地圣主一看就知道这群人来准没有好事，再没落7、8位还是有的。怎料萧云这时开口，不仅等于否定了圣主，还让圣主慌了一批，7、8位没有了。这不前段时间刚晋升了一位准帝，马上还有一位前辈也即将要晋升了。萧云现在装批简直无底线，就在刚刚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独孤求败夸得天花乱坠之后，竟然又说我们圣地大圣巅峰是有点少，主要是前段时间诞生了一位准帝，还有一位大圣巅峰的前辈马上又要晋级准帝了。帝天与圣主两人都被萧云吹愣住，你这扯的就有点离谱了，稍稍说谎还行，直接搬出2位准帝，别人能信吗？这时秦家的圣人竟问道，既然如此强大，那为何放任太初圣地打压你们不管呢？哈哈哈哈！圣主现在是被萧云搞得骑虎难下，懒得计较，不是真惹怒我们也懒得出手。相信上次斩杀太初一位准帝、一位大圣巅峰的事，你们也都看到了，戏演得非常好。但是所有人都不信。就在这时，帝天望向天空，紫气东来3万里。萧云没有说错，恐怖的异象也瞬间让刚才不信的人闭上了嘴巴。这气势绝对不是成圣这么简单，这是要成准帝啊！上一次混沌圣地的紫气东来3万里，他们都听说过，这一次是亲眼见到了，不由得连带上一次大家都相信了。几位圣人赶紧恭贺混沌圣地圣主，再添一位准帝强者。没事没事，一位准帝而已。卧槽，一位准帝而已，这批还让你给装上了，想准备搞批发吗？帝天也心闹完了，圣主也被萧云带坏了。雷祖这边看着萧云的突破，简直是大开眼界。要不说祖师爷厉害了，居然能让凡体铸就至尊体，观此突破，我毁灭雷道再进一步，最多1年稳能晋升准帝。这边萧云的装批又要开始了，铸就混沌体真是没有一点挑战性。等我成帝后，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更强大的体质。你压够了呀，再装我怕忍不住拍你啊！这时在萧云的建议下，要求雷祖直接将这次异象说成是自己晋升准帝，来解决圣地的危机。很快圣主就收到雷祖的传音，朗声道：恭喜雷祖晋升准帝。很多人也猜测到是雷祖，毕竟雷祖的战力可是能横压圣路的强者。得到验证后，就更不敢得罪混沌圣地。消息一经传遍后，无数人都借着为帝天道贺的理由，赶着前往混沌圣地一探究竟。一来二去，大堂内顿时人声鼎沸了起来。帝天也知道自己这是沾了雷祖的光了，除了太初圣地全都来了，其中还包括了万剑山庄。就在这时，天空直接飞来2辆帝车，能有这气派的正是一轮双帝的叶家。萧云知道叶家这么造势，就是为了今天当场击败自己，毕竟杀了叶大刀，叶飞又下过战书的。说实话，现在赵无极心中更慌，自求多福吧，叶飞兄，当初我是真没骗你。而叶家这次来的与别家也不同，直接来的是位准帝。萧云，你擅自斩杀我叶家手握圣刀出世的绝世天骄叶大刀，今天该给我叶家一个交代了吧？这时不灭老祖飞了出来，叶卫，你准帝之身用得着来威慑一个后辈吗？张大雷呢？不是晋升了吗？怎么不出来见我？叶老头，你这是要给太初的人当枪使试探我们来了吗？刚晋升当然是在巩固修为，随即直接爆发开来浑身的气势。少废话，准帝我也不是没揍过，就你那一点寿元，拖你一起下地狱还是没有压力的。这家伙怎么还是这么讨厌？难道真是因为雷祖晋升了肆无忌惮了吗？自己原本也就只是试探，可舍不得真搭上老命，立马怂到我不和你这个莽夫说话。叶飞过来，剩下交给你了。叶飞开口直接就要求与萧云决战大地擂台。不过下一刻见到萧云的外貌就惊到了，你是独孤求败？萧云当然不会承认，不然万一给人吓跑了怎么办？不灭老祖这时也在2人身前开启了大地擂台。完了，萧云又开始装批了。就在刚刚，2人刚冲上大地擂台，直接就是以伤换伤的打法。可怎料叶飞不争气，力量还不如赵无极。萧云站着纹丝未动呢，他就率先摔了个狗啃屎。你们这些成天眼高于顶的至尊体，就这么点力量？我在练体境就达到200万斤战力了。建议他们听后都不由得一哆嗦，这么变态，真不愧是中土第一天骄。当秦剑询问秦冰月看待萧云实力如何时，秦冰月直言被君逍遥这个憨憨糊弄，同是至尊体叶飞就比君逍遥强太多，自己实力还不如叶飞。虽然非常不爽，但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如萧云。萧云根本就没有动用全力，甚至还没用过混沌领域和半部混沌体。要是这些人知道了萧云其实已经铸就了第一至尊体，完整的混沌体，恐怕比试的心早就没有了。说话间，叶飞就又飞了出去。叶飞在萧云面前完全就像是纸糊的一样，根本没有一点胜算。无敌真是寂寞，只能所有人看着萧云装批，还没有一点办法。连叶家那位准帝也只能拉上叶飞快走了。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这混蛋太
太特么能装了。随后其他人也不敢挑战了，纷纷散了，返回婚礼现场。很快，萧云又遇见了一个老熟人，万剑山庄的傲无双。与他一同过来的还有万剑山庄3位能锻造圣兵的铸剑大师。这次傲无双就算是第4次观摩铸造圣兵了，他相信自己一定能领悟奥义，让大家大吃一惊。只要独孤求败不在，自己一定就是今天最亮的那个仔。第一个开始的是领悟了地之道守护奥义的傲文彦，你不好好领悟混沌奥义，修这么多条道干什么？到时候我先一步证到大地，你就后悔去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是我吹，我同时走5条道也比你快。再说你算老人吗？听着2人对话，其余人都觉得自己年龄活狗身上，20-30岁就强成这样，还让不让人活？随着傲文彦的3锤子断打下去之后，萧云身上也开始冒出金色光芒，所有懂行的人都惊讶道：这就领悟了。吕贤晚上次在山水画里就看过萧云这样，尴尬的只能问帝天：你徒弟一直都这样吗？这话问的帝天这个做师尊的也顿感压力山大。傲无双再次受到1万点暴击，这家伙该不会就是独孤求败吧？不对，随后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想法太离谱，独孤求败见到天赋这么强，不可能还是混沌圣地准神子。为了安慰下自己，只能去赵无极这里找存在体。赵兄，萧兄已经领悟奥义了，你怎么没有领悟？赵无极也是眼神一瞥，这话说的怎么就跟你也领悟了似的？我没领悟，但赵兄你不能和我比啊，我是普通人，你是至尊体，和萧兄一样的绝世天骄，光谷圣体，不值得一提。我也是普通人。然而让他们惊讶的还并没有完，奥文才的水之道削弱奥义才刚一开始，萧云就又再次领悟了。赵无极这下终于也不淡定了，又特么领悟，变态吧？很快来到第3位铸剑大师，名叫奥刚，领悟的是最难的金之道的锋利。要是萧云能够领悟，会对他剑道的攻击力提升不少，并且在帝天的传音下，萧云还了解到这个奥刚的本身实力就在圣人巅峰，距离大圣境一步之遥。而作为剑修的战力，一旦达到大圣境，那就是准地之下最强战力。看来万剑山庄的底蕴也非常可怕。金之道的锋利奥义出了名的难领悟，傲无双这回终于能看萧云出糗了。然而就在这时，萧云又领悟了。无双第7次观摩圣兵了吧？傲无双真是惆怅坏了，自己这是何德何能？跑了几万公里下来，结果还能遭到和独孤求败在一起时同样的罪。这时赵无极借故尿急直接走了，你丫都辟谷了吧？这借口也太烂了。不过这确实也太打击人了。随后傲无双也对着大师道：我拉肚子去解决一下。不光是赵无极、傲无双，就连刚铸剑的大师也看不下去了。大哥，我看见婚宴大殿里有我几个朋友，过去聊聊。我好像也看见我朋友了，一起吧。等到萧云再睁开眼，卧槽，自己身边刚才不还热闹非凡的吗？圣兵铸造都不看了，人呢？3日之后，3种奥义萧云全都巩固了，后面再想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奥义是行不通的。自己领悟又太耗费顿悟次数，要能观摩圣人的道也行。不过自己圣地没有了，别人的圣地又不会给自己看。就在萧云想着能给自己来个新任务就好了，叮咚，新任务说来就来了。就是萧云看着这任务的内容，什么鬼啊？这种任务也敢发？系统你是认真的吗？萧云这次的玩笑可真的给太大了，原本就是找系统要点新任务，结果系统给发了一次奖励还搞得这么大，直接是以前的1万倍。就是你让我去屠圣，我是有屠龙刀啊，还是咋地？你特么怎么不直接让我去打穿银河？别说圣人了，就是圣人的一根手指头也能戳死自己。想到这里，萧云就想起来了不灭老祖，或许老祖可以帮自己这个忙。平常就连圣主都不敢随意出入的境地，萧云直接有点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了。其实这境地里到处都是棺材板，萧云才不爱来，不过也是为了求老祖帮些忙。不灭离老远看见萧云那一脸笑，就知道准有好事，直接道有屁法。萧云还装出了一点不好意思，老祖其实我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着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带我出去杀个圣人境长长见识。先说好最后一击可得让我来补啊，好让我长长胆子。你小子认为我很闲，还是当圣人境是大白菜？萧云对于不灭老祖的话也不敢苟同。嘿嘿，我不是听说您当年在圣路大杀四方，如今您的40米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不灭淡淡的看向萧云，我现在倒是想砍了你，随便砍杀。你真当圣人竟是小鸡仔啊，会引起圣地大战的，哈哈。萧云顿时有点尴尬，知道不灭老祖看来是不好忽悠。没事，老祖您就当我是来活跃下气氛的，开个玩笑，先走了拜拜。结果萧云是被不灭当球给踹出来，我也活跃下气氛，给你放个礼花筒。这边萧云飞着飞着就路过了圣主峰，不得不说不灭老祖的这一脚可真够劲。圣主此时出门正要腾空去找萧云呢，就见着了。准神子真是好雅兴空中练习仰泳，萧云只得有些尴尬的降落了下来。随后就看见混沌圣主后面出现了一排排圣地的所有圣子，今天的意思是想从他们之中比武选取一位神子，将成为马上的圣地交流大会领队人。刚好人齐了，圣主就准备宣布比试即刻开始，谁知所有人齐齐的都认输了。这突然的一幕把圣主整不会了，你们好歹也是混沌圣地里的最强圣子，听一下都不敢吗？可圣主哪知道，他们早就看过刚才萧云与叶飞的对决了，至尊体都被揍成那样，自己是黄盖啊，愿意让人揍。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圣主还是立马宣布了册封萧云为神子之事，都准备庆典了。却在这时，东神王带着一位他新收的徒弟来了，意图明了，就是要争一争萧云的神子之位，并且东神王是知道萧云刚才对付叶飞他们的实力，还敢出来，事情肯定不会简单。而且眼前同样也叫天一的男人，有种看起来普通，却一开始就给了萧云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绝对有事。混沌圣地圣主也看出来，不然哪会这么巧？不灭老祖刚改了混沌圣地收徒的规矩，东神王就收了一个有修为的徒弟，还是5行神体出窍境后期的散修。这么优秀的苗子，没有宗门说出去谁信？东神王此子来路不明，刚加入圣地就来争夺神子之位，恐怕不服众吧？东神王一脸的嘲讽，圣主，我徒弟名正言顺，圣人的徒弟自动晋升为圣子，完全符合规矩，谁有不服？直接打了就服了。不会是萧云这种拜了叶飞这种至尊体的天骄，还怕天一这个无名散修吧？这些话后，圣主顿时也被噎得没话说了。他是圣子，当然有资格，不过要先过了我追随者赵无极那关。要是连赵无极都打不过，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挑战我，当我很闲吗？赵无极打了个喷嚏，顿时一顿彻草会母。萧云，我真是谢谢你。天一脸色一滞，瞬间阴沉了下来。好，就按萧兄说的，我愿先与赵无极一战。萧云眉头也是一皱，这家伙这么自信，绝对有问题。
男人明明只有18岁，却有一尊100万年的石像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萧云满脑袋写满了问号，我勒个去，这究竟什么情况？并且就在刚刚，古神医的爷爷冒充小辈前来挑战萧云，萧云直接拉来赵无极先来充当炮灰。正好巧了不是，古神医冒充的名字叫天一，混沌圣地的天一长老这会被当作见证者也抓来了。这时天一道，前辈，我觉得你的名字需要改改。曾经也有个和我同名的人，后来他死得很惨。天一太上长老大怒，萧云欺负我也就算了，你个小辈也敢儿，让我改名字，等你成圣了再和本座说这话吧。这时由于赵无极的到来，比试当即决定开始。天一还在开始自报家门，赵无极忍不住的一拳就砸了上去。奶奶的，什么阿猫阿狗都让老子来试水，真当我是计量单位了呀？但是这一拳下去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原因是天一居然有着五行领域，就连萧云的师父帝天也看出来了，这人的五行领域和奥义都很强。不仅如此，就连萧云也很惊讶，因为领悟五行领域者就要领悟金木水火土5种奥义，这等于比自己还多领悟了一种。赵无极突然就感觉到自己这个至尊体被小瞧了，战神领域直接用了出来，这个换成天一开始主攻了。见到赵无极的战神领域，让他更加的兴奋，两人拳头对撞在一起，反而是赵无极一把被撞飞了老远。可赵无极飞了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帝天看出来了，这个天一竟同时拥有第2种2阶神体，大周天星辰体。一个人就算再强，任何一个特殊体质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没见过谁同时拥有2种魔，这是从东神王的神情中不难看出，就连他都不知道。原本帝天师徒2人以为这天一是太初圣地安排过来的奸细，可是这么有天赋的奸细，太初圣地真的舍得安排过来吗？不怕一不留神死在这里？不过即便如此，萧云也不相信这人是散修，就是不知道哪个宗门的心这么大。这时圣主传音道：萧云，你有没有把握击败他？放心吧，也就相当于1点2个赵无极，我不用混沌体都能击败，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堂堂荒古圣地在你眼中就沦为衡量战力的单位了吗？赵无极虽然此刻已经强弩之末，但除了萧云，他死也不能再败给任何人。天一刚给赵无极轰飞，下一刻赵无极舔着脸不防御又冲了过来，拼着脸上挨了一拳，也给天一来上了一拳。这一拳过后，赵无极直接被干晕了，天一也捂着胸口呼哧呼哧喘气，这都是什么家伙？真是疯子！这时轮到萧云，萧云原本打算让天一的伤势恢复了再打，可这个天一却直接认输了，说自己现在还不是萧云对手。虽然萧云觉得有些疑惑，但自己神子的位置算是坐稳了，对着众师兄弟保证道：保证带领大家让混沌圣地重新崛起。遥想自己从2年前的第1个任务放弃神子之位，到现在的又再次成为神子，仿佛就在昨天。忍不住的直接来一个无稿发言：我神子萧云从今天开始定要让我们混沌圣地重新成为九霄大陆第1圣地，因为我来了，我看到了这片世界，我就将要让它光芒万丈，我要将我见到的每一寸土地喂行了徒弟，批可以装一装，但你瞅瞅人都走光了，就没必要再继续了。随后萧云再次来找不灭老祖，因为自己强大到让大家已经麻木的原因，所以这次的晋升神子只收获了3次顿悟次数，但是自己祭灵分身还是新人啊，所以他准备让主身过来领悟木与火的奥义，分身前往天地城。因为雷祖闭关了的原因，只能请不灭老祖当传送司机了。这边萧云的祭灵分身刚来到天地城，就有一种莫名的说不出熟悉感，因为当他看见一堵墙时，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墙的后面是一座庙。等到走过去一看，还真有一座庙，并且走进了脑袋里还冒出一个奇怪的记忆，告诉他这庙里还有宝贝。萧云被这一来二去整的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到庙门口了，那就先进去看了再说。进去后萧云就后悔了，这庙是真的破，就这熊样能留下来宝贝？一圈看下来，整个庙宇没一处是好地方，唯一能算完整的就只有这个石像。不过一尊破石像也不能算宝贝啊。说着，萧云就对着上面的灰尘吹了一口气，这一吹之下不得了了，这石像居然是他自己。男人明明只有18岁，却有一尊100万年的石像跟他长得一样，还没来及整明白是怎么回事，萧云就被迫一拳将其击碎了。因为就在刚刚，萧云刚准备仔细观察，突然门外传来几声熟悉的声音，紧接着就走了进来，正是之前萧云在剑阁相识的几位故人，只不过现在萧云的身份又转变成独孤求败了。几位别来无恙，独孤兄你没去中土，在这里做什么？你不知道那萧云和你长得是真像。萧云这么被一问还有点尴尬，不过好在脸皮够厚，当然是寻宝啊，你看这不就有。说着随手捡起乱石堆里的一本书，这萧云顿时不能淡定了，自己也就随便一忽悠，怎么真的是本地经还是天地的？其余的人也都将头凑了过来，这是从未见过材质的纸张，应该是真的地经。独孤兄的运气真是逆天，萧云也有些觉得不可思议，并且他们混沌圣地就有本天地经3，难道真是因为自己先前分的大地气运太多？就在这时，雷战的儿子突然跳了出来，眼睛里发出紫光，萧云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雷战儿子的意图也十分明确，他父亲一直在探索剑道成帝之路，需要这本地经，而他自己也要自创功法，同样也需要这份机缘。但萧云可是十分记仇的主，如果凭借雷战之前与他的关系，若是说借，自己踏印一份给他都未尝不可。画面一转来到雷战儿子这边，此功法的第1页便是葵花宝典的经典名句。不过为了实力，他已经决心舍弃些没用的东西了。可继续往后一看，他整个人都麻了，若不自宫也可练功，这幸亏自己出手不快，不然肠子都该悔青了。等翻到第3页时，他发现了，尼玛，自己这是上鬼子当了！哈哈哈哈！大傻叉，还真以为地经能被你捡到，虽然不知道你是1000年还是1万年后的孙子，不过又怎么样？被耍了吧？来咬我呀！可是你咬不到，老祖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古杀必是也。我们古家的太初圣地强得吓死你，有本事来找我们古家的子孙报仇啊！哈哈哈！傻叉别往后翻了，后面都是空白的。气得他直接将书抛还给了萧云，自知丢了面子，当即离开。萧云还纳闷这什么情况？难道他已经全部记下了？可当他翻开一看，这不就是葵花宝典，就很离谱啊！越往后看越离谱，因为在他现在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葵花宝典。还有这开玩笑的语气和自己，分明和自己如出一辙。这本书的年代痕迹又不似作假，难道是未来的自己？这时剑意走了过来，看着萧云发呆，便道：独孤兄你没事吧？是地经不对吗？谁知萧云直接就将地经给分享了出来。剑意突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现在这地经这么不值钱了吗？不过几人也不敢瞎想，立马翻阅了起来，同样看见了这自割一刀的经典名句。剑意突然明白，难怪少阁主会离开，剑阁不能无后，但自己不同啊，连特殊体质都算不上。其余几人也是个怀心思，什么我已经有儿子了，我爹
反正不止我这一个儿子，家族传承不需要我，人生能有几回搏？这一刻几人竟然不约而同的同时拔刀。萧云看得浑身汗毛都倒数，几位兄弟姐妹都不先看看书的第2页吗？这时几人才突然反应过来，对哦，还有第2页，搞不好这本不是剑道功法，若不自宫也可练功。几人瞬间感觉脊背凉了大半截，越往后翻看那是越离谱。花郎心是第一个受不住的，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独孤兄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立马身后几人也是如法炮制，很快刚还炙手可热的天地经2就成为了人人唾弃之物，又回到了萧云的手里。萧云感觉现在自己特别想赋诗一首，不过看这书的材质倒是和自己圣地的地经材质一样，难道有什么机关不成？不过以萧云现在的水平还探查不出来，或许等集齐了3本就能有答案了。这时萧云的那便宜大侄子独孤拜天刚好赶回来，手里带回来的他宗门的那本所谓空间剑道功法正好是天地经1，下雨有伞瞌睡就送枕头，这运气简直逆天了。不过不同的是这本天地经1是有字的，更加不同的是这根本就不是一本空间剑道功法，而是一门完整的空间之道，只不过是独孤世家只学剑道把它当做了空间剑道功法，还真是暴殄天物。可独孤拜天却不这么认为，得到了萧云交换出来的准地经宇宙剑典后，满脸乐开了花，叔叔可真是仁义。天地经只介绍了一小部分剑道论价值，和宇宙剑典差太远了。萧云感叹这还真不愧是剑痴家族，除了剑什么都入不了眼。很快萧云带着独孤拜天来到一座酒楼，独孤拜天啃大肘子的时候，萧云已经开始修炼天地经1里的空间剑道，大肘子还没啃完，萧云就已经悟了，我去叔叔牛皮，空间剑道而已，不值得一提。这时萧云拿起那本天地经开始询问独孤拜天书的来历。据独孤拜天回忆，这本书是他们世家的一位老祖宗在15000多年前偶然所得，可萧云却发现这本天地经2的年限似乎比天地经1更加古老，这就有些说不通了。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那就是时间，既然天地经1是完整空间之道，那么天地经2很可能就是时间之道，那这么说来天地经3要多恐怖，创造此书之人得有多强？这时萧云再次开口，大侄子吃完一会给叔叔办点事，我要挑战中土6大圣地以及各大宗门天骄，替叔叔送一份战书，而他自己则是要摆一个能让天地城所有人都看见的擂台。这时擂台安排完后，萧云将面具也重新带了回来，没办法，自己祭灵的样子和本尊实在是太像，别到时候顿悟次数没转成还给人识破了。等到时机差不多之后，萧云拿出了独孤剑前辈的那柄圣剑，凡涅盘境以下修士皆可上来一战，此圣兵就是战利品，许多人看后都十分眼红。这个独孤求败真狂妄，之前东荒的剑修都知道萧云的圣兵有4把，独孤兄弟真下血本，你懂什么？那叫财大气粗，习惯吧。至尊体不出，怕是没人能打赢他。没过多久，就有3人从天际边赶来，台下立马就有人认出来了，这是天地城3杰，这下有的看了。而来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叶良辰、龙傲天以及最下方的赵日天。萧云一怔，这就是天地城3杰，该不会又是脑残3人组吧？当即到你们3人是谁先来，还是一起来？龙傲天一马当先跳了下来，井底之蛙，今天我龙傲天就让你明白你们东荒那种小地方能出什么天才。后面的赵日天还有点惋惜，该死被抢先了。别慌啊赵兄，如果他连龙傲天都对付不了，也没资格与我们一战。哇靠！萧云听得都快要吐了，必须要赶紧动手，不知道这些人都哪里来的自信。这时龙傲天大喝一声，看我一拳解决你！哎呦，这龙傲天威势好猛啊，希望他能打出我们中土的士气。萧云眯眼挑起了一根手指，龙傲天来的有多快去的就有多快，被轰飞的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完了，刚才还一副信誓旦旦的天地城天骄们心直接凉半截。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别怕，咱们不是还有2杰吗？男人只有18岁，却修的7种剑意圆满。不仅如此，人类之中竟然还多出了一只可化形的真龙。就在刚刚，萧云一拳击败龙霸天之后，真的龙傲天赶过来，又拿我的名字招摇撞骗。龙霸天，你们这帮瘪犊子！说着，龙霸天跳上擂台，指着萧云，你看起来确实不错，希望你能挡住我的3拳之力。此时从萧云的眼神里就不难看出，刚才还有一丝希望，但是从龙傲天说完话后，萧云就觉得这人和刚才的3个废物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此时龙傲天挥拳冲上来的姿势和龙霸天一模一样，萧云挥拳迎了上去，但心中不免呢喃道：你们这是要在我的擂台上搞模仿秀吗？可当2人对轰3拳之后，萧云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有看走眼的时候，这个家伙不是人，你究竟是谁？在2拳过后，2人开始变成势均力敌，台下的观众都不免被2人这野蛮的战斗方式给震惊到了，这种实力堪比至尊体啊！即便是在任何一座圣地，也会是准神子的存在，先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不过很多人更惊讶的还是萧云刚才说的话，那家伙不是人，那他是什么？这时龙傲天头上的犄角不做隐藏长了出来，怎么，我们南岭的金蛟一族不能来中土吗？剑阁的人听后瞬间有些兴奋了起来，金蛟那可是圣兽一族，怪不得这么强，包括雷战的儿子雷闪，此刻已经有了打龙傲天主意的打算。只有萧云感受得出来，这家伙不是一只金蛟这么简单。龙傲天使出金龙探爪，萧云也用出了雷神斩，2人这招过后还是势均力敌。不过龙傲天大意了一下，脸颊上还是被划出了一道口子，里面金色的血液滴落。你已经领悟了风的速度的奥义。不过萧云并没因此看低龙傲天，因为这家伙竟然凭借本能躲过了这一剑。随后萧云的手中凝结了一颗魔种，金蛟可没有你这么厉害，你是从真龙巢内跑出来的吧？龙傲天瞬间心中一寒，你这家伙知道的太多了，既如此，那就别怪我杀你了。萧云废话也不多说，魔种凝聚好了，直接就推了出去，瞬间没入进龙傲天的胸口。这时龙傲天才意识到不妙，你这家伙对我做了什么？当然是让你逃到哪我都好知道，给你做个标记，收你当做棋啊！我很好奇真龙巢关闭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龙傲天愤怒的就上前给萧云又来上一拳。真龙巢关闭那队的是你们，对我们可没有影响。实话告诉你吧，逃出来的可不止我一个，而且我也不是最强的那一个。下一秒龙傲天直接真龙化形，渺小的人类就让你见识一下真龙的厉害。我勒个去！
下方看热闹的那群人懵了，他不说他是金蛟吗？这是真龙好吧？明显比江浩然带出来的那只真龙一种还要强。听到是真龙一种后，雷闪就更加眼馋了。正在这时，突然金蛟一族的大圣传音到雷闪，这头真龙一种已经入赘我们金蛟一族，你要是敢打他主意，就算是你父亲也救不了你。切，就凭你们还妄想保他成为真龙？这一届的至尊体这么多，何况想成为真龙，那就要在100头真龙一种里厮杀剩下最后一只，你们这只恐怕难吧？届时，萧云背后的7色神剑突然亮了起来，正好代表着7种剑意，看我一剑破你！我去，这时一群吃瓜的又不能淡定。独孤兄他是妖孽转世吗？居然把7种剑意都修炼圆满了，而且其中大部分还蕴含了奥义在里面。男人在发现自己对手是头真龙后，第一时间就凝聚巨剑砍了上去，因为别人在他这个年纪还凝聚不出来1把的时候，他已经能凝聚出7把。就在这个时候，金蛟族的大圣冲了出来，剑下流龙。萧云抽出独孤前辈留下的那柄魔剑，自然是不让。刚才他已动用真龙血脉要杀我，现在让我放过他，你觉得可能吗？上了擂台就要有生死觉悟。金蛟族的道友想插手晚辈的争斗，别忘了这里可是中土。就是啊，妖兽来我们人类地盘逞凶，就算是圣人也不行。妖兽这么输不起吗？那名大圣猜到事情要难办了。刚才萧云没有一剑，结果真龙一种就是想有所图。小子想怎么样说出来吧。萧云也不墨迹，说出要金蛟一族的一缕圣火本源，仅是一缕本源，他100年便能恢复。不过你要想妄图从中领悟出火之道奥义，就太天真了。萧云眯眼一笑，那便不劳烦前辈费心了。随着纪灵分身刚开始对圣火本源进行吸收，本体处竟然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因为通过火山的炙热高温之下，刚刚他已经对火之道的一种奥义高温领悟成功了。接下来不灭老祖要带他去的地方是九霄大陆最古老的一棵树——通天树。相传要不是早被大地灭了灵智，肯定早成树妖了。正适合萧云对木之道奥义的领悟。这边纪灵分身的擂台上又迎来一位龙套选手，结果没吃下一招就飞了出去。其后萧云独自连续做了5天，竟然没有一个人再敢上来挑战。就在这时，一黝黑青年和一蓝毛走了过来，萧云一眼便看出那是圣王宗的江浩然，那么身边的这位自然就是真龙朝内带出来的龙武。江浩然的授意下，龙武直接抬拳轰过来，然而这却正好是萧云需要的结果。又一颗魔种成功种进了龙武的体内，而下一刻的龙武不仅没有感觉，还夸赞萧云的手法真有2下子。但萧云此刻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想让江浩然接着上场。感觉被侮辱的龙武这一刻化身真龙形态，要让萧云知道厉害。萧云头顶悬浮出一把巨剑，那就让你拜得心服口服，输了就老实给我回答几个问题。结果才一击过后，龙武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并且他还明显感受得到萧云留有余力，更加不敢妄动，只能乖乖回答萧云的问题。100只真龙厮杀到现在还剩下5只，分别叫龙1、2、3、4、5，龙傲天就是龙4，至于龙1、龙2、龙3他并不知道在哪，但经过分析，一定就在圣王宗或金蛟一族附近，毕竟他们肯定互相惦记着彼此，想要吞噬。这时江浩然走上来要为龙武找回面子，不料先被萧云的纪灵分身反嘲讽了一波。江浩然是吧？听说你当年败给了萧云，萧云打败了叶飞，而在我看来你连叶飞都赢不了。台下叶飞一愣，关老子屁事。不过想想对方是至尊体，这似乎也是找回无敌道心的好机会，心中一下子还变得感谢起来了萧云的纪灵分身。随后场面就由双人变成了3人对峙，拥有神王体的江浩然十分自信要以1敌2，叶飞也顺势用出了遮天大地的遮天手，准备浑水摸鱼的萧云偷偷也甩出2记雷神斩。就在所有人将关注点都集中在3人身上时，却不知人群中刚好有3人的目光看向了龙武。人群中一直隐藏的3个人，真实身份却是3条真龙，而3条真龙的目标恰好是台上受伤的龙武。突然的变故让纪灵、萧云与2大至尊体大惊失色，1条真龙就这么挂了。随后分食完龙武本源的3条龙朝3个方向逃遁，3位天骄的对战也被迫结束。江浩然追着1条就要为龙武报仇，萧云与叶飞也刚好一人对着1条追去。幸好萧云对龙武种下了魔种，因为龙武本源被分食的缘故，魔种也相继种进了那3条龙的体内，不仅因祸得福，而且现在就可以收割了。见到萧云追过来，龙3也画出真龙形态，白痴人类剑修，居然不用剑反而用拳头跟我打。下一刻龙3就痛得嗷嗷直叫，我可是真龙一种，你一个没有特殊体质的人怎么做到的？下一秒纪灵萧云释放出混沌体，谁说我没有？龙31秒惊讶出鸡叫，混沌体，你是萧云？答对了，可惜没奖励。这时想要自爆的龙3也被萧云控制住，混沌领域内可以重新制定规则，龙3已经亲身感受到了这领域的恐怖。我死的不冤，但是我一死龙1、龙2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你早晚会死在真龙爪下。萧云一用力，龙3瞬间解体，这些已经不是需要你来操心的，因为你永远也看不到。原本是要抓住那缕真龙本源的，发现抓不住还自己飞走了。怪不得龙3说龙1、龙2会更加强大。不过有了龙3处收获来的魔种，纪灵萧云的不死之躯也可以凝聚了，只要不被击中要害几乎不死，将来更能不死不灭。现在他的肉身已经可以媲美完全体真龙，等收割完其他3头龙的魔种，完全不怕进入涅槃境了，靠着肉身强度就能扛过去。这时跟龙2对战的叶飞突然被龙2轰飞了出去，龙2也一脸懵逼，自己变强了，那肯定是龙3死了，打不过你又怎样？再拖一会人类强者就到了，杀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龙2提出签订生死契约，投靠叶家，好处就是直接帮助叶飞恢复无敌道心，将来生路上还可以一起闯。契约刚一达成，同时进入叶飞体内的还有魔种。正飞着的萧云一脸蒙圈，这魔种怎么还传到叶飞身上？会传染呀！重新回到九龙内，和大侄子一起干饭时，纪灵萧云说道：“帮我再传递一个消息，就说我要加入中土的某个圣地。”傻侄子前脚刚走，后脚萧云就突破了出窍境巅峰，只要再达到圆满境，就能跨入涅槃境了。到时候超凡天境，离成圣的日
日子就近了。这时傻侄子去而复返，带回来的还有霸天圣地与荒古圣地的2位长老。荒古圣地算屁，加入我霸天圣地才能踏入巅峰。独孤小友，我天剑圣地才是你最佳的选择。我们一直从事剑道成地的研究，可以与你共享。天剑圣地算屁，要说剑，那剑阁有最强剑圣雷战不是比你们更好？你天刀圣地过来捣什么乱？不加入我们也不会加入你们。你们天剑圣地全是伪剑修，加入你们还不如加入最强圣地太初圣地。刀长老说的不错，我太初圣地乃中土最强，是你最好的选择。我混沌圣地如今风云再起也不差，纪灵霄云100手，我当然是看诸位哪家的待遇好就去哪家。这时众长老纷纷献策，我荒古圣地开出第一圣子条件，加入后仅次于准神子杨一鸣。圣子谁稀罕？来我霸天直接册封你为准神子。我们天剑圣地不仅将你列为准神子，还会让一位剑圣亲自收你为徒。我们太初讲究公平，只要你打败李成帝，你便是太初第一栽培对象。准地谷神医还可收你为徒。混沌圣地天意长老这时开口，独孤小友别信他，准地都是噱头，可没时间真教你。来我们混沌圣地能每日和萧云、赵无极这样的天才打架。这位刀长老没什么话要说点，我就是来捣乱的。你不加入天剑圣地就随便选。啊哈，萧云这下是懂了，一家家待遇都不错，你们给我2天时间慢慢考虑。目前萧云最想去的是2家，天剑圣地领悟剑道，和去太初圣地当卧底坑他们一把。3更时分房门突然被撬开，独孤小友深夜造访多有唐突。我们霸天圣地有一张成长型圣剑铸造图，可以请铸剑大师为你锻造一把绝世帝兵。好的，我会考虑。区区一把成长型圣兵其实还入不了萧云眼。前脚刚走荒古圣地的也来加价。我荒古圣地其实有一位剑圣完整的剑道，然后又是天剑圣地，我天剑圣地有5门剑道准地经，白天不方便说，还有几位剑圣大限将至，剑道传承都可给你。另外我们一直以来剑道成地的研究也可以与你共享。又过了1个时辰之后，太初的人也来了。我知道独孤小友你的剑道需要领悟很多奥义，我们太初可以帮助你领悟时间奥义。对于别的圣地或许难，但我们有时空之体李成帝，他已经领悟了时间与空间2种奥义。这么一说，萧云直接就心动了，恐怕除了李成帝没有能帮助自己领悟时间奥义的人。不过去之前，萧云得稍稍易容下面容，消耗几次顿悟次数后，一门易容神通练成，又是一个大帅批，不错不错。临走前，萧云最后见了眼傻大志，苦口婆心叮嘱了几句，但怎么看都像是在说那罪魁祸首就是自己。一心剑道是好事，但以后为人处事也要多加注意，以免被骗。很快就来到了太初圣地，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招人，在这里你可以不用担心结怨，只要你够强，所有高层都会支持你。萧云感叹，这座圣地还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好，那我就打死他们。长老一愣，这么狠吗？但是打死怕是不行吧。很快2人来到一座大殿前，名叫太初天殿。现在只要过了古神医那关，应该就能保住底细。大殿之内已站着古神医与太初圣主，还有诸多长老。古神医直接抛出没令牌，我太初圣地一向公平，一切看实力，拿着令牌除境地外你皆可去。今日你是圣子，明日你要能战胜李成帝就是神子。下面就让灵燕带你去先熟悉圣地吧，顺便前往圣子峰。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初始之龙，存放的是功法神通，随便萧云挑选。萧云也不客气，选了一本岁月之剑的时间剑法，次元斩的空间剑法，外加5行剑阵。值得一提的是，这3本全是准地经。走吧，下一站圣子峰。圣子峰分9层，每一次由下往上灵气浓郁会递增，新进的圣子只能住第1层，往后就需要逐层挑战。第1层怎么可能住得下萧云，直接就飞了过去。飞的过程中拍出一掌，直接就给炸飞了。很快山下就引来了很多观众，太嚣张了，我看他最多也就6、7层，再怎么说也只是东荒没落世家的弟子，比不上至尊体。圣主也乐意看见这番场面，这下这群圣子们不会成天懈怠了。下一层人住得多，足足有几10位一同出手。结果萧云不紧不慢地掏出了次元斩，这家伙居然有功夫看书，看不起我们了，从没见过这么狂妄的人。结果萧云临摹了2下就给甩了出去，口中喝道：次元斩！望着被轰飞的几10人，那可是准地经啊，这是何等的领悟力！李成帝这回有陪练了。此时的第9层上，穆千雪站在李成帝的身后，成帝，为何你这些天总躲着我？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李成帝一声叹息，千雪，我们的婚约解除吧，没有必要再继续欺骗你了，我对你没有感情了，你不能因为真龙朝被萧云伤了那里。师尊说了，只要成圣就能恢复原样。成帝，你可以的，但他根本不明白李成帝的想法，现在与当年的伤无关，失去后他反而觉得5根清净，更接近于道。穆千雪看劝阻无果，只能泪奔离去。这边萧云也已经一路打到了第8层，往后有独孤兄，我们便是3人了。哪知萧云直接拔剑了，你俩一起上吧，我觉得8层还容不下我。他们2个联手，自信就算是李成帝也敢一战，简直太狂妄了。看我狂神斩！狂神体施展的狂神斩原本持续不了太久，但张雅海恰好是生命神体，要不因为这是在太初圣地的原因，萧云都想给他种下魔种了。雷神斩对轰之后，那人还是战意十足，看来独孤兄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了。下一刻萧云就不和他墨迹了，7种剑意直接合一，太初圣主立马给出评价，这比当年打败他的独孤剑要强，7剑合一简直闻所未闻。萧云也直接冲出第8层，2位实力能和至尊体抗衡不算托大，只是这8层小庙容不下我，打扰2位了。然而萧云刚到9层就被眼前的景象看呆住了，李成帝的宫殿里怎么还会藏着这么一位美女？金窝藏娇啊！这是穆千雪究竟知不知道？这位师姐，请问有没有看到李成帝？烦请告知我要挑战他，我就是李成帝。萧云现在脑袋里全是问号，李师姐，你为何是李师姐？这一身绣裙，再加上这红唇，哀人呢？这里怎么没有人？我是谁？我怎么在这里？一定是不小心走错地方了，一个人也没有。溜了。李成帝看着萧云的背影，风之奥义，好快的速度，还有他刚才居然叫我师姐，我有那么可怕吗？独孤求败，我随时等你来第9层。萧云这回彻底被李姐姐吓傻了，曾经的兄弟居然是女儿身，还可以这么妩媚好看，吓得他直接返回第8层。没过多久，萧云闯圣子峰的事情一经传开，就得到了古神医的召见。因为萧云展露的7剑合一人尽皆知，古神医特意为他准备时间之花，用以领悟时间奥义。刚一见到萧云的意识就沦陷入时间长
河了。幸亏古神翼将他唤醒，这时间之花乃是超脱大地之人在时间长河中采摘的，用时间奥义浇灌就能开花，同时还能帮助你领悟时间奥义。所以这世上如今能帮你之人唯有李成帝。刚在兴奋头的萧云如同被人突然浇了盆冰水，终究还是逃不过李成帝。不仅如此，这时间之花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能被收纳进储物界内。这一下搞得人尽皆知，萧云要和李成帝表白了。李成帝也是闻风而来，萧云这下觉得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过李成帝的速度之快倒是很让萧云惊讶，算是他见过所有天骄中最快的。不愧是领悟了时间奥义的时空之体。几句话后，李成帝就明白了萧云的来意。不得不提一句的是，现在李成帝的脾气比之真龙朝内时已是天差地别，只有一个词能形容：人美心善。只要萧云跟他切磋一手，这个忙直接可以帮。对于时间奥义，同样是一点不吝啬。不敢怠慢的萧云直接用出攻速接著称的雷神斩，但是面对上李成帝，也算是萧云在对战至尊体时首次吃苦，没有任何预兆的就挨了一掌。这招是凝聚空间投影，萧云也发现了，现在李姐姐比当年李成帝厉害太多太多。雷神斩的攻击连李姐姐的衣角都碰不着，好在萧云的感知能力足够强，提前在他下一次出现的位置也劈了一刀，但在不动用混沌领域的情况下，加上风之奥义、闪电步都不行。旋即萧云将攻击方式改变成了一剑冰封3万里，在李成帝即将破冰的时候，紧接着一记雷神斩，李成帝才被这一击的余波击中了胸口。打完后心里也舒服不少。走吧，我帮你浇灌时间之花。房间内入眼皆粉红，搞得萧云还不得不昧着良心夸赞一番。可能修真界的人都实在，这还是李成帝第一次听见有人夸自己房间的布置，当然是喜欢的。好了，那就让我来为你浇灌它吧。随着李成帝的浇灌，萧云在一旁也开始不断对其使用顿悟。这里记录的是太初天地的一生，很快也让萧云明白，时间的第一个奥义就是记录。李成帝同样是没想到萧云悟得这么快，虽然记录奥义没有攻击作用，但对于掌握宇宙剑典和拿到那件七彩地冰帮助都非常大。萧云感谢完，便以巩固修为为理由做事要离开，因为看那李成帝的眼神，他实在慌得一批。此时那棵通天树下，萧云本体在不灭老祖的带领下，也已经对木之奥义开始领悟，几乎是萧云领悟的同一时间。分身萧云的时间奥义也巩固完了，现在就剩下空间奥义。不过为了防一手一直惦记自己的雷战，五行奥义正好也齐了，决定先修习五行圣经，再练五行剑阵。此时太初境地内，古神翼恭恭敬敬地对着之前去混沌圣地的天意行礼。这人真实身份其实是古神翼的演员，其实他已经到了随时可证道大帝的修为，现在放弃正道，反而自我封印到出窍境，完全是为了延长寿元。因为他还有个法子，除了他本身是排名第2至尊体吞天魔体，这一世的10大至尊体都已经出世，只要他吞噬掉其余8具至尊体，外加1具半部混沌体，他就能成就万古第1至尊体混沌体。霸天圣体在霸天圣地还有一个，另外第3的先天道体和第6的万佛之体也有内幕。古神翼查到了先天道体拥有者是个女子，安排他与赵无极或杨一鸣见面。先天道体与荒古圣体会彼此互相吸引，到时一定会诞生先天圣体道胎。交代完毕后，他也准备去参加接下来的圣地交流会。回到地峰的萧云本体已经完成了九转雷体、不死之躯、五行圣体，肉身更是达到最强状态，即便是现在渡涅槃劫也不用怕修为跌落的风险。萧云祭灵分身的五行剑阵也练成了，很快李成帝主动来邀约求拜，这届圣地会在天刀圣地，我们一起走吧。萧云祭灵分身一愣，要不要叫这么亲切？我俩好像还不熟吧？旁边张牙海两人暗自庆幸，还好我俩实力弱没被他放在眼中，我生平第一次庆幸自己实力弱呀。于是两人就开始不紧不慢地吃起了瓜。张兄，你说李成帝这样我俩看了都哆嗦，那萧云见了能不哆嗦吗？此时的天刀圣地跟菜市场一样，各门各派的修者都来了，萧云也准备借此地突破涅槃劫，再赚一波动力次数。台下不少小门派的修者都议论了起来，那个就是萧云吧？听说刚打败排名第5的至尊体，还有荒古圣地的人也来了。你再看那边的太初圣地，前方的就是独孤求败吧，居然还带着道侣一起来，真嚣张啊，真让人羡慕啊。这时东荒的叶家也来了，一起的还有叶飞与那头真龙。突然萧云就发现了一个惊喜，自己的魔种宿主在急剧增加，原来是精血还可以让魔种传染。就在刚刚，霸天圣地的大圣用1枚霸天圣果和龙二交换1滴真龙精血，龙二觉得反正损失1滴精血花点时间就能补回来，但这天才灵宝可是很难得，结果就成了这种局面。都别吵吵，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半盏茶的功夫，龙二才收手。好了，老子不换了，再换我就变成条死龙了。这时帝天出现了，我这里有万年龙血果，服用后可以迅速帮你恢复2滴精血，我只要你1滴，很快又成交了。这滴精血被帝天送给了萧云，有了帝天的开头，一群有着恢复精血宝贝的又都围了上来。好，我换，但你们要给我点恢复的时间。就在龙二恢复精血的时候，龙傲天过来抢生意了，我也是真龙遗种，你们也可以与我交换。瞬间就从龙二那边分了一波人围到了龙傲天这边。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都排好队。萧云震惊了，这么下去这里的人岂不是都要被他种下魔种，还真成菜市场了。然而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我太初圣地购买100滴精血，这里全都是恢复精血的宝物，100滴，开玩笑吧？这下那2头龙要发达了。这时叶家的准帝对着柳天督道，要不圣地交流大会延迟2天？可以推迟2天也无妨。这时跟随而来的天一示意自己也要离开一下，去兑换1滴真龙精血。见人都走光后，帝天看见别人拿了精血都服用，唯有萧云不用，是发现有问题吗？一番交流后才得知是真有问题啊，居然全被种下魔种。借着这个大家都去换精血的时间，祭灵分身才有时间把天地经2给萧云送过来，随后就开始显现自己和天地经一样，也同样没有猜错这本是完整的时间之道。但突然萧云就惊讶了，这个不是汉字吗？
是另外一个自己给他的留言。这是一封来自时间长河的信件。萧云打开看了看，这是未来自己，只不过返回了更远的过去，将这本书带给了现在的自己。接着萧云又往后面翻一页，看到这，想必你已经明白未来会发生一些大灾难，具体未来的事萧云写不出来，因为写下后字会消失。不过这并不能难住萧云，他留下了字谜的形式：雷祖短，分魔元，斩杀楚京萧师徒兄弟，不可入出鞘尽极境，置之死地而后生。5句话很好理解，不过雷祖的长短和大灾难也很重要吗？下一句分魔元结合不灭老祖的话就很好理解，不灭老祖曾经将木期的魔元分给萧云，让萧云吸收，以后就可以收割木期。这句话意思应该就是让自己把魔元也分给不灭老祖，这样不灭老祖收割了这批魔元，可能也会突破准地。看来雷祖短就是想办法让雷祖晋级准地的时间也缩短。之前雷祖说1年内晋升，这么分析大灾难会在这1年内爆发，所以未来的自己才会留言给现在的自己，要让雷祖的晋升提前。这时天一走了过来，萧师兄，大会延期，今晚天刀圣地安排了一场年轻天才的晚宴，赵无极他们都去了，就剩你了，让我来通知你。这下萧云终于懂了，楚京萧师徒平平无奇，其实指的就是和楚京萧师傅同名的天一，而天一兄弟自然说的就是天一和东神王东玉堂俩兄弟了，所以要自己斩的是3人，不可入出鞘极境，证明会为自己带来生死劫难，需要延迟。萧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劫难，需要雷祖、不灭老祖与战祖3位准帝才能应付得过来？难道是自己晋升涅槃境时，所有圣地与大地世家的一起围攻？这时年轻天骄的交流会已经开始了，主持的是天刀圣地的圣子刀无极，咱们以水为媒介比试一番如何？其实就是所有人一起互相推水，又不可外放灵力护体，最后身上唯一干净的人就是胜者。这个游戏一经说出，就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还有站在李成帝旁边的赵无极，李仙子的安危就由我赵无极来守护。仙子是不是看萧云不爽？我也是早就看那个装批犯不爽很久了，那就多谢赵公子了。萧云看着赵无极那一脸花痴的模样，显然他还不知道这位李仙子身份，这家伙该不会被李成帝迷住了吧？很快比试正式开始，刀无极与叶无尘率先动手，接着是李成帝与萧云，让我见识一下这中土第一天骄的风采。赵无极被李仙子又美又飒的气势彻底迷住了，红龙咔嚓一声，很快被冰冻住。还没等李成帝继续出手，赵无极就抢先一步出手了，战神虚影都用出来了。萧云，你个混蛋，欺负弱女子，我要跟你绝交！萧云一脸懵逼，无极兄，你这是要闹哪样？你可不能越陷越深啊！赵无极直接祭灵都用上了，萧云也释放出9转雷体，明眼人认的这9转雷体是混沌圣地雷祖修炼的那门地境，雷霆烈士路炼成后可铸就的体质，同样是一个特殊体质。很快赵无极的拳头都被萧云给破了。这时李仙子开口了，你不是他的对手，还是让我来吧。李成帝利用空间位移将萧云的攻击化解了，然后又再次利用空间位移吸干了所有的湖水。萧云，让我看看到如今你成长了多少。余下的人现在就不看个乐呵了，一点湖水都没有，就你俩玩吧。萧云接着使出一剑冰封3万里。李成帝，空间奥义玩得不错，这几年确实有点长进了。李成帝，这人是李成帝？赵无极心脏一下就承受不住了，你真是李成帝？如假包换呢？赵公子，我们在真龙朝就认识了，你这是怎么了？天呐！赵无极一声惊呼，小心脏再也承受不住了。随后的天刀圣地别院内，人还是没醒吗？是啊，精神受到了太大的伤害，想醒来只能靠他自己了。估计圣地交流大会是参加不了了，一个至尊体，可惜了。这时第154568届圣地交流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前期以淘汰赛制，最终只能有32人进入决赛。第一战就是萧云的祭灵分身独孤求败对战陈元，拜你这一根发丝足够了。陈元的王八克防御，结果被萧云一招次元斩就击飞了。求败你的次元斩威力不错，不过能领悟空间奥义这一剑威力就会更强。李师兄指点的是。这时太初圣地的带队长老说道，你不知道圣王宗和我们太初是盟友吗？还下手这么重，前辈我就是手下留情才用的刚学的次元斩啊，不然用雷神斩他就挂了。那长老发现竟然被说的无言以对，好吧，下次记得多留几分力。那我遇见江浩然是不是也得留手？那当然不用，能赢了至尊体是我们的荣耀。萧云的祭灵分身咧嘴一笑，那这下我就懂了。天一在台上同样也是大放异彩，此时萧云想着要杀天一本尊不方便动手，出手也会动用底牌，不如直接用顿悟次数领悟空间奥义，只要7剑合一，这分身也有把握杀天一。这时祭灵萧云对着太初的长老道，前辈，刚我观战有所触动，准备对空间奥义闭关突破，还请前辈需要我出场时叫醒我。那太初的前辈一愣，现在领悟奥义这么容易吗？不过还是挺细心，为祭灵萧云凝聚了隔绝一切的屏障，你就在里面闭关，到时轮到你本座自然会叫醒你。其他太初的弟子不明白怎么回事，也跑过来凑热闹，看看独孤求败怎么了。独孤求败战斗时有了感悟，马上就要领悟空间奥义了，你们也要奋发努力。同样关注着这一幕的还有李成帝，目前萧云还有1000次顿悟机会，对于空间奥义领悟完全是硬刚了。这次经历了800次的顿悟后，前辈可以撤去防御罩，我已领悟奥义。这时一道来自剑神山的剑意在祭灵萧云身上迸发，这是7种剑意融合成一种，而且还是完美融合的那种。龙二看了有些跃跃欲试，可惜他不是圣地的人，有机会的，排名前8的天骄会接受其他人的挑战。不仅如此，这时祭灵萧云还发现，他终于找到剑道正道大地的路，接下来只要一步步按照融合剑道走下去，就能正道剑道大地。正当祭灵萧云陶醉呢，没发现李成帝凑了过去关心他，这含情脉脉的看得他头皮发麻呀。这时柳天都突然出现，改了大赛规则，以往的1对1太无趣，这次我们将决赛改为无规则大混战。这时帝天不同意了，就知道柳天都没憋好屁，都知道萧云最强，那岂不是都要围攻他？就是啊，我们宗门进决赛的才1个，太初有5个，肯定吃亏。当然有反对，就也有人支持的，我支持新规则，混战或许才有机会。这时柳天都开口，我知道大家会有人不满，但圣地交流会的规则每次只能由主办方制定，所以还请大家理解一下吧。都准备上擂台。祭灵萧云这边在临上台前已经开始出鬼点子了，
我们和混沌圣地是死敌，我们就联手先淘汰他们。对，说的对，长老直接同意，最好弄死萧云或者天一，不行弄死一个也行。纪灵、萧云自己听得都头皮一震麻，这么狠的吗？天一不是你们自己人吗？难道这秘密连大圣都不知晓？这时李成帝开口，萧云是我的，如果我败了，你们再联手对付他。李成帝这一下助攻的萧云笑了，其余人反而被安排了配合独孤求败，也就是纪灵、萧云一起斩杀天一，拿太初圣地的人杀太初圣地。萧云简直太乐意了。这时萧云的本尊上场，柳前辈混战可不方便点到即止，若有伤亡我可不负责忧。放心吧，正地之路难免有伤亡，你们大可全力出手，若我等救援不及也只能认命，怕死的现在可以退出，看你们在我面前有没有机会保住一条小命。帝天看得有些懵，我徒儿这装批之术又有长进了。男人抬手召唤一道天雷，但其实他是在自己打自己。其他人都以为萧云与独孤求败真的在交战，但只有帝天知道，那只不过是自己徒弟在和分身演戏，为的一定是不为人知的大阴谋。这时李姐姐看见独孤求败被欺负，挺身而出，求败你按照原计划行事，萧云就交给我来吧。结果趁着李姐姐和本尊对战的功夫，独孤求败直接将祸水引给了天一，谁知一掌都没接住，还连连吐血。这其实都是独孤求败故意的伎俩。这个叫天一的家伙实力比萧云还强，他才是混沌圣地的底牌，我们都被骗了。这话一出，让所有人都生出围攻天一的想法，整得天一懵逼的一脸懵逼。我一掌就能给你打吐这么多血，我有这么强，我自己怎么不知道？结果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擂台上一多半的修者都朝他围攻过来，七彩的技能直晃得让人眼睛睁不开。帝天在一旁笑不活了，我这徒弟可真会整事，这下天一被坑惨了，就看天一被打得七晕八素，身上的火都还没被扑灭，转眼又一批人冲了上来，只能向萧云求救。萧兄救我呀，兄弟你再坚持坚持吧，我这跟李姐姐打得难舍难分了。这边还不忘记让分身在一旁呐喊助威，大家听我指挥，近战肉坦最前面顶住，张牙海你不是能加血吗？给他们奶上，远程的就给我往死里输出，再加把劲他就要不行了。很快独孤求败的伎俩就被一个老生将识破，你指挥我们对付天一，你自己怎么不上？过分了吧？姜还是老的辣，谁说我不上了？我正在蓄力斩天拔剑士，见识过的都知道，此招蓄力越久，神来都得退避三舍。当独孤求败用出七剑合一的斩天拔剑士，天一打出的竟然是霸王宗的地精五行灭世拳，地精都是看家绝学，一般不外传，这家伙怎么会有？还学会了，这一次没有意外比不过蓄力后的斩天拔剑士，现在唯有告诉太初圣地带队的说我是自己人了，让独孤求败别攻击了。结果他刚一传音，公子卿，我是神医老祖，快让独孤求败停手。老祖，我还是你爷爷呢，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叫公子卿？那是我公大圣威名远扬，你个小辈知道了也很正常。我去你的大圣，你是我们太初圣地最弱的大圣，这点外人该没有人知道了吧？这点确实不知道，但若是混沌圣地的几个老家伙接老子短也不是不可能。气死老夫了，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独孤求败，给我全力对付天一，给我斩了他！独孤求败心里乐了，这也正合我意。经过1000年的韬光养晦，排名第2的至尊体终于现实。传言这吞天魔体只要吞噬其余8大至尊体，再外加一具半部混沌体，就能成就万古第一的混沌体。看见这人是吞天魔体，公子卿更加起了杀心。混沌圣地不能留至尊体，独孤求败，给我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天一。江浩然、刀无极、叶无尘，天一实力太强，我们联手一起。这些人本来就是太初圣地盟友，经独孤求败招呼，自然一拥而上。真龙灭世。蓄力神刀一剑横空，所有攻击都被金钟罩挡了下来。雕虫小技都是一群废材，都散开让我来。叶无尘、刀无极跟我一起上，江浩然给我开你的诸神领域压制他。一番合力操作下来，即便是吞天魔体也吃不消，并且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那边荒古圣地的也别打了，我们一起干掉吞天魔体再说。”据说吞天魔体只要吞噬了其余8大至尊体，就能融合混沌体。这话一出，吞天魔体直接变成了所有拥有至尊体门派的公敌。天一直接骂了起来：“谁这么缺德？自己一直密谋的计划居然还有别人知道，这下麻烦了，看来计划得变。”我说帝天兄，你们隐藏的可真够深啊！帝天也没想到，这次祸水东引，反而给混沌圣地招来了灾祸。不过这天一隐藏吞天魔体，一定另有所图。就算这次不死，也有理由软禁他。天一这时也急了：“公子卿，吞天魔体都出了，你还不去告诉古神医吗？顺便问问我是谁？”结果到了古神医面前就被一顿臭骂。究竟是谁让他暴露吞天魔体的？他是自己人，给我私报！公子卿一听，屁都快吓尿了，是自己让独孤求败逼出的吞天魔体。吓了一大跳的公子卿还算冷静，如今只能想办法补救了。立马传音：“天一贤侄，你看之前多有误会，现在我贤侄你妹，我是你老祖宗古神医的爷爷，自我封印4000年修为，你再给我叫声贤侄试试。”我雷草，那老祖咋办？现在要我让独孤求败与你联手吗？吞天魔体太拉仇恨，绝不能把仇拉去太初圣地。我有传送符，等有危机我立马离开。明白了，老祖，我让独孤求败往死里揍你，绝对不让人怀疑你是太初圣地的人。揍你妹！叫独孤求败收点力，一会我要布置一层吞噬圣婴的屏障，走之前一定要弄死萧云。旋即公子卿就立马传音：“独孤求败给我收点力。”聪明如萧云，自然确定了天一就是太初的人了。顿时独孤求败举剑道：“你们几个上去顶一顶，我要酝酿一下大招。”心想既然坑不死天一了，就让本尊开大收割这些天骄吧。没有独孤求败的攻击，天一借着这喘息的功夫，也把噬阴阵法布置好了。还暗暗对独孤求败夸赞一番：“这小子孺子可教，我走了，你们杀萧云去吧。”众人皆是不解，天一怎么突然就认输了？不过也转瞬将矛头全指向了萧云。萧云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可萧云非但不慌，还笑了起来。这里很多人都是被种下魔种的，正好是时候收割了。天一刚下台就被质疑了：“你这么做不是置萧云于死地吗？”谁知帝天居然这时帮着天一说话，说阵法是自己让布置的，今天就是让太初圣地的人都走不出去。这下天一被吓着了，难道自己苦心经营，在为别人做嫁衣？
萧云终于要发飙了，即使是第一圣地太初圣地的圣子，也招架不住他一拳之力，急得李姐姐当即冲了出来。萧云，你的对手是我。萧云的纪灵分身独孤求败这时候居然也同时对萧云出手，不，他的对手是我。反正本尊足够强大，这么刷顿悟次数的好机会，不刷是傻子。独孤求败这蓄力20有5分钟的一剑，直接惊呆众位天骄，不愧是剑道第一高手，这一剑简直惊世骇俗啊！然而还并没有完，独孤求败直接又将刚修炼好的五行剑阵也使了出来。公子卿看见这一幕，乐得屁都快出来了。独孤求败，你好好表现，等回去我亲自为你请功，让你进入灵元洞天修炼一次。这弄得独孤求败还怪不好意思的，5把圣兵直接将萧云困在其中。独孤剑当年一人一剑横扫中土，如今至尊体齐出的时代，这独孤求败仍能剑道第一，潜力不可限量。帝天立马抓住了这个机会，对着公子卿道：可敢与我赌一把？他和我徒弟哪个剑道天赋更强？100滴真龙一种精血。公子卿立马传音问天一老祖，感觉这100滴真龙血有点多呀，老祖这赌约能接吗？堂堂大圣，你胆子未免太小了。好，我接了，但前提只限剑道。哈哈哈，大家都听见公子卿的话了吧？一会可不能反悔啊！心道这傻子居然就上钩了，公子卿也要面子。帝天小儿，你喊什么好？区100滴真龙一种血，老夫犯得着反悔吗？这时装晕的赵无极终于想开了，厚着脸皮悄悄猫了过来，一来就听见这两人的对话。小雅与师姐看见都关心的迎了上去。这边萧云也开始施展剑道技能玄冰剑意，五行剑阵撑住1秒钟就被破了。见到萧云完好无损的冲出来，可怕公子卿吓得不轻，不好，独孤求败不会要败吧？哪知下一刻独孤求败居然同时使用了闪电步，外加雷神斩，这可是雷战的绝学惊雷剑典。没想到第一剑圣这么不在意门户之见，这下赢定了。其实他不知道，这根本就是萧云在演戏做样子。刚得意洋洋问帝天讨要那100滴真龙一种精血，结果萧云祭出了4项剑阵，狂暴的能量直接将独孤求败掀飞了出去。天一看出了萧云的意图，这家伙疯了，自己封锁擂台，他有把握杀掉所有人吗？太疯狂了！一边和独孤求败战斗还敢布置剑阵，他想同时对付所有人吗？输了100滴龙血而已，你徒弟也活不长了。可哪知下一刻萧云开始传音，我只杀太初圣地和江浩然，其他人不想死，站在一旁看戏便可相安无事。荒古圣地是第一个退出的，接着是天刀圣地、霸天圣地和天地世家的叶家，这下终于可以没人打扰做个了断了。哪知李姐姐冒了出来，要和独孤求败阴阳和合，双剑合璧，分身不敢出手，本尊直接出手了。你大爷啊，别来恶心我呀！这时江浩然也同时拍出一掌，5人联手之下朝着萧云轰杀，有个加血奶妈真麻烦，当即控制4项剑阵，一条青龙瞬间窜出，朝着李姐姐身后张雅海咬去。面对被定身的张雅海，萧云本尊准备一拳将其轰杀，哪知李姐姐在这时不惜耗费能量，也要发动空间转换，直接让自己和张雅海对调了位置，并且此时的张雅海居然在利用生命神体的能力汲取青龙的能量。男人发动生命神体的能力，居然想汲取神兽青龙的能量，哪知在下一刻，青龙直接被引爆了。原来这些神兽是由萧云意念操控的。此刻李成帝通过时间长河召来2具分身，一个弱一个强，这证明代表着过去和未来，别隐藏实力，不然你会死。背后一位至尊体，2位神体同样朝萧云杀来。纪灵分身好不容易才混进太初圣地核心，还不是暴露好时机，只有暴露混沌体了。击退完杂鱼之后，独孤求败蓄力一剑也偷袭了过来。偷袭我？做梦！李成帝以为只有你可以动用时间的力量吗？因为修炼天外飞仙的原因，萧云也召唤来了过去、现在、未来3把剑，加上又是混沌体施展，直接把李成帝打飞出去。随后再次冲向残血的奶妈，李成帝还想施展空间转换，结果这次不灵了。原来混沌领域可以改变领域内的规则之力，利用妖族大能所创的混沌拳将其解决之后，刚好江浩然3人都冲过来，这次应对起来比上次更加轻松。独孤求败最后一个发动次元斩冲上来，又再一次配合被击飞。看着独孤求败吐血，把李姐姐心疼坏了。其实李成帝要不过来抱他屁事没有。完了，这次弄巧成拙了，我不在擂台之上，没法撤去屏障。这时太初的一名2阶狂神体已被轰杀，萧云感受魔种带回来的能力，这狂神体的狂化效果施展出来比想象中还哇塞。李成帝找到独孤求败，想要独孤求败施展岁月之剑，再利用自己的时间奥义回溯到4项剑阵之前，就可以把屏障打破。原本独孤求败不想帮他，结果李成帝是害怕独孤求败会死才要打破屏障，不然施展空间奥义自己就可以离开，反正也留不住，那就双剑合璧吧。趁着这个间隙，萧云只能留一个算一个，彻底解决掉张雅海。屏障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下一个他赶紧冲向江浩然，不料江浩然已经喊认输，其余的人也都跟着喊了起来，杀谁都违规，他还是选择江浩然，结果这一击被柳天都阻止下来。萧贤直，得饶人处且饶人，有我在你动不了他们。萧云再想往前，肩膀已被牢牢扣死，结果却发动了磐石诀，虽然是磨练精神力的法诀，但以现在江浩然虚弱的精神力肯定承受不住，结果真如萧云所料，一命呜呼了。圣地交流大会已经结束，这下柳前辈该放手了吧？对于这个结果，柳天都也没有办法，还要宣布萧云是冠军。这次吞天魔体混沌体齐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也尽早离开。飞到一半，萧云突然看向天一，这家伙从开始到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似乎不对劲。结果帝天一探查，这居然是具空客分身，如此真实，连我这个快成圣的人都被骗了，恐怕他现在快回到太初圣地了。别人都以为是我混沌圣地带走的人，你又暴露混沌体，此番回去定会引起不小风波。太初圣地这边，独孤求败指着天一，就是你布置的屏障害死了张雅海、子浩天，还有江浩然，你是混沌圣地圣子，怎么能不知道萧云铸就混沌体？恐怕你早就是混沌圣地的人了吧？放心，我不是你的竞争对手，你有天赋，太初会重点栽培你。他要不是看独孤求败有天赋，才懒得解释。不过刚才用掉的那张传送符，可是连准地炼制都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天一，神一，难道他是古神一儿子？
还是曾孙？走吧，年轻一辈就剩你和李成帝两人了，我们太初会重点栽培你俩的。武神一决定，破例让他俩都进入一次凌元洞天，这次争取踏入涅槃境。等人走后，天意走了出来，乖孙，可有歼灭混沌圣地的办法？我准备联合其他势力，凑齐7、8位准帝，圣王宗、君家、东荒叶家、天剑天刀圣地、霸天圣地，还有剑阁。与他们而言，灭掉混沌圣地对他们来说也有好处。不错，乖孙，这件事你就去大胆一试吧。混沌圣地内，为了应付这次危机，帝天与圣主同时去往了圣路，准备成圣。家里的担子暂时交到萧云这个神子手里主持。就在这时，萧云突然晋升涅槃境，不愧是神子，坐着就升级了。见所未见，圣地崛起有希望。但萧云知道，一定是太初圣地的分身有变故。不过这涅槃境不分初中后期，只有度过天地人9劫才行，而且只有本尊能渡劫。这边的太初圣地，求拜，你准备什么时候外出历练？我想和你一起。这时还好公子卿前来救场，求拜你来一下，我有件好东西送你。结果直接拿出5把出界圣兵，还对应的5行属性，这正好适合你的5行剑阵，希望对你度过涅槃劫有帮助。太初圣地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萧云欣然接受。此时圣王宗内，古神医已经找到木期，外面传言天一是你孙子，你让我打混沌圣地。古神医满脸汗，这话幸亏没被自己爷爷听见，不然还不打死自己。我发誓这绝对是谣言。你想想，如果萧云与天意都成圣，混沌圣地还有谁能敌？好，我答应你，前提是混沌中到时必须给我，这我不能保证，只能说可以帮你。到时候谁抢到要看运气了。木期老弟，等我触发信号。随后剑阁内，古神医又找到雷战，雷兄若愿意出手，我承诺可以帮助你夺得混沌种。和雷战相比，这一刻准帝木期注定成为此战牺牲品。我只要独孤求败，放心，研究完他的剑道，我会将人完好无损的还你。好，成交。事后我会将人给你。这边萧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原来战组并不是寿元枯竭，而是生命力枯竭，只有用寿元换取生命力才能战斗，所以平日里才不得不沉睡。幸亏是长生体，才活了8000多岁。而萧云用魔种收获的生命神体，正好可以解决战组生命力衰竭的问题。为此，雷祖拿出了混沌圣地最后的底蕴，1颗大圣丹，3颗圣丹，外加1滴祖师爷混沌老祖的精血。萧云一听，这大地精血足以增加1000年寿元，为何不给战组用？原来战组已经用过一次，用过的人就没用了。而且大地精血是为了培养准帝准备的，结果萧云铸就混沌体也不需要了。现在他们准备给龙尊使用，这么一来我们就有3名准帝了。结果在萧云服用大圣丹复苏战组之后，战组说他可以利用长生体将大地精血1分为2，这样就可以拥有龙尊刀魔2位500年寿元的准帝。成为准帝的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创造1门准帝经。龙尊创造的功法叫真龙9变，需要吞噬9条真龙遗种，如今只差1条，金蛟一族刚好有1条，有准帝坐镇的惹不起。这没准帝的还不信手拈来。他们出发后，萧云也外出历练，准备渡涅槃劫。结果刚看见流星雨，1颗流星就朝他坠落砸来。男人刚看了眼流星雨，就被流星砸中脑门。原来他在渡涅槃劫，共分天地人9劫，就是走到哪都会倒霉的劫难。经过休整，第2天便来到了天地城，结果正好遇见龙傲天在排队卖真龙遗种精血。但在萧云看来，这哪是在卖龙血，分明是在植入病毒啊！称之为魔种散播小能手都不为过。这时有人惊呼：“你们快看天上，有人带地兵出战！”萧云一看是古天一，这个时候飞往混沌圣地的方向，难道是要攻打混沌圣地？萧云猜的没错，此时叶家、天剑、天刀、霸天、圣王宗的准帝都已经到了，如果再加上雷战，就是足足7位准帝。雷祖还在向准帝突破中，此时不灭老祖带着混沌中也敌不过，好在战组及时冲了出来。怎么个事？你们这群小子，老夫我活了8000年，第一次见这么多准帝围攻我混沌圣地，幸灾幸灾！众人齐齐惊呼：战组！这家伙传言寿元将尽，都多少年没苏醒了，怎么如今看着像没事人一样？古神一见状，赶忙为自己方人打气：战组就算你能保持巅峰，也不可能以1敌6。随后地兵混沌中由战组亲自操控，能不能？那你就试试好了。见状，古神一赶忙对着天空大喊：雷战！看了这么久，该出来了吧？剑修一旦成帝，便号称最强，所以他叫来之人的准帝论战了，也只有剑修的雷战最强。萧云也明白这个时刻要抓紧了，于是拿出那3枚圣丹，一口气服下，先是直接一拳解决掉那名金蛟族大圣，意外还收获了10000次顿悟次数，接着把龙傲天敲晕，直接踢走。眼前必须让龙尊抓紧晋升准帝，想必他们在金蛟一族一定无功而返了。此时战组还在一人依靠阵法抵挡众位准帝，趁着没人注意到这里，萧云传音告诉不灭老祖抓回真龙遗种的消息，利用暗影分身术，萧云顺利溜了进来，看见龙尊后，直接将龙傲天丢了过去。龙尊二话没说就吸收了起来，吸收完后，真龙9变直接创造完成。如今7位准帝，2位带着帝兵的，雷祖却没有类似能缩短晋升准帝时间的法则，除非像龙尊一样获得对完善功法有益的东西。这时眼见战组有麻烦，不灭老祖第一个冲了出去，雷祖比他更有希望晋升准帝，战组不能有事，如有意外，一定保住萧云。神魔变身后，他的实力可以轻松拿捏一般实力的准帝，不过这次使用过后，怕是再难摆脱魔尊控制，要被吞噬本源了。我去拦住他，你们围攻战组。木期老奸巨猾，比起战组的危险程度，对付不灭自然安全得多。我们去对付雷祖，他好像要突破了。古神一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你们这理由找得越来越敷衍了吧？关键时刻居然闹起了不团结。突然，也就在这时，一条金龙冲天而起，这不是雷祖，龙尊竟然也晋升了准帝，龙尊居然还活着，混沌圣地真能隐藏，看来有必要动用底牌了。这时古神一背后的传送口大开。
太初的所有大圣听令，全部都给我出来！今天过后，混沌和太初只能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圣王宗的木器，他早就和混沌圣地是死敌，只要灭了混沌圣地，他们圣王宗就能晋升第6大圣地。第3个是君家，既然已经撕破脸，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雷祖一声令下，混沌圣地的大圣们也全都跟我来。我去。萧云一看，这次玩这么大吗？如今之计只有围魏救赵，让分身带着1颗圣丹前往东荒界神山取剑，能逼退雷战，自己则是拿着分身的圣子令牌，悄悄潜入没了大圣守护的太初。李成帝和天一的安危，我就不信古神医会不管不顾。结果萧云刚一出现，就遇见了一位普通的天人境，只要不是大圣一拳就能轰碎，索性也不装了，凌空喊话了起来：“我就是萧云，今天来灭你们太初圣地。”天一有些懵逼，这个虎孩子是怎么混进来的？不过既然你来了，那我刚好可以吞噬你。因为天一的身边一直跟着一位大圣境巅峰没有走，面对来势汹汹的一掌，萧云赶紧服用圣丹。古天一，还是快叫你爷爷回来吧，老子现在也是圣人境了。古天一一听，这完犊子了，所有人都围上来喊着要保护天一老祖，这一喊反倒是此地无银300两了。萧云觉得更要杀天一了，决定还是要撵着天一杀才行。4项剑阵的剑气直接如雨点般落下，前排的那些修士不管是圣人境还是天人境，根本不是一合之敌，吓得天一也不敢吞噬萧云了。快给我杀他，别给他留时间。天一老祖放心，他是用了某种秘法强行提升了修为，现在实力已经跌落圣人境，随便一个圣人都能宰了他。古天一一听直接不跑了，转脸又想要吞噬萧云了。你杀了神王体江浩然，害我功亏一篑，现在只要吞噬了你，这一世仍然是我的时代。反派始终死于话多。谁知下一刻，萧云直接对着自己胸口来了一刀。男人对着自己胸口戳了一刀，竟然引来了极境天劫。原来他是在自斩修为，想到未来自己曾经留下的话，不可入出窍境极境，为的就是让自己现在引来天劫，并且天劫还会以笼罩在内人的实力增强。如果大圣巅峰存在在天劫内，那就会演变成大圣巅峰的天劫。天一不离开，是因为他的出窍极境天劫也一同被引崩。萧云，你疯了！天劫内还有心思杀我？渡不过天劫，你想我俩都死了？渡不过的是你，我有雷属性地境在身，根本不怕这点雷劫。此时萧云已经踏入神魔竞技领域，超越极限的天才会踏入竞技领域。竞技领域分1到9境，而9境之上才是神魔竞技领域，意思是神魔才有资格踏足的领域。才第2道劫云，古天一就吐血了。阿西巴，萧云你这么做是疯了吗？古神医这时也发现天空上太初圣地位置有异样，这好像是极境天劫，不行，我得通过至尊塔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分神功夫被混沌中撞个正着，和我对战还敢分心，找死！古神医现在也很纠结，如果走了就功亏一篑了，不走的话，爷爷死了打下混沌圣地还有什么用？雷战可没有那么多顾虑，因为他已经发现有人在剑神山取地兵，自己本来就和混沌无仇，完全是为地兵而来。雷战已走，叶卫你还要与我拼命吗？这么下来确实不明智。他们都还有深厚的家族，也并非都是盟友，只不过是利益共同体。这边的太初圣地这边，李成帝神医老祖让你自斩修为到出窍境巅峰，帮助天一老祖。果然我只是太初的一枚棋子，之前让我成为天一吞噬的对象，现在又让我冒死进入雷劫，可惜他身不由己，他的家人们都被太初控制了。李成帝，快点自爆时空体，想想你的家人，自爆后你不一定会死，但不爆你一定会，因为时空之体的自爆可以释放一门禁术，虚空放逐。不知道我死后求败会为我伤心吗？你我也算宿敌。既然如此，萧云我们下辈子见。萧云看着这么远的自爆，这家伙是在搞笑吗？这么远怎么可能伤到我？下一刻竟被一股突然出现的吸力吸进时空漩涡，时空长河没有大地实力必死无疑。真没想到我会和萧云是这种结局。既然你要死，那就把时空之体也留下吧。没了萧云，我又是这一世的最强，还有谁能和我争夺地位？谁知这时竟从虚空射出一把剑，直接杀了李成帝。这是岁月之剑，这剑只有我和求败练过，也只有他们认得。我早该想到求败就是萧云的。此时剑神山，雷战已经赶到。独孤求败，你只要炼化这件地兵，我可收你为亲传弟子。到时我若证到大帝，你就是弟子；我若证到失败，你就是剑阁阁主，剑同样也会传给你。如何？这大饼画的是真香啊！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血雨，天降血雨，这是有准地陨落。不过还好死的是木器，混沌圣地的危机也算暂时解除了。可独孤求败这边随之倒地不起了。雷祖探查之下，就像是失去了灵魂，因为萧云已经进入到时间长河，居然有人可以在时间长河里保留意识。那名大帝想将萧云拉出做切片研究，可是他这种身体一旦被拉出，很可能不出片刻就会死。蝼蚁的死活与我何干？结果那名大帝就被一拳混沌拳给轰碎。一想到是混沌拳，萧云大惊，突然出现救自己的居然是未来的自己。终于见面了，未来自己一直点在萧云眉心，既然来到这里，往后就别再走弯路。结果这一下直接让萧云晋升到大圣巅峰，要不是准帝需要自己创造功法，还不知道要晋升到什么程度。这是时间、空间，传说能领悟2种大道的大帝就是天帝。难道你已经是天帝？天机不可说。不过过去的我留下太多的遗憾，希望你不要再步入我的后尘。这下萧云也有了脱离时间长河的另外一种方法，完整的时空之道、太初圣地、雷战，还有围攻我混沌的准帝们。等我出去，一切就该做个了断了。男人坠入本该必死的时间长河，谁知没死，还领悟了时空大道。原来他的未来之身早就成就天地，留了具时空分身在时间长河里等他。不仅让萧云领悟完整的时空之道，还一举突破了大圣巅峰。此时战组正在和不灭老祖商量萧云被拖进时间长河，寻机去报仇的事，那是只有大帝才可脱离的地方。结果下一刻，萧云跟个没事人样的走回来了。大圣巅峰好，大圣巅峰好啊！今后圣地的积蓄都给你用，还需要什么不够的？老祖出去给你抢回来。萧云尴尬一笑，即便我掌握了时空大道，想晋升准帝也还没那么容易。眼下还是先帮助不灭老祖和雷祖晋升准帝吧，再加上我的分身混沌，就有6大准帝战力了。到时一起灭太初。不灭一听，我魔功都使用过度了，还能晋升？
在萧云看来，不过是多花些顿悟次数而已。但是这需要交给独孤求败来办。剑神山上，分身的灵魂重新回归后，独孤求败也一同晋升了大圣巅峰境。不可能，你难道是隐藏修为？不对，混沌领域，你是萧云，真是没想到，年轻一代最强的剑道天骄，竟然只是萧云的一具分身。此时独孤求败开始炼化七彩神剑，雷战反而激动的大笑起来，因为剑阁从来没有诞生过大帝的原因，没有帝兵也一直是雷战的心结。等我夺了这件帝兵，我就是最强准帝，战组也只能甘拜下风。突然雷战惊呼一声不好，看见独孤求败冲天而起，还以为要跑，谁知萧云只是想飞到高空，把声音传得更远。今日我独孤求败挑战剑阁阁主雷战，一决生死。只有让更多的人前来观战，反差越大，才能刷到更多的顿悟次数。多少年没出过这么热血的事了，东荒几乎一半的修者都赶来了，你就这么自信可以赢我？结果雷战刚劈出一剑雷神斩，独孤求败以同样的雷神斩迎击，这一剑竟然不分伯仲，这反而让雷战更加欣喜若狂。一定是那把帝兵起到的作用，这实力加成太大了，更加大他要抢过来的心。我去，独孤求败居然有准帝的战力，那可是雷战啊！宿主引起惊呼，奖励3次顿悟。宿主引起惊呼，叮咚叮咚，一时间就让他顿悟次数涨了好几百，才一招就有这效果。看来成帝之日指日可待啊！这么一看，雷战在他眼里反倒成了宝贝。为了加快刷顿悟次数，就必须让雷战使出点惊世骇俗的招式才行。果然，在独孤求败的激怒下，雷战开始发飙了，光浑身雷电缠绕的气势，就让下方观战的人看出来这是要动真格的。不愧是剑道准帝，求败兄这次有危险了。这家伙不是刚涅槃境，看着雷战又提剑冲来的架势，你这分明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不起谁呢？气得独孤求败发起了飙，直接将雷战轰飞了，非得被打了才知道疼。雷战揉着肩膀，有些不敢置信，你怎么会这么强？这就强了，你这剑道准帝的见识也太浅薄了。看着独孤求败使出的这招是宇宙见底，我们独孤家是要出准帝，是要崛起了呀！叔叔厉害，牛皮！这一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压得雷战都有些喘不过气。结果这一剑直接轰进了土里，我的乖乖，雷战败了。众人小眼瞪大眼，大眼瞪小眼，完全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眼睛看见的。哈哈哈！独孤求败地剑一举，还有谁？下一刻风的一声，雷战只感觉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必须要拿出些拼命的本事。独孤求败，这是你逼我的。